要说玩刀，周邦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这世上就没他切不开的东西。为了练出这手绝活，他从高中退学，整整磨练了20年。现在的他已经坐稳了全国第1把交椅。现在的餐厅生意火爆，客人们全是奔着他的刀工来的。后厨忙得脚不沾地，周邦盯着案板上的食材，手里的刀一刻都没停过。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了这节奏。这手机绝对有问题，明明设了震动，却响个不停。更诡异的是，屏幕上竟然出现了早就删掉的游戏。周邦还没来得及细想，员工就急匆匆跑来催促，说外头还有客人在等。他头也不回的直接回绝，说今天已经没货了。可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对方不仅拆穿了他的谎言，还指名道姓要找他。带头的西装男一脸横肉，开口就是要周邦给个准话，说给他的考虑时间已经够多了。他语气里全是轻蔑，觉得让一个厨师办点事根本不需要犹豫这么久。可紧接着，他突然换了副嘴脸，直接在桌上甩开一个箱子，整整30亿韩元。这还仅仅只是定金，只要周邦点头，这辈子都不用再拿厨刀了。面对整整30亿的诱惑，周邦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手里的厨刀反而亮了出来。他冷冷地盯着眼前的男人，直言这里是后厨，最讲究的就是干净，像对方这种浑身脏透了的人，这儿根本没他的地儿。这一番话是一点面子都没给对方留，直接下了逐客令。西装男不仅没生气，反而兴奋地大喊大叫，直夸周邦是使刀的高手，在这儿杀鱼简直是浪费人才。他一边嚷嚷着让周邦赶紧跟他走，一边还想动手动脚，结果被周邦随手漏的一招快刀吓得当场尖叫出声。眼看硬来不行，西装男只能带着保镖灰溜溜撤退。可临出门前，他却露出了一个阴险的笑容。他放话这事儿没完，自己迟早还会再回来。同事在一旁急得直跺脚，那可是整整30亿的定金，他想不通周邦为什么要拒绝。换成别人早就点头哈腰答应了，周邦却只是自顾自地抽着烟，说自己这辈子只会拿刀杀鱼，根本不想跟那些流氓扯上关系。同事还是不死心，劝他就算不为别的，也该拿了这笔钱去买房开店，过点正常人该过的日子。就在这时，周邦的手机响个不停，同事还以为这木头疙瘩开窍谈恋爱了，结果周邦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那是游戏通知。等人都走光了，周邦独自看着天上的月亮，心里也泛起了一阵苦涩。自从家里破产以后，他确实只顾着埋头干活，早就忘了什么叫生活。大半夜的，手机一直在兜里响个不停，周邦拿出来一看，整个人都无语了。这居然是一款早就过时的老游戏，他怀疑是自己喝多了才装回来的，正打算顺手给删了，结果一个手滑，竟然直接点进了游戏界面。熟悉的背景音乐瞬间响了起来，画面里的女角色还是跟当年一样漂亮。可还没等周邦反应过来，手机屏幕突然闪过一道诡异的红光，紧接着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同事急匆匆跑出来找人，说是老板正急着要见周邦，可他把后院翻了个遍，也没瞧见周邦的人影。就在他纳闷的时候，突然发现地上的垃圾堆旁有一部手机正散发着微弱的光，凑近一看，那竟然是周邦的手机。这下同事彻底懵了，平时手机不离身的周邦怎么可能把这宝贝疙瘩丢在地上？他一边喊着周邦的名字，一边猜测这家伙是不是去上厕所了。可他根本没意识到，此时的周邦已经彻底消失在了这个空间。这游戏简直离谱，没剧情没背景，纯纯的换皮克金网游，连挂机刷怪都一模一样。看着评分就知道，全是吐槽和差评。这种烂大街的工业垃圾，到底谁在玩啊？结果呢，我还是点开了下载。别问为什么，问就是这例会实在太香了，完全长在我的审美点上。谁能想到，我这种1分钱没充过，连通关都没通关的零氪玩家，竟然被这破游戏给吞了。更离谱的是，我既没当上主角，也没当上有头有脸的 NPC， 而是直接穿成了一个路人甲。在这个世界里，我现在的名字叫康健马。刚穿越过来，我就在地铁上撞到了人。不过别误会，这可不是什么浪漫邂逅，只是单纯的意外。好在游戏的背景设定就在我熟悉的城市，不管是地名还是环境，都跟现实世界差不了多少。靠着这点信息差，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顺便提一句，我现在还是个高中生，在这里待久了，我甚至分不清这到底是现实还是游戏。这种平凡的高中生活，我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平平淡淡的过下去，直到那天我推开家门，妈兴奋的大喊：快看啊，儿子，你被录取了！我接过那张通知书，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上面写着哈瓦金学院康健马。我爸妈现在兴奋的恨不得把那张通知书裱起来，不管我怎么求他们低调点，根本没人理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康家的骄傲，是未来的希望，甚至连明天的开学典礼都帮我安排的明明白白。就这样，我那想当个普通人的梦想彻底碎了一地。看着桌上的录取通知书，我心里清楚，现在全家人都这么高兴，我根本没法开口说不去。事到如今，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说实话，我现在累得连手指都不想动。看着桌上这张全家福，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康健马这小子到底是怎么考上那种名牌大学的？翻开记忆，我才发现，原来就在去年，这身体的原主突然觉醒了家户，然后顺手就通过了入学考试。这简直就是原地开挂啊！难道他其实是个天才？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就是靠着这种加护才能获得那些不可思议的特殊能力。这种所谓的加护，说白了就跟游戏里的技能差不多。但最坑人的是，这玩意儿竟然是靠遗传的，也就是说，投胎才是真正的技术活。有加护的就是贵族，没加护的只能当平民。整个社会被这道血统线分成了3、6、9等。
至于我要去的哈瓦金学院，名义上是培养英雄，实际上那是专门给特权阶级准备的。这哪里是学校，分明就是那帮贵族后代用来稳固地盘的后花园。不过最近学校为了照顾我们这些平民家庭，搞了个特别录取名额，而我刚好就是其中一个。说到底，这世界为什么非要英雄不可？答案其实挺明显的，看看外面那些怪物就知道了。巨龙兽人还有数不清的魔物，如果不培养英雄去打仗，人类早就玩乐。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我来说，去这种培养战争机器的学校，简直比2次入伍还要痛苦。我叹了口气，看着天花板发呆。所谓的加护，到底算哪门子祝福啊？这面板越看越离谱，我盯着屏幕上的加护属性，整个人都陷入了沉思。第一个技能叫无痛加护，听着挺高级，结果只能止痛30秒，冷却时间竟然要12个小时。就凭这种鸡肋技能，原主到底是怎么考上名校的？我越看越觉得心塞。再看看第二个剑神加护，名字倒是霸气侧漏，而且还是永久生效，没有冷却。可你看看这触发条件，必须是长度30厘米以内，宽度5厘米以下的短剑，这哪是剑神啊？这分明是水果刀之神吧？真的不是有人在故意整我吗？最奇怪的是，这个技能在原游戏里根本没见过，名字起得挺唬人，描述却简单的离谱，只有4个字：挥动极斩。我仔细研究了一下，那个所谓的触发条件，长度30厘米，宽度5厘米，这尺寸怎么越看越眼熟？这不就是标准的生鱼片刀吗？闹了半天，这世界是想让我去当厨子，我真是彻底没话说了。算了，人生啊，总是不按套路出牌。我叹了口气，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包里，该出发了。差点忘了，还得准备入学用的装备。但我仔细一想，这游戏里的装备价格简直是抢钱，哪怕是最垃圾的1级货，都要卖到几百万，稍微好点的 C 级更是要好几个亿。至于那些 S 级的神兵利器，根本就是天文数字，光是学费就已经贵得离谱了。我可不想在这种被迫入学的学校里再花冤枉钱。但入学筛选那一关，如果不带点什么东西过去，第一天肯定会被人盯上。我权衡了半天，最后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走，去趟大创廉价店。我突然想起第一人老师说过，真正的名家从来不会挑剔自己的工具，既然已经决定了，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我直接迈步走进了学校大门，结果刚一露面，麻烦就主动找上门了。一个光头壮汉拦住我的去路，语气听起来非常不善。为新来的，他死死盯着我带的装备，一脸嫌弃地问：“你管这玩意儿叫什么？”桌上这一捆东西贴满了廉价超市的打折标签，甚至还有醒目第7折标志。没错，这就是康健马准备的入学装备。负责武器筛选的考官整个人都看傻了，他觉得这绝对是哪个高年级学生在搞恶作剧。为了给这帮新生一个下马威，考官猛地一拍桌子，愤怒地咆哮起来：“你把这儿当成什么地方了？分班考试居然拿厨刀当武器，你是在开玩笑吗？”面对考官的怒火，康健马却表现得异常淡定，他平静地回了一句：“但这确实就是我的装备。”这一下轮到考官彻底没词了。面对考官的质问，康健马不仅没慌，反而一脸真诚地开启了影帝模式。他说自己只是个普通家庭的特招生，光是学费就快把家里掏空了，如果再花大钱买昂贵装备，那简直就是对父母的不孝。这番话一出，考官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盯着康健马胸前的特招生名牌，心里那点怒火瞬间变成了愧疚。考官开始疯狂脑补，觉得这孩子实在是太懂事了，甚至连那张寒酸的7折标签，在他眼里都成了勤俭持家的勋章。他甚至开始反思，自己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怎么能对这么有孝心的学生抱有这种世俗的偏见呢？就在考官自我攻略的时候，康健马又慢悠悠地补了一句：“而且还有最后一点。”康健马冷冷地抛出最后一击：“只有外行人才会抱怨工具。”这句话就像一道惊雷，直接劈在了考官的天灵盖上。他看着眼前这个少年，感觉对方的形象瞬间变得无比高大。考官在心里疯狂呐喊：这哪里是个普通学生，这简直是已经登峰造极的大师啊！这种不向贫穷低头，甚至能把廉价厨刀用出神韵的精神，彻底征服了考官。这孩子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谁能想到，靠着几把打折厨刀，康健马竟然在入学第1天就直接把考官给忽悠瘸了。考官当众宣布批准特招生康健马使用他的装备。这决定一出，周围那些名门子弟直接炸锅了。这群自命不凡的精英学生看着康健马手里的廉价厨刀，满脸都是嫌弃和鄙夷，甚至有人开始阴阳怪气：这种走后门的垃圾是怎么混进来的？眼看场面就要失控，考官猛地挥起拳头，对着这群傲慢的学生发出了咆哮：全都给我闭嘴！评估完就赶紧滚蛋！考官这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把所有人都给镇住了。他冷冷地警告这帮新生，在这儿他既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恶魔。看着考官为了维护自己，在那儿疯狂输出，康健马在旁边听得直发毛，他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阵仗简直要让他留下心理阴影了。折腾了这么久，康健马总算能喘口气了。他瘫坐在校园的长椅上，感觉整个人都要散架了。虽然早就预料到特招生的身份会招来不少白眼，但刚才那种被当众歧视的滋味，亲身经历过才知道有多糟糕。好在最麻烦的装备评估已经混过去了，入学仪式也算是有惊无险。接下来就剩下最后的分班考试了。康健马看着眼前宏伟的建筑，心里很清楚，既然已经费尽心思走到了这一步，就绝对没有退缩的道理。这里就是哈瓦金学院，全大陆最顶尖的英雄摇篮。而他接下来的3年都要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地方度过了。亲眼看到这所学院，康健马才发现它大得离谱，简直就像一座独立的小城市，到处都透着一股有钱人的气息。
他坐在长椅上，看着周围这些达官显贵家的孩子，心里一阵唏嘘。想想以前因为家里出事被迫退学，现在这一切简直像做梦一样。可还没等他感慨完，校园广播就突然响了起来，通知所有新生立刻去大厅集合，因为分班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康健马愣了一下，这节奏快得让他有点猝不及防，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毕竟入学仪式只是个开胃菜，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开始。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站起身，既然已经进来了，那就要让这帮精英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康健马举起那把锄刀，心里一阵感慨，自从来到这所学院，他确实很久没正经动过刀了。这其实是他第一任老师留下的习惯，老师曾告诫他，刀就是命，哪怕睡觉都不能撒手。整整20年，他几乎每天都和刀打交道。虽然这1年都在休息，但那种刻在骨子里的肌肉记忆可没那么容易生锈。他仔细检查了一下刀刃，指尖划过钢面的触感，让他找回了那种熟悉的感觉。这把刀的状态比预想的还要好。康健马露出一丝自信，既然刀没问题，那就要找个东西试手了，看看这1年的空白期到底有没有影响他的出刀速度。谁能想到，康健马只是随手想试个刀，竟然直接触发了系统的隐藏条件，瞬间雷光炸裂，传说中的剑神祝福竟然要强行开启。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系统界面就开始疯狂弹出红色警告，提示他的身体强度根本扛不住，甚至连这把锄刀都要崩坏了。局面一下子变得非常凶险，这种越级获取的力量，搞不好会让他当场没命。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系统开启了强制压制模式，试图强行让装备和他的身体达成同步。虽然保住了命，但这种被强行灌顶的滋味恐怕没那么好受。康健马整个人都懵了，他才刚刚把刀拔出来，系统竟然就已经开始强行激活能力，这反应速度快得简直不讲道理。随着第1阶段激活完成，一道耀眼的蓝光瞬间炸裂开来，仿佛要把整个空间都吞没。紧接着，一个神圣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愿众神的祝福与你同在。这句话听着挺玄乎，但康健马心里清楚，这股力量根本不打算给他拒绝的机会。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强光，虽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命运从这一刻起彻底失控了。这股力量简直疯了，狂暴的雷电顺着锄刀贯穿全身。康健马感觉自己握住的不是刀，而是一颗随时会炸开的核弹。再这么搞下去，他的身体真的会当场炸裂。那种被强行撕碎的剧痛，让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死掉的话，一切就都完了。可现在的他根本没办法停下来。随着一声巨响，那股要命的力量终于散了。康健马站在一片破碎的虚空里，大口喘着粗气，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看着周围像镜子一样崩塌的空间，他忍不住低声咒骂。刚才那种被死神盯上的感觉，到现在还让他脊背发凉。他死死盯着手里那把锄刀，这玩意儿刚才爆发出的威力简直超出了他的认知，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就在康健马松开刀的一瞬间，周围那片血红色的虚空竟然像玻璃一样彻底碎了。等他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居然回到了学校，耳边的鸟叫声听着那么真实，仿佛刚才那场生死危机只是一场噩梦。可还没等他松口气，脑袋里传来的剧痛就让他明白，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这后遗症也太狠了。康健马死死捂住额头，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已经觉醒，但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所谓的剑神祝福，难道非要把整个世界都撕碎才行吗？看着阳光下的校园，他第一次对这股力量感到了莫名的恐惧。这剧痛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好的只是轻微酸痛，结果差点没把康健马疼死。他开始怀疑，这所谓的祝福根本就是个坑。如果每次动真格都要遭这种罪，那这招以后根本没法用。就在他犹豫要不要放弃时，学校的广播突然响了，催着新生赶紧去训练馆集合。康健马看着地上那把生鱼片刀，心里一阵纠结，捡吧，怕再被电一下；不捡吧，谁家好人把菜刀丢操场上？他只能在心里安慰自己，也许是因为第一次用才这么疼，这能量都散了，现在伸手拿应该没问题了吧。结果手刚碰到刀柄，一股狂暴的电流瞬间炸开，康健马被电得当场怀疑人生。这哪是什么剑神祝福，这分明是随身带了个定时炸弹。他一边骂一边还得带着刀，来到了学院的竞技场。竞技场里到处都是人，家长们聚在一起，小声嘀咕，有的在显摆自家孩子，有的还在心疼那笔天价学费。现场乱哄哄的，跟菜市场一样。可就在下一秒，全场的声音戛然而止，所有人都齐刷刷的看向高台，因为那个男人出现了，他就是传说中的七星英雄剑皇齐格弗里德。光是坐在那儿，那股压倒性的气场就让刚才还在抱怨的人全闭了嘴。作为顶级英雄的直系后裔，齐格弗里德的出现意味着这场入学仪式绝不是小孩子过家家那么简单。台下的新生还在感叹，最强人类的排场果然不一般。可就在齐格弗里德闭目养神时，他突然察觉到一个熟悉的气息正在靠近，来的人正是美迪亚，同样是传说中的七星英雄。他这一露面，整个会场的档次又变了。他笑着打趣说：“咱们得有半个世纪没见了吧？”齐格弗里德连头都没抬，直接吐槽他都70岁的人了，怎么还穿得跟个小姑娘一样。美迪亚倒是活得通透，毕竟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哪怕是活了半辈子的顶尖强者，在老熟人面前也还是那副互不相让的架势。
美迪亚笑得花枝乱颤，说只要齐格弗里德肯开口，他随手一个祝福就能让他年轻个10岁。齐格弗里德根本不吃这一套，反手就对了回去，说他都快70岁的人了，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肯在嘴仗上吃亏。美迪亚看者台下的喧闹，突然话锋一转，说这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以前你最瞧不上这种精英聚会，今天居然能在这儿坐得住，看来传闻是真的，你那个宝贝孙女一定长得非常漂亮吧？齐格弗里德在高处俯瞰全场，淡淡的说了句：“看来要开始了。”台下的新生们正兴奋地扎堆，可人群中的康健马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一群五颜六色的头发里，只有他是一头黑发，像个闯入异世界的局外人。更糟糕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这个黑发少年竟然是个走后门的特招生。周围的议论声瞬间变了味，嫌弃和鄙夷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他们想不通，这种没背景的家伙凭什么能跟他们站在一起？面对这些刺耳的嘲讽，康健马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阵骚动，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刚才还在冷嘲热讽的学生们，此刻竟然被一股气场压得说不出话，纷纷自觉地让开了一条路。康健马定睛一看，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稳步走来，那副冷峻的模样瞬间成了全场的焦点。他心里咯噔一下，果然没猜错，这家伙竟然也在这里上学。这位就是美迪亚口中那位家世显赫的孙女阿贝尔，她不仅是剑皇的后代，更是这个游戏里当之无愧的第一女主角。康健马看着这张熟悉的脸，心里五味杂陈。毕竟当初为了抽到这个角色，他可没少往游戏里砸钱。谁能想到，曾经纸片人一样的存在，现在竟然活生生地站在了自己面前。在这个叫亚空间的地方，痛觉和伤害都是真的，但只要回到现实，一切都会完好如初。正因为死不了人，所以在这里，就算发生再残忍的杀戮，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齐格弗里德问：“这次是要搞大逃杀吗？”美迪亚笑着点头：“今年要把学生分成10人一组，看谁能活到最后。”而且没有任何武装限制，这意味着真正的生存游戏要开始了。齐格弗里德觉得这规则太偏心，如果不限制武装，那不就是精英阶层的天下了吗？美迪亚无奈地说：“没办法，谁让学院的经费全是贵族出的，这只是为了拿钱而做的妥协。不过他特意引入了特别录取系统，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康健马在人群中愣住了，眼前的女生漂亮的简直不真实，他以前只在游戏里见过她，本以为只是个纸片人，没想到真人竟然出现了。那些想上去搭讪的男生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谁，只有康健马心里清楚，这个叫阿贝尔的少女可是游戏里最关键的那个角色。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这种级别的帅哥美女才是天生的一对，像他这种特别录取生跟这些精英根本不是一路人。他可不想卷入什么麻烦，只想安安静静度过校园生活。他的目标非常简单，顺利毕业，然后找个稳定的铁饭碗，过上那种一眼望到头的安稳日子。可当他翻开职业指南，看到上面赫然写着英雄2个字，他忍不住冷笑了一声。当英雄？别开玩笑了，光是想到要拔刀战斗，康健马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拯救世界这种累活，还是留给那些热血天才去干吧。他现在只想知道有没有那种既轻松又体面，还能安稳领工资的闲职。就在这时，学院的选拔赛正式开始了。规则简单粗暴，就是一场没有实现的大逃杀。所有人会被分成10人一组，根据表现排成4个等级，第1名是高高在上的星级，而最后3名则是最不起眼的普通级。齐格弗里德和美迪亚在暗处盯着这场比赛，将决定谁才是真正的精英。康健马看着眼前的局面，心里已经有了主意，这不就跟玩游戏一样吗？他的目标非常明确，绝不出风头，只要精准控分混进普通级，就能达成他低调毕业的愿望了。随着传送阵发出一阵强光，这场决定命运的考试正式拉开了序幕。康健马被卷入光芒中，心里还在盘算着他的咸鱼计划。既然要低调，那待会儿能不动手就绝对不动手。他可不想像那些热血过头的家伙一样，一上来就拼个你死我活，只要能混到及格，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胜利。可他显然低估了这场考试的残酷程度。就在他还在想怎么划水的时候，其他小组的战斗已经结束了。放眼望去，考场上到处都是倒地哀嚎的学生，广播里不断传出胜出者的名字。这种高强度的淘汰速度，让原本想控分的康健马意识到事情恐怕没他想的那么简单。美迪亚看着监控屏幕，语气里带着几分调侃，他说这一届全是顶级2代，比赛结果其实早就没啥悬念了。他随手划开全息面板，上面的数据让他都吃了一惊，7分14秒，这速度简直快得离谱。更夸张的是，齐格弗里德的孙女阿贝尔仅仅用了一把破烂的 C 级武器，就冲进了学院历史战绩的前10名。齐格弗里德听完只是冷哼一声，在他看来，尼伯龙根家族的人拿这种成绩那是理所应当。他缓缓站起身子，甚至不想再多看一眼屏幕。美迪亚问他怎么不等最后一组，他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嘴里吐出最狂妄的话：剩下的那些人不过是一群侏罗的后代罢了。齐格弗里德刚准备离开，一股恐怖到让人窒息的气息瞬间席卷了整个考场。美迪亚猛地站起身，声音都在发虚。他问齐格弗里德：“刚才那种感觉你也察觉到了吗？”齐格弗里德死死盯着屏幕，嘴里不停念叨着：“太荒谬了，这种压迫感绝不是普通学生能散发出来的。”可诡异的是，那股气息就像从未出现过一样，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任凭他怎么感知，都再也找不到半点痕迹。这位目中无人的大佬第一次露出了这种神情，他意识到真正的怪物恐怕一直就躲在人群里，
还没等齐格弗里德缓过神来，考场中央突然爆发出一道强光，这股力量大得惊人，连周围的空气都跟着颤动起来。就在众人的注视下，原本稳固的空间竟然像被重锤击中的镜子一样，开始大面积的崩塌碎裂。这种级别的破坏力根本不是学生考试该有的动静。齐格弗里德站在原地，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整个考场被刺眼的光芒彻底淹没，谁都不知道在那片破碎的空间中心到底发生了什么。考场中央突然炸开，巨大的冲击波让所有人措手不及，观众席上一片混乱，大家都在交头接耳，怀疑是不是异空间出了什么故障。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半空中突然亮起一道刺眼的蓝光，那光芒越来越盛，仿佛要把整个天空都给撕裂开。齐格弗里德死死盯着那个方向，他能感觉到一股无法言说的压迫感正从那团光芒中飞速逼近。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一道巨大的光柱从天而降，狠狠地砸在了考场正中心，地面瞬间崩裂，现场彻底乱成了一锅粥。美迪亚扯着嗓子大喊医疗队，让所有人赶紧救人。谁能想到，原本的考试竟然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考场里横七竖八躺满了人，到处都是被打碎的武器。始作俑者就是这对毛氏兄弟，弟弟毛顺冷着脸看者到地的学生满脸不屑，哥哥毛俊更是个疯子，他正踩着学生的头，一边狂笑一边问他是不是没力气了。这对双胞胎在圈子里名声极臭，虽然天赋高的吓人，但下手从来没轻没重，被他们盯上的人基本上没几个能站着走出去。康健马看着这一切，这帮畜生根本不是在考试，他们把其他学生当成玩具，整整折磨了30分钟。看着大家痛苦求饶的样子，他们反而觉得很有趣。最让他受不了的是，这俩疯子从头到尾压根就没把他当回事，难道自己看起来就这么好欺负吗？毛顺随手扔掉一个半死不活的学生，嘴里还嘟囔着真无聊。他一边数着地上的猎物，一边又掐住了一个人的脖子，听着对方绝望的惨叫，他甚至还觉得有点烦。他在远处随口问了哥哥一句：抓到几个了？毛俊一脸不耐烦地回应着，脚上的力道却越来越重。这俩疯子竟然在考场里旁若无人地玩起了分赃游戏。毛顺数了数哥哥手里的猎物，发现已经有4个倒霉蛋被抓了。毛俊假惺惺递到了个欠，随手一指前方的红发少女，大方的表示要把这个让给弟弟，那语气就像在分配一件物品，完全没把对方当人看。康健马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发现周围的学员早就被这股残暴的气息吓破了胆，大家缩在阴影里，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来。毛顺冷笑一声，心安理得地接下了这份大礼。他死死盯着对面的红发少女，脸上露出了让人反胃的兴奋。他甚至开始幻想，对方惨叫时的声音是不是也同样合他的胃口。这下真的麻烦了，这帮混蛋的恶趣味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如果再没人站出来，后果简直不敢想象。毛顺现在已经彻底疯了，他一边狂笑，一边变态地舔了舔拳套，盘算着该从哪里开始下手。连他亲哥毛俊都看不下去了，直言他现在的样子简直就是个无可救药的心理变态。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声怒吼打破了死寂。康健马实在忍无可忍，直接冲到了考场中央，指着这俩混蛋的鼻子破口大骂。他大声质问这两个疯子，就算是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异空间，难道就能随便杀人越货吗？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简直连畜生都不如。骂完之后，康健马才突然反应过来，自己竟然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就这么暴露了位置。毛氏兄弟缓缓转过头，眼神里充满了戏谑，他们显然没想到，在这个人人自危的考场里，竟然还有人敢主动跳出来送死。毛俊邪着眼打量了一下康健马，语气里全是嫌弃，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特招生啊。毛顺在旁边笑得更狂了，直接骂他是阁下贱的杂种。这俩疯子像商量买卖一样，当面讨论起康健马的死法。毛顺主动请缨要过去拿人头，毛俊连眼皮都没抬一下，随口就答应了。可毛顺还不打算给个痛快，他一脸阴狠地补充道：这小子刚才嘴太臭，必须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才行。面对这两个步步紧逼的恶魔，康健马死死盯着前方，脑子里飞速旋转，他在纠结要不要动用最后的底牌，开启那个所谓的虚空祝福。但一想到这半个小时里，这帮畜生是怎么糟蹋那些死者的，康健马心里的怒火就彻底压不住了。如果现在为了躲避痛苦而退缩，那他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既然已经退无可退，那就干脆彻底爆发吧，哪怕只有1线生机，他也要让这两个不可一世的混蛋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恐惧。就在这一刻，康健马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气息从脚下的包里喷薄而出，那是属于武器的共鸣。他心里很清楚，只要自己伸手握住那把刀，体内沉睡的某种力量就一定会彻底觉醒，那是传说中剑神的祝福。可讽刺的是，就在不到半天之前，他才刚刚发过誓，这辈子只想当个普通人，过那种安全又稳妥的平凡日子。结果现实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看着眼前这无法逃避的局面，康健马忍不住爆了粗口：该死，这安稳日子终究是到头了。看到康健马伸手去包里掏东西，毛氏兄弟还一脸懵，康健马竟然从包里抽出了一把发光的厨刀。毛俊和毛顺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在生死决斗的考场上，这小子居然拿出一把菜刀。毛顺气得当场发癫，他觉得康健马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既然你这么想玩，那我就成全你。他一边狂笑一边挥起了拳套，这一拳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毛顺发誓要让康健马死得痛快点，要先从康健马的脑袋开始，直接砸个稀巴烂。面对这夺命的一击，康健马直接开启了无痛祝福，打算强行切断所有的痛觉，只要感觉不到疼，他就能像个疯子一样战斗到底。
可就在祝福生效的一瞬间，手里的厨刀突然爆发出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能量，系统面板疯狂闪烁，剑神祝福竟然被强行激活了。这完全超出了康健马的预料，原本用来止痛的力量，竟然跟剑神的祝福撞在了一起，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息开始在刀刃上疯狂抵消，局面彻底失去了控制。毛顺已经彻底杀红了眼，他挥舞着沉重的机械拳套，一边冲锋一边疯狂嘲讽。在他眼里，康健马手里那把破厨刀简直就是个笑话。面对这泰山压顶般的攻势，康健马心里非常清楚，如果这一刀切不下去，自己今天就要交代在这。毕竟眼前这坨大块头可不是案板上任人宰割的鱼。就在这生死一瞬，康健马脑子里突然闪过师傅曾经对他的训话。那时候他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学徒，天真的以为刺身刀真的能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无坚不摧。结果师傅当场就泼了他一盆冷水，骂他是个没脑子的白痴。电影里的桥段全是骗人的，现实中的刺身刀根本没那么神，就算真的是神降临了，有些现实也是绝对无法改变的。刺身刀确实切不开钢铁，但如果你能斩断那层外壳，它就会变成另一种东西。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康健马的眼神彻底变了，一道璀璨的蓝光像流星一样划破了黑暗。毛顺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嘴里还在疯狂叫嚣着不可能。结果下一秒，他引以为傲的机械拳套竟然像纸糊的一样被瞬间切开，系统面板上金光闪烁，神之加护的效果彻底爆发。这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让康健马在这一刻拥有了近乎无敌的气场。康健马双眼闪烁着幽幽蓝光，整个人冷静的可怕，哪怕身后已经是火光冲天，他也完全没有退缩的意思。为什么黑道大佬都喜欢吃生鱼片？周邦随口一问，却引出了一个狠角色。眼前的这位师傅以前竟然是个混黑道的，为了金盆洗手，他甚至砍断了自己的一只手，开了这家寿司店，想用刀给人们带来快乐。师傅冷笑着说，普通的菜刀捅进去会被肌肉死死夹住，根本拔不出来，但这种细长的生鱼片刀就是为了反复进出设计的。周邦开口问道，既然能切鱼，为什么不能切人呢？惨叫声响彻了整个竞技场，刚才还嚣张跋扈的毛顺现在正死死捂着断臂，他怎么也没想到康健马下手会这么狠，那一刀快到根本看不清。可康健马根本没打算收手，他手里攥着短刀，一言不发的逼近。毛顺发疯似的大喊大叫，快救救我！他一边咒骂着康健马，一边拼命向哥哥求救。哥哥毛俊都看傻了，根本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毛顺还在歇斯底里的催促，觉得只要大哥出手自己就能活。可他话还没说完，一道寒光就闪了过去，求救声瞬间变成了喉咙里模糊的血泡声。康健马这一刀下去，所有的咒骂和求饶全都彻底安静了。毛俊发了疯似的大喊弟弟的名字，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他咬着牙强迫自己冷静，不停地安慰自己，这里可是虚空空间，规则跟外面不一样。毛顺应该还没死透，一定还有救回来的机会。看着康健马略显生疏的动作，毛俊在心里冷笑，他觉得这家伙只是运气好，刚才那一刀纯粹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他把毛顺的死归结于对方太轻敌，虽然嘴上说着不屑，但他手上的动作可一点不慢，直接掏出了压箱底的重型拳套。既然单手不行，那就双手一起上。他咆哮着发动了全身武装，这才是他真正的杀招。各种强化祝福瞬间叠满，防御力、跳跃力成倍增长，甚至连拳头上的威力都提升到了一个恐怖的境界。毛俊这下彻底狂起来了，他展示左手臂上的巨型拳套，叫嚣着这是神级加成，3种增益状态同时全开。他嘲笑康健马手里的短刀，觉得那玩意儿就是个玩具，就算真是 S 级武器，也绝对破不了他的防。他一边挥舞着重拳砸下去，一边骂康健马是个被吓傻的白痴，觉得对方已经死到临头了，甚至还在那儿嘟囔着遗嘱。可他根本没听清，康健马嘴里念叨的不是遗嘱，而是冷静到让人发毛的倒计时：23、22、21。毛俊笑得满脸狰狞，叫嚣着要把康健马的头砸烂。他觉得自己这一拳下去，对方肯定连命都没了。可康健马根本没打算躲，嘴里的倒计时还在继续：765。就在毛俊冲到面前的一瞬间，局面彻底失控了。他甚至没看清发生了什么，整个人就被砸成了刺猬，好几把发光的短刀直接贯穿了他的身体。他始终都没想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可康健马的倒计时还没停，他眼里的蓝光越来越盛。随着最后一声零落下，系统提示音冷冰冰的响起，免疫祝福彻底失效。康健马缓缓睁开眼，看着头顶陌生的天花板，第一反应是自己这难道是在医院里？他刚想挣扎着坐起来，旁边守着的医生就被吓了一跳，赶紧冲着门外大喊说：“这学生终于醒了。”康健马盯着眼前的人，明明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可脑子里却莫名其妙的浮现出一段尘封的记忆。50年前，就是这个看起来斯文的家伙亲手干掉了魔王军团的第6军团长，是个不折不扣的狠角色。康健马这下彻底懵了，站在他面前的这2位竟然是传说中的7星英雄，这种级别的大佬平时想见一面都难如登天。一个是人类战力天花板齐格弗里德，另一个是学院的理事长美迪亚。2个大佬同时出现在病房，这阵仗简直吓死人。美迪亚倒是笑眯眯的，还亲切地问他感觉怎么样。可康健马心里直犯嘀咕，自己一个普通学生怎么会惊动这2尊大佛？齐格弗里德显然没耐心叙旧，他拄着拐杖往前一站，语气里全是压迫感，直接开门见山的问：“你就是康健马吧？”还没等康健马反应过来，
齐格弗里德又抛出一个重磅问题：你小子到底在外面闯了什么祸？面对齐格弗里德的质问，康健马脑子里全是刚才战斗的画面，那种撕裂对手的感觉，虽然陌生的让他害怕，但毫无疑问，那就是他亲手干的。看着眼前这个威严的老头子，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被这种级别的老怪物盯上，绝对没好果子吃。齐格弗里德冷冷的开口说：“虽然是在虚空空间里切磋，但康健马刚才的手段实在是有点太过了，这已经不是比赛，而是奔着取人性命去的。”康健马倒也干脆，没有找任何借口，直接低头认错，说自己确实做得过火了，要杀要剐随你们便。这招以退为进，反而让病房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一个学生能有这种心机和狠劲，连见惯了大场面的齐格弗里德恐怕都要重新评估这小子了。眼看气氛越来越僵，美迪亚赶紧出来打圆场。他一边吐槽齐格弗里德是个老顽固，一边小声告诉康健马：“别看这老头说话难听，其实在你昏迷的时候，是他亲手帮你把堵住的经脉给理顺了。”齐格弗里德在旁边气得直跳脚，可美迪亚根本不理他，反而越凑越近，非要康健马抬头看看他，甚至还动起手来，在那儿研究起康健马的肩膀和体质。康健马哪见过这种阵仗，整个人僵在床上，动都不敢动，心里还在纳闷，堂堂剑圣怎么会对他这种无名小卒这么上心？不过美迪亚接下来的话让康健马心里咯噔一下。他说，虽然当时康健马昏过去了，但他们这帮大佬已经把当时的战斗录像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美迪亚这会儿简直像个小迷妹，对着康健马就是一顿猛夸，说他为了保护女同学挺身而出的样子，简直就是他梦里的白马王子，甚至直接封他为真正的英雄。旁边的齐格弗里德尴尬的直咳嗽，提醒他好歹是个理事长，要注意点身份和尊严。结果美迪亚根本不吃这一套，嫌弃老头子太啰嗦，直接把他晾在了一边。闹够了之后，美迪亚终于说到了正事，他让康健马把心放回肚子里，测试里发生的那些暴力行为，学院高层决定一笔勾销，绝对不会找他的麻烦。而且他还爆了个大料，说那对双胞胎其实是靠走后门进来的，现在事情闹大，他们已经灰溜溜的主动退学了。康健马听完总算松了口气，以后不用在学校看见那两个倒霉蛋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两位大佬的神色突然严肃起来，他们直勾勾地盯着康健马说：“今天特意跑这一趟，其实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告诉他。”两位大佬对视一眼，突然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康健马，你现在是全校第1名了，恭喜你！”康健马整个人都听傻了，他坐在病床上半天没回过神，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耳朵出毛病了。他原本只想低调行事，安安稳稳的混个毕业，结果这一战成名，直接被顶到了最显眼的位置。美迪亚叹了口气说：“当了20年理事长，这种场面还真是头一回见。谁能想到，面对这种顶级机会，康健马竟然直接拒绝了。”这下两位大佬全愣住了，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美迪亚赶紧劝他再考虑考虑，毕竟能进明星班，那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这小子到底在想什么？这种大腿居然都不打算抱吗？美迪亚还在解释，虽然那帮长老气得够呛，但秘境给出的排名谁也改不了，康健马就是实打实的榜首。可康健马头都没抬，还是那句话，他不稀罕。这下连齐格弗里德都坐不住了，只能先打个圆场，让他回去再慢慢想。换个地方之后，美迪亚开始调侃老伙计，问他是不是因为亲孙女被抢了第1，心里正不痛快呢。齐格弗里德倒是看得开，既然学院已经选了他，那就只能按规矩办，除非如果这小子天赋异禀，或者身体素质强得离谱，那齐格弗里德还能理解。可偏偏他只是个10几岁的少年，战斗时的每一个动作却简直就是记忆这2个字的化身。看着那惊天动地的一刀，这位剑道宗师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自己这辈子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这哪里是普通的天才，这分明就是剑道的极致。但是就在齐格弗里德帮他解开穴位时，却发现了一件极其诡异的事，这小子的体内竟然封存着某种绝不该存在的东西。这种力量让他彻底陷入了沉思，甚至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胜负欲。明明对方只是个和孙女同龄的孩子，他却久违的想要认真较量一番。如果自己再年轻10岁，或者就在此时此刻，事情会不会变得更有趣？美迪亚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笑着问这位老伙计到底在发什么呆。齐格弗里德赶紧岔开话题，反问现在的年轻人会怎么称呼他。美迪亚倒是大方，让他尽管把心里那些漂亮话说出来。本来想调侃别人，结果美迪亚自己先乱了阵脚，被齐格弗里德一句话直接对得当场破防。而另一边，康健马已经站在了学院的走廊里，看着眼前这个所谓的狼级班级，陷入了沉默。康健马本来想去更高级的班级，却被美迪亚一口回绝，理由很简单，只要他乖乖待在最差的狼级，美迪亚就会帮他守住那个秘密。其实这正合他的心意，在差生班混日子，总比在尖子班整天拼命要强。只要能安稳毕业，丢点面子根本不算什么。他深吸一口气，推开大门，本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彻底愣在了原地。整间教室死一般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他。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刺耳的嘲笑声就响彻了整个屋子。康健马扫视了一圈教室，发现大家虽然在背后指指点点，却没一个人敢上来找茬。看来院长已经把事情安排妥了。这种被孤立的清静日子，对他来说简直是意外之喜。就在他准备心安理得的躺平的时候，桌子却被轻轻敲响了。抬头一看，竟然是那个红头发的女生。
他显得有些局促，支支吾吾地提起了之前的测试，还专门为了那件事向他道谢。最让康健马纳闷的是，这姑娘明明年纪相仿，说话却客气得有点过头了。康健马只能礼貌地回了一句，换作是谁都会出手的，不用放在心上。虽然确实救了人，但康健马心里总觉得有点别扭，毕竟当时出手只是为了自保，现在被人家这么正经地道谢，反而觉得自己像个装好人的伪君子。为了打破尴尬，他主动报上了姓名，可听到对方叫克洛伊的时候，他却突然愣住了。在他的记忆里，哪怕是玩遍了整个游戏，也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看来这姑娘跟他一样，都只是这个世界里不起眼的龙套。康健马没多想，只是叮嘱他把考试的事烂在肚子里，毕竟他只想低调混日子。可就在他准备结束对话时，克洛伊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还没等克洛伊把话说完，一个长相凶狠的光头就闯了进来。他就是狼级般的教官袁冰。这哥们儿一开口就透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狠劲。本以为开学第一课要讲什么大道理，结果袁冰大手一挥，直接宣布要进行体能测试，要求所有人半小时后操场集合。这下教室里可炸开了锅。面对学生的疑问，袁冰面无表情地报出了训练清单：100个俯卧撑，100个仰卧起坐，100个深蹲，最后再绕着操场跑10圈。底下的学生听完都乐了，觉得这强度简直是小菜一碟。可唯独康健马盯着教官那锃亮的大光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这套训练方案再加上这标志性的发型，难道练到最后真的会变秃吗？康健马本想找个借口撬掉这无聊的体能练习，可他还没开口，教官袁冰就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这下让他心里咯噔一声，事情有点不对劲。他试着装出一副身体不适的样子，想蒙混过关，结果袁冰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冷笑着告诉他，美迪亚早就打过招呼了，像他这种天才必须得接受全方位的特训。康健马这下彻底崩溃了，那个老太婆表面上是在夸他，实际上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啊。眼看装病这招彻底失灵，他只能尴尬的改口说要去厕所，顺便还得硬着头皮拍个马屁。可惜马屁拍得再响，该来的还是得来。没过多久，他就已经出现在了操场上，顶着大太阳开始玩命狂奔。操场上的这10圈简直是要了康健马的老命，他感觉双腿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每迈出一步，身体都像是要散架了一样。就在他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克洛伊突然跑到了他身边，看着他这副狼狈的样子，关心地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康健马哪好意思在女生面前认怂，只能一边强撑着往前挪，一边硬挤出一丝笑容，说自己没事，顺便还问了一句他现在跑了多少圈。康健马觉得自己跑了5圈，已经算是拼尽全力了。看着克洛伊慢悠悠的样子，还以为他也快要掉队了，结果人家一开口，直接让他当场傻眼。克洛伊一脸淡定地说自己已经跑完第7圈了。克洛伊不仅跑得快，甚至还有余力回头给康健马加油。他挥舞着小拳头，一副元气满满的样子，大声喊着让他千万别放弃。可这鼓励的话刚说完，克洛伊就跟开了挂一样，嗖的一声直接消失在了视线尽头，只留下康健马一个人在后面吃灰。康健马现在连吐槽的力气都没了，只能一边机械的迈着腿，一边在心里咒骂这该死的测试。说好的大家一起努力，结果小丑竟然只有他自己，这哪里是体能测试，这简直是公开处刑。谁能想到堂堂精英学院的生活竟然能把人逼成这样。康健马才刚来1个星期就已经弹尽粮绝了，满地的空水瓶，说明他过得有多惨。他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倒想骂人。这哪里是来上学的，简直是来参加荒野求生。再不吃点东西，人真的要交代在这了。他冲进食堂大喊大叫，什么形象都顾不上了。现在只要能给他一份猪肉盖饭，让他干什么都行。本以为冲进食堂就能得救，结果康健马还是太天真了。这学校不仅要命，竟然还要抢钱，一份普通的猪肉盖饭居然要卖5万块，这哪里是食堂，简直是黑店。刚才还喊着要吃2碗，现在看一眼价格，他直接被劝退了。看来这顿饭是吃不起了，他只能默默拿起水瓶，靠灌水来骗骗肚子。康健马现在后悔的想撞墙，当初家里给零用钱，他非要装清高说不用，结果现在生活费全花光了，这日子过得比流浪汉还惨，每天只能靠喝最便宜的水续命。到极点的时候，连看个水瓶都觉得不顺眼。为了不让自己被饿晕过去，他拼命想找点别的事干。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一个被遗忘的东西。随着他念头一动，眼前凭空出现了一个蓝色面板，那是传说中的剑神加护，这或许是他翻盘的唯一机会。虽然这1个星期过得挺惨，但康健马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这苦真没白吃，他的身体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锻炼了，简直就是一种进化。他甚至觉得是剑神帮他打通了全身的经脉。不过现实很快就泼了盆冷水，这个所谓的剑神加护，目前居然只能加持在生鱼片刀上，稍微大一点的剑都带不动。看着桌上这2把小刀，他不仅没觉得丢人，反而还有点跃跃欲试。以前他连碰都不敢碰，现在手里没点家伙，竟然还会觉得手痒，这大概就是变强的代价吧。就在康健马饿得发慌的时候，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竟然是克洛伊找上门了。他一脸担心地问，是不是打扰到他休息了，还说这1周都没在食堂见到他，以为他生病了。康健马哪敢说是因为没钱吃饭，只能硬着头皮在那装，说自己这人有个怪癖，从来不吃别人做的饭，嘴上说的云淡风轻，心里其实早就馋疯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死要面子活受罪吧。克洛伊本来还在纠结怎么开口请康健马吃个饭，结果话还没说完，康健马
直接反客为主，带头就走。他不仅答应的干脆，还拍着胸脯保证自己的厨艺绝对是一流。这下轮到克洛伊有点懵了。既然克洛伊是海边长大的，那处理鱼可是康健马的拿手好戏。他现在手痒的厉害，恨不得马上切一盘生鱼片出来。可看着案板上这把普通菜刀，康健马心里突然犯了嘀咕，因为那个坑人的剑神加护对刀的尺寸要求非常离谱。他只能试探着问克洛伊家里有没有更长一点的刀，毕竟用这种短家伙，他实在是发挥不出真正的实力。克洛伊虽然觉得这要求挺奇怪，但还是转身翻箱倒柜，直接掏出一把武士刀。康健马看得满脸黑线，赶紧摆手说还是用菜刀更稳妥。虽然工具普通了点，但只要剑神加护一开启，这小小的厨房就是他的战场。30秒的时间对他来说已经绰绰有余。只见寒光一闪，案板上的食材瞬间处理得干干净净。这哪里是在做饭，这分明是在降维打击。克洛伊在旁边都看呆了，这刀工简直比艺术还要艺术。处理一整条鲷鱼要多久？康健马给出的答案是21秒，从去零到切片一气呵成，这效率连他自己都觉得是个杰作。面对克洛伊崇拜的眼神，他随口编了个日料店打工的理由。可看着对方那一脸迷茫的样子，他才意识到两人的身份地位差得有多远。好在克洛伊并没打算深究，反而主动包揽了洗碗的活儿。看着他在厨房忙碌的背影，康健马心里忽然觉得挺踏实。虽然这顿饭吃得有点莫名其妙，但这种久违的烟火气确实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今晚的月色确实挺美。康健马正靠在窗边美滋滋地哼着小曲，结果厨房里突然传来一阵乒铃乓啷，吓得他差点没从窗台上翻下去。看来让这位大小姐洗碗真是个错误。听这动静，盘子估计是保不住了。康健马忍不住调侃，他以前肯定没干过活，毕竟这种家务活对他来说确实太超纲。就在他打算过去帮忙的时候，桌上一本厚厚的本子突然掉在了地上，翻开一看，里面全是可爱的贴纸和字迹。谁能想到克洛伊竟然还写日记？看着这些充满少女心的记录，康健马无奈地笑了笑。原来剥开那层高冷的外壳，她也只是个爱幻想的普通小女生而已。康健马觉得克洛伊这性格挺反差，原来他一直不敢说话是因为害羞。既然都翻开了，他忍不住想再多看两眼。可随着指尖轻轻翻过下一页，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整页纸上密密麻麻全是同一个名字，重重叠叠的我爱你写满了每一个角落。克洛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无声息地站在了不远处，他就那样静静地盯着康健马，语气冰冷的让人心里发毛。你看了我的日记吗？这下真的是当场抓包。谁能想到，在那些光鲜亮丽的英雄家族背后，竟然藏着这么恶心的勾当？有人仗着权势欺凌弱小，而法律根本管不了他们。为了清理这些烂摊子，一个专门在暗处动手的家族出现了。他们就是西西里审计者，一群行走在黑暗里的行刑官。在这个家族里，根本没有童年可言，所有孩子在成年之前都要接受灭绝人性的洗脑和训练。15岁本该是无忧无虑的年纪，可克洛伊的手上已经沾满了洗不掉的血腥味。爷爷一直在他耳边重复：“你是西西里家族的传人，别小看你作为杀手的天赋。”这种洗脑式的教育，他从懂事起就只能被迫接受，哪怕心里在抗拒，最后也只能乖乖听话。长年累月的残酷训练，让他彻底弄丢了自己。现在的他，活得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死人。就这样，克洛伊带着满身的秘密，进入了天才云集的哈瓦金学院。在这里，每个学生都是所谓的顶级天才，但没人知道克洛伊到底有多危险。按照家族和学院的约定，克洛伊被塞进了最不起眼的普通班。爷爷只给了他一个要求，那就是绝对不能暴露身份。看着周围那些打闹的同龄人，克洛伊觉得自己和他们根本不是一类人。他的自由早就被家族拿走了，而他也早就认命了，没打算过要反抗。虽然这只是一场虚拟的对决，就算死了也不会真的丢掉性命，但那种直面死亡的恐惧却是实打实的。可就在这一刻，局面突然发生了反转。康健马指着那群人的鼻子大骂：“你们这帮疯子，赶紧把手给我拿开！”克洛伊愣在原地，原本死寂的世界突然被撕开了一道口子，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瞬间传遍了全身。康健马就这么挡在他面前，为了这个甚至不打算活下去的女孩，彻底豁出去了。克洛伊突然想起小时候躲在被窝里偷偷读过的那个童话故事，故事里讲了一个被关在深山城堡里的公主，她每天都在等那个能救她命的人出现。在那一刻，童话里的影子和眼前的康健马竟然完全重合了。一种从来没体会过的感觉，像潮水一样把他淹没。这种感觉陌生又强烈，让他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克洛伊终于明白了，这种拼了命也想抓住的感觉，原来这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滋味。看着克洛伊这副要杀人的样子，康健马只能在一旁尴尬的陪笑。他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这下是真的彻底完脱了。他在心里疯狂复盘，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错？难道是因为自己骗了人家小姑娘的感情，还是因为为了蹭顿饭就没脑子的跟着人家回了家？康健马咽了口唾沫，试图用最烂的借口打破沉默。他说：“克洛伊今晚的月色真美啊。”结果对方根本没接话，康健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补救，说今晚这顿饭是他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顿。可克洛伊依旧一言不发，这种死一样的寂静让康健马感觉自己的死期可能真的要到了。康健马本来想赶紧溜号，结果还没走到门口就被克洛伊一句话给问住了。他冷冷地问：“你是不是看到了？”康健马还在那儿
装傻充愣，指着桌上的本子说：“你是说那本参考书吗？”没想到克洛伊头也不回，直接蹦出2个字：“日记。”这下康健马彻底傻眼了，他明明是趁人不注意偷看的，这姑娘后脑勺难道长了眼睛？更可怕的是，克洛伊现在的语气和气场，跟刚才那个忧郁少女简直判若两人。面对克洛伊的步步紧逼，康健马从死不承认到光速认怂，只用了不到3秒钟，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把不该看的都看了。屋子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康健马心里很清楚，知道了这个秘密，今天恐怕是没那么容易走出门了。谁能想到，刚才还忧郁的克洛伊竟然毫无征兆地拔出了长剑，康健马整个人都吓傻了，这翻脸简直比翻书还快。他下意识地想找地方逃跑，可往窗外一看，这里可是整整4层楼高，要是硬着头皮跳下去，这条命肯定就交代在这儿了。康健马回头看了一眼门口，唯一的出口已经被克洛伊死死堵住，他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成了名副其实的瓮中之鳖。看着克洛伊拎着剑步步逼近，康健马脑子飞速旋转，他发现这姑娘眼神一动不动，瞳孔深处还透着一股暗红，这感觉他太熟悉了，这绝对是传说中的病娇啊！但这还没完，康健马想起他刚才那判若两人的语气，心里咯噔一下，这哪是单纯的病娇，这分明是叠加上了双重人格，光是一个属性就够让人头大了，现在2个 buff 叠满，简直是要了命的节奏。康健马瞬间反应过来，那本日记就是触发变身的开关，他心里很清楚，要是今天不把这事儿解决掉，这辈子恐怕都要被这疯姑娘缠上了。为了以后的安生日子，康健马眼神一横，决定今天必须先发制人。生鱼片刀锁在房间里拿不到，厨房里的菜刀又离得太远，康健马心里很清楚，只要他敢往那边挪一步，克洛伊的剑绝对会先把他大卸8块。时间一秒一秒在流逝，克洛伊根本不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长剑带着寒光直接劈了下来。就在这生死关头，康健马突然盯住了桌上的笔筒，那里面竟然插着一把美工刀，虽然比起长剑来寒碜了点，但这也是他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了。康健马猛地伸手抓向美工刀，这把小小的刀片到底能不能挡住克洛伊的致命一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康健马耳边突然响起了系统提示，剑神祝福竟然在这个时候激活了，这简直是雪中送炭。原本普通的美工刀在系统加持下瞬间爆发出刺眼的光芒，康健马整个人的气场完全变了，他死死盯着克洛伊，语气平静的让人发毛。克洛伊，你的头发长得还挺顺溜，明明刚才还在洗碗，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人就彻底消失了？克洛伊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屋子里空荡荡的，康健马竟然不见了。他突然想起那把武士刀，整个人瞬间紧绷起来，看到刀还安稳地靠在桌边，他这才松了一口气。以前只要碰到这把刀，他就会莫名其妙失去意识，毕竟在那段黑暗的回忆里，一直有人在提醒他，永远不要否认自己作为杀手的天赋。克洛伊现在简直要疯了，他趴在床上拼命捶枕头，恨自己为什么偏偏在关键时刻晕倒。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在失去意识的那段时间会不会胡言乱语，暴露了那个绝对不能说的秘密。就在他心乱如麻的时候，突然发现地板上丢着一把美工刀，而且自己的头发竟然莫名其妙变短了。难道康健马离开之前还特意帮他修剪了头发，甚至连地上的痕迹都清理干净了？克洛伊现在满脑子都是康健马，觉得他简直温柔到了极点。趁着这股劲头还没过，他赶紧拿出日记本，把这份心动一笔一画的记下来。日记的最后还写着那句藏在心底的告白，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沉浸在恋爱里的小女生。可谁能想到，康健马正躲在月光下的角落里，吐得昏天黑地。原来刚才那种无敌的状态，全靠一个叫无痛祝福的技能撑着，现在效果一消失，副作用直接翻倍找上门来。他一边吐一边骂，刚才为了耍帅，简直是要了老命了，这下连晚饭都保不住了。康健马瘫坐在长椅上，刚才那一阵狂吐，让他现在肚子里空荡荡的，整个人虚弱到了极点。但他现在根本顾不上吃东西，脑子里全是克洛伊的样子，这姑娘到底是什么来头？回想起刚才交手的瞬间，那剑法简直太离谱了，每一招都奔着要害去，完全就是为了暗杀而存在的。康健马心里很清楚，如果刚才自己稍微分个神，脑袋恐怕早就搬家了。那种被死亡盯上的感觉，让他完全是出于生存本能，才死死瞄准了他的脖子。说起来也是运气好，那把美工刀的刀刃够短，刚才那一下只是割断了克洛伊的头发。康健马叹了口气，把现场清理干净后，他发现想过点安稳日子，简直比登天还难。其实刚进这个鬼游戏的时候，他也不是没有野心，毕竟曾经的他只靠一把生鱼片刀就杀到了巅峰。虽然现在选择了退隐，但每个人都有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有些麻烦注定躲不掉，更何况他身上还背负着那个神秘的祝福。在康健马的记忆里，这个游戏有2种顶级的传奇祝福，内容听起来非常高大上，就是要从魔王手中拯救世界。可人比人真是气死人，看看人家主角的配置，手里拿的是会自动选主的传奇神剑，等级和属性全是满级。再看看康健马自己，手里只有一把普通的生鱼片刀，属性面板更是一塌糊涂，这待遇差的也太远了。他用力拍了拍脸，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毕竟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总觉得一切都像是在做梦。他甚至一度忘了自己的目标，但这地方到底有没有正常人？康健马决定不再纠结谁才是主角，反正这游戏的套路他门儿清。既然已经进学校待了1周，按照剧情的走向，那个关键的时间点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主角阿贝尔刚刚觉醒了神力，现在正因为报道迟到而头疼。游戏的齿轮已经彻底转动。康健马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初玩这游戏的时候弃坑了。他只知道大概的走向，却根本没看到最后的结局。不过知道一半也总比没有强。他打定主意，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死守官方路线。要是自己乱改剧情，恐怕连最后这点优势都要赔进去。按照他记忆里的剧本，到了3年级下学期，整个故事会变得非常黑暗，魔族军团会直接杀进学院。到时候局面会彻底失控，演变成人类和魔族的世界大战。虽然这种老掉牙的套路很常见，但真要身处其中，那可就一点都不好玩了。这游戏的剧情转折简直离谱。当初康健马就是因为受不了这种虐心走向，才一气之下把游戏给删了。谁能想到那些惨剧竟然真的要在这个世界发生了？难道大家都要这么死掉吗？这种压抑的氛围让康健马脊背发凉。如果战争真的爆发，自己是不是也会变成路边的炮灰？不，绝对不能坐以待毙。距离大乱斗开始还有3年时间，他需要一个更现实的目标，而不是整天幻想着逃避。既然主角最后肯定会拯救世界，那他只要负责活下去就行。为了不被拉去前线当壮丁，他必须在暗中疯狂叠 buff， 同时还得表现得像个路人。最关键的一点，那个剑神祝福绝对不能乱用，要是表现得太扎眼，肯定会被那些大势力盯上。猥琐发育才是硬道理。康健马低声念出那个名字，剑神祝福。之前为了省事一直用生鱼片刀，结果这身体负担实在太重，感觉整个人都要散架了。他随手划开系统面板，本以为只是简单的属性表，谁知道里面竟然多了一堆新内容：身体、精神、装备。这些数值看起来像是一套全新的等级体系。就在这时，一个奇怪的词条引起了他的注意：同化率 1.5%， 后面还跟着一串神秘的问号，这到底代表着什么？他好奇地伸手点了一下，结果屏幕瞬间变红，系统直接弹出警告：访问权限被彻底锁死。这下可真是碰了一鼻子灰。不过康健马倒也看得开，既然现在搞不清楚，那就干脆别去钻牛角尖。眼下最要命的事情只有2件：疯狂锻炼身体，然后赶紧搞一把趁手的武器。靠着30秒的无痛 buff，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康健马心里很清楚，他必须找一把普通的刀来磨练剑术，绝不能每次都去硬刚那个剑神门槛。正好下个月的期中考试改成了实战讨伐训练，而这次的头号奖励竟然是那把 B 级名刀村雨。这把刀的属性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威力足够应付到毕业。最重要的是，他不会触发那个要命的剑神条件，用起来完全没有身体负担。康健马正盯着手机盘算着，感叹接下来的日子肯定消停不了。结果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打扰一下，你现在站的是我的位置。这下尴尬了，康健马正想得出神，一抬头竟然对上了一双金色的眼睛。阿贝尔就这么居高临下的盯着他，手里还拎着那把标志性的华丽长剑。康健马心里一阵发虚，盯着人家看那么久，肯定被当成什么奇怪的人了。阿贝尔冷冷的开口：能不能往旁边挪一点？康健马整个人都愣住了，只能下意识的应了一声，身体僵硬的往长椅边上蹭了蹭。阿贝尔倒也没打算赶他走，只是自顾自的坐了下来，还特意强调了一句：不用走远，稍微让个位子就行。康健马心里一阵嘀咕，这长椅难道不是公共设施吗？怎么还有专属位置这一说？看来这学院里的阶级森严，比他想象的还要离谱。他本打算离这种女主角远点，免得惹上一身麻烦，可转头看了一眼，不得不承认，这颜值确实是没话说，哪怕只是并排坐着，都让人有点心不在焉。就在这时，阿贝尔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默，他说这里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康健马被这突如其来的搭话吓了一跳，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对方的下一个问题直接让他整个人僵在了原地。阿贝尔盯着他问：你的武器也是剑吗？康健马心里咯噔一下，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带，他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阿贝尔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轻声说了一句：我爷爷曾经说过。阿贝尔盯着康健马的眼睛，语气笃定地说：剑士的眼神是藏不住的。还没等康健马开口反驳，他竟然直接把那把华丽的长剑递了过来。这把剑一看就不是凡品。阿贝尔笑着问他想不想试试，这要是换了别人，恐怕早就激动的说不出话了。可康健马只是冷淡的回了一句：这玩意儿并不能让我兴奋。这下轮到阿贝尔愣住了，康健马坐在旁边，心里却在疯狂打鼓。这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性格跟游戏里的设定完全对不上号。眼前的阿贝尔怕不是个假的吧？就在他怀疑人生的时候，阿贝尔突然凑近了过来，声音低沉的让人脊背发凉：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阿贝尔盯着他问：你应该认识我吧？这一句话差点让康健马当场露馅，难道身份被怀疑了？转念一想，在这所学校里确实没人不认识他。康健马随口应付了一句。阿贝尔说自己其实并不认识他。康健马琢磨着这女人到底想干嘛。阿贝尔却笑了，说这搭讪的桥段也太老套了，凭什么只有他一个人的身份是公开的？面对康健马的拒绝，他半开玩笑的回了一句：谁知道你是不是魔王派来的间谍呢？这一句话直接把气氛给聊死了。阿贝尔继续试探，觉得大半夜一个人呆着，总得有个合理的解释。康健马被问得有点语塞，想赶紧把这话题糊弄过去，谁知道阿贝尔不按套路出牌，指着自己说他是来锻炼的。这下康健马彻底无语了，说自己也是来锻炼的。阿贝尔追问：你这到底是哪门子的锻炼？康健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突然发现阿贝尔指着他的手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痕。阿贝尔像是被吓了一跳，赶紧收回手。康健马
沉默了半天，最后才憋出一句感叹：“看来你是真的在拼命啊。”阿贝尔终于说出了心里话，背负着尼伯龙根这个姓氏，他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完美，只要露出一丁点弱点，就会有无数人等着把他踩在脚下。他自嘲地笑了笑，说自己今年竟然没拿到第1名，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输给别人。康健马坐在一旁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阿贝尔坦白说，虽然输了让他松了口气，但他更想知道到底是谁赢了自己。他咬牙切齿地表示，一定要把那个人找出来，然后在下次比赛中彻底碾压对方。康健马听到这儿直接喷了，心说这胜负欲也太恐怖了，忍不住问他至于做得这么绝吗？阿贝尔这下彻底炸毛了，直言这是关乎尊严的大事。更让他受不了的是，那个第1名不仅不是本班的，甚至连开学宣誓都敢翘掉，这让视荣誉如命的他根本没办法接受自己屈居第2。阿贝尔突然反应过来，自己竟然跟个陌生人说了这么多，康健马也觉得莫名其妙，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要交这个底。阿贝尔盯着他看了半天，语出惊人的说，因为你看起来实在是太弱了。他解释说自家的家训就是怜悯弱者，加上身边的同学个个都是怪物，导致他连个能说话的朋友都没有。这番话听得康健马一脸黑线，合着自己能当这个听众，全靠这副看起来好欺负的长相。聊到这儿，阿贝尔伸了个懒腰，说太晚了，自己都回去睡觉。康健马只回了一句再见。阿贝尔有点不甘心，他忍不住冲着康健马大喊，问他到底叫什么名字。结果康健马头丢下一句不想说。这下阿贝尔彻底破防了，这男人简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本以为学院生活会鸡飞狗跳，结果康健马发现日子过得比想象中还要太平。克洛伊那边的社交能力拉满，很快就跟班里的同学打成一片，完全融入了新环境。相比之下，康健马这边就显得有点忙碌了，他正费尽心思的躲避视线，生怕跟那个女人撞个正着。只要能一直这么低调下去，他觉得这种平静的生活其实也还算不错。偶尔跟克洛伊对上视线，他身边那帮朋友的眼神简直能把人当场冻死。不过康健马根本不在乎这些轻蔑，毕竟他这个特招生的身份本来就跟这儿格格不入。这个班里的特招生不止他一个，但大家谁也瞧不上谁，一个个都傲得不行，根本没人打算互相搭理。康健马反而觉得这样挺好，不用去应付那些上等人的社交，能安安静静当个透明人。现在正是学院里那帮精英忙着拉帮结派搞斗争的时候，康健马看着这群跳梁小丑，只觉得头大，庆幸自己没被卷进那种麻烦里。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思考中午到底吃点什么好。结果饭还没吃上，美迪亚就突然找上了门，手里还拿着一张亮闪闪的黑卡。他说这是给优等生的特殊福利，让康健马赶紧收下。看着手里这张教职员卡，康健马现在恨不得每天给美迪亚磕3个响头，这福利简直给到了心坎里。他觉得自己一直挺安分的，既没惹事也没乱改剧情，拿点这种好处也是理所应当。康健马美滋滋地盘算着，接下来的3年，只要能一直这么混下去，那日子可就太舒服了。此时讲台上正唾沫横飞，讲师又在重复那段老掉牙的历史，说是700年前，英雄华金为了培养后辈，才跟弟子们一起创办了这所学院。这些拯救世界的英雄事迹，现在全成了黑板上的必考点。讲师还在那儿一个劲儿地强调，考试肯定会考，让大家赶紧记在脑子里。康健马听得直打瞌睡，这些所谓的历史秘闻，他早就烂熟于心了。那个叫华金的开国英雄，确实是个狠角色，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顶在最前线。而他面对的敌人正是那个恐怖的第1军团长，两人的宿命对决，整整纠缠了20年才分出胜负。除了军团长，华金还要面对更恐怖的对手，那就是魔王的右手莱肯。在一场天崩地裂的死斗后，华金最终杀出重围，彻底终结了这个怪物。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和平终于降临的时候，一个巨大的转折出现了。谁能想到，强如华金也付出了惨痛代价，他永远失去了一只手臂，再也没法重返战场。英雄倒下后，战场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到处都是绝望的惨叫声。这根本不是什么光荣的胜利，而是一场被鲜血浸透的混战。打到最后，谁也没能成为真正的赢家。万幸的是，人类和魔族最终达成了停战。英雄华金还亲手创办了学院，想给后代留个安稳的未来。这一停火，竟然换来了整整700年的太平日子。现在的学生们早就不知道什么叫战争了，大家在底下交头接耳，关心的全是明天的派对穿什么。唯独康健马坐在后排，冷眼看着这群温室里的花朵。所有人都习惯了这种安逸，只有康健马心里清楚，这维持了700年的和平马上就要彻底崩塌了。他不是没想过把真相说出来，可一旦开口，谁也不知道会引发什么后果。结果美迪亚更离谱，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危机，满脑子只想着赶紧辞职跑路。作为故事里第一个登场的关键人物，他其实是传说中7英雄的首领，也是第一个察觉到异常的人。当危险真正降临的时候，是他独自一人挡在所有学生面前。康健马虽然没怎么玩过这个游戏，但他特意去查过资料，这个满身鲜血还在微笑的女人，就是英雄美迪亚最终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眼。真相往往比现实更残酷，美迪亚不仅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的英雄，也是第一个被献祭给魔王的人。康健马陷入了死一样的沉默。如果他从没看过这些资料，或许现在还不会这么绝望。老师刚宣布下课，原本死气沉沉的教室突然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像疯了一样往外冲，嘴里还喊着什么太牛了。康健马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说那个本不该现在出现的人已经找上门来了？康健马看了一眼手机，脸色瞬间就变了。5月5号这个日子
他死都不会记错。走廊里早就挤满了围观的学生，大家都在交头接耳，猜测那个传说中的天才到底会进哪个班级。康健马站在人群里一动不动，他知道那个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家伙就在今天正式入学了。走廊里的人群自动分成了两半，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盯着那个走过来的金发少年。这种压倒性的气场根本不是普通学生能有的，他就是里昂，这个世界真正的核心，也是所有人眼中无可争议的主角。看这张脸就知道了，这家伙的长相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剧情。在游戏里，只要是个女的，就没谁能逃过她的魅力。要是这游戏尺度再大点，估计还没等见到魔王，里昂就要先累死在半路了。看看他身边这些后宫团，全都是顶级的存在，虽然让人很不爽，但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绝对主角。里昂3年后就要开始强制征兵，说好听点是入伍，说白了就是去送死。这已经是我的第2次军旅生涯了，连传说中的英雄都只能勉强封印一个军团长，那背后的魔王到底有多强？万一里昂这个主角要是输了，那这游戏可就彻底玩完了。如果连他都搞不定，那这个世界还有救吗？看看这灿烂的笑容，这就是所谓的奇迹加持吧。只要他这张脸还在，大家就会觉得天塌下来也有他顶着。看着里昂被众人簇拥着离开，康健马甚至有一瞬间觉得跟着这种主角混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说实话，长成这样真的太犯规了，连我这种清醒的人都差点被他那张脸给说服了。就在康健马胡思乱想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直接把他拉回了现实。克洛伊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说实话，康健马刚才差点被他吓得魂都没了，感觉脑袋都要跟脖子说拜拜了。但他表面上还得装得淡定一点，毕竟接下来的1年还得在一起相处。他客客气气地应付着，心里却在琢磨这姑娘到底什么来头。虽然她现在看起来挺无害，但康健马能感觉到她的剑里全是压抑不住的悲伤，那种透出来的杀气简直让人脊背发凉。如果单纯论杀人的本事，他可能比那对姓毛的兄弟还要危险。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狠角色突然扭扭捏捏地问康健马晚上能不能请他吃顿饭，这反差也太大了。刚才那种要命的压迫感难道全是错觉吗？看着他那副满怀期待的样子，拒绝的话真的很难说出口。但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要是真答应了这顿饭，明天他可能就要在冰箱里醒过来了。为了保命，康健马只能硬着头皮说，克洛伊吃饭就算乐，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克洛伊显然没反应过来，康健马赶紧趁热打铁说，这件事除了你谁也帮不了我。这招果然好使，克洛伊一下子就变得不知所措了。看来这波危机总算是被康健马给绕过去了。康健马笑着对他说，请叫我剑术吧，反正我现在正缺个教练，而且这绝对是个完美的借口，毕竟克洛伊的实力那是真的强得离谱。不过为了能活到毕业，我每天睡前雷打不动都要钻研那本病娇生存指南，现在看来确实挺管用的。这不刚到训练场，这姑娘就满脸爱心的扑了过来，看她这副样子，谁能想到她动起手来有多狠呢？我只能装作刚到的样子，淡定的跟她打个招呼。这姑娘说她也刚到，结果一问时间，好家伙，6点半就蹲在这了，咱们不是约好了8点吗？看她在那不好意思的傻笑，我下意识多打量了几眼，她还以为自己穿的太奇怪，整个人都变得扭扭捏捏的。以前她总穿着校服看不出来，现在换上这身运动装，那结实的肌肉线条根本藏不住，难怪她动起手来那么猛。说实话，这样看她还挺可爱的。不过既然机会难得，我直接递给她一根木棍，叙旧就到此为止，真正的特训该开始了。这姑娘一开口就吓死人，居然问我为什么不用真剑，谁家好人训练的时候玩命啊？我赶紧跟她解释，咱们只是切磋，没必要见血。结果她阴沉沉的回了一句，你人还怪好的嘞。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随手挥了一下手里的木棍，整片地板瞬间就被震碎了，这力道简直强得不讲道理。看来光靠木剑根本挡不住他，为了不被当场送走，我必须得加点保险了。趁着还没动手，我必须赶紧再确认一下面板，这个剑神加护的属性怎么看都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虽说加护能升级并不奇怪，但这些额外的特殊效果以前可从来没听说过，到底还要变强到什么程度才能解锁那些隐藏的问号？我正盯着屏幕出神，克洛伊突然凑了过来，一脸疑惑地问我在干什么。我赶紧回过神来跟他道歉，看来这个发光的系统面板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只有我一个人能看见。刚才对着空气发呆，估计在他眼里我跟疯子没区别。这姑娘还挺客气，非要让我待会儿手下留情。我嘴上答应着好说好说，但当我重新握紧这根木棍，整个人就完全进入了状态。毕竟刚才他那一招的威力，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既然要练，那就玩真的。毕竟前世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光说不练假把式，只有在实战中摸爬滚打，才能真正掌握杀敌的本事。想要彻底变强，就要做好豁出命去的准备。来吧，让我看看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很多人好奇我为什么能这么快适应学院，其实没别的秘诀，全靠我从小到大那些没日没夜的魔鬼训练。虽然现在手心全是汗，身体的姿势也有些僵硬，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管过程有多狼狈，这最后一击必须得结结实实的打中他。来吧，这一招定胜负。坏了，这速度快的简直离谱，我还没来得及摆好架势，他的棍子就已经扫到脸上了。这姑娘嘴里喊着让我留情，结果手底下的招数一个比一个狠，这乃是切磋呀，分明是想直接把我送走。我只能拼命格挡，根本找不到还手的机会。看来刚才那点自信还是给的太早了，这下麻烦大了。要是再不想办法反击，今天真得交代在这儿。本以为挡住这一棍就能顺势反击，结果我还是太天真了。
就在我刚要出手的瞬间，他整个人竟然凭空消失了。等我再反应过来，他已经跳到了半空中，这速度简直不讲道理，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快，我连他的影子都快抓不住了。这下真的麻烦了，如果跟不上他的节奏，我连一招都撑不下去。原来刚才那一招只是他唯一留手的一次，现在的攻击根本停不下来，每一棍都沉得吓人。这力道要是挨上意识招，我恐怕当场就要交代。在这儿，光是防守就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眼前的残影越来越多，我根本看不清他的动作，更别提找机会反击了。再这样下去，我连3秒钟都撑不住。随着一声脆响，这场单方面的碾压终于停了下来。看着掉在地上的段木，我整个人都愣住了。克洛伊赶紧跑过来道歉，说自己已经尽量轻点下手了，结果还是没控制住力道，直接把棍子给震断了。这话听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合着刚才那种强度的攻击对他来说只是在热身。见我半天没说话，克洛伊试探着叫了我的名字，但我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姑娘的实力到底还有多少没露出来？谁能想到木棍断裂的一瞬间，竟然触发了系统的隐藏条件？但这根本不是什么好事，系统开始疯狂报错。为了强行适配武器，他竟然在抹出康健马的人格，人性等级正在飞速下降。现在的康健马就像是被某种恐怖的东西附体了，这把刀不行，那把也不行，康健马现在根本没得选，只能拿起最后那把生鱼片刀。原本拿刀都会觉得难受，可现在那种排斥感竟然消失了。没错，就是这种感觉，把一切都交给这股力量。康健马已经彻底沦为了傀儡，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克洛伊还在担心，想问问康健马有没有受伤，可回应他的只有死一般的沉默。坏了，现在的康健马根本认不出谁是谁，他已经彻底失控了。这一刀竟然是冲着克洛伊去的，克洛伊根本来不及反应。现在的康健马就是一个只知道杀戮的怪物，谁挡在面前，谁就是死路一条。他简直跟刚才判若两人，浑身散发着让人窒息的杀气。这一击的威力太恐怖了，克洛伊整个人被瞬间掀翻，连站稳都成了奢望。克洛伊想反击，可身体沉重的根本动不了。他想不明白康健马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必须立刻阻止他。可现在的康健马根本听不见，他像个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瞬间就杀到了跟前。这一招根本躲不掉，克洛伊只能拼命呼喊他的名字，希望能换回一点理智。太诡异了，在康健马的意识里，他竟然正在切鱼，而眼前的敌人只是一块食材。他还在抱怨这鱼怎么总在乱动，甚至还听到了鱼在喊他的名字。这种幻觉简直让人毛骨悚然。直到克洛伊的声音彻底穿透意识，他才猛地惊醒过来。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康健马在最后1秒强行收手，那股恐怖的杀气瞬间消失了。看着怀里虚弱的克洛伊，康健马竟然像个没事人一样，笑着说今天就练到这里，还客气的感谢他陪自己练习。克洛伊整个人都懵了，刚才明明差点被他杀掉，怎么一转眼他又变回了那个温和的少年？看着康健马挥手告别的背影，克洛伊心里全是问号。刚才发生的那些疯狂举动，难道他真的全都不记得了吗？这种断片一样的反差，反而让人觉得更加不安了。康健马的力量根本不讲逻辑，那不是练出来的招式，而是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杀戮本能，就像一头披着人皮的野兽。最让克洛伊感到挫败的是，即便自己已经底牌尽出，对方竟然只用一把练习用的盾剑，就轻而易举地把他彻底压制。就在他想得出神的时候，阴影里突然传来一个玩味的声音：“你看起来好像还挺享受这种被虐的感觉。”克洛伊猛地停住脚步，谁能想到这大半夜的竟然还有人在盯着他。从阴影里走出来的竟然是克洛伊的亲哥哥诺克斯，他一开口就没好话，嘲讽克洛伊进了学院之后，居然自降身段，跟一群下等人混在一起。听到哥哥这么羞辱康健马，克洛伊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可诺克斯根本不在乎，甚至直接发出了死亡威胁，说家族绝不会放过那个小子。克洛伊沉默了片刻，语气里却透着一种莫名的自信。他警告诺克斯，就算整个家族的人全压上来，恐怕也根本动不了康健马一根汗毛。而此时的康健马正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怀疑，他终于意识到身上这股强大的力量根本不是什么恩赐。为了不再依赖所谓的剑神加护，他尝试更换各种武器，想要找回对身体的控制权，可结果却让他彻底绝望。那股力量就像复古之居，反而变本加厉地接管了他的意识。那种感觉诡异到了极点，没有痛苦，反而有一种让人沉沦的快感。他就这样像个提线木偶一样，被那股诅咒牵引着去收割生命。耳边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晰，他在疯狂地怂恿着，再多砍一点，再深一点，直到把眼前的一切彻底毁灭。在那一刻，康健马彻底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他任由那股疯狂的力量把自己拖进无底的深渊。克洛伊那声带着绝望的尖叫，硬生生把他从黑暗中拽了回来。那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名字听起来如此亲切。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扔掉了那把练习用的盾剑。这东西已经不再是武器，而是像寄生虫一样粘在他的手上，再不放手，他这辈子就彻底完了。看着眼前的克洛伊，康健马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明明不久前这女孩还是一副想要他命的架势，现在却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虽然心里还有些别扭，但他知道这次多亏了克洛伊。为了不让那股力量再次失控，他只能选择立刻转身离开。所谓的剑神加护，听起来像是老天爷赏饭吃，可康健马心里最清楚，这哪是什么天赋，这分明是拿命换来的诅咒。作为一个被扔进这个世界的异类，他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救世主，更没想过要称霸世界。他最初的愿望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想跟普通人一样安稳过日子。
他本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小心，就能应付那些突如其来的小麻烦，可直到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真的想得太简单了。身体里那个怪物已经快要关不住了，那股力量正在疯狂蚕食他的理智，像是有无数只手在撕扯他的灵魂，要把他变成一个只知道杀戮的机器。这种感觉让他彻底清醒了过来。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康健马整个人彻底吞噬掉。3天时间一晃而过，学院里到处都在传昨天的劲爆消息，克洛伊却根本听不进去。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后悔，当时怎么就忘了要个联系方式呢？这种机会以后恐怕再难遇到了。克洛伊专门跑去宿舍找康健马，结果敲了半天门，里面却只有让人揪心的动静。他怕闯进去会惹他讨厌，最后只能一个人默默离开。其实他早就习惯了在远处偷看，怕自己太主动会变成一种打扰。原本以为只是感激他的救命之恩，现在才发现那不过是想靠近他的借口。他是真的想他了。第二天一早，老师在讲台上大发雷霆，因为外面下雨，原本的训练只能改成室内自习。但他扫视了一圈，发现康健马今天还是没来。虽然这小子一直没露面，但老师心里清楚，他肯定有必须消失的理由。既然这样，那就再等等看吧。就在老师发火的时候，教室大门突然被人推开，所有人都在看，到底是谁敢在课上迟到。消失了整整3天的康健马，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步步走下台阶。这下全场都安静了，克洛伊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康健马。康健马平静地向老师道歉，语气虽然客气，但身上那股压迫感让刚才还在发火的老师一时间竟然没接上话。底下的同学也开始小声嘀咕，这小子消失了几天，怎么感觉完全变了个人？现在的他光是站在那里，就让整个教室的气氛彻底变了。下课铃一响，周围的同学都忙着去吃饭，只有克洛伊还站在原地。他看着眼前的康健马，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忍不住开口问他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康健马却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没什么大不了的。克洛伊还是不放心，他试探着问康健马，是不是因为之前那场决斗才出了什么意外？康健马沉默了一下，随口编了个生病的理由，还客气的谢了谢他的关心。虽然克洛伊嘴上说着放心了，但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这种漏洞百出的借口根本瞒不住他。其实过去这3天，康健马过得生不如死，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整个人几乎被折磨到了极限。这就是强行使用那把断剑的代价，那种痛苦比他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事都要可怕。更诡异的是，当他终于有力气站到镜子前，发现自己的头发竟然已经开始变白了，这下他彻底明白了，这股力量正在透支他的生命。这生不如死的折磨，其实是那个该死的神降下的惩罚。他看着克洛伊那副内疚的样子，知道他还在为训练场的事自责，于是决定不再纠结过去，主动问他之前说的请客吃饭还算不算数。克洛伊整个人都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康健马笑着补充了一句，这次他想尝尝克洛伊亲手做的饭。克洛伊兴奋的差点跳起来，拉着康健马不停地问今天到底想吃什么大餐。康健马正开着玩笑说想吃鱼，还差点把上次吃土的糗事说漏嘴。气氛本来特别轻松，可就在这一瞬间，康健马突然感觉到不对劲，一股莫名的寒意从背后扫过，他立刻警觉地看向四周，刚才那种感觉绝对不是错觉。克洛伊察觉到康健马不对劲，刚想开口问怎么了，结果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整个人直接僵在了原地。诺克斯站在走廊尽头，那眼神简直像要把人活吞了一样。康健马压低声音问克洛伊是不是认识这家伙。克洛伊一句话也没说，但这种死一样的沉默反而让气氛变得更加危险。康健马根本没打算退缩，直接盯着诺克斯说，有话就直说，别在那阴沉沉的盯着看。诺克斯的眼神瞬间变得极其恐怖。就在局面快要失控的时候，克洛伊突然冲了过来，死死挡在康健马面前。他对着诺克斯大喊，不是说好不让你来吗哥哥？康健马这下全明白了，原来这个浑身杀气的怪胎就是克洛伊一直提到的那个人。克洛伊虽然嘴上在质问，但明显底气不足。诺克斯根本没拿正眼看康健马，甚至觉得魏乐这种货色违反家规，简直是丢了家族的脸。克洛伊拼命想撇清关系，可诺克斯却说血缘这东西一辈子都洗不掉。康健马在一旁听得满脸尴尬，觉得这俩人说话像在演古装剧，能不能稍微正常一点？可诺克斯显然没在开玩笑，他冷冷地盯着康健马，让克洛伊赶紧把这玩意处理掉，然后乖乖跟他回家。克洛伊终于忍无可忍，直接冲着他哥吼了出来，不许你那样羞辱康健马！康健马在一旁看得头大，这大小姐脾气一上来，局面马上就要失控了。更麻烦的是，现在走廊根本没人，真打起来连个拉架的都没有。不过看着对方的行事风格，康健马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名字，西西里审计者。他终于想起来了，这帮人可不是什么普通混混，而是游戏里专门负责暗杀的影子组织。虽然这个家族正面硬刚不算最强，但在暗杀这一块，他们就是绝对的霸主。为了把孩子培养成最锋利的杀人工具，他们会进行各种丧心病狂的训练。康健马怎么也没想到，克洛伊竟然来自这种鬼地方。看看他那整天笑嘻嘻的样子，再看看他哥诺克斯那副死人脸，这才是职业杀手该有的眼神，冷血熟练，没有任何犹豫。看来这帮人为了所谓的秩序，早就把人命当成数字了。康健马并不排斥必要的杀戮，但他看得出来，克洛伊其实一直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可他嘴角渗出的血迹，说明他正在家族的逼迫下痛苦挣扎。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宿命，就像康健马注定要背负剑神之名一样。克洛伊从出生那一刻起，
就没得选。西西里这个姓氏注定让他只能成为一个冷血的杀手，一辈子都要在鲜血和阴影里度过。说实话，这真的太可惜了。康健马一直觉得自己不是英雄，更没兴趣去拯救什么世界。但看着克洛伊受苦的样子，他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袖手旁观。既然这辈子注定躲不开剑神的诅咒，那就干脆彻底认命。反正这份力量至少能让他立于不败之地。他一把将克洛伊护在身后，冷冷地看向对面的诺克斯：“你叫诺克斯是吧？咱们两个谈谈。我叫康健马，我这种人天生就是拿刀吃饭的。漫画里常说，逃避的尽头根本没有天堂。既然横竖都躲不开，那就干脆往前迈一步。”他头也不回地离开，顺便给诺克斯留下一句狠话：“跟我走，不然我就宰了你。”教官袁彬正盯着康健马的资料发愁，他总觉得这小子最近不对劲，眼神冷冰冰的，简直像个没有感情的怪物。正烦着呢，旁边的紫发妹子还跑来扎心，非说他最近是不是要秃了，气得他刚想发火，手里的通讯器就响了。电话那头的消息让袁彬一下子站了起来，亚空间竟然在这个时候突然开启，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在学校里私自开战？电话那头的消息让袁彬整个人都愣住了，康健马竟然主动提交了申请，而他要挑战的对手居然就是那个诺克斯。距离亚空间竞技场的战斗只剩下最后15分钟，康健马一个人坐在休息室，本以为手续会很麻烦，没想到一切进行得这么顺利。美迪亚曾经特意叮嘱过，既然一定要打，那就至少要保护好自己。虽然在虚拟空间不会真的受伤，但精神上的冲击谁也说不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只要能赢，付出点代价也值得。听着门外排山倒海的欢呼声，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明明不久前还想保持低调，结果现在全校的目光都盯在他身上，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了。看着克洛伊哭成这样，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这姑娘肯定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了。他赶紧开口安慰：“这事儿真不怪你，更何况你还借了装备给我。”克洛伊根本听不进去，他坐在台阶上，语气里全是担心，因为这次的对手诺克斯实在强得有点离谱。在克洛伊眼里，那家伙简直是天才中的天才，14岁就被称为暗黑艺术的巅峰，在这个领域根本没人能达到他的高度。听着这一串夸张的头衔，康健马表面上稳如泰山，心里却忍不住吐槽：暗黑艺术的巅峰，这都谁起的这种中二名字？不过吐槽归吐槽，能让克洛伊怕成这样，接下来的这场仗恐怕真的不好打。康健马盯着手里这把粉色的厨刀，心里一阵感慨，不管他怎么努力想躲开，最后竟然还是选了这条路。他想起了前世师傅的话，师傅断言他这辈子注定要拿刀，只是他肯定想不到，到了这一世，他居然还要拿着把切成鱼片的刀去拼命。就在这时，广播里传来了决斗开始的通知。康健马站起身，随口跟克洛伊打了个招呼，准备动身前往赛场。看着克洛伊担心的样子，他停下脚步，语气平静地说了句：“这世界上到处都是所谓的天才，但那又怎么样呢？真正的胜负可不是靠名头就能决定的。”康健马握紧手中的刀，回头对克洛伊说了最后一句话：“所以我一定会赢。”说完，他直接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向赛场，只留下一个坚定的背影。这一战，他已经等了很久了。穿过那道刺眼的传送光门，眼前的视线瞬间开阔，耳边传来的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他站在巨大的竞技场中央，面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沉默地举起了双刀。全场的观众都疯了，大家都在疯狂呐喊，就等着看这场特招生的决斗。这场面简直比过年还热闹。康健马听着震耳欲聋的欢呼，忍不住自嘲了一下，感觉自己现在就像个古罗马的决斗士，正被无数双眼睛盯着看。他环顾四周，发现事情比想象中还要麻烦，因为看台上坐着的可不只是普通学生，连那些眼高于顶的精英们都来了。尤其是阿贝尔，他就那样冷冰冰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盯着场下。康健马心里一阵无语，这些人是真的没正事干吗？全跑来围观他。不过既然观众都到齐了，这场戏他必须得演得漂亮才行。诺克斯一上来就满嘴喷粪，骂康健马是个没见识的乡巴佬，还嘲笑他手里那把破刀，简直是在侮辱这场决斗。康健马站在原地没动，他能感觉到这家伙身上的杀气已经快溢出来了，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康健马冷笑着回了一句：“真正的高手从来不会抱怨自己的装备烂。”这句话一出，诺克斯直接炸毛了。他一边拔出那把冒着黑气的重剑，一边咬牙切齿地发誓要先割掉康健马这张讨厌的嘴。看着对方气急败坏的样子，康健马心里反而更稳了。这家伙越是依赖手里的神兵利器，就越说明他根本没什么真本事。诺克斯简直是武装到了牙齿，手里拿着2把 S 级神兵，身上还带着顶级的增益光环，这配置简直就是人民币玩家在虐菜。康健马能感觉到对方已经快按捺不住杀心了，但他表现得比谁都冷静，甚至还有心思开玩笑。虽然对手的装备强得离谱，但康健马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一把看起来平平无奇，甚至有点滑稽的粉色厨刀。这一幕让全场都看傻了，拿这种玩具去拼 S 级神兵，这小子到底是真有本事，还是单纯在找死？就在这时，赛场上空的广播突然响起，亚空间结界正式开启。看台上的观众全都屏住了呼吸，谁输谁赢马上就要见分晓了。随着一声巨响，决斗的结界彻底封死，系统那冰冷的提示音在整个赛场上空回荡，愿英雄的祝福与你同在。紧接着，各种顶级加持疯狂刷屏，无痛祝福激活，剑神祝福也全部到位。康健马整个人被光芒笼罩，现在
他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在了手中的刀刃上。全场观众都看傻了，康健马的动作快到离谱，普通学生根本捕捉不到残影，大家都在互相打听，这小子真的是那个垫底的班级吗？不是说这局稳赢吗？怎么场面完全失控了？空气中全是刀刃碰撞的火星，康健马的速度已经彻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就连看台上的阿贝尔也收起了之前的轻蔑。在他的印象里，康健马一直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鸡，可现在展现出来的战斗本能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场上的局势瞬间紧绷，诺克斯的剑气像疯了一样，一波接一波的横扫过来。康健马在刀尖上反复横跳，每一次闪避都显到了极点。这种戏耍般的打法彻底把诺克斯给激怒了，他咬牙切齿地盯着康健马，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这小子，看你还能躲到什么时候？话音刚落，一股恐怖的紫色能量瞬间炸开，诺克斯直接祭出了压箱底的杀招三足乌。这一招的范围大得惊人，几乎封死了所有的退路。诺克斯觉得康健马这下死定了，绝对不可能活下来。可就在烟尘散去的一刹那，诺克斯的笑容僵住了。康健马不仅没倒下，反而像一道蓝色闪电，直接穿透了重重包围。诺克斯整个人都懵了，他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刚才那一招明明正面击中了，可康健马竟然毫发无伤。看台上的学生都在议论，觉得2年级的学长确实猛。可阿贝尔却看出了端倪，这场战斗根本不是表面那样。诺克斯现在已经快疯了，他刚才连大招都放了，可康健马就像能预知未来一样，轻描淡写的躲开了所有攻击。更让他感到羞辱的是，康健马手里拿的竟然是把破除刀，这种被轻视的感觉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就在他准备发动大范围斩击，打算一局解决战斗的时候，场上出现了最离谱的一幕，康健马竟然手一松，直接把那把除刀扔在了地上，全场瞬间死一般的寂静。在生死决斗中扔掉武器，这小子到底在想什么？是彻底放弃了，还是准备动真格的了？谁都没想到，康健马又拿出一把除刀，反手握住刀柄，摆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架势。这个动作一出来，诺克斯彻底破防了。他觉得康健马根本没把他当回事，竟然用这种业余姿势来应战。诺克斯发疯似的咆哮着，全身的能量瞬间沸腾，手中的长剑爆发出刺眼的红光。他已经赌上了所有的自尊，这一击汇聚了他全部的力量，整个赛场都被杀气笼罩。可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剑，康健马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诺克斯挥动着染血的长剑，疯狂叫嚣着要让康健马付出代价。在他看来，这把红龙剑之下绝无活口。康健马原本只想过安稳日子，不想出风头，更不想惹麻烦，可那种被诅咒的感觉再次袭来，仿佛有什么东西正疯狂的想要接管他的身体。一直以来，他都在拼命压制这股力量，但现在他已经无路可退了。既然躲不掉，那就彻底放手吧。康健马在内心深处轻声低语：“我把身体交给你了。”就在诺克斯以为要得手的时候，康健马周身的剑气彻底炸裂，那股青蓝色的能量瞬间吞噬了整个赛场。诺克斯的手臂被轻松斩断，看台上的所有人都看傻了，谁也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只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压迫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康健马在心里默默做出了决定，管他是福是祸，只要能赢，我什么都愿意用。他知道，一旦动用了这股力量，就再也回不去了，是时候说再见了，跟我那梦寐以求的安稳日子。谁也没想到这场战斗会结束的这么快，随着亚空间结界彻底消失，全场瞬间变得死一样寂静。康健马就这么站在废墟中心，这一刀不仅分出了胜负，更让所有人看清了实力的差距。看着台下这些人的反应，康健马心里清楚，今天这一手漏完，以后想低调是彻底没戏了。谁能想到他居然只用一把鲨鱼刀就把局面搞成这样？虽然赢了，但这种见血的感觉并不好受。既然已经没了退路，那就只能一条路走到底了。虽然对手的战斗直觉很敏锐，但在康健马面前还是差了那么一截。随着大屏幕亮出胜者的名字，全场彻底炸开了锅。一个刚入学的新生，居然只用了26秒就越级干掉了大2的学长，这下想不出名都难了。昨天的决斗虽然结束了，但康健马这个名字现在简直成了全校的竞技话题，走到哪都能听到有人在嘀咕，说他一个特招新生居然掀翻了大佬。这种事在学校里还是头一回，连阿贝尔都觉得这个名字现在像个幽灵一样，怎么甩都甩不掉。竟然有人能拿着2把鲨鱼的菜刀使出那种神仙级别的剑术，这种降维打击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天真的可笑。作为剑术名门的传人，阿贝尔原本觉得没人比他更懂剑，可昨天那一幕直接让他这么多年的三观都碎了。想起祖父曾经说过的话，阿贝尔这下彻底对上号了，那个拿着菜刀的家伙极有可能就是今年最神秘的首席生。一想到自己竟然输得这么彻底，他坐在教室里越想越气，甚至开始怀疑人生。康健马那个混蛋当时心里肯定在偷偷笑话他。闺蜜瑞秋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凑过来打听八卦。阿贝尔虽然心里乱成一团，但嘴上还是打死也不承认，这种丢人的事怎么可能随便说出口？可他越是掩饰，瑞秋就越觉得这里面有大瓜。瑞秋这八卦之魂一旦烧起来，那是谁也拦不住。他看阿贝尔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直接开启了连珠炮模式，非说阿贝尔这是为情所困。这一下直接让阿贝尔彻底破防。看着闺蜜在那笑得前仰后合，阿贝尔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总不能说自己是因为输给2把菜刀才在这里怀疑人生吧？
可他越是解释不清楚，瑞秋就越觉得有戏，甚至已经开始盘算，到底是哪个倒霉蛋能让这位大小姐动了凡心。瑞秋开始疯狂试探，先是抛出校草里昂，结果被阿贝尔一个眼神秒拒，看来长得帅这招对他没用。可当瑞秋提到康健马的名字，阿贝尔整个人瞬间僵住，这反应简直就是不打自招。瑞秋心里乐开了花，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天才，既然抓住了小辫子，那肯定不能轻易放过。瑞秋二话不说，拉起阿贝尔就往外冲。阿贝尔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就被拽得一个踉跄。瑞秋这行动力简直爆表，说走就走，拉着阿贝尔直奔狼藉班。大门被猛地推开，瑞秋这嗓子让全班同学都愣住了。阿贝尔在后面尴尬的想钻地缝，恨不得当场消失。可瑞秋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他环视一圈，眼神里全是兴奋，甚至直接跳到了课桌上。他居高临下的扫视全场，大声宣布要找那个黑发小子。瑞秋在狼藉班教室里横着走，面对别人的指责，他直接使出颜值杀手锏，一招就把对方迷得找不着北。这操作看得阿贝尔在旁边直扶额，这辈子都没这么丢人过。就在全班乱成一团的时候，瑞秋终于锁定了那个黑发小子。可康健马正趴在桌上呼呼大睡，身边还围着个献殷勤的克洛伊，这画面怎么看都像是名草有主，换做别人可能就撤了。可瑞秋是谁啊？他不仅没打算收手，反而露出了一个更危险的笑容。看来有没有女朋友根本不重要，他不仅没打算客气，反而觉得这出戏越来越精彩了。克洛伊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感觉到一股凉气直冲脑门。瑞秋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机会，直接一个俯身，整个人几乎贴到了康健马脸上。这动作简直是贴脸开大，旁边的克洛伊看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康健马被这动静闹得迷迷糊糊，刚一睁眼就看到一张精致的脸蛋近在咫尺，整个人直接大脑宕机。瑞秋却笑得像只小狐狸，语气里全是调侃，故意问是不是吵醒了他的美梦。康健马心里直犯嘀咕，这大小姐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瑞秋的手指已经快戳到他脸上了。这种近距离的压迫感让康健马的直觉疯狂报警。就在这气氛紧绷到极点时，旁边的克洛伊终于坐不住了，他一把抓住瑞秋的手腕，当场就炸毛了。克洛伊的气息完全变了，简直就像换了个人。康健马在一旁看得脊背发凉，直觉告诉他，现在的局面已经彻底失控。谁能想到克洛伊竟然直接掏出了美工刀，这要是真在教室里打起来，后果根本没法想象。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阿贝尔冲上来一把拽住了瑞秋，大声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瑞秋却只是轻飘飘地回了一句，难道连打个招呼都不行吗？但这语气听着可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瑞秋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摆明了是拿大人的身份在压人。他甚至还伸手摸了摸克洛伊的头，警告他别随便玩刀。这种赤裸裸的羞辱让克洛伊彻底失去了理智。就在瑞秋转身的一瞬间，杀气瞬间爆发。这一刀，克洛伊是奔着索命去的。旁边的康健马和阿贝尔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在所有人以为要出人命的时候，瑞秋竟然单手就接住了克洛伊的偷袭，那把美工刀直接掉在了地上，实力的差距简直让人绝望。瑞秋一边发力一边嘲讽说，克洛伊不仅个子矮，脾气还挺冲，疼的克洛伊根本动弹不得。阿贝尔在一旁急得大喊住手，可瑞秋根本没打算听，他眼神里透着一股让人胆寒的冷漠。下一秒，他像扔垃圾一样，直接把克洛伊整个人甩飞了出去。克洛伊被这股怪力甩飞出老远，狼狈落地的样子让全班都炸锅了。康健马在一旁看得头大，这局面真是越来越离谱。原来这个瑞秋大有来头，他可是枪圣家族的传人，那个家族信奉的就是暴力美学，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技巧都是白搭。瑞秋一脸玩味的凑过来问康健马，那个被揍的小鬼是不是他女朋友？康健马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直接回了2个字，不是。这回答虽然听着挺扎心，但康健马心里很清楚，现在这种时候撇清关系才是对克洛伊最好的保护。瑞秋听完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康健马这下成了全场的焦点。刚才场面太乱，他甚至都没注意到阿贝尔也跟着瑞秋来了。他冷着脸问这2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瑞秋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当众就开始给阿贝尔处刑，非说阿贝尔是对康健马有意思，才眼巴巴的跑过来看他的脸。阿贝尔哪受得了这种调侃，当场就急得跳脚，直说是瑞秋硬把他拽过来的。2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吵得整个教室的人都在看笑话。面对这种大型社死现场，康健马的表现简直是直男天花板，他根本不想听这些解释，直接冷冰冰的甩出一句，既然不想来，那你就走吧。这话一出，阿贝尔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康健马现在只想赶紧睡觉，他冷着脸下了逐客令，让瑞秋没事赶紧走人。可瑞秋这种性格哪是那么容易被打发的，他不仅没走，反而变本加厉的凑了上来，直言康健马这种冷淡的性格很有趣，甚至当众发出了去宿舍看电影的邀请，这暗示已经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就在这时，一直坐在地上的克洛伊彻底炸毛了，他歇斯底里的大喊，让瑞秋离他的剑马远一点。瑞秋听完直接笑得直不起腰，他疯狂复读那句我的剑马，把克洛伊的自尊心按在地上摩擦。康健马在一旁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眼看局面就要彻底失控，一直没说话的阿贝尔终于出声了，他低声叫住了瑞秋，语气里透着一股不寻常的压迫感。瑞秋这尊瘟神终于打算走了，临走前还不忘再损康健马一顿。康健马头都不抬，只想让他赶紧消失在视线里。
等这帮人彻底走远，康健马整个人像脱力了一样，直接瘫倒在课桌上。他最近总觉得困得要命，好像怎么睡都补不回来。就在教室恢复安静的时候，原本已经走到门口的阿贝尔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他回头盯着趴在桌上的康健马，那个眼神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慌乱，反而透着一股冷静。瑞秋一边走一边回味，刚才康健马那个眼神绝对不是普通的装酷，这哥们儿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根本不是学校里那些虚有其表的草包，而是一个真正见过血的狠角色。瑞秋不仅没被吓到，反而露出了那种猎人看到猎物的表情。本来只是想过去捣个乱，没想到竟然挖到了这么大一个宝。毕竟他的家族有个死规矩，联姻的对象必须是最强的战士。照这么看，康健马没准儿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他转头看向阿贝尔，开口第一句竟然是道歉。阿贝尔还以为他是良心发现，想为刚才在教室闹事道歉，结果瑞秋冷笑一声，说阿贝尔完全搞错了重点，他要道歉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关于康健马。诺克斯现在彻底疯了，脑子里反反复复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杀掉康健马。他推着输液架在走廊里横冲直撞，谁挡路就让谁滚蛋。作为家族里从未输过的天才，这次惨败让他根本无法接受，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面子问题，而是他活下去的唯一执念。他甚至等不到伤好，打算今晚就直接动手。如果一个人搞不定，那就动用整个家族的力量。他要让康健马知道，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代价就是死路一条。诺克斯杀气腾腾地推开大门，结果眼前的画面让他当场愣住。康健马竟然就坐在病房里，手里还悠闲地啃着苹果。看克洛伊这副样子，明显是受刺激了，嘴里还一直念叨着什么大不大的，甚至连刀都掏出来了。康健马赶紧叫住他，让他先把手里的美工刀放下，这要是再晚2秒，估计真要出大事。克洛伊瞬间变脸，像个没事人一样，说诺克斯现在就在医务室，但这事儿根本说不通，在亚空间里怎么可能会受伤住院？克洛伊还在那儿解释，说诺克斯明明没受伤，却非要赖在医务室不走。康健马表面上没说话，心里却在盘算，那小子肯定在憋什么坏主意。为了打听出具体位置，他直接使出了杀手锏，一记摸头杀，瞬间把克洛伊给整不会了。等诺克斯推开病房大门，康健马已经拿起旁边的苹果，咔嚓咬了一大口。康健马进屋就开始感叹，这单人病房也太豪华了，看来对方确实财大气粗。诺克斯整个人都懵了，还没等他问清楚是怎么进来的，就看到康健马突然伸手摸向了刀子，这下可把诺克斯吓得够呛，以为对方是来补刀杀人灭口的，结果康健马只是淡定的拿起了苹果，这刀法简直丝滑的离谱，连诺克斯都看呆了，这哥们儿到底是来打架的，还是来表演削皮绝活的？康健马临走前还装模作样劝人家多吃点水果，这在诺克斯眼里简直是奇耻大辱，甚至动了杀心想从背后偷袭。可康健马连头都没回，只是在门口停下了脚步，语气平淡的让人发毛。他说要是敢动报复的念头，就直接把整个西西里彻底铲平。这句话一出，诺克斯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只能眼睁睁看着门被重重关上。康健马前脚刚走，那颗削好的苹果才整齐裂开。诺克斯瘫在地上半天没缓过劲，显然心理防线已经彻底崩了。可谁能想到，走在路上的康健马心里其实也在打鼓。他自嘲刚才全是演技，纯粹是靠虚张声势把对方唬住了。毕竟想靠那点底牌去单挑整个杀手家族，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虽然真拼起命来，他能在30秒内解决10个人，但那种玩命的招数，不到万不得已他可不想再用第二次。为了拿到那把传说中的村语，康健马这次打算动真格的了。毕竟只有拿到这件奖励，他才能打破那该死的30秒限制。手机上的考试信息写得很清楚，5人一组去讨伐魔物，学校美其名曰是考验团队协作，但在康健马看来，这简直是抱大腿的绝佳机会。只要队友选得好，自己完全可以全程躺平被带飞。可当他看到这次的目标时，整个人都不淡定了。这只教鱼人的魔物长得简直比游戏里还要恶心100倍，哪怕是天天跟鱼打交道的他，看一眼都觉得快要吐出来了。不过说正经的，人鱼这种魔人可是恶魔的主力，相比之下，这次考试要打的鱼人顶多算是一群会叫的看门狗。康健马坐在长椅上感叹，来到这个世界已经1个月了，这种平静的夜晚确实难得，但他心里清楚，这份和平其实脆弱的像张纸。虽然人类和恶魔停战了700年，但暗地里的摩擦从来没断过。比如50年前，那个曾经让世界颤抖的男人，恶魔第6军团指挥官瓦斯蒙，他的名字曾是所有人的噩梦。当年的瓦斯蒙简直是个疯子，他为了复活第1军团长莱肯，竟然公然撕毁了停战协议，带着大军直接杀过了界。瓦斯蒙在战场上疯狂叫嚣，要把那个最恐怖的恶魔带回来。就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头，齐格弗里德站了出来，那一战整整打了7天7夜，到处都是血流成河的惨状。虽然人类最后勉强赢了，还诞生了所谓的7英雄，但代价实在是太惨重了。7个人里有3个当场战死，双方谁都不想再打下去，这才换来了现在的和平。在康健马看来，所谓的和平简直就是个笑话，仅仅打败一个第6军团长，大家就开始高枕无忧了。真正让他感到恐怖的是那个独自封印了第1军团长的男人华金，那家伙的实力真的还算是人类吗？更糟糕的是，距离第2次人魔大战只剩3年，到时候连魔王都会亲自下场，留给人类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不过想这些宏大叙事也没用，康健马拍了拍脑袋，眼下最麻烦的是期中考试要组队。可他翻遍了通讯录，才发现自己竟然一个朋友都没有。
除了爸妈，就只剩下美迪亚。这社交圈子简直惨不忍睹。不过他突然反应过来，自己现在好歹也是学院里的名人，只要稍微利用一下这份名气，找几个强力队友应该不难吧。康健马想通了，既然躲躲藏藏没意义，那干脆就不装了，直接找个最强的小组，把期中考试给拿捏了。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整整1个星期过去了，全校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主动邀请他组队。康健马心里一阵无语，这剧情不对啊，说好的名人效应呢？他终于反应过来，自己之前表现的太离谱，现在全校学生看他就像在看一个怪物，谁敢跟这种大魔王组队啊？康健马扫视了一圈教室，发现克洛伊竟然也一个人坐着，看来在那件事之后，他也成了大家眼里的异类。既然大家都是单身汉，康健马干脆主动走上前去，问他愿不愿意一起组队，毕竟2个落单的总比1个强。克洛伊显然没想到他会过来，甚至还反过来担心他，直到康健马正式发出邀请，他才兴奋地跳了起来。虽然克洛伊的实力确实不俗，但这次期中考试的规则是要在1小时内抓捕大量鱼人，光靠他们2个肯定不够。康健马正盘算着还要去哪再找3个强力队友，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康健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瑞秋这个麻烦精就又大呼小叫的闯进来了。看着他这副活力过头的样子，康健马只觉得脑仁疼。他想不明白，这姑娘怎么就跟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不管康健马怎么冷脸感人，瑞秋都有办法应付，一会儿装哭撒娇，一会儿又在那装聋作哑，甚至还当众演了一出假摔。就在康健马快要彻底崩溃的时候，瑞秋突然收起了那副玩世不恭的笑脸，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健马，你找到组队的队友了吗？康健马刚想开口拒绝，可话还没说半句，就被瑞秋直接给堵了回去。既然大家都还没办，那就乖乖加入我的小组吧。瑞秋这下是铁了心，直接把康健马给按住了，非要拉他进自己的小组。康健马也是一脸无奈，明明后面还有一大堆人排队，干嘛非要盯着他不放？瑞秋给出的理由更离谱，因为别人都太无聊，只有康健马看起来比较好玩。眼看躲不过去，康健马赶紧搬出克洛伊当挡箭牌，说自己已经有队友了。谁知道瑞秋根本不按套路出牌，既然小组还有空位，那就干脆大家一起组队。康健马还想打听一下队友是谁，结果瑞秋随口蹦出一个名字，让他当场就想原地消失。原来最后一名成员竟然是那个超级名人里昂，这下康健马是真的崩溃了，他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觉得自己上辈子是不是造了什么孽，才会掉进这种麻烦堆里。跟这些女主角扯上关系也就算乐，虽然麻烦，但起码还算养眼。可里昂完全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存在，那家伙可是自带光环的男主角啊，跟他组队，这日子以后还怎么过？康健马本来还想挣扎一下，看看能不能申请换个小组，结果瑞秋那个女人简直是先斩后奏，还没商量就把名单给报上去了。这下康健马是真的被气到了，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产生这种想把队友直接踢出局的冲动。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克洛伊突然凑了过来，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毕竟从刚才起他的脸色就很差。康健马只能随便找个借口，说自己只是压力有点大，毕竟队友全是些怪物级别的精英。好在克洛伊给了他一颗定心丸，坚信在所有考生里，康健马才是那个最强的存在。听到这话，康健马总算冷静了一点，既然是自己主动找克洛伊组队的，那无论前面是什么坑，都要拿出成年人的样子来，千万不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他转头问克洛伊，小组会议到底定在哪儿了？克洛伊倒是记得很清楚，说约在6点，在主楼的咖啡厅见。眼看时间差不多了，两人直接动身前往。可一进店，康健马就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劲。克洛伊倒是挺开心，点了一杯绿油油的牛油果奶昔，喝的那叫一个满足，还不停地夸这家店品味好。康健马下意识看了一眼价格，整个人差点没当场裂开，就这么一小杯饮料，竟然要卖5万块，这哪是在喝饮料，这简直是在抢钱啊！康健马心疼的差点把咖啡喷出来，但为了在克洛伊面前维持形象，他只能一边肉疼，一边强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毕竟作为组里唯一的成年人，就算心里再怎么崩溃，这面子也得死死撑住。康健马盯着面前这杯天价咖啡，心里简直在滴血，不仅贵得离谱，味道还像刷锅水一样难喝。最倒霉的是这里还不给打折，这冤大头他是当定了。就在他对着咖啡发呆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个不停，瑞秋在那头疯狂催促，问他到底死哪儿去了。康健马只能无奈地回了个消息，说自己早就已经在位置上坐好了。没过多久，瑞秋就带着人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一边打招呼一边道歉，说自己因为处理点私事耽误了时间，问康健马是不是等得不耐烦了。康健马抬头一看，除了瑞秋和那个自带光环的里昂，队伍里竟然还多了一个生面孔，那是一个留着橙色头发的男生，正一脸不爽地盯着这边。两人视线撞在一起的瞬间，康健马就感觉到对方气场不对，那眼神犀利的像要找人打架一样，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好相处的学生。里昂主动伸出了手，语气客气的让人挑不出毛病。康健马也礼貌地回握了一下，报上了自己的名字。里昂显然早就留意过他，直言前几天在亚空间的时候，康健马的表现就让他印象深刻，现在能成为队友，他心里总算踏实了。康健马听着对方那充满磁性的声音，心里忍不住感叹，这举手投足间的气质简直就是自带主角光环，跟他这种普通玩家完全不是一个画风。既然人都到齐了，里昂提议大家先正式认识一下。他作为组长率先开口，
不仅是星级般的尖子生，说话还特别谦虚，这完美的形象简直是全方位降维打击。康健马在旁边看得直翻白眼，什么人人平等都是鬼话，长成李昂这样，走在哪儿都是老天爷赏饭吃。瑞秋倒是很会活跃气氛，直接把话头甩给了下一个人。那个一直沉默的惩罚男生终于开口了，他叫季汉，外号听起来就很霸气，叫做神速武器。最让人在意的是，这家伙脖子上竟然还纹着英雄的字样，虽然话不多，但那股冷冰冰的劲儿，一看就是个不好惹的狠角色。康健马盯着季汉，心里忍不住疯狂吐槽：神速武器这种外号真的不需要解释一下吗？简直把英雄的滤镜碎了一地。克洛伊站起身，客客气气地介绍自己，说他是受了康健马的邀请才加入这个小组的。结果话还没说完，旁边的瑞秋就开始阴阳怪气，抓着那个亲昵的称呼不放，故意在那儿学舌。克洛伊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里的火气，勉强把场面话给圆了过去。这组里的气氛真是尴尬的让人想抠地缝。康健马也赶紧简单报了个名，这种时候多说一个字都是煎熬。好在组长李昂看出了不对劲，直接打开电脑，在大屏幕上投射出了任务地图。李昂直接切入了正题，这次的目的地是斯科普利岛。虽然大家是通过亚空间传送过去，但那座岛可是实打实的荒岛。李昂特意提醒了一句，传送门只是个通道，岛上的魔兽可都是玩真的，要是受了伤，那可没人能替你疼。他把地图放大，锁定了东北海岸的一片区域。这次的任务目标很明确，就是狩猎岛上的鱼人，而且名额有限，谁抢到就算谁的。季汉听完皱了皱眉，问起岛上鱼人的危险性，李昂倒是很淡定，说教官们早就排查过了，只要按计划行事就没问题。就在大家准备散会的时候，克洛伊突然抛出了一个狠问题，既然目标有限，那同区域的小组之间能不能互相伏击或者直接开战？李昂给出了明确的答复，这次考试的目标只有魔兽，小组之间要是敢起冲突，直接就会被取消资格。旁边的康健马在心里冷笑，李昂这话说的好听，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招进来的这个队友其实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暗杀者。会议很快就结束了，瑞秋拉着季汉吵吵闹闹的跑去吃饭，原本拥挤的房间一下子就空了下来。康健马坐在角落里，只觉得浑身不自在，这种尴尬的气氛让他一秒都不想多待，正打算低头溜走，却被李昂叫住了。李昂合上笔记本，眼神里透着一股审视的味道。他开门见山地问了一句：“你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康健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这种话明明可以在自我介绍时说，偏偏要等所有人走光了才单独留下来问。康健马完全看不透对方的意图，难道这家伙已经察觉到了什么？李昂突然开口道歉，说自己问得太唐突了，但他接下来的这句话让气氛变得更加诡异。他说：“康健马，我觉得咱俩其实是一类人。”一类人？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虽然这个世界表面上都说韩语，但每个人的出身根本藏不住。李昂想装作若无其事的离开，可康健马却根本冷静不下来，他直接伸手拦住了对方：“你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话一出口，康健马就后悔了，这种冲动可能会暴露自己，但如果不问清楚，今晚恐怕谁都别想睡熟了。李昂沉默了一会儿，只丢下2个字：德国。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康健马彻底懵了，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难道真的是我太敏感了？康健马坐在桌前，脑子里全是李昂临走时的样子。一个荒诞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既然我能穿越到这个游戏世界，那谁能保证李昂不是另一个穿越者？毕竟比起附身在一个路人身上，穿越成主角的概率显然更高。康健马盯着厨刀，决定不再瞎猜，既然剑神祝福能让感官变得敏锐，那就亲自验证一下。随着技能发动，那种熟悉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他死死盯着虚空中的反馈，结果却让他愣住了。系统给出的答案非常明确，李昂确实属于这个世界。康健马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虽然刚才的测试证明对方属于这里，但这种想不通的感觉简直比受伤还要难受。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见到的李昂绝对就是游戏里的那个主角，那种气质，全世界没有任何演员能演得出来。可如果他只是个 NPC， 为什么要说那种奇怪的话？康健马打开手机百科搜索，结果却显示查无此人。这个世界关于李昂的记录竟然是一片空白。康健马无奈地坐回椅子上，既然这条线索断了，那就没必要再纠结下去，大不了下次出事直接去找美迪亚帮忙，毕竟那个女人可是天天盼着要带他私奔呢。现在最要紧的是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全甩掉，保持清醒才能活到最后。说来也奇怪，明明刚才的情况那么凶险，康健马却发现自己冷静的可怕，难道这也是祝福带来的副作用？他随手划开系统面板，进展比预想中还要顺利。虽然精神力和武装等级没变，但这段时间的魔鬼训练让他的身体素质又上了一个台阶。只要能拿到那把名刀村语，武装等级肯定还会暴涨。更让他意外的是，同化率竟然已经飙到了 6.8%。看来之前跟那对兄妹硬刚确实没白费力气，只要再往前迈一小步，就能解锁全新的力量了。这种对自己一无所知的感觉，确实让人有点烦躁。而且这种秘密根本没法找人商量。就在这时，系统突然传出一声清脆的提示，因为频繁触发祝福，奖励竟然直接送上了门。无痛祝福的持续时间再次延长。康健马看着眼前的屏幕，40秒，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来这段时间的玩命训练，总算没白费力气。这种力量充盈的感觉真的太棒了。接下来的日子过得飞快，距离最后的期限只剩下5天。康健马没有一刻停歇，一边疯狂打磨体能，
一边跟队友们磨合战术，哪怕是休息时间，脑子里也全是战斗细节。倒计时一天天减少，康健马的状态也调整到了巅峰，他整个人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这速度快到让人看不清。期中考试当天，康健马来到了考场，眼前的亚空间传送门散发着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气息，这跟平时的模拟训练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康健马刚走近，就听到了队友的调侃。瑞秋笑着说：“平时最讲准时的人，今天怎么反倒迟到了？”李阳招了招手，示意康健马赶紧入队。克洛伊也热情地打了个招呼，看来大家早就已经准备就绪了。康健马一边道歉一边走过去，目光却被队友们的行头吸引住了。这帮人的装备明显比之前提升了好几个档次，尤其是瑞秋手里那把长兵器，透着一股不寻常的压迫感。李阳手里拿的还不是那把圣剑，看来还没到时候。不过旁边这位叫季汉的哥们，他的装备竟然是一只树敌。康健马正盯着看呢，季汉直接凑过来问他在瞅啥。瑞秋在旁边解释说：“别看这玩意儿长得普通，它可是极其罕见的 S 级治疗神装。虽然这东西贵得离谱，但拿着一只笛子上战场，这场面确实有点一言难尽。”康健马还没吐槽完，广播里就传来了教官的吼声：“期中考试正式开始。”教官的话说得很直白，要是扛不住了，就赶紧跑。你们现在还不是英雄，别为了那点学分把命给搭进去。随着传送门开启，考场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李阳低声提醒大家，该出发了，别紧张，只要发挥出平时水平就行。康健马深吸一口气，这一刻终于还是来了。就在出发前，康健马发现克洛伊有点不对劲。克洛伊低声说：“传闻这座岛上有造成过巨大破坏的怪物出现。”康健马轻声安慰他：“教官们早就提前排查过了，那种东西出现的概率极低，没必要自己吓自己。”教官的吼声打断了思绪，传送门已经彻底启动，所有人立刻进入考场。康健马伸手拍了拍克洛伊，示意他该出发了。看着队友们坚定的背影，克洛伊这才稍微安下心来。有这些天才在身边，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终于到了斯科普利岛，但这地方显然不怎么友好，除了康健马，其他人全都晕得一塌糊涂。李昂无奈地说：“健马，你看起来倒是一点事没有。”康健马淡定地回了一句：“我平时不晕船。”话音刚落，林子里突然钻出一个怪东西，看着眼前这个蹦跶的小怪物，康健马直接愣住了。这玩意儿就是传说中的鱼人，比想象中缩水了不止1倍。他甚至觉得有点尴尬，亏自己刚才还那么认真，甚至连刀都拔出来了。看来这趟任务能轻松不少。李阳在一旁赶紧提醒：“别大意，这只是没长大的幼崽，等到了深处，那些大家伙可没这么好对付。”看来好戏还在后头，他们没再耽搁，立刻动身赶往下一个侦察点。林子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李阳低声提醒大家小心，康健马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他感觉到有个熟悉的气息就在附近。果然，一道红影从树冠上飞速掠过，稳稳地落在了他们面前，正是负责侦查的克洛伊。康健马有些意外，问他是不是一直从树上爬过来的。克洛伊点点头，说这样才不容易被敌人发现。李昂赶紧上前打听情况，问他那边到底怎么样了。可克洛伊却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顺着克洛伊指的方向看去，500米外，一个巨大的岩石洞穴赫然出现，那里就是鱼人的老巢。本以为只是个小据点，可往里一瞧，密密麻麻全是发光的眼睛，少说也有50-60只。李昂心里也没底，这数量确实有点超标了。康健马盯着洞穴陷入了沉思，如果能把这窝怪物全端了，期中考试的第1名稳拿。但这毕竟是在荒岛，万一有人受伤，连个求救的地方都没有，是带着大家拼一把，还是为了安全选择绕路？最后的决定权落在了队长李昂手里。他看着眼前的局势，脑子里全是出发前布阵的画面。当时他像下棋一样，给每个人都定好了位置。克洛伊负责前线侦查，季汉被安排在后方当奶妈。康健马的任务最简单，负责守住后方，处理一些零散的威胁就行。他当时还挺高兴，觉得这活儿轻松，正好能名正言顺的划水。而李昂自己则坐镇中央，掌控全局，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瑞秋有些坐不住了，主动问队长自己该干点什么。李昂沉默了片刻，眼神突然变得异常冷峻。康健马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李昂这是要动真格的了。随着李昂喊出瑞秋的名字，这个平时看起来温顺的女孩瞬间像变了个人一样，周身爆发出的气场让人不寒而栗。她反手握住武器，狂暴的能量在指尖疯狂汇聚，原来这才是李昂留到最后的最强杀手锏。一道耀眼的金色光束贯穿长空，直冲于人的老巢而去。还没等这群怪物反应过来，洞穴深处已经炸开了锅，碎石伴随着惨叫四处飞溅，原本密密麻麻的阵型瞬间崩了，剩下的鱼人全都愣在原地。瑞秋这下彻底杀疯了，他从半空中俯冲而下，速度快到鱼人根本看不清动作，那双带着星星光芒的眼睛里全是冰冷的杀意。还没等鱼人发出惨叫，瑞秋已经精准地扣住了目标地要害，手起刀落，几颗硕大的鱼头瞬间腾空而起，场面1度失控。看着满地的残局，李昂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低声感叹：“瑞秋，你果然没让我看走眼。”与此同时，一直保持冷静的季汉也终于按捺不住了，他直接开启了全场祝福，强力的增益光环瞬间覆盖全身。有了这股力量的加持，
瑞秋在鱼人群里简直像在割草，人头数跳得比心跳还快，从6个到25个。他穿梭在怪物堆里疯狂收割，所到之处只剩下残肢断臂。这群鱼人连他的影子都抓不住，局面已经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瑞秋一边砍一边大声致谢，直言季汉这辅助给的太及时了。克洛医生已经等不及了，他直接开启了猫之祝福，粉色的刀芒瞬间缠绕全身，这一招明显是要动真格的了。只听见咔嗒一声，一道白光像闪电一样划破黑暗，原本围攻上来的鱼人怪物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切成了碎片，这身法快得简直不讲道理。他优雅的收刀入鞘，语气平淡的报出了数字：第8个。另一边的瑞秋已经杀到了45个，整片战场到处都是他们留下的残影。看着满地的怪物尸体，连一向冷静的康健马都看傻了。这2个女人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反而越杀越兴奋，甚至露出了那种让人脊背发凉的狂笑。康健马心里很清楚，现在的局面已经彻底失控了。这2个杀疯了的女人才是这洞穴里最恐怖的存在。就在2人杀得兴起时，一只体型巨大的精英怪突然杀了出来。瑞秋和克洛伊根本没打算躲，2人一左一右，瞬间压低身位。他们在同一时间发动了致命一击，刀光在鱼人的喉咙处交汇，还没等这怪物合上嘴巴，他的脑袋就已经飞到了半空中。怪物刚被解决，这2个女人就开始为了抢鱼头吵个不停。看着这2个互不相让的姑奶奶，康健马在一旁无奈的叹了口气。可这口气还没喘匀，旁边的里昂却突然拔出了长剑。里昂一眼就看穿了康健马的心思，调侃他刚才纯属瞎操心。看着瑞秋在那边兴奋的大喊清场完毕，康健马不得不承认，这支队伍的战斗力确实不需要他担心。里昂收起长剑，轻描淡写的示意大家继续出发。这种果断的领导力让他在康健马眼中成了不可替代的定海神针。但康健马盯着他的背影，心里却泛起了嘀咕：像里昂这种深不可测的人物，之前问自己从哪儿来，真的只是随口一问吗？总觉得那句话明显是话里有话。原本已经稳住的局面突发变故，所有人看着眼前的景象，直接当场炸开了锅。这股气息快得离谱，伴随着里昂凄厉的尖叫，水面下竟然钻出一个巨大的怪物。谁也没想到，在这片本该安全的区域，竟然藏着一只恐怖的恶魔鱼人。里昂重伤倒地，瑞秋和队友们彻底被吓懵了。明明提前侦查过，这怪物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康健马看着眼前的乱局，心里很清楚，现在带着伤员逃跑就是送死。既然已经没了退路，那就只能在这儿跟他拼了。关键时刻通讯竟然全断了。看着队友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康健马迅速接管了指挥权。他一边安排季汉给重伤的里昂治疗，一边命令克洛伊立刻突围去求援。面对步步紧逼的恶魔鱼人，队友们已经彻底慌了神，都在指望康健马能拿个主意。可谁也没想到，他竟然一言不发地走向了最危险的前线。瑞秋急得破口大骂，觉得他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去送死。康健马却只是冷冷地丢下一句，让他们去处理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杂鱼。对他来说，粤菜这种事根本提不起兴趣，眼前这个最硬的骨头才是他真正期待的拿手好戏。在队友们惊恐的注视下，康健马终于要动真格了。他缓缓握住刀柄，周身爆发出的恐怖气场，对他来说，这可是一条难得一见的大鱼。这就是人类和恶魔的差距，哪怕有剑神的加持，想单挑这种级别的怪物，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已经没有退路了，援军赶到还需要10分钟，但康健马现在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在40秒内彻底解决掉这个丑八怪。剑神加持正式开启，现在的康健马已经完全进入了状态。他冷笑着说：“好久没正经切过生鱼片了，今天正好拿着怪物练练手。”另一边的战场上，瑞秋被鱼人死死缠住，鱼人的力气大得惊人，直接一口咬住了瑞秋的长毛，局面瞬间变得非常被动。瑞秋彻底被激怒了，面对死缠烂打的鱼人，他直接爆发出一股强横的力量，强行把这畜生给震飞了。虽然暂时脱了身，但他的体力也快到极限了。后方的辅助卫现在更是心急如焚，季汉想帮忙，却根本顾不过来。里昂的伤势实在太重了，光是维持他的命就已经是极限，根本腾不出手去给瑞秋家祝福。现在的局面只能用惨烈来形容。面对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康健马不仅没退缩，反而提着短刀直接压了上去。这副驾驶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旁观的季汉早就看傻了，光是感受到那股压迫感就让人浑身发冷，甚至开始怀疑现在上去拦他是不是已经晚了。就在这时，恶魔鱼人彻底爆发，紫色的水属性魔法像海啸一样劈头盖脸的砸了下来，要把眼前的一切都彻底粉碎。可康健马却冷静的可怕，他在密集的攻击中快速穿梭，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底细。这怪物显然是个远程法师，专门靠水魔法拉开距离。他冷哼一声，虽然我确实不懂什么魔法，但对付这种玩远程的，我自有我的办法。在康健马眼里，这怪物根本不是什么恶魔，充其量就是一条长了骨头和肉的烂鱼罢了。他根本没打算躲闪，面对迎面而来的高压射线，他直接纵身一跃，强行切入了对方的死角，冲进去，然后砍了他。这一刀快得让人看不清，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恶魔，甚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这凌厉的一击彻底贯穿。可康健马落地后，脸上却没有任何喜悦，反而显得非常急躁。该死，刚才那一刀砍浅了，他根本不打算给对方喘息的机会。既然一刀没能解决，那就再来一刀更狠的。他再次压低重心，整个人化做一道蓝色的流光。这怪物比想象中还要滑溜。康健马持刀落地，心里很清楚，想在这种环境下
抓到他的位置，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更阴险的是，这恶魔竟然专门盯着伤员下手。康健马回头看了一眼季汉，语气平淡地问了一句：“你还行吧？”季汉显然被他的气场镇住了，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点头说自己没事。那这里就交给你了，英雄。丢下这句话，康健马再次化作一道残影杀回战场。英雄这两个字在季汉眼里简直帅炸了，正义勇敢，还要随时准备自我牺牲，听起来确实热血的不行。季汉滔滔不绝地抱怨着，说他在这个顶尖学院里根本没见过一个像样的人。康健马在一旁听得满脸嫌弃，甚至觉得这家伙是不是脑子坏了。在他看来，所谓的英雄头衔根本就是个麻烦，就算真让他当，他也绝对会当场拒绝。季汉当时还嘲笑他，说你虽然实力很强，但离我心中的英雄还差得远呢。可季汉看着眼前的康健马，咬牙切齿地念出了那个名字：康健马，你这个混蛋！这只恶魔彻底疯了，无数紫色的能量弹像鱼群一样，密密麻麻地砸了过来，封死了所有的退路。康健马在攻击缝隙中穿梭，甚至还有闲心评价一句：这速度是不是有点太慢了？可还没等他站稳，局面突然发生了反转。那些被躲开的能量弹竟然在空中猛地掉头，它们像长了眼睛一样，死死咬在康健马身后。这下麻烦大了，只要稍微慢上1秒，他就会被这群紫色怪物彻底吞没。这尖叫声简直要震碎耳膜，恶魔彻底陷入了癫狂，紫色的能量像潮水一样，一波接一波的炸开。康健马的身影快到只剩残影，他在乱石和爆炸中反复横跳，每一次闪避都精准的可怕。那些追踪而来的能量弹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眼看远程攻击完全没用，恶魔叫得更加撕心裂肺。他显然没料到这个人类竟然这么难缠。瑞秋突然发出一声尖叫，提醒季汉小心。季汉整个人都僵在原地，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成了恶魔鱼人的猎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康健马强行切入战场，在空中和恶魔正面硬刚。可这一刀下去，康健马却在心里暗骂一声：该死，又砍浅了。他不停地质问自己，难道想靠这种小伤口赢吗？如果再不拿出真本事，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一道贯穿天地的紫色光柱带着毁灭性的气息射出，这股力量实在太恐怖了。远处的山头被直接削平，整片森林都在剧烈颤抖。一名教官惊呼出声，到底是哪位大神降临？可旁边的同伴却突然打断他，语气冷淡地说：那是下雨打雷了，别瞎想，赶紧带上伤员回学校。大雨刷的一下落了下来，冲刷着满地的废墟。季汉站在雨里一言不发，连周围的小鱼人都吓懵了。看着四散逃窜的小怪，瑞秋一时间有些发懵，难道这帮家伙真的打算就这样撤退了？康健马盯着那片废墟，心里非常清楚，刚才那一刀没能给对方致命伤，这种程度的塌方根本杀不死那个怪物。果然，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碎石漫天飞溅，恶魔鱼人再次冲向云霄。康健马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我就知道这货没死。他头也不回地大喊一声：瑞秋！剩下的杂鱼已经不足为虑，他把后方托付给同伴，自己握紧短刀，迎着那个恐怖的身影冲了上去。看着康健马独自迎战的身影，季汉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以前一直觉得这家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但现在他才意识到自己正在见证一个传奇的诞生。此时的康健马已经听不到周围任何声音，他的世界里只剩下眼前的敌人。他在心里默默倒数10秒钟，要把刚才浪费的时间全部补回来。面对恶魔鱼人撕心裂肺的咆哮和排山倒海般的俯冲压力，康健马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他只是横起短刀，冷冷地吐出4个字：放马过来。这一战胜负就在这10秒之间。倒计时已经开始，康健马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在血红色的领域中，他已经彻底锁定了目标，还要更快，绝对不能停下来。克洛伊已经快到极限了，哪怕耗尽最后一张底牌，他也必须撑下去，因为康健马还在等他。这已经不是在跑路，而是在和死神抢时间。在克洛伊眼里，康健马是他见过最强的人，但他却比谁都讨厌战斗。不到万不得已，他绝对不会轻易拔刀，这种克制才是最可怕的。克洛伊恨自己不够强大，没能帮上忙。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出事了！刚才那是爆炸声。克洛伊心里咯噔一下，康健马你千万不能出事。他拼了命地往回赶，结果脚下一滑，整个人直接翻下了山坡。这种时候绝对不能再在这。他强撑着站起来，继续在雨里狂奔，只要能找到救兵，让他付出什么代价都行。快来个人帮帮他！有人在吗？快来救命啊！克洛伊的嗓子都喊哑了，可回应他的只有死一般的寂静。不对劲，虽然现在的感知很乱，但他能感觉到附近有东西，是鱼人，而且数量多得惊人，他们已经杀到跟前了。克洛伊拼尽全力挥出一刀，却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挡住，这下彻底完了。可等他看清对方的脸，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谢天谢地，是活生生的人。紧绷的神经一旦松开，身体就再也使不上劲了。他低声说了句对不起，接着整个人瘫倒在泥地里。这什么情况？阿贝尔还以为是嫡媳，差点就要直接动手了。其他人赶紧拦住他，这女孩看着眼熟，好像在哪见过。克洛伊已经快撑不住了，他死死抓着最后一丝意识，断断续续的求救。他说康健马出事了，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彻底没了动静。哪怕过了很多年，季汉依然忘不了这一天。这一幕实在太吓人了。康健马现在的样子就像一个老练的厨师，正在案板上处理一条活鱼。这根本就不是在战斗，而是单方面的碾压。怪物在他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这种恐怖的压迫感，季汉这辈子
都忘不了，他比以前变得更强了。康健马的动作太快了，精准的挡开所有攻击，瞬间就杀到了怪物跟前。这一招没有任何花里胡哨，就是最纯粹的斩击。连见惯了大场面的瑞秋，这下也彻底看呆了。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级别的怪物，竟然会被人像切菜一样解决。季汉还在那儿走神，完全没意识到危险已经到了跟前。就在这节骨眼上，瑞秋猛地冲过去，把他扑倒，两人在地上滚了好几圈。瑞秋气得直接开骂，这种时候竟然还敢发呆，是不是真的不想要命了？看着地上被砸出的深坑，季汉这才反应过来，刚才差一点就没命了。对手竟然是个会用魔法的魔族。虽然康健马现在还占着上风，但谁也说不准对方会不会使出什么阴招。就在这一片死寂中，恶魔鱼人发出了低沉的嘶吼，真正的麻烦恐怕还在后头。这怪物彻底疯了，直接使出了压箱底的大招，无数紫色的光束像暴雨一样砸下来，这根本就是全屏攻击。康健马在中间显得太渺小了，这反应简直绝了。面对这种密不透风的攻击，康健马竟然在岩壁上跑出了残影，光束就在他脚后跟炸开，只要慢上半秒，整个人就要交代在这儿。但他可不是只会逃跑，在这一片混乱中，他已经看准了对方的破绽。康健马反手握紧短刀，他要在这必死的局里硬生生杀出一条生路来。真正的反击现在才要开始，快到根本看不清。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瞬间就杀到了怪物跟前。怪物这下彻底懵了，刚才还在疯狂开大，现在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康健马的身影完全笼罩了对方，这一刀蓄力已久，带着必杀的势头横扫过去。本以为这下稳赢了，谁知道这怪物临死还要拉个垫背的。他张开血盆大口，喉咙里的能量已经烧到了眼皮底下，这距离实在太近了，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这要是被正面轰中，后果简直不敢想。远处的季汉急得大喊：“剑马快躲开！”瑞秋也吓得不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死局到底该怎么破？躲不开了，光束已经到了眼前，这下是真的要彻底凉了。可就在这一瞬间，四周的嘈杂突然消失，他竟然站在了一片平静的水面上。这地方完全不对劲，没有敌人，也没有刚才那股毁天灭地的能量。康健马疑惑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水流在指尖跳动，难道在生死关头，他体内的某种力量终于觉醒了？他终于看清了那一线生机，只要这一刀挥出去，所有的绝望都会被斩断。康健马重新站稳了脚跟，眼神里已经没了刚才的慌乱，只剩下一种绝对的冷静。他低声自言自语：“我做到了。”快看他的眼神，红光一闪，这下是真的要开大了。他反手握住短刀，动作没有半点多余，整个人冷得像一块冰。就在这漫天大雨里，他对着深坑中心挥出了最干脆的一刀。这一刀下去，不管是攻击还是防御，全都被他彻底斩断了。一切都结束了，地上的怪物已经彻底没了动静，只剩下最后一点挣扎。身后的同伴都看傻了，谁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果断。这一场恶战总算是落下了帷幕，一个刚入学的新生竟然单枪匹马干掉了一个魔人，这要是传出去，整个学校都要炸锅了。可还没等大家回过神，康健马突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整个人直接瘫倒在地。看来为了赢下这一场，他付出的代价远比想象中要惨烈得多。看到康健马倒下，同伴们急疯了，赶紧冲过去查看情况。幸好里昂没什么大碍，但这地方实在不安全。季汉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难道是刚才那帮怪物又杀回来了？他死死盯着洞口，直到看清来人的样子，悬着的心才总算放了下来。是学校的救兵到了。阿贝尔还没站稳，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满地的怪物残骸。瑞秋根本顾不上这些，他死死抱着满脸是血的康健马，一遍又一遍喊着他的名字。阿贝尔盯着这一幕，心里莫名有些不爽，这两人到底什么关系，非要粘得这么紧？阿贝尔收起心思，冷静地告诉大家，学院的教官最快1小时后到，在这之前谁都不能掉以轻心。他眉头紧锁，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季汉忍不住破口大骂，那些教官之前不是说探索过这破岛吗？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个笑话。阿贝尔没心思听他抱怨，只想让他赶紧把情况说明白。可季汉显然不吃这一套，他最反感别人对他指手画脚。眼看气氛越来越僵，阿贝尔只能放低姿态说这只是一个请求。季汉这才冷笑一声，虽然接下来的话听着很离谱，但他最擅长的就是把不可能的事情解释清楚。阿贝尔满脸写着不信，一个刚入学的新生竟然能单挑干掉突然出现的魔族。季汉倒是回答的干脆，事实就摆在眼前，没什么好抵赖的。这听起来简直比童话还离谱。阿贝尔甚至觉得爷爷以前讲的那些传奇故事都比这事儿更有可信度。可看着满地的战斗痕迹，他心里清楚，这种事情根本没必要撒谎。作为传奇英雄的后裔，阿贝尔从小就是被捧上天的天之骄子，显赫的英雄血统就像一座大山压在头顶。为了不被祖辈的光环淹没，阿贝尔一直拼了命地变强。他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优秀，直到看见了康健马，那种实力上的巨大鸿沟让他第一次感到了恐惧。这种感觉很复杂，既有被超越的挫败，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敬佩，甚至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一直都只是个普通人。但现在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他叫住同伴，赶紧给重伤的康健马进行治疗。看着这个和自己同岁的少年独自一人杀死恶魔族，他心里清楚，这才是真正的怪物。阿贝尔刚松了一口气，季汉就凑了过来，确认他是不是已经联系了学院。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季汉的语气却变得神秘秘。他建议暂时把刚才发生的细节全部瞒下来，
阿贝尔有些不解，可季汉接下来的话让他也陷入了沉思。既然教官说提前搜查过这座岛，那魔族从这么显眼的洞穴里钻出来，他们怎么可能没发现？这事儿横看竖看都透着猫腻。季汉低声提醒，这恐怕不只是失职那么简单，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秘密。李阳直接把话挑明了，他盯着季汉问：“你是不是觉得学院里有内鬼？”季汉沉默了一下，虽然他不想把事情想得那么坏，但现在的情况确实没法排除这种可能。毕竟这么大一个洞穴，教官们只要不是瞎子，绝对不可能漏掉。要不是康健马拼死挡住，这支小队早就全军覆没了。可问题就在这儿，魔族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动手？在长达700年的停战期里，魔族从来不敢动学院的学生，因为这不仅仅是挑衅，更是直接向人类宣战。这次袭击等于彻底撕毁了和平协议。季汉叫住了阿贝尔，他觉得现在的气氛有点太紧张了。虽然警惕内鬼没错，但还没到草木皆兵的地步。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季汉提议大家必须统一口径，把康健马的战绩压下来。毕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果学院里真的藏着间谍，一旦知道康健马能单杀魔族，他立马就会变成对方的头号目标。李昂虽然觉得撒谎不妥，但康健马救了大家的命，这份恩情必须得还。他点头同意了隐瞒真相。就在这时，阿贝尔给出了一个更好的建议，既然不信任学院，不如先去见见他的祖父。看来这件事情的走向已经超出了学生们能解决的范围。阳光洒进了安静的房间，康健马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他意识到自己正躺在医院里，虽然身体还很虚弱，但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他缓缓抬起手，感受着重新连接的意识。大难不死之后，他发现自己似乎变得有些不一样了。那个魔族在临死前发出了最后一记垂死挣扎，那是一团根本无法躲闪的魔法球。可就在那一瞬间，康健马发现自己竟然看清了他的诡计。他手中的生鱼片刀顺势划过，像切开水面一样，直接把魔法球劈成了2半。那种感觉非常奇妙，完全超出了他之前的认知，仿佛整个世界在他眼里都变慢了。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而是他在激活了剑神加护后，身体产生的某种质变。这种力量才刚刚开始觉醒。康健马盯着眼前的系统面板，他的精神韧性又长了一点。难怪之前面对人鱼魔族的时候，他能表现得那么冷静。看来这些属性确实派上了大用场。他随手点开更深层的数值，发现同化率也提升到了 7.2%， 这让他陷入了沉思。难道是因为在那场战斗中，他成功切开了对方的魔法，才导致进度条突然跳了一大截？就在他还没琢磨明白的时候，房门突然被猛地推开，一个身影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还没等康健马反应过来，美迪亚已经一把将他死死抱住。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差点让他当场断气。美迪亚显然是吓坏了，他一边死死抱住康健马，一边对着那些失职的教官放狠话。看这架势，他是真打算把那些人全都给办了。康健马被勒得差点当场断气，好不容易才让这位大姐冷静下来。结果美迪亚一拍脑门，说差点把正事给忘了。只见他从那个神奇的小包里不停地翻找着什么，康健马在一旁看得一愣一愣的，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4次元口袋？终于，他从包里抽出了一把散发着寒气的长刀，这就是给康健马准备的7重奖励——明刀村雨。看着手里这把 B 级明刀，康健马一时间还没回过神。美迪亚有些不好意思，说这种地方送礼确实太简陋了。就在这时，美迪亚突然对着门口大喊：“老头子，你躲藏干什么？赶紧给我进来！”齐格弗里德尴尬的咳嗽2声，一边抱怨美迪亚没大没小，一边慢悠悠的晃了进来。看着这两人吵吵闹闹的样子，康健马心里咯噔一下，这种莫名的既视感到底是从哪来的？堂堂剑皇和理事长怎么会亲自跑到病房来？美迪亚收起了平时的玩笑，语气变得异常沉重。他说这次期中考试的意外完全是学院的失职，想到大家差点在考场丢了命，美迪亚当场立下重誓，一定要把背后的真相查个水落石出，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一直没说话的齐格弗里德这时也终于开了口，他说康健马这次立了大功，因为他救了所有人的命。面对夸奖，康健马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美迪亚的神色却变得有些复杂，他说虽然康健马立了大功，但为了查清真相，学院必须暂时封锁所有消息。更糟糕的是，美迪亚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竟然就藏在学院内部。看着康健马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美迪亚忍不住吐槽，说他小年纪却老气横秋，真该像个普通孩子那样撒个娇。毕竟在大家眼里，现在的康健马简直就像个住进少年身体里的老灵魂。离开病房后，两人并肩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美迪亚突然停下脚步，像是想起了什么有意思的事。他转过头问齐格弗里德，还记不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候的齐格弗里德可远没有现在这么稳重。美迪亚笑着翻起了旧账，说齐格弗里德当年躺在长椅上装酷，别人让他挪个位子，他竟然二话不说就直接拔剑。最离谱的是，他当时还一脸冷酷地警告别人说不要命令他，这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中二病。面对这种尴尬的黑历史，齐格弗里德面无表情地看向窗外，直接来了个死不承认，说自己压根不记得有这回事了。美迪亚看着窗外的景色，忍不住感叹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他已经在学院待了整整60年。他说当年他们入学的时候，这里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老古董了，哪怕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学院依然屹立了700年不到。美迪亚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他在脑海中反复复盘，早在期中考试开始之前，他就已经对那座岛进行了多次摸底。
因为传闻那里有恶魔鱼人出没。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自认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做好了所有的应急预案，可结果却还是出乎意料。这种百密一疏的挫败感让他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直到齐格弗里德走上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唤着他的名字，才把他从那段混乱的回忆里拉了回来。美迪亚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解释说自己只是走神了。但齐格弗里德心里清楚，眼前的这个女人此刻正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美迪亚这下彻底成了康健马的迷妹，拉着齐格弗里德不停地夸赞，说这小子简直强得离谱，竟然凭一己之力就搞定了那个鱼人。看着美迪亚那副兴奋的样子，齐格弗里德表面上一脸嫌弃，心里却比谁都清楚，康健马展现出来的是那种真正意义上天生的才华。他这辈子见过太多所谓的时代宠儿，但大多数人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会失去光芒。在那些视荣誉如命的英雄家族里，天才这个词早就被用烂了，只要孩子表现出一点点潜力，就会被长辈们捧上天。齐格弗里德对这个词有着近乎偏执的严苛，甚至连他最疼爱的孙女阿贝尔，他都严禁别人用天才来形容，因为在他眼里，普通的天赋根本配不上这两个字。但看着康健马，齐格弗里德第一次动摇了。这个少年的潜力深不可测，仿佛天才这个词就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他甚至开始在心里暗暗期待，如果让这小子继续成长下去，他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甚至能不能触及到那个连自己都梦寐以求的境界。齐格弗里德停下脚步，转过身叮嘱美迪亚，让他这段时间先留在学院里，哪儿都别去。美迪亚听完忍不住笑了，调侃这位老伙计，说他之前明明答应过要留下来帮自己收拾烂摊子，他甚至还开玩笑地问对方是不是年纪大了，已经开始老糊涂了。结果齐格弗里德直接开启耍赖模式，一脸淡定地回答，说自己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康健马回到了学校，他在岛上斩杀魔族的消息已经被校长彻底封锁了。看着同学们在那无忧无虑的打闹，他这种深藏功与名的感觉还真是有够微妙的。出院后的第一件事，他就直奔学校的铁匠铺。毕竟对于现在的他来说，重塑并强化手里的这把村语才是当务之急。康健马把刀递给铁匠，客气的请求帮忙强化一下。没想到运气爆棚，刚好赶上学校700周年的庆典活动，铁匠大手一挥，直接给了他一个白嫖的名额。康健马心里正美滋滋的期待着，希望这次强化能顺顺利利，让武器的威力再上一个台阶。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呼喊，直接打断了他的思绪。原来是克洛伊这个商号，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走过来，关心的询问康健马的出院情况。康健马也没想到这姑娘伤成这样，居然还这么有精神。克洛伊倒是挺乐观，说多亏了季汉奶妈帮他做了紧急处理，医生说只要再过1个星期，他就能彻底丢掉这副拐杖了。看着克洛伊在那自卖自夸，康健马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只要同伴们都没事，那这场仗打的就值了。不过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虽然最后是他补了刀，但这份功劳绝对不能自己独吞。如果没有克洛伊的求救信号，没有瑞秋和季汉的全力支援，局面根本撑不到最后。康健马坐在座位上，还在琢磨那个叫里昂的家伙，就凭那种半吊子的水平，居然也敢去挑战魔王，这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一张通往地狱的单程票。就在他想得出神的时候，教室门突然被推开，教官扯着嗓子大喊，让所有人都赶紧闭嘴坐好，说是在训练集会开始之前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教官清了清嗓子，说接下来的课程会有一位新的共同教官来负责。底下的学生们顿时炸开了锅，大家都在私下嘀咕，这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加人了？可当那位新教官真正露面时，大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位传说中的剑皇竟然会出现在这种地方。看着齐格弗里德走上讲台，康健马也愣住了，这位顶尖大佬亲自下场代班，接下来的校园生活恐怕要变得天翻地覆了。旁边的教官连大气都不敢喘，只能老老实实的退到一边。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多余的动作都显得多余。康健马心里满是疑惑，这老头子放着轻浮不响，跑到学校里来当教官，到底是在打什么算盘？深夜的寂静被瞬间打破，学院长老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被一股巨力撞在墙上。还没等他爬起来，一只冰冷的手已经死死锁住了他的喉咙。学院长老吓得魂飞魄散，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教官对不起。眼前的这个女人根本没打算听他废话。直到这时，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才彻底曝光，她竟然就是传说中的第5军团长埃尔·阿科尔。埃尔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一边摆弄着手里的毒蛇，一边冷冰冰地问，给你机会的时候为什么不乖乖听话呢？长老刚想开口求饶，迎接他的却是毫不留情的一击，这一巴掌下去，连空气都凝固了。埃尔若无其事地嚼着蛇肉，语气里全是杀意，带了帮手还抓不住一个候选人，简直就是一群废物。因为你们的无能，目标现在正舒舒服服地待在学院里，而犯错的人必须付出代价。长老还想继续解释，但这位杀神显然不想再听任何废话了。看来这顿打还没让你长记性。埃尔冷笑着说，你是不是压根没把我放在眼里？还没等长老反应过来，这一脚已经重重地闷在了他脸上。长老嘴上不敢说，心里却恨得牙痒痒，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羞辱成这样。埃尔嫌弃地擦了擦鞋上的血迹，语气里满是不可思议，堂堂于人族，竟然会被一群1年级的小鬼给收拾了，这事听起来确实离谱。长老壮着胆子补了一句，其实对方只有一个人。埃尔的动作瞬间停住了，一个人？
难道又是那个叫李昂的家伙干的？长老顶着巨大的压力，终于吐出了那个名字，是今年的首席生康健马。听到这个名字，埃尔先是愣了一下，随后露出了一个玩味的笑容，原来是那个特招生啊！这下事情变得有意思了，既然他这么爱出风头，那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学院的操场上，教官的嗓门大得能震碎玻璃，所有人都在拼了命地狂奔。康健马跑得整个人都快散架了，看着旁边拄着拐杖加油的克洛伊，他心里别提多羡慕了。这种时候能休息1秒钟都是奢侈。就在他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嫌弃的声音，说他跑得实在太慢了。康健马转头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位穿着运动服的老头，竟然是齐格弗里德大佬，不仅跑得轻松，甚至还有闲心问他是不是期中考试的伤还没好。康健马只能硬着头皮回答没有，但他心里已经彻底崩溃了。要知道，齐格弗里德可是原作里真正的战力天花板，不仅是初代剑圣的后裔，更是未来人类最强的守护者之一。按照原本的剧情设定，他应该是主角里昂的剑术导师，在故事后期，那可是左右世界命运的关键人物，身份尊贵的让人不敢直视。可现在康健马彻底懵了，这种本该在后期才登场的顶级大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甚至还穿着一身运动服，在这儿陪他晨跑？康健马在心里疯狂吐槽，这剧情已经不是跑偏了，简直是彻底崩了。大佬，你赶紧去找主角里昂吧，求求你别再盯着我了。虽然康健马知道里昂最后并没有继承剑圣的名号，但这并不代表这种级别的怪物可以随便乱跑。现在的局面让他感觉浑身都不自在。齐格弗里德一边跑一边训话，语气严肃的让人不敢反驳。他说，不管你天赋有多高，如果身体素质掉链子，那一切都是白搭。他大声命令康健马不准偷懒。康健马虽然已经快到极限了，但在这种威压之下，只能扯着嗓子拼命回应。齐格弗里德显然还不满意，嫌康健马的声音太小，康健马干脆豁出去了，用全身力气吼出了那句：是的，长官明白了。看到康健马这副拼命的样子，齐格弗里德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神情，但这只是个开始。他留下一句跟紧我，随后速度再次飙升。齐格弗里德这速度简直离谱，唰的一下就没影了。康健马在后面看得怀疑人生，这老头怕不是开了挂，怎么感觉越活越年轻了？还没等大家喘口气，齐格弗里德又宣布了一个新规，从现在开始，除了实地训练，谁也不准动用自己的私人武器。话音刚落，一堆破铜烂铁就砸在了地上，里面全是些生锈的铁锹和耙子，甚至还有干农活用的叉子。这场面简直让人看傻了。齐格弗里德指着这堆垃圾说，你们的任务就是从这里面挑一个，然后彻底掌握它。学生们面面相觑，这哪是剑术学院的训练，这分明是要去开荒种地啊！大佬的心思果然没人能猜得透。康健马整个人都麻了，那堆破铜烂铁里面甚至还混着一把生鱼片刀，这分明是收废品现场。有个学生终于忍不住了，当众质疑齐格弗里德，觉得放着家传的高级武器不用，跑来练这些破烂，简直是浪费时间。齐格弗里德冷笑一声，直接给出了一个硬核理由。他说，人一旦依赖上神兵利器，就会产生一种错觉，误以为武器的威力就是自己的实力。那个刺头学生还不服气，觉得好马就该配好鞍，用高级武器弥补技术不足，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齐格弗里德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他一字一句地告诉所有人，如果你的基本功烂透了，那再好的神兵利器也只不过是给猪戴上了珍珠项链。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抱怨自己的装备。康健马在台下听得连连点头，觉得这老头虽然平时没个正经，但讲起道理来确实没毛病，基础扎实了，拿什么都能当神兵利器。紧接着，齐格弗里德抛出了杀手锏，他说，只要能练好这些普通武器，年终考核就能拿高分，甚至还有机会直接晋升。这话一出，刚才还一脸嫌弃的学生们瞬间就像变了个人，大家疯了一样冲向那堆破烂，生怕慢一步就抢不到了。康健马看着眼前这混乱的场面，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老头不仅剑术厉害，画大饼的本事更是炉火纯青，看来以前真是小看他了。原本死气沉沉的训练场被他几句话就给彻底点燃了。康健马还是慢了一步，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地上只剩下一把生鱼片刀破烂。齐格弗里德突然宣布，今天的任务是熟悉武器，而且要直接进行1对1实战，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那种。学生们这下全慌了，在没有亚空间保护的情况下对练，万一失手了，那可是要见红的。齐格弗里德却根本不听这些，他冷冷地告诉所有人，只有面对真正的危险，你们才能像个战士一样成长。如果不动脑子乱挥手里的家伙，下一秒你们可能就会亲手杀掉自己的同伴。为了让这帮菜鸟开开眼，齐格弗里德决定亲自下场，来一场真正的实战示范。这可是活久见的场面，台下的学生们全疯了。以前这种级别的战斗只能在视频里刷到，谁能想到今天能看现场直播？但作为对手的教官袁彬，现在想死的心都有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到了8辈子没，居然要跟这位杀神对练。他甚至已经在心里写好了遗书，觉得今天肯定要交代在这了。就在他准备开口求饶的时候，局面却突然发生了反转。齐格弗里德并没有对他动手，而是转过头冷冷地喊出了另一个名字：康健马。随着这个名字被喊出来，原本拥挤的人群竟然自动分出了一条路，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康健马的身上。齐格弗里德死死盯着他，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让他直接到前面来。周围的人全看傻了，都在私下议论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能让这种大人物亲自指点。康健马心里一阵无语，这些话他可全都听得见。
齐格弗里德开口问：“之前的伤好了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的语气瞬间变了。既然身体没问题，那就别废话了，直接拿起你的武器。虽然这只是一场练习赛，但对手可是传说中的剑帝。康健马心里很清楚，一旦真的动起手来，今天恐怕很难全身而退，搞不好要断只手，甚至连命都要丢在这。可奇怪的是，他的本能竟然在兴奋，这种渴望战斗的感觉完全压不住。就在气氛紧绷到极点时，康健马却突然开口了。他说自己根本不是剑帝的对手，请求对方收回长剑。这一下全场都炸锅了，周围的同学开始疯狂嘲笑，觉得这小子就是个怂包。面对这种羞辱，康健马一句话也没说。齐格弗里德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扎心。他质问康健马到底有没有自尊，打算装傻躲到什么时候？这种天赋给了一个胆小鬼，简直就是浪费。自尊这两个字对康健马来说比命还重，那是他爬到巅峰的唯一理由，也是他绝对不能丢掉的东西。他心里很清楚，齐格弗里德这是在故意激他。可看着周围人的目光，听着那些刺耳的话，康健马的理智开始动摇，他的手已经死死握住了刀柄。眼看康健马要动手，旁边的教官急忙想冲上去拦着，但齐格弗里德却抬手示意，谁都别插手。齐格弗里德心里很清楚，这小子已经下定了决心。现在的康健马跟刚才完全判若两人。在一片死寂中，康健马缓缓开口，他正式接受了这场挑战。随着他拔出短刀，整个人的气场彻底爆发。看着步步逼近的康健马，齐格弗里德知道自己没看错，这小子的身上竟然有那个人的影子。即便已经活到了70岁，当年的那一幕依然像刚发生一样清晰，那是他这辈子关于剑术最深刻的感悟。那时候的他还很年轻，在那个还不成熟的年纪，他遇到了一位改变他一生的独臂流浪骑士。那位骑士展现出的剑术，直到今天依然让他感到震撼。从测试那天开始，齐格弗里德就盯上了康健马，因为在这个少年身上，他看到了消失已久的希望。他这辈子都在追求更高的突破，而眼前的康健马就是指引他走向终点的唯一线索。为了跨越那道最后的门槛，齐格弗里德不再保留，他摆出最完美的架势，真正的巅峰对决现在才正式开始。齐格弗里德率先发难，这一剑的角度极其刁钻，换做普通人早就没命了。可康健马接下来的反应让所有人都没料到，他不仅没有后退躲闪，反而迎着剑锋直接冲了上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连齐格弗里德都愣了一下，两人瞬间撞在一起。短刀与长剑剧烈摩擦，火花在眼前疯狂炸裂。齐格弗里德死死盯着对方，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小子竟然有这种胆量，敢跟他正面硬碰硬。康健马的刀法实在太诡异了，像飞燕一样飘忽不定，每一击都直指要害，逼得齐格弗里德只能不断防守。这小子的身体素质跟以前相比，简直变了个人，竟然能正面把这位老将逼退。但齐格弗里德毕竟是顶级强者，他稳住身形，手中的长剑突然爆发出刺眼的光芒。既然快攻挡不住，那就用绝对的力量来压制。这一剑可没你想的那么轻。围观的学生们全都看傻了，心里全是嫉妒和不服。在他们眼里，康健马不过是个运气好的普通班学生，凭什么能让剑皇大人亲自出手？这些人在台下阴暗地想着，最好能把那个狂妄的小子彻底打回原形，让他当众哭着求饶。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周围的学生还在纳闷，为什么这两个人站着一动不动，甚至觉得这场对决有点无聊。可旁边的教官已经看傻了，他原本还不相信剑皇的评价，现在才发现康健马这小子的水准简直深不可测。教官上前提醒，生怕这种级别的对抗会波及旁人。可齐格弗里德却表现得很淡定，他轻声说道：“别担心，我只是在确认一件事，如果我的直觉没错，这小子很快就能踏入那个地方。”教官愣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那个地方难道是传说中的禁区？这种高层次的交锋根本不需要废话，只要刀剑相撞的一瞬间就能把对方看得精透。原来这场对决已经进入了传说中的精神领域，能在这个年纪踏入这种境界，甚至正面挡住刚才那一击，连齐格弗里德都觉得不可思议。最让老人家感到恐怖的是，康健马这小子竟然在战斗中实时进化，每一秒都在变得更强。既然你这么有潜力，那我也没必要再留手了。齐格弗里德握紧长剑，巨大的剑灵虚影瞬间笼罩全身。原本两人只是在精神领域交手，可谁能想到这股力量竟然强到直接打穿了次元。恐怖的蓝光在现实操场上轰然炸裂，围观的学生们还没反应过来，教官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了。这哪里还是什么模拟切磋，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斗气。这种级别的力量竟然能强行突破精神束缚，直接干涉现实世界，这下场面彻底失控了。说好的只是测试一下，结果齐格弗里德这老头越打越狠，旁边的教官彻底坐不住了，他一边大喊着让两人住手，一边不顾一切地冲向战场中心，因为他很清楚，再这么打下去绝对要出人命。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美迪亚竟然从天而降，他当场对着齐格弗里德大吼：“你到底在对自己的学生做什么？难道你真的疯了吗？”谁能想到齐格弗里德竟然主动开口道歉，但这句对不起反而让美迪亚彻底炸毛了。他指着齐格弗里德的鼻子破口大骂：“费了这么多劲才争取到的名额，你居然对一个学生下这种狠手，简直是老糊涂了！”齐格弗里德站在原地，只能无奈地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可他心里却很清楚，刚才那一瞬间他确实没收住手。面对那个拿刀的康健马，他竟然不由自主地使出了全力，这下事情真的闹大了。美迪亚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活了50多年的老顽固，今天竟然连续道了2次歉，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他忍不住质问齐格弗里德：对付一个学生，至于动用那种级别的杀招吗？万一真出事了，谁来负责？可齐格弗里德接下来的话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齐格弗里德坦白说，如果不使出全力，他刚才根本压不住那个少年，这简直太荒谬了。虽然知道康健马天赋异禀，但谁能想到他竟然能把这位顶级剑客逼到这种地步？局面已经完全超出了预料。这个少年的实力恐怕比所有人想象的还要恐怖。齐格弗里德语出惊人，他说那个少年竟然已经踏入了意念的境界，这可是无数剑客梦寐以求的高度。美迪亚听完直接坐不住了，要知道强如齐格弗里德也是快30岁才摸到门槛，一个17岁的孩子凭什么能做到？齐格弗里德盯着眼前的茶杯，语气里也透着一丝无奈。如果这世上真的有某种东西能让人彻底无视经验的差距，那只能是纯粹到恐怖的天赋。美迪亚已经听不下去了，这种事简直违背常理。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少年的安危，他急匆匆地冲向训练场，大声呼喊着康健马的名字。刚才那一战，这孩子到底怎么样了？在那一瞬间，美迪亚身为导师的尊严彻底崩了。面对爆发的康健马，他心里竟然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恐惧。这种令人脊背发凉的感觉，他只在面对那些顶级魔头时才感受过。可现在，这种压迫感居然来自一个学生。美迪亚沉默了很久，他意识到齐格弗里德刚才没有夸大其词，那个少年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怪物。他转过头，死死盯着正在喝茶的齐格弗里德，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齐格弗里德，刚才那一战，你是不是真的输了？听到美迪亚的质问，齐格弗里德当场就炸毛了，他扯着嗓子大喊：不可能！就算康健马天赋再高，也绝对比不上当年的自己。他甚至开始找起了借口，说刚才只是因为没带趁手的武器，如果真家伙在手，局面绝对不会是这样。美迪亚听完直接冷笑出声，平时总说高手从不抱怨装备，结果现在自己被打脸了，就开始拿武器当挡箭牌，这番话简直是杀人诛心。美迪亚斜着眼看向齐格弗里德，直言他现在的样子看起来真的很丢人。这下齐格弗里德彻底破防了，两人在屋里直接开火，谁也不肯退让半步。这顶级强者的尊严今天算是彻底碎了一地。深夜的房间里，康健马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白天那场恶战，齐格弗里德那副拼命的架势，到现在还清晰的像在眼前。他忍不住吐槽，这位传说中的剑皇脾气简直火爆的不讲道理，完全就是个老顽童。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要不是美迪亚及时出手拦着，刚才那种局面恐怕真的会演变成无法收场的灾难。最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还是那种玄之又玄的意念境界，以前只是听说，今天亲身体验过之后，那种感觉真的太奇怪了。所谓的意念境界，说白了就是把武器玩到了极致，这是一种只有极少数顶尖大师耗费一辈子心血才有可能开启的特殊领域。在这个世界里，能自由出入这个境界的英雄，2只手都数得过来，门槛高的简直离谱。就拿那个自带主角光环的里昂来说，哪怕有各种加成，他也足足闭关特训了3年，才勉强摸到了这道门。康健马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既然连天才都要熬上3年，那为什么自己现在就能直接做到？这种完全不讲道理的跨越，让他心里猛地沉了一下。康健马终于想通了其中的关键，算上前世，他用这把生鱼片刀已经超过20年，这种刻进骨子里的手感才是他最强的底牌。每当他发动剑灵加护的时候，那种超越感知的专注力就会瞬间爆发，前世的经验和今生的力量在这一刻彻底融合。他心里很清楚，一味的逃避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与其被动的被局势牵着走，不如主动出击，把眼前的麻烦一个一个解决掉。他缓缓站起身，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既然已经摸到了意念境界的门槛，那就干脆玩个大的。如果能自由掌控这股力量，哪怕不依靠剑灵的加护，他也一样能在这场残酷的博弈中杀出一条血路。康健马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手里那把短刀正散发着幽幽的冷光。他决定不再等待，要靠自己的意志强行闯进那个禁忌的领域。就在他凝神的一瞬间，周围的空气开始剧烈波动，原本熟悉的房间竟然像褪色的照片一样，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强行抹除。紧接着，整个空间开始像镜子一样，咔嚓一声，彻底碎成了无数片。现实与虚幻的界限在这一刻被他生生撕开。随着空间彻底炸裂，一股恐怖的气息瞬间笼罩全场。康健马站在风暴中心，身后竟然浮现出一只巨大的虚影。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练习了，他强行开启的是一个足以吞噬一切的怪物级境界。刚才那种排山倒海的力量，竟然在这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康健马看着空荡荡的手心，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学院高层的秘密会议现在已经吵翻了天，这次你真的做得太过了，长老。另一人接着附和，这简直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为了除掉眼前的麻烦，这帮老家伙竟然连恶魔都敢动用，在他们眼里，只要能达成目的，跟谁联手都无所谓。有人提议必须彻查那个叫康健马的学生，他在分班考试的表现实在太不正常了，甚至有人怀疑他才是那个预言中的勇者。但立刻有人反驳，真正的候选人不是里昂吗？虽然那小子现在还是个半吊子，连加护都还没觉醒。更让这帮人坐不住的是，美迪亚竟然在封锁消息，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保护学生，实际上却把康健马藏得死死的。这种反常的举动让所有人都感到了威胁。再加上剑皇齐格弗里德竟然也亲自跑到了学院，这帮高层彻底慌了。他
他们决定不再顾及后果，必须赶在事情失控前，把所有不稳定的苗子全部斩草除根。这帮学院长老为了保住权力，已经彻底撕下了伪善的面具。在他们看来，自从美迪亚掌权以后，他们这些老家伙就成了过时的古董，没人再把他们的权威当回事。为了重新掌控局面，他们竟然想出了一个阴毒的计划，那就是制造一个公敌，只要除掉那个威胁魔王的勇者，他们就能再次以救世主的身份继续愚弄那些无知的民众。但这些老家伙做梦也没想到，会议桌上竟然坐着内鬼。这个潜伏在长老院的男人正打算用最极端的蛮力强行把所有人的意志扭曲在一起。魔王军第5军团长埃尔阿科尔现在已经愤怒到了极点，死亡命令已经正式下达，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直接求死来的痛快。坐在高位上的老者语气冰冷的让人发毛，他下达了命令，而这个命令的目标正是西西里审计者康健马出现在铁匠铺里。还没等他开口，那个大胡子铁匠已经吓得瘫倒在地，嘴里疯狂喊着饶命，仿佛看到了什么索命的恶鬼。打了30年铁的老铁匠这回也是开了眼了，他直言这把剑邪门的很，就像是有自己的意识一样，根本不让人碰，只要锤子一落下去，剑身竟然自己崩断了。换成一般的铁匠，这宝贝早就成了一坨废铁，得亏他拼了老命，才勉强让这把剑成型。康健马在一旁听着没说话，但他心里很清楚，能把这种凶物驯服，这铁匠确实有2把刷子。虽然这把剑看着挺唬人，但硬度竟然只有1级，说白了就是个脆皮。铁匠魏乐表示歉意，提议只要康健马能找来材料，他就免费帮忙强化。康健马一听就火了，万一这破玩意儿再断了，那不是白忙活一场吗？铁匠赶紧解释，这把剑可是有1级的潜力，只要能弄到那种100%成功的宝贝，可问题就在这儿，那种顶尖材料只有在A级魔兽身上才有，那可是要玩命的买卖。康健马看着手里的刀，心里开始打退堂鼓，为了强化个装备去拼命，实在是不划算。更何况这钱包也实在是遭不住了。他先是盯着铁匠确认，你确定能强化成功吗？铁匠拍着胸脯保证，绝对没问题。可谁能想到，康健马反手就开始算账，既然之前的 B 级剑成了废铁，那铁匠就要退他1半的钱，这一开口就是1000万。铁匠听完差点没当场背过气去，他大喊着自己已经免了强化费，这小子怎么还不依不饶的？康健马可不管这些，他拎着断刀走上前，反正本来也要测试性能，这把破刀正好拿来当个试验品。铁匠这下是真的慌了，一边道歉一边疯狂砍价，想把赔偿金压到500万。康健马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冷的吐出3个字：1000万。铁匠急得直跳脚，喊着800万已经是极限了，还不停的抱怨说 B 级武器的残骸根本不值钱，自己这回真是亏到家了。可康健马根本不想听他废话，周身的气场瞬间炸裂，那眼神就像是要吃人一样。他只说了一句话：拿来。面对这种绝对的压迫感，铁匠最后的一点心理防线彻底崩了，他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只能乖乖认栽。换了新武器之后，康健马的各项属性全面起飞，战斗力直接上了一个台阶。更让他惊喜的是，那个一直不敢乱用的剑神祝福竟然出现了转机。以前他最忌讳这个技能，就是因为副作用太强，用一次就像被千刀万剐一样，疼得根本没法正常战斗。虽然刚才测试了一下，那种感觉还是让人想撞墙，但比起以前那种要命的折磨，现在起码能喘上气了。康健马心里很清楚，只要继续把等级刷上去，这种痛苦就会越来越轻，到那时候他就能彻底掌握这份力量，实现真正的无伤开大。康健马现在算是摸清门道了，只要武器够强，武装等级就会跟着往上涨。他已经计划好了，等期中考试一结束，就把强化装备当成头等大事。如果能一直这么变强下去，或许就能解开那个终极谜团，到底是谁把他扔进这个鬼地方的。正当他想得入神，克洛伊突然从背后冒了出来，吓得康健马手一抖，连筷子上的肉都掉了。他尴尬地放下碗，直说自己突然没胃口了。不过康健马很快发现，克洛伊腿上的石膏竟然拆了，虽然还拄着拐杖，但看起来恢复的不错。他赶紧关心地问了一句：你的身体已经没问题了吗？克洛伊现在兴奋的不行，非说骨头这玩意儿越断越硬。康健马听得一脸黑线，心想这又不是练肌肉，哪有这种离谱的逻辑？正说着，康健马突然凑了过去，克洛伊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他的手碰到了自己的脸，原来是嘴角粘了个米粒。这一下，克洛伊整个人都宕机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结果脚下一个没站稳，直接摔了个大跟头。康健马刚想伸手去扶，克洛伊却被长椅上的一个东西吸引了注意力，他一眼就看中了长椅上的武器，兴奋地拿起来比划，直夸这把刀长得真帅。康健马在一旁有点不好意思，只能点头承认。克洛伊越看越喜欢，觉得这刀不仅漂亮，手感也完全不像个1级货。可这话一出口，气氛瞬间就尴尬了。克洛伊恨不得抽自己一嘴巴，赶紧解释说等级低也有等级低的好处。康健马倒是没往心里去，笑着说铁匠已经把钱退了，还答应以后免费帮他强化，只要材料凑齐，这把刀迟早能派上大用场。克洛伊赶紧顺着杆子往上爬，说他以前拿把生鱼片刀都能横着走，现在换了正经装备，那还不得原地起飞。康健马礼貌地回了声谢谢，可他心里却在犯嘀咕，自从上次干掉鱼人之后，对付终极魔兽已经不在话下。他之所以急着强化武器，纯粹是想在战斗的时候能让自己少受点罪。见他一直叹气，克洛伊还以为是自己说错了话，赶紧低头道歉。康健马无奈的摆摆手，说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主要是看着
这把破烂村语，心里实在是堵得慌。可他没注意到，克洛伊的眼神已经彻底变了。在他看来，不管是那个偷工减料的铁匠，还是任何让康健马受委屈的人，通通都该死。直到康健马大喊一声他的名字，他才猛地打了个冷战，从那种疯狂的状态中回过神来。康健马突然沉默了，他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死死盯着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他一言不发地站起身，径直朝那棵大树走去。克洛伊在后面看得一脸懵，完全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就在这时，康健马猛地抬起腿，对着那棵大树就是一记重踢，伴随着一声巨响，洛克斯重重地摔在地上。康健马脸上写满了厌恶，这帮躲在暗处的苍蝇真是一个比一个烦人。洛克斯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嘴里还骂骂咧咧，觉得自己刚才实在是太大意了。康健马的手已经按在了刀柄上，克洛伊紧张地躲在他身后，大气都不敢喘。可康健马仔细闻了闻，对方身上并没有血腥味，看来这家伙出门连武器都没带。既然不是来拼命的，康健马也懒得再动手。他冷冷地看着对方，直接开门见山地问了一句：“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这话一出，洛克斯瞬间僵在原地，半天没憋出一个字来。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到了极点。康健马一脸淡定，说自己早就把话讲清楚了。洛克斯听完支支吾吾半天，才憋出一句话，说他这次过来确实不是为了之前那点破事。他犹豫地看了看克洛伊，心想反正这事儿也瞒不住，干脆心一横，直接盯着康健马的眼睛，打算把事情全部抖出来。原来学院里的那帮老家伙已经彻底坐不住了，他们下达了最后的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康健马从这个世界上彻底除掉。康健马怎么也没想到，学院里那帮有头有脸的老家伙竟然会自降身段来对付他。克洛伊更是气得不行，直接质问他哥：“难道你这次过来也是为了帮他们杀人吗？”洛克斯冷笑一声，直呼克洛伊的名字，嘲讽他离家太久，连反应都变得迟钝了。这话彻底激怒了克洛伊，他猛地拔出武器，大声喊着让康健马后退，打算独自了解这段家务事。洛克斯看着妹妹的架势，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看来他的直觉还没完全退化，依然能感受到那股致命的威胁。洛克斯盯着康健马，语气变得异常凝重：“不管你之前到底做了什么，那帮老家伙现在已经像疯了一样盯着你不放。他们为了除掉你，竟然绕过学院首领，私下里下达了暗杀指令。这种坏规矩的做法，让家族内部也产生了分歧。但长辈的命令，没人敢不听。”洛克斯冷冷地警告康健马，如果这股压力继续下去，家族迟早会对他展开全面调查。洛克斯转头看向克洛伊，语气虽然生硬，但意思很明确。作为家族的一员，克洛伊必须知道自己正处于危险中。康健马坐在一旁默默听着，心里却已经看穿了一切。这个男人表面上是在维护家族的原则和面子，可说到底，他其实是担心自己的妹妹被牵连。看着洛克斯欲言又止的样子，康健马主动开口问他到底还有什么话没说完。洛克斯沉默了片刻，突然提到了上次见面的事。他说康健马之前没说错，克洛伊只有待在康健马身边，才是发自内心的感到开心。连他这个当亲哥哥的都从来没见过妹妹露出过那样放松的神情。康健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诺克斯继续说着：“既然克洛伊选择了你，那就别再让他受任何伤害了。”这番突如其来的托付让康健马彻底懵了。康健马听得一头雾水，这都哪根爱啊？他的腿受伤跟我又没关系。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尴尬。诺克斯沉默了半天，突然话锋一转，他盯着康健马问：“我最后再问你一件事，你到底是怎么变强的？”听到诺克斯夸自己强，康健马自嘲地笑了笑。在他眼里，真正的强者得像剑皇那样，随时随地都能挡住所有威胁，而自己这种每天只能爆发不到1分钟的水平，根本没资格谈什么强大。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诺克斯既然把家族秘密都说了出来，就绝对不会轻易罢休。他冷不丁地回了一句：“诺克斯，你现在最缺的就是那股豁出命去的狠劲。”这话一出，轮到诺克斯愣在原地了。康健马盯着诺克斯，语气变得异常严肃。他说：“不管你是什么天才，没经过实战的洗礼，永远练不出那种真正的杀气。如果一直窝在学院里，你很快就会碰到成长的天花板。只有去外面闯闯，才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这一通突如其来的说教把诺克斯整不会了，他站在原地半天没吭声。康健马也觉得气氛有点怪，小声嘀咕了一句：“反正我也没说错，赶紧走吧。”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留下诺克斯一个人在风中凌乱。讲台上，教授正聊着天上的神，康健马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因为他发现学院的那帮长老已经盯上他了。这帮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们是传说中7大弟子的后裔。在游戏里，这群家伙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专门给主角使绊子，被玩家们叫做腐败的残党。康健马在笔记本上飞快地梳理着，这股势力不仅在学院，甚至在全世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可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到底做了什么，竟然成了这帮老家伙的眼中钉。康健马看着笔记本上的一条条记录，忍不住叹了口气，自己这段时间确实惹了不少麻烦，又是毁掉训练场，又是救下里昂。原本想过安稳日子，结果现在成了全校最出风头的人。可他转念一想，就算自己再怎么闹腾，那帮高高在上的长老们也没理由亲自下场来对付他，这根本就不合逻辑。就在这时，他脑子里闪过几个关键词：斯科普利岛、里昂，还有那条鱼人。康健马猛地意识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那帮老家伙的目标根本就不是他。
长老们真正要对付的人是里昂，而自己只不过是他们清理路障时顺带要踢开的绊脚石。虽然美迪亚已经极力掩盖，但他击败鱼人的消息肯定还是传到了那帮贵族老头耳中。更可怕的是，这帮人不仅想阻碍里昂，甚至还想彻底除掉他，除掉这个被选中的英雄候选人。康健马越想越觉得心惊，那帮长老很可能已经跟恶魔串通好了，为了保住手里的那点权力，他们竟然连一个学生都不放过。这已经不是腐败那么简单了，这帮人根本就是想让整个学院陪葬。康健马恨不得现在就冲进长老院，把那帮混蛋全部宰了。讲台上的教授还在催着记笔记，可康健马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他的笔记本上全是乱七八糟的杀意。既然要硬碰硬，现在的装备肯定不够看，他决定去地下城强化武器，顺便再找个靠谱的帮手。要是克洛伊在的话，事情应该会简单很多。比起只会蛮干的瑞秋，康健马更想要一个有脑子的队友。他盯着笔记本，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名字：神速剑。既然决定了，那就要赶紧行动，找这家伙帮忙准没错。可他刚走出教室，还没来得及去找人，麻烦就先找上门了。一个不长眼的壮汉拦住了去路，张口闭口就骂康健马是下等人，还嘲讽他这个特招生没资格在这待着。康健马看着眼前这个叫嚣的家伙，心里只觉得一阵无语。这种三流货色，他前世在餐饮界混了20年，见过的没有1000也有800。他连头都没回，冷冷地丢下一句话：别来烦我，不然我直接卸了你的下巴。这话一出，那壮汉整个人都懵了，反应过来后简直气疯了。他咆哮着从背后挥起拳头，这种慢吞吞的偷袭，在康健马眼里简直就是破绽百出。他正准备给这杂鱼一点教训，没想到有人抢先了一步。季汉突然闪现，一记重拳直接把对方放倒，这速度快的让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可奇怪的是，明明是季汉动的手，他自己反而疼得直揉拳头，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说壮汉的下巴硬得像块钢板。康健马看着眼前这个家伙，心里已经有了底。听说过暴力法师，这回倒是见识到了什么叫暴力奶妈。这家伙故意是好，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康健马还没来得及开口，季汉就主动找了过来，还提议换个地方单独聊聊。两人在走廊边坐下，季汉一边摆弄着饮料罐，一边精准地总结了康健马的意图，想组队拉人，报酬平分，但魔兽材料得归康健马。康健马也没打算隐瞒，他无奈地摊了牌，说自己在学校名声太臭，除了克洛伊，根本没人愿意跟他组队，所以他才想到了季汉。话已经说到了这份上，就看季汉愿不愿意入伙了。季汉感叹道：要不是学院规定必须4个人组队，凭康健马的本事，一个人单刷5、6个副本都不在话下。康健马听完一脸无奈，说自己一个人连一个副本都搞不定。结果季汉压根不信，觉得他是在故意凡尔赛，毕竟之前单杀鱼人的战绩摆在那，现在说这种话，在别人眼里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炫耀。康健马心里苦笑，他说的是实话，可现在谁也不信他是个弱鸡。季汉打量了一下康健马，发现他气色比之前好多了，看来前阵子的修养确实有效果。季汉最后还是点头了，他说没理由拒绝这么好的提议，而且跟康健马合作应该会是一次挺新鲜的体验。康健马总算松了口气，两人立刻商量起具体的行动计划，目标定在了铁人的 C 级水牛副本。虽然是个老掉牙的经典关卡，但作为磨合战再合适不过。现在算上季汉，队伍里已经有了3个人。季汉随口问了一句：这最后一个名额，康健马心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康健马说只要不是瑞秋或者里昂，其他人他都没意见。季汉听完直接笑出了声，说这2人就算你想请也请不动。瑞秋自从康健马住院后就一直在闭关苦练，而里昂正忙着跟高年级去刷高级副本，根本没空搭理这档子事。听完这些，康健马总算放下了心里的包袱，只要不跟那2位撞上就行。季汉沉思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说自己还真想起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不过这个点儿，那家伙估计还在老地方呼呼大睡呢。康健马听得一头雾水，大白天的居然还在睡觉，这新队友到底是什么来头？在去找新队友之前，季汉非要先去食堂买点东西，说是空着手去不太礼貌。两人穿过学院，来到了一处古色古香的宅邸前。康健马看着眼前的建筑风格，心里直犯嘀咕，这难道就是那位队友的住处？他完全没想到学院里竟然还藏着这种地方，甚至连他以前玩游戏的时候都从来没触发过这块隐藏地图。康健马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前世，虽然当过一阵子日料厨师，但他还真没去过这种地方。季汉倒是轻车熟路，发现门没锁，直接就带着康健马推门走了进去。他指了指走廊尽头，说人就在那儿呢。康健马顺着方向看过去，整个人都愣住了。只见一个长发女生正毫无形象的躺在木质走廊上呼呼大睡。季汉走上前去，又是喊又是推，想把这家伙给弄醒，结果对方睡得跟死猪一样，连眼皮都没动一下。眼看应招不行，季汉凑到对方耳边，神神秘秘地说了句：我买到了。刚才还雷打不动的萨基听到这4个字，唰的一下就坐了起来，急吼吼地问东西在哪儿。季汉一脸坏笑，指了指旁边的康健马，说东西就在他手里提着呢。康健马还没搞清楚状况，正愣在原地发呆，根本没意识到危险已经靠近。就在这一秒，萨基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直接朝着康健马手里的袋子猛地扑了过去。这速度快得离谱，局面瞬间失控了。他根本不在乎周围的情况，躺在康健马身上就开始大快朵颐，嘴里还一直念叨着太好吃了。康健马被压在下面动弹不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终于忍不住开口，
想要质问这个疯女人到底在干什么。萨基就这么倒挂着脸，笑眯眯地盯着身下的康健马。他不仅没有半点不好意思，反而理直气壮地问了一句：“还有没有更多的羊羹？”后厨正忙得不可开交，周邦却突然停下了手里的活。这一声清脆的提示音，他已经盼了太久。对他这种打工人来说，这就是唯一的盼头。躲在厕所里也要抽上一手。看着屏幕里的阿贝尔，这简直就是他的心头肉。随着指尖轻轻一点，屏幕上金光一闪，结果是5星稀有角色萨基。他开口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问有没有羊羹吃。周邦盯着手机屏幕，整个人都傻眼了。这分明是遇到了诈骗。这款游戏的男主里昂身边围着一大群女英雄，但要说谁才是官方钦定的正宫，那绝对非阿贝尔莫属。虽然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牌面，但只有他能跟男主并肩作战。瑞秋在火光中大喊：“阿贝尔，你可算来了！”阿贝尔只是淡淡回了一句：“抱歉，我们来晚了。”就连周邦也挡不住阿贝尔的魅力，钱包根本守不住，像中了邪一样直接刷了卡。随着阿贝尔成了绝对的主角，其他的女英雄全都成了背景板，而这其中过气最快的就是周邦抽到的第一个5星角色萨基。康健马看着眼前的萨基，心里很清楚，萨基可是远程输出的天花板，而且他在主线里就是个边缘人，把他拉进队伍，绝对不会让剧情崩盘。季汉在那磨唧唧半天，萨基根本不吃这一套，一边啃着羊羹，一边让他赶紧说重点。结果季汉从下午遇到小混混开始讲起，绕了一大圈，萨基实在听不下去了，直接让他开门见山。原来折腾了这么久，就是想拉人下周去刷水牛地下城。康健马在旁边听得直翻白眼，这解释水平简直烂透了，真是一点没糟蹋他的外号。季汉还在那算计着怎么分赃，萨基根本没理会他，直接掠过他走到了康健马面前。他一眼就认出了康健马，提起了之前在亚空间训练里的交手。萨基这盆冷水泼得够直接，当面嫌弃康健马一点斗志都没有，甚至直接拒绝了这次合作。康健马在旁边听得一脸无语，心想自己只是还没睡醒，怎么就被贴上没干劲的标签了。季汉一看要散伙，急得赶紧帮康健马自报家门，说他可是赢过名门望族的天才。结果话赶话说到一半，季汉差点把期中考试的秘密给抖出来，这下全场都安静了，气氛变得比刚才还要尴尬。季汉和萨基这下彻底吵翻了天，一个急着解释，一个根本不听，甚至还互相开启了人身攻击模式。季汉本想拿羊羹当诱饵，结果萨基完全不买账，场面一度变得非常难看。康健马在旁边冷眼旁观，觉得萨基这种既无理又贪婪的人，留在团队里迟早是个祸害。他没打算再浪费口舌，直接叫上季汉转身走人。这种不合作的队友不要也罢。萨基还在那阴阳怪气，觉得康健马根本没把任务当回事，甚至怀疑他是在虚张声势。康健马一句话都没回，场面一度陷入了死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要认怂的时候，他突然反手亮出了家伙，2把短剑闪着寒光，动作快到连萨基都没反应过来。什么叫人狠话不多？这一刀劈过去，就是对质疑最好的回应。这一击不仅正中红心，更像是直接扇在了萨基的脸上。刚才还满脸嫌弃的他，现在整个人都愣在原地没话说了。康健马这一手展示的恰到好处，精准暴力，而且极具压迫感，他根本不需要多余的解释，实力就是最好的敲门砖。他收起架势，语气平淡地问了一句：“怎么样？现在有兴趣跟我合作了吗？”萨基这下是彻底没脾气了，整个人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撼里，半天都没缓过神来。可谁能想到，等到了学校，这姑娘的画风竟然突变了。她换上了整齐的校服，戴上眼镜，安安静静地坐在电脑前，活脱脱一个乖乖女的模样。看到康健马他们走进来，她竟然还主动打了个招呼。萨基现在的态度简直跟之前判若两人。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这都是之前那一顿武力展示留下的后遗症。看来这招确实百试百灵。不过这姑娘干活确实利索，季汉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已经把所有许可都搞定了。既然手续已经办齐，那接下来的重头戏可就要正式开始了。季汉这画风确实有点清奇，明明是在商量严肃的副本攻略，他却在那儿画起了简笔画，搞得康健马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不过玩笑归玩笑，该画的重点他可一点没落下。这种魔物虽然冲劲大，但只要拉开距离远程消耗，其实并不难对付。就在大家以为这趟任务很轻松时，季汉突然严肃了起来。他特意强调了一件事，绝对不能打开地宫中心的石门。这话一出，气氛瞬间就变了，大家都在好奇那扇门后到底藏着什么禁忌。关于那扇石门的传闻，一个比一个传的邪乎。季汉觉得那可能是某种封印，萨基也认为没必要为了好奇心去违反校规。可谁能想到，康健马不仅举双手赞成，还笑眯眯地补了一句：“没错，绝对不要打开它。”他这副淡定的样子，反而让整个房间的气氛都凝固了，大家全都盯着他看，总觉得他这话里有话。季汉终于忍不住了，直接开口试探：“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后面藏着什么？”康健马这嘴里真是没一句实话，表面上答应的好好的，心里却早就盯上了门后的隐藏 BOSS。毕竟风险越大，收益越高。正聊着严肃话题呢，萨基却在一旁旁若无人的吃起了零食，还一本正经的狡辩说：“聪明人的大脑需要补充糖分。”气氛突然变得有点不对劲。康健马敏锐地察觉到，周围正有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窥视，这种如坐针毡的感觉绝对不是错觉。他在等一个时机，既然对方喜欢躲在暗处观察，那就让他们看个够。等这些家伙按捺不住现身的时候，才是真正收网的时刻。谁能想到，当初退伍时发誓再也不回来的鬼地方，现在居然又要进去了。
看着窗外这阵仗，平民根本进不来，看来边境这块地下城区域已经完全被封锁了。康健马心里很清楚，那些老家伙们此刻正躲在暗处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在气氛最压抑的时候，季汉这小子突然凑了过来，手里还拿着几个鸡蛋。季汉这心大的家伙觉得一个 C 级地下城根本就是小场面，还非要拉着大家一起吃鸡蛋。结果萨基根本不领情，一个冷脸就把他给怼了回去。车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有点微妙。好在大巴总算到站了，克洛伊第一个冲下车。谁能想到，这片曾经让古代恶魔盘踞的兄弟，现在居然成了学生们练手的刷怪场。季汉盯着康健马那沉甸甸的大包，一脸纳闷地问他是不是来这卖刀的。包里传来的金属撞击声听得人心里发毛。康健马倒是一脸淡定，毕竟在这种地方多带点保命的家伙总没错。季汉虽然嘴上吐槽他像个老头子，但心里也明白这趟任务恐怕没那么简单。克洛伊倒是兴致挺高，冲在了最前面。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就看看这地下城里到底藏了什么。巨大的金属门后面就是这次的目标地下城，守卫核对了他们的学院身份，示意他们在登记簿上签个名。康健马拿起笔，一笔一画写下了4个人的名字。可就在他落笔的那一刻，守卫的眼神突然变了。显然康健马这个名字在这些守卫耳中并不陌生，甚至让他们感到了一丝不安。季汉还没察觉到气氛不对，大大咧咧的在后面催个不停。康健马没多说什么，收起笔径直走向了大门。随着沉重的金属摩擦声，地下城的大门缓缓开启，门后的白光吞没了4人的身影。真正的麻烦恐怕才刚刚开始。刚进地道，一股难闻的腥臭味就扑面而来。康健马提醒大家小心脚下，他注意到刚才那个守卫眼神不对，但现在已经没退路了。本以为这里是个危机四伏的境地，结果往墙上一看，全是那些贵族留下的涂鸦。好好的地下城，硬生生被这帮人变成了打卡景点。康健马正无语呢，身后的萨基突然就开始掉链子，弯着腰直喊累，非说要吃点甜的才能走得动。看他这负赖着不走的架势，康健马只能无奈的往兜里掏。谁能想到，在这种鬼地方，他居然还得随身带着糖果当投喂员。结果萨基这大小姐还挺挑剔，非要吃什么羊羹，气得康健马直对他真当我是你妈呢。萨基嘿嘿一笑，说自己的那份要留着压轴。康健马正想让他专心点，前面的克洛伊突然变了脸色。200米外，大批敌人正全速冲过来。季汉立刻示意按计划行动。刚才还嬉皮笑脸的萨基瞬间像变了个人，他叮嘱克洛伊守好位置，自己会负责搞定后勤增益。萨基周身的气场彻底爆发，一把通体血红的巨弓凭空出现。康健马定睛一看，这就是传说中的 S 级神兵绯红之弓。康健马本以为有了这把神弓，这次通关地下城应该是轻轻松松，可谁能想到，萨基拿着武器在那摆弄了半天，居然冒出一句是不是生锈了。看着他这副不靠谱的样子，康健马心里直打鼓，这队友真的能信吗？还没等他想明白，萨基竟然反手掏出一块羊羹，当着大家的面就开始大快朵颐。康健马彻底无语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在吃。他现在严重怀疑这姑娘到底是不是来打架的。可还没等他吐槽完，克洛伊的一声尖叫划破了沉默。敌人已经杀到了眼皮子底下，地面震颤，杀气腾腾，现在想退也来不及了。这群牛头怪可不是闹着玩的，咆哮声震的地道都在晃。眼看这帮大家伙就要撞上来，克洛伊二话不说，直接迎着怪群冲了过去。在巨大的体型差距面前，他不仅没被撞飞，反而精准地切开了怪物的防御。季汉看准时机，大喊一声，让克洛伊立刻按计划后撤。这其实是个诱敌深入的圈套。就在克洛伊闪身退开的一瞬间，后方的萨基已经锁定了目标。他冷冷地吐出4个字：正中眉心。紧接着，手中那把绯红之弓爆发出刺眼的光芒，3道巨大的金色剑气呼啸而出。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射击，简直就是地图炮级别的轰炸。刚才还气势汹汹的牛头怪群，瞬间就被这恐怖的能量给吞没了。克洛伊稳稳落地，身后的战场已经被彻底清空。这就是神级武器的威力，只要配合得当，再多的怪物也只是活靶子。看着满地的怪物尸体，萨基一脸轻松地收起武器，甚至还有心思在内感叹：这帮家伙也太不经打了。紧接着他又掏出羊羹，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康健马在一旁看得直摇头，虽然这姑娘性格确实离谱，但不得不承认，她的输出确实是天花板级别的。就在大家商量着要继续深入时，身后的碎石堆突然动了一下，谁也没想到，刚才那个被击中的大家伙居然是在装死。就在萨基转头的瞬间，那只牛头怪猛地暴起，带着满腔怒火直冲他后脑勺。萨基下意识地护住头，结果预想中的冲击并没有发生，耳边反而传来了金属碰撞的巨响。关键时刻，康健马竟然直接瞬移到了他身前，硬生生截住了怪物的致命一击。萨基整个人都傻了，看着眼前这个宽阔的背影，半天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康健马顺手解决了怪物，转过头淡定地问了一句：“你没事吧？”刚才还威风凛凛的萨基，这会儿近距离看着救命恩人，整个人突然变得扭捏起来。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甚至还尴尬地打了个嗝。康健马一脸莫名其妙，完全没搞懂这姑娘在想什么。一个戴着帽子的守卫接起电话，语气显得非常恭敬。看来这地下城里发生的一切都在某些大人物的掌握之中。这趟总算没白跑，拿到了关键的强化材料，能带多少就带多少，毕竟这种机会可不多。萨基突然走过来，递上了一份谢礼，说是为了报答刚才的救命之恩，但这并没让局面轻松多少。
康健马发现远处的克洛伊状态明显不对劲，那股气息简直要失控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立刻走上前，在克洛伊耳边低声说了几句。看来刚才那个守卫果然留下了不小的隐患。季汉突然开始乱点鸳鸯谱，问这两个人是不是在谈恋爱，毕竟平时总能看到他们凑在一起，这让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微妙。康健马倒是表现得很淡定，直言这种想法实在是太狭隘，但他总觉得克洛伊看自己的眼神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古怪。克洛伊赶紧岔开了话题，因为这地下城实在空得离谱，按理说再冷门的地图也不至于连个怪物的影子都见不到。季汉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这种反常的安静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麻烦。正躲在暗处等着他们，萨基总觉得刚才那些水牛很反常，与其说是在攻击，倒不如说他们是在拼命逃跑，就像身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追赶。因为这种水牛本性非常温顺，当地人甚至还会抓他们去耕田，这让康健马听得满脸问号。这地方的人心可真够大的，虽然疑点越来越多，但大家觉得只要通讯信号还在，应该就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就在这时，康健马突然话锋一转，问起了萨基和季汉是怎么认识的。这个话题跳跃的让原本紧张的气氛瞬间变了味。萨基开启了毒蛇模式，当众揭了季汉的底，说自己比试第一，而季汉这家伙只拿了第二，还到处吹了好几个星期的牛。季汉赶紧出声反驳，生怕自己的名声被毁了。萨基却不依不饶，显摆自己分班考试也是前3，这妥妥的是个隐藏学霸。康健马原本以为季汉只是个大嗓门，没想到这家伙背景还不简单，他竟然是瑞秋的远房亲戚。虽然只是家族分支，但这层关系确实让人意外。康健马陷入了沉思，他以前竟然没发现季汉和主角团还有这种关联，看来这个世界的细节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季汉被盯得有点发毛，开玩笑让康健马别再看了，还拍着康健马的肩膀说，以后要是出名了，可千万别忘了拉兄弟一把。康健马觉得季汉实在是想太多了，这种出人头地的好事，怎么想也轮不到自己头上。可季汉和克洛伊却越说越起劲，甚至觉得他以后能加入七英雄。就在大家聊得正开心的时候，走在前面的萨基突然停住了，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压抑。萨基缓缓转过身，语气冷得让人脊背发凉。他说自己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所谓的七英雄。这句话一出，直接把所有人都给整懵了。季汉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提到英雄就突然变脸？季汉现在只想速战速决，催着大家赶紧刷完这20个怪，好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康健马盯着墙上那些紫色的裂缝，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那种若隐若现的能量波动根本不像是普通地牢该有的样子。直到季汉在前面大声催促，康健马才回过神来跟上队伍，但他没注意到身后的墙缝里正渗出诡异的晶体，这些紫色晶体散发着不祥的气息。守卫接起电话，语气里全是卑微，对方显然是个惹不起的大人物，他正远程操控着地牢里的一切，甚至算准了他们遇到水牛的时间。守卫为了邀功，特意强调自己还加了点料，觉得那几头疯牛足够解决问题。可电话那头的女人根本不吃这一套，一句话就让他彻底没话说了。要是这次任务失败，所有的锅都得由这个守卫来背。守卫原本以为自己是在立功，结果却发现自己只是个背锅侠。挂掉电话后，守卫整个人都蔫了。他心里很清楚，不管他们能不能活下来，他自己的死期恐怕都不远了。为了保险起见，守卫直接强行开启了地牢大门。在他看来，这帮学生只要进去就是死路一条，根本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可一想到康健马之前的眼神，守卫心里就莫名的发虚，总觉得那小子好像看穿了一切。为了确认情况，他决定亲自进地牢里看看。克洛伊突然叫住了康健马，语气里透着一丝不安。他感觉到后方有大批魔兽正在逼近。康健马还算冷静，随口问了一句有多少只。结果克洛伊报出的数字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整整50只，这哪里是刷怪，简直是捅了马蜂窝。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地面就开始剧烈颤抖，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震得人耳朵发麻。这数量和气势完全超出了大家的认知。季汉急得大喊，说好的这些家伙没威胁呢，结果现在倒好，直接被这群红了眼的怪物包围了。康健马盯着这群横冲直撞的大家伙，脑子里想的竟然是生鱼片。在他眼里，这些怪物不过是送上门的食材，既然每一把刀都有它的用途，那接下来的场面恐怕要变成大型切菜现场了。师傅以前总说杀鸡不能用牛刀，切什么样的食材就要配什么样的刀，结果周邦这个调皮鬼非要问那牛肉生鱼片该怎么切，这不是明摆着要拿切鱼的细刀去宰大牛吗？当时师傅差点没一巴掌扇过去，可最后还是停下了手，因为这歪理听起来竟然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康健马回过神来，既然这帮家伙自己送上门，那就试试看用这把切鱼的刀能不能把这群疯牛给宰了。他先让克洛伊去拉仇恨，不用硬刚，只要左右横跳把阵型搅乱就行。接着他又转头看向季汉，确认武器状态。季汉这小子也是个硬茬，二话不说直接表示随时都能开打。萨基在一旁都看傻了，对面可是整整50只怪物，这康健马到底是什么心理素质，居然能冷静到这种地步？还没等他琢磨明白，康健马的指令就砸了过来，让他死死守住正面，不准放过任何一个靠近的家伙。萨基还在纳闷，面对这种场面，季汉凭什么能稳如老狗？旁边的季汉却一脸淡定，让他待会儿别被吓着。康健马
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既然敢来，就带够了底牌。就在这一刻，剑神祝福彻底开启，管他对面有多少怪物，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不过是呆仔的羔羊。康健马双手持刀，眼神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把挡在面前的一切全部斩断。谁能想到，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怪物，现在全成了垫脚石。萨基整个人都看傻了，嘴里只能蹦出4个字：简直疯了。克洛伊也不打算再留手，直接开启了最强状态。克洛伊这一招简直无解，无数个分身同时杀出，怪物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刀锋划过。随着收刀的一声脆响，杂兵瞬间被清理干净。但这还没完，康健马早就盯上了那个大块头，趁着对方露出破绽，他直接从半空杀出。康健马这速度快得离谱，在怪物堆里简直是砍瓜切菜，刀光闪过的地方根本没有活口能留下来。萨基和季汉在旁边都看傻了，甚至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种级别的战斗力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简直是捅了马蜂窝，怪物多的根本数不过来。萨基手里的弓都快拉断了，忍不住大喊：这数量也太离谱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要被淹没时，康健马竟然一个人冲了上去。面对这泰山压顶般的攻势，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谁能想到他一个人就能顶住千军万马？萨基整个人都看傻了，眼前的景象简直像地狱一样，满地都是怪物的尸体。而那个男人就站在血泊中心。康健马表现得异常冷静，他收起武器，淡定地把战利品装进包里，随口说了句：这些应该够用了。多亏了那个40秒的无痛祝福，整整50头怪物，不到1分钟就被他全部搞定。这哪里是在战斗，这简直是开了挂的收割机。克洛伊兴奋地跑过来，直夸康健马今天表现太神了。康健马倒是挺谦虚，说是多亏了大家帮忙。季汉在旁边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说康健马这人本来就是个制造惊喜的专家。萨基心里全是问号，这种离谱的战斗力，他到底还是不是人类？季汉摊了摊手，表示自己也完全看不透。季汉这会儿还有心思开玩笑，说刚才那场战斗要是直播出去，绝对能成传奇。问萨基觉得观众会怎么想，萨基根本没听进去，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甚至连话都说不完整，只是死死盯着康健马的背影。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刚才那一瞬间，康健马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根本不像是普通学生能有的，那种压迫感让他脊背发凉，忍不住想问他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还没等他想明白，巨大的遗迹大门已经出现在眼前。季汉忍不住开启了吐槽模式，说通关明明只要20头怪，康健马非要一个人干掉双倍，这操作简直秀得没边了。康健马倒是一脸无所谓，随口回了一句：反正考试的时候也没怎么出力。这凡尔赛发言真是让人没法接。萨基突然停下了脚步，他说这里实在是安静的太诡异了。康健马也察觉到了不对劲，死死盯着前方那个奇怪的柱子。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一阵刺耳的碎裂声突然响起，原本封印在大门上的紫色锁链竟然一根接一根的崩断了。守卫盯着满地狼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帮学生竟然把怪物全给清场了。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狠的角色，但他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毕竟他身上还背着200亿的巨债，这辈子估计都还不清。就在几天前，一个自称教官的神秘女人找上他，开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条件，只要能把这趟差事办成，所有的债务都能一笔勾销。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背后肯定藏着要命的陷阱，但他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为了活命，他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神秘女人拿出一块发光的魔石，计划听起来既简单又恶毒，先驯服那些水牛怪，再用魔石让他们彻底发疯，只要康健马一现身就立刻放出来。但这还没完，他真正的目标是深处的那扇石门。守卫听得脊背发凉，他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这分明是要拿那帮学生当祭品。看着他犹豫的样子，神秘女人做事就要收回魔石，冷笑着说不感兴趣就算乐，反正想还债的人多的是，他大可以去找别人合作。眼看这根救命稻草要飞了，走投无路的守卫彻底急了，他一把死死抓过魔石，大喊着自己愿意干这桩差事。在200亿债务面前，良心早就变得一文不值。神秘女人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嘲讽他虽然是个烂赌鬼，但关键时刻脑子还算清醒。一场针对康健马的死局就这样在暗处彻底铺开了。神秘女人临走前丢下一句话，让他随时留意陌生来电。守卫唯唯诺诺地答应着，手里死死攥着那块魔石，仿佛攥住了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他一边走一边神经质地念叨：200亿啊，那可是200亿！有了这笔钱，他甚至还想着回赌场翻本。贪婪已经让他彻底丧失了人性。看着远处开启的石门，守卫发出了阵阵冷笑。在他眼里，那帮学生已经是死人了，为了这笔巨款，牺牲几个小鬼又算得了什么？与此同时，康健马一行人已经走进了石门内部，看着周围诡异的石柱，大家心里都开始发毛。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像是正常的考场。康健马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凝重，他终于意识到哪里不对劲了。难怪之前的战斗会那么轻松，原来他们早就成了瓮中之鳖，正一步步走进别人挖好的死穴。刚才那种被盯着的感觉绝对不是错觉，按照游戏的逻辑，这扇大门必须有中期道具才能打开，现在门却开了，说明有人在背后强行改了剧本。虽然门后的奖励确实诱人，但现在可不是贪财的时候，保命才是第一位的。他必须在局面彻底失控之前找到离开这里的办法。就在这时，他发现那扇号称坚不可摧的石门上竟然出现了一道诡异的红线，那是只有他能看到的死穴，只要击中那里，
再硬的石头也得崩碎。康健马已经没时间犹豫了，他已经用掉了所有的无痛祝福，现在只能把赌注全压在手里的村雨上。这把刀必须撑得久一点，否则大家都要交代在这里。还没等康健马解释清楚，周围的空气就先炸开了，一个巨大的黑影破土而出，季汉下的声音都变了调。这哪是什么普通的怪物，分明是一头拎着巨斧的风水牛。这大家伙的压迫感实在太强，光是站着就让人喘不过气。康健马心里暗叫一声不好，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这家伙竟然真的突破了封锁。通关奖励终于揭晓了，竟然是极其罕见的转移祝福，这可是个能逆天改命的好东西，只要用得好，局面瞬间就能彻底反转。A 级恶魔米诺陶洛斯正式登场，也就是传说中的水牛王，光是那把巨斧就比人还要高。康健马站在这个大家伙面前，显得渺小的像只蚂蚁。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虽然以前在游戏里打过这些家伙，但现在的局势完全不一样。最糟糕的是，保命的痛觉免疫已经用完了，现在只要失误一下就是死。为了能活下去，他只能豁出去赌一把了。康健马决定孤注一掷，他找季汉要了最后一次痛觉减免，虽然只能维持短短2分钟，但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这一战只要分神1秒，命可能就丢在这了。他让萨基和克洛伊撤退，接下来的那个大家伙，他要一个人去解决。萨基轻声说了一句：“就像以前那样去做吧。”眼看 A 级恶魔米诺陶洛斯的血盆大口就要咬下来，康健马终于不再保留，直接激活了最强的剑神加持。这一刻，他全身雷光大作。康健马发现自己竟然还能动，多亏了季汉在后方拼命加持，他现在才能强行忍住剧痛。面对眼前这个如山一般的恶魔，他大吼一声给自己打气，直接迎着对方冲了过去。就在这一刻，众神的加持彻底降临。面对体型悬殊的恶魔，康健马只能咬牙死死顶住，每一次碰撞都是在玩命。康健马现在疼得要命，感觉整个人都要吐血了，但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倒下。这种硬碰硬的较量，只要稍微松一口气，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康健马在生死边缘反复横跳，之前因为痛觉免疫而消失的感官，现在竟然全部觉醒了。这种感觉非常诡异，就像是身体重新回到了他的掌控。但还没等他松一口气，恶魔的攻击就砸了下来。这一斧子威力惊人，地面瞬间就被砸得粉碎。换做别人早就没命了，但康健马却像变了个人一样，在密集的攻击中灵活穿梭，动作快得让人根本看不清。他现在感觉前所未有的自由，这种状态下的他已经没人能拦得住了。恶魔彻底打疯了，根本不给康健马喘气的机会，每一招都是奔着要命去的。在这种密不透风的攻击下，只要稍微慢上1秒，整个人就会被拍成肉泥。但康健马依然在冷静观察，他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能彻底翻盘的机会。连那个狂暴的恶魔此刻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跟不上这个人类。局面在这一刻彻底反转，这种战斗技巧简直离谱，仅仅通过微小的动作调整就能让巨大的对手根本站不稳。但在这种玩命的关头，康健马竟然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萨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只有顶级强者才有的威压，竟然出现在了康健马身上。面对这泰山压顶般的一拳，康健马连躲都没躲一下，他不仅正面接下了攻击，还顺势废掉了对方的杀招，整条巨臂直接飞了出去。克洛伊这边更是干脆利落，长剑出鞘的瞬间，对手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克洛伊沉思着，怪物如果长得越来越像人，那才是真正要命的时候。如果怪物开始像人一样思考，那它的危险程度将提升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克洛伊一眼就认出了这家伙，这可是怪物中真正的顶级掠食者。他发出的咆哮声震耳欲聋，手中那把巨大的战斧正散发着让人胆寒的红光。这一斧头要是劈下来，恐怕连这片大地都要被撕碎。这简直疯了！眼前的怪物竟然在施展魔法，他这是在拿命换魔力。局面已经彻底失控了，谁也没想到这怪物的底牌竟然这么硬。季汉强忍着伤势，把最后的希望都赌在了康健马身上。这一战已经没有退路了，体型差了这么多倍，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较量。康健马现在满脸是血，身体显然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但他手里的短刀却握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稳。他根本没打算躲，在这种绝对的力量面前，退后一步就是死。这一招，他要正面接下这个怪物的全力一击。恶魔这一斧子砸下来，简直是要把地面都给掀翻了。这股力量强得离谱，康健马发现自己根本压不住，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一步绝对不能退。要是现在躲开，身后的同伴全都要没命。萨基在后方大喊，让他赶紧反击，别再死磕了。就在这一刻，康健马的眼神彻底变了，他终于要动真格了。既然退无可退，那就把眼前的一切全部斩断。康健马将所有力量汇聚在指尖，远处的克洛伊直接看傻了，那一抹耀眼的蓝光瞬间贯穿了整个战场。不管恶魔的防御有多厚，在这一刀面前，全都要被彻底切开。康健马的身影快到无法捕捉，只留下一道冰冷的弧线。胜负已定，这个不可一世的恶魔终于被正面拿下了。萨基和克洛伊都看呆了，谁能想到这场死斗会以这种方式收场？一切都结束了，战场上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虽然恶魔倒下了，但康健马显然也伤得不轻。季汉脑子里全是刚才那一刀，他怎么也想不通，同龄人里怎么会有这种怪物？这种照亮整个地心洞穴的力量，简直是在挑战他的认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和康健马根本不是一个次元的。萨基倒是挺淡定，甚至还哼起了小曲。他拍了
拍发呆的季汉，让他赶紧喘口气。他说自己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季汉会提到那个传说中的直播，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死心塌地跟着康健马。毕竟这种级别的实力，谁看了能不服气？季汉还在那纠结校规，觉得这种破格提拔的事不太可能。结果萨基一句话就把他问住了。规矩是死的，但康健马这种人就是专门来打破规矩的。萨基直接摊牌了，说自己也想跟着康健马一起混，这下队伍又要壮大了。不过另一边的康健马情况可没那么乐观，虽然有加持，但刚才那一战还是让他透支了。他现在连站稳都费劲，必须得找个地方好好歇歇了。毕竟在没有痛觉免疫的情况下硬刚，这代价可不是闹着玩的。克洛伊这一下扑的可真够狠的，康健马本来就只剩半条命了，被他这么一撞，感觉伤口又要裂开了。看着克洛伊在那哭得稀里哗啦，康健马真是哭笑不得。他现在只想静静，甚至觉得干脆被撞死算乐。就在这时，系统提示突然刷了屏，恭喜他拿到了新的奖励。这下康健马彻底愣住了，因为这个名为精灵级的祝福原本应该是属于主角里昂的，这可是这个世界里的顶级货色，谁能想到竟然被他这个配角给截胡了。这个新拿到的转移祝福简直就是为了控制神剑量身定做的，只要身体碰一下就能把自己的加持转给别人。康健马虽然现在虚弱的不行，但他脑子转得飞快，既然拿到了关键道具，那接下来的计划就能开始了。他叫住了一旁的克洛伊，提到了之前交代过的那件事。克洛伊立刻心领神会，看来两人早就留了后手。洞穴出口那边突然传来了动静，守卫正鬼鬼祟祟的往里看，这家伙显然没料到里面竟然是这种场面。克洛伊突然出手，这一剑快得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直接把守卫的大腿扎了个透。刚才还鬼鬼祟祟的守卫，现在只能倒在地上惨叫。克洛伊冷冷地盯着他，让他老实点，别乱动。季汉整个人都看傻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康健马才慢悠悠地开口，说他早就给克洛伊打过招呼了。原来康健马早就发现有人在后面跟着，既然对方不怀好意，那就干脆先下手为强。守卫还在那装无辜，哭喊着问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但看他那副心虚的样子，显然是没打算干什么好事。康健马擦掉嘴角的血迹，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把这背后的猫腻搞清楚。季汉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之前的野牛群发疯，还有那扇突然开启的石门，全都是这家伙在背后捣鬼。萨基也觉得事情太反常了，这地方明明没有监控，可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却像是算准了时间在这等他们。季汉还在纳闷，他们到底哪里得罪了这家伙？萨基却懒得废话，直接把话挑明了，就凭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喽啰，绝对没胆子也没本事干出这种事。萨基死死盯着守卫，只想知道一个答案，到底是谁在背后给他撑腰？看着大腿上的长剑，守卫还在那支支吾吾，萨基可没那个耐心，既然不打算开口，那就干脆帮你尝尝记性。如果你真的想替背后的人卖命，那我们就成全你。这下守卫彻底怂了，他连滚带爬的求饶，说自己全招了。原来不久前，学院里的一名教官私下找过他，对方开出的条件很简单，只要他在这里把事情办成，就能帮他把欠下的赌债全平了。季汉气的当场炸毛，就为了那点臭钱，这家伙竟然就把学生全给卖了。守卫还想给自己找补，说那可不是一笔小钱，自己一开始也推脱过，结果被季汉一顿臭骂给对了回去。萨基直接打断了争吵，现在最关键的是那个教官的长相。根据这家伙的描述，对方是个紫色头发、个子挺高的女人。萨基心里立刻有了数，这长相和眼神，分明就是他们班里的那个助教。季汉突然打了个冷战，如果助教有问题，那期中考试那次意外，难道也是那帮人在背后搞鬼？就在众人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时，康健马晃了晃手里的手机，原来刚才那家伙招供的全过程，早就被他一字不漏的录了下来。这下证据确凿，萨基和季汉都看傻了。惨叫声回荡在山洞里，康健马看着倒地的守卫，语气冰冷的让人发指。他说这地方既然本不该开启，那正好是杀人灭口的好地方。守卫吓得魂都没了，他根本不敢相信这群学生竟然真的敢下死手。康健马转过头看向克洛伊，既然你是专业的刺客，那这家伙的命就交给你处理了。克洛伊没有任何犹豫，他缓缓拔出长剑，眼神里只剩下冰冷的杀气。既然敢动歪心思，那就要做好回不去的准备。守卫彻底崩溃了，他一边往后缩一边求饶，还以为这只是个吓唬人的玩笑，但克洛伊的眼神里根本没有怜悯。他冷冷地丢下一句：“我要送你上路了。”紧接着一道红光闪过，山洞里只剩下飞溅的血迹。康健马擦掉嘴角的血迹，他知道这只是个开始，不管是学院的长老会还是那些教官，只要是想搞他的人，那就尽管放马过来，他会把这些家伙一个不留的全部收拾掉。既然都这样了，干脆一边修理一边强化，应该没问题吧？铁匠大叔气得直跺脚：“臭小子，你到底对这武器做了什么，能把他搞成这副德行？”康健马一脸淡定地反问：“搞成这样？”铁匠无奈地叹了口气：“你就不能省着点用吗？我还担心你受伤了呢。”康健马没多废话，既然你答应过会搞定，那就交给你了。看着康健马离开的背影，铁匠还在小声嘀咕：“真是个不省心的家伙，下次非要给你弄短点不可。”康健马突然回头摆了摆手：“剩下的材料你看着卖了吧，算我请你喝顿酒。”铁匠虽然嘴上嫌弃，但还是应了下来。这小子真是让人没法子。转头回到学校，康健马坐在位子上琢磨，现在的状态确实比之前强了不少，不过这还远远不够，想要变得更强，还得找个机会再从那把武器身上弄点好处才行。康健马盯着眼前的系统面板，12.7%，这个同步率涨得有点快。
只要经历一场恶战，数值就会刷刷往上跳。看来再去刷个副本，又能解锁不少新能力。不过有一点让他挺纳闷，自从头发开始变白，身体倒是没出什么大毛病，就是这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了。他心里突然有点发毛，这要是等头发全变白了，该不会直接掉光吧？既然已经被那些家伙盯上了，就必须得提前做好万全的准备。都走到这一步了，绝对不能死的不明不白。康健马心里很清楚，有没有祝福加持，实力完全是天差地别。他必须尽快搞明白这个转移的祝福到底该怎么用。不过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得先把这副疲惫的身体养好，事情多得真让人头大。就在这时，他发现桌上放着一块羊羹，上面还贴着祝贺他通关的小纸条。这还是他第一次组队下副本，虽然被人盯上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但这种突如其来的关心倒让他有点意外。其实仔细想想，这次副本也不算白跑，起码多了能说上话的朋友。虽然对大局影响不算大，但在这个到处是敌人的地方，能有几个同伴总归是好事。听说克洛伊从副本出来就病倒了，等手头这堆烂摊子处理完，还是得抽空去医院看看他。就在这时，教室里突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在屏息以待。那位传说中的剑皇到底打算让大家等多久？康健马正琢磨着，兜里的手机突然震了一下。这个时间点，谁会给他发消息？康健马拿起手机一看，是个完全没见过的陌生号码。对方发来一句莫名其妙的话，问他到底在干什么。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第二条消息紧跟着就跳了出来，让他往正前方看。这下事情有点不对劲了，对方显然就在这间教室里，而且正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康健马猛地抬起头，刚好撞上了一道冰冷的视线。萨基就站在不远处，手里还晃着手机，嘴角带着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笑。教官在讲台上清了清嗓子，宣布了一个让全班炸锅的消息：从今天起，萨基正式转入这个班级。台下的议论声根本压不住，教官没给学生们八卦的时间，直接下达了集合命令，要求所有人半小时后在训练场见。随着一声解散，教室里彻底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交头接耳，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听说这次转班竟然是萨基自己主动申请的，他放着好好的优等班不带，非要跑到这里来，到底是为了谁？男生们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围着萨基问东问西。康健马坐在位子上，看着萨基离自己越来越近，心里只有一句话：千万别过来，千万别往我这儿走。可惜怕什么来什么，萨基在全班的注视下停在了康健马跟前。康健马还没来得及装死，萨基就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紧接着抛出了一个让他根本没法拒绝的要求。他问康健马能不能坐在他旁边。这下全班的目光全都死死定在了康健马身上。萨基不仅要坐他旁边，还直接把手机对到了他脸上，命令他立刻存下自己的号码。康健马这下彻底没话说了。与此同时，在学校外的警戒线旁，守卫正一脸疲惫的配合调查。面对询问，他如实交代了当时的情况。那人之所以不顾阻拦，非要强行闯进禁区，理由只有一个，实在是太担心那些还在里面的学员了。可负责调查的人却皱起了眉头，他总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按理说，地下城出意外死人并不稀奇，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惨剧，现场总该留下点痕迹。可这次搜救队进去之后，竟然连一具尸体都没找到，那种空荡荡的死寂，成了调查员挥之不去的噩梦。调查员永远忘不了那一幕，山洞里满地都是怪物的尸体，简直就是血流成河。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学员全都平安无事，可冲进去救人的职员却彻底人间蒸发了，连一丁点痕迹都没留下。同伴压低声音问：难道那些失踪的人都进到了石门后边？调查员摇了摇头，那扇门从来就没打开过，如果人真的进去了，那才是真正的麻烦。调查员心里很清楚，这案子根本没法往下查，对方可是顶尖的贵族学院，背景硬到连搜查令都批不下来。同伴抱怨了两句，就急匆匆跑去上厕所了，只留下调查员一个人在原地对着夜色发愁。意外突然降临，一道紫色的光芒闪过，刚离开的同伴竟然瞬间被打飞。调查员还没反应过来，一个浑身散发着诡异气息的女人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面前。埃尔手里跳动着紫色的火焰，微笑着打了个招呼。调查员还以为对方只是个普通人类，可就是这一瞬间的看走眼，直接要了他的命。紫色的能量像毒蛇一样缠绕过来，他甚至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埃尔冷冷地丢下一句再见，随后彻底终结了这场单方面的屠杀。他语气轻松地说：努力工作确实值得表扬，但你们这些人真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这种所谓的坚持简直就像笑话一样无力。萨基刚转过来，康健马还没来得及多问两句，集会的广播就响了。本以为萨基会跟着去出早操，结果这位倒好，直接整了个精神训练的借口。看着他戴上面具倒头就睡，康健马整个人都麻了，这心可真够大的。萨基特意掀开面具叮嘱：祝康健马训练好运。紧接着教室里就响起了呼噜声，只留下康健马一个人在风中凌乱。瑞秋一边伸懒腰一边八卦，说那个整天无所事事的萨基居然被调到康健马班了。看着阿贝尔反应冷淡，瑞秋干脆凑过去补了一刀，问他是不是觉得很失望。毕竟大家都心知肚明，这种调班只有在出现空位时才会发生。瑞秋接着抛出重磅炸弹，说萨基上周居然和康健马组队，私下把副本都给刷了。这话一出，阿贝尔当场就愣住了，毕竟凡事都得讲个先来后到。瑞秋还不打算收手，非说康健马早就是阿贝尔的预定，气得对方直接当场炸毛。
看来只要提到康健马的名字，阿贝尔的反应永远是最大的。面对瑞秋的步步紧逼，阿贝尔干脆把话挑明了，说自己和康健马根本没关系，让对方别再瞎猜了。可瑞秋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抓住了话里的漏洞，说现在没关系，不代表以后也没关系。这一句话直接把阿贝尔给整沉默了，局面完全被瑞秋掌控。看着对方无言以对，瑞秋露出了那种看穿一切的微笑，轻声叫出了他的名字。瑞秋最后丢下一句话，说自欺欺人可没意思，让阿贝尔自己回去好好琢磨。结果阿贝尔还没缓过神，家里又出了个大新闻，祖父齐格弗里德居然要去学校当教官。阿贝尔当场就急了，说自己在学校已经够扎眼的了，求祖父千万别跟着。可齐格弗里德根本没打算商量，他淡定地喝了口茶，宣布自己要直接接管1年级特等班。阿贝尔显然还没反应过来，祖父齐格弗里德却提醒他，期中考试闹出那么大动静，可是他自己要求祖父出手的。虽然祖父嘴上说着两人在学校不会经常碰面，但阿贝尔心里很清楚，这根本就是个借口。这位威严的剑皇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心里早就兴奋的不行，因为那个让他不再感到无聊，甚至不惜亲自坐镇学院的目标，正是康健马。在阿贝尔眼里，康健马就是个不讲道理的天才，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出身背景，纯粹靠实力横推一切。谁能想到，当初那个瘦弱又爱偷懒的小鬼，现在竟然变得这么有魅力，甚至比那个英雄候选人里昂还要耀眼。最让阿贝尔感到无力的是，康健马明明走在最艰难的路上，却从来不显摆，低调的简直让人抓狂。如果他能表现得狂妄一点，阿贝尔或许还能理直气壮地讨厌他。可现在这种想恨却恨不起来的感觉，才最折磨人。阿贝尔突然觉得有点无地自容，难道是因为祖父更认可康健马，自己就开始嫉妒了吗？这也太丢人了。瑞秋突然凑到耳边的一句话，吓得阿贝尔差点当场跳起来，这反应简直就是此地无银300两。为了掩饰尴尬，阿贝尔扯着嗓子拼命解释，说自己根本没心思去谈什么感情，更不可能对康健马有意思。谁知道这正中瑞秋的下怀，他笑着拍了拍手，说既然大小姐这么坚决，那他可就彻底放心了。原来瑞秋绕了这么大的圈子，就是为了确认阿贝尔的态度，只要阿贝尔不参赛，他就少了一个最强劲的对手。瑞秋笑得那叫一个灿烂，直言萨基那些人他根本没放在眼里，但要是阿贝尔也喜欢康健马，那他可就真没胜算乐。瑞秋显然没打算放过阿贝尔，这一句接一句的调侃，简直是把阿贝尔往死角里逼，逼得他只能大喊瑞秋的名字来掩饰慌乱。教授在讲台上严肃的科普，说祝福的等级高低全看里面住着什么样的魂儿。就在大家讨论守护灵和普通灵魂时，一个同学提出了一个关于祖先级祝福的提问。这段时间他老是梦见自己那位已经去世的祖父。教授的一句冷笑话逗得全班哄堂大笑，他说祖先顶多在健身房帮你推个杠铃，祝福这种事祖先可不干这活儿。可看者台下毫无反应的康健马，还有旁边睡得昏天黑地的萨基，连教授都觉得脊背发凉。这届学生好像连老师都镇不住。康健马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萨基转学过来2天了，除了睡觉还是睡觉，他连搭话的机会都没有。既然这么爱睡，为什么非要坐在教室正中间？难道这里睡得比较香吗？直到康健马低头看了一眼，他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萨基的课桌上竟然插满了美工刀，这哪是来上课的，这分明是带了个军火库啊！虽然萨基整天只知道睡觉，但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这女孩处理地牢残局的手段跟普通人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讲台上教授还在继续科普，说祝福等级从高到低分为英灵灵魂守护者和个人级，还安慰大家说就算是最普通的等级，只要用得好也能逆天改命。康健马听得直翻白眼，这安慰听着怎么这么扎心呢？毕竟在这个世界上，高等级的祝福简直比金子还稀有。一个同学直接举手打断了教授，开口就问了一个让全班安静的问题：传说中的英灵级到底是什么样的？教授提到英灵级祝福的时候，语气都变得神神秘秘。他说在祝福研究学界，这玩意儿简直就是神话。从人类历史上出现祝福开始，能摸到这个门槛的，从古至今就出过一个独苗，那是真正的开国英雄。就在教授准备聊聊现代的例外时，康健马脑子里闪过一个词：奇迹祝福。可偏偏这时候下课铃响了，教授拍拍手打算收工，把最关键的信息留到了下次。全班同学都准备起身走人，只有康健马还稳稳地坐着。他直接叫住了教授。面对康健马的提问，教授表现得很是大方，示意他尽管开口。康健马抛出了一句古怪的话：愿众神的祝福与你同在。他盯着教授的眼睛，想看看对方到底知不知道这句暗语。原本还在补觉的萨基也被这严肃的气氛给吵醒了，他一脸懵地看着这2个人，完全听不懂他们在打什么哑谜。教授沉默了片刻，随后无奈地摇了摇头。他说康健马这话里有个致命的逻辑错误，这个世界上早就已经没有神了。教授前脚刚走，康健马还没从刚才那个关于神已经消失的消息里缓过神来，一转头发现萨基正一脸坏笑地盯着他，这眼神看得他心里直发毛。康健马随口问了一句：人都走光了吗？萨基调皮地回了一句：看样子还没走干净呢。康健马无奈地叹了口气，刚才那些烧脑的问题，越想越觉得头大。算了，既然想不通，那就干脆学萨基一样，先趴在桌上睡个昏天黑地再说。本以为能安稳睡个好觉，可康健马的意识深处突然跳出了一串诡异的乱码，这些字符闪烁着冰冷的光，拼凑成了一句简单的问候。但这显然不是什么系统故障，
而是专门发给他的私信。康健马猛地清醒过来，还没等他搞清楚状况，眼前的屏幕彻底变了样，一行巨大的提示框弹了出来：管理员请求与你对话。在这个神都已经消失的世界里，这个掌握最高权限的家伙为什么会突然找上他？眼前的世界彻底崩塌了。康健马发现自己正漂浮在虚空之中，四周全是扭曲的列车和建筑残骸，这里就像是一个被丢弃的数据垃圾场。系统弹出了最扎心的警告，对方的等级高到离谱，而康健马现在的实力在人家眼里连塞牙缝都不够，他甚至连知道真相的资格都没有。系统最后一次发出了警告，问他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这绝不是在做梦，这可能是他弄清身世的唯一机会，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他也必须硬着头皮闯过去。就在他点下确认的瞬间，一股恐怖的压制力扑面而来，整个空间像镜子一样彻底碎裂。康健马看着周围飞散的碎片，这种感觉他太熟悉了，简直和他觉醒见神祝福的时候一模一样。那个曾经出现过的神秘源头，现在就在他眼前。康健马拼了命地伸出手，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要把这个真相给揪出来，就差那么一点点，核心的秘密马上就要到手了。可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一只手突然死死按住了康健马，紧接着系统就开始疯狂报错，说是因为外部干扰，连幕后黑手 GM 的记忆都要保不住了。眼看真相就要被强行抹除，康健马急得直喊，可局面已经彻底乱套了。就在这最后关头，系统弹出了一条加急私信，那是 GM 消失前留给他的最后一段话。康健马终于睁开了眼，萨基正抓着他的肩膀一顿猛摇，还一边邀功一边吐槽，说他平时总嫌别人睡得多，结果自己睡得跟死猪一样，要不是他刚才拼命叫醒康健马，估计得一路睡到学校去。萨基正说得起劲，可一抬头却直接愣在原地，眼前的康健马一句话也没说，脸上竟然全是还没干透的泪痕。康健马一个人坐在长椅上发呆，刚才那个梦他想破脑袋也记不起来，只记得萨基问他是不是做了个悲伤的梦，被那个瞌睡虫看到自己流泪，确实挺丢人的。可还没等他琢磨明白，同伴们就已经走到了跟前，思绪被强行打断。季汉正一脸严肃地分析敌情，结果萨基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他直接指着季汉的鼻子吐槽，说他说话没重点才拿不到第一，现场吵得不可开交。康健马在一旁看着这出闹剧，心里倒有点同情季汉，他转头看向躲得老远的克洛伊，原来这姑娘一直不敢靠近，是怕感冒传染给大家，这下他总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康健马这次没再端着，他开门见山的承认，光靠自己一个人想破脑袋也解决不了现在的麻烦。大家正凑在一起复盘情报，结果季汉掏出一张画风清奇的素描，非说这就是那个神秘的女教官。萨基在一旁听得直翻白眼，这画工能找到人才是见鬼了。季汉倒是很冷静，他觉得长老那边的威胁暂时还能应付，真正棘手的是萨基带回来的消息。他黑进了学院的内部系统，查遍了500多号人的档案，结果却让人脊背发凉，那个女教官在系统里竟然查无此人，连萨基这种高手都破不了防。萨基终于揭开了他嗜睡的真相，原来他每天凌晨都在黑进安保系统。康健马忍不住感叹，这姑娘简直像个幽灵，手段比他预想的还要离谱。季汉在一旁分析的头头是道，虽然现在还没拿到什么实锤，但直接冲过去端了长老的老窝，显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毕竟那样只会让局面彻底失控。康健马也点头表示赞同。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季汉突然灵光一闪，提议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建个社团，这脑回路真是让人猝不及防。康健马一时间还没转过弯来，萨基却已经看透了规则，在学院里建社团可不只是为了玩，那意味着破天荒的行动自由，还有大笔可以支配的经费。更关键的是，社团会被当成学院的附属机构。季汉兴奋地补充道，这简直就是一层官方发放的保命护盾，能让他们在内外受敌时有个避风港。康健马听完也觉得这买卖不亏，这种设定就像是游戏里的私人领地，不仅能躲开那些凡人的监视，还能随心所欲地布置自己的地盘。看来这个社团是非建不可了。这种刷好感度、掏空钱包的片刻套路，就是所谓的家园系统。康健马以前觉得这玩意儿纯属浪费时间，可现在世界变得真实了，这反倒成了他手里最有用的底牌。不过想建社团也没那么简单，萨基说至少得凑齐5个人。季汉心里盘算了一下，加上自己和眼前的这几位，刚好还差一个名额。康健马还没来得及发愁，就发现大家早就默认要一起入伙了。季汉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既然大家已经绑在了一起，那最后这块拼图到底该去哪找？克洛伊和萨基也毫不犹豫地表态，只要能帮上忙，他们绝对会站在康健马这一边。这种不带算计的信任，让习惯了利益交换的康健马有些触动。在这个等级决定一切的世界里，这群人居然愿意把后背交给他。康健马刚想正经的跟大家道个谢，气氛却被季汉一句话带偏了。他提议干脆先把社团名字定下来。克洛伊拖着下巴思考了片刻，反手就抛出了一个极具杀气的名字——暗杀回忆。他要把社团宗旨定为暗杀腐败分子。季汉听得满头黑线，这名字要是报上去，怕是还没等见成就被学院给端了。萨基更是不走心，随口就想抄个动漫里的名字来凑数。眼看这帮人一个比一个不靠谱，季汉赶紧把话题拉回正轨，名字必须得能打掩护才行。康健马提议叫旅行社，表面上是到处游山玩水，实际上是为了能名正言顺的出入副本。康健马还在担心旅行社这名字太随便，结果
大家居然全票通过了，名字的事总算告一段落。但接下来的硬骨头才叫人头疼。想建社团，必须得请一位教授来坐镇。克洛伊提议去找达米安教授，听说那位教授不仅专业，性格也是出了名的亲切。可季汉却直接泼了盆冷水，说人家忙得根本见不到人。虽然明知道希望渺茫，但放眼整个学院，似乎也找不到第二个合适的人选了。看来想要把这块招牌挂起来，他们还得去碰碰这位教授的钉子。萨基忍不住开始大吐苦水。学院里教授级别的老师本就没几个，愿意带新生的更是凤毛麟角。这规矩定的简直是自相矛盾，摆明了是不想让学生轻易建社团。康健马听完并没有打退堂鼓，反而冷静地确认了一下条件，只要是教授级别或者更高职位的就行。萨基无奈地叹了口气，说这种大人物在学院里根本找不着。可康健马却在这时拿出了手机，语气听起来胸有成竹。他说其实还真有这么一个人。这下所有人的好奇心都被勾了起来，到底是谁？本以为走个流程就行，结果刚进门就碰了钉子。工作人员头都不抬的放话，想建社团必须得负责人亲自来申请。康健马面无表情的回了一句，我就是负责人。对方这下总算抬头了，可眼神里全是嫌弃和不屑，甚至当场笑出了声，显然是觉得他在异想天开。这副狗眼看人低的嘴脸确实让人火大。康健马耐着性子提醒对方，既然手续齐全，就该按规矩办事。对方不仅没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的嘲讽起来，直言像他这种身份的特招生根本不可能有教授愿意当指导老师，甚至还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让他先认清自己的位置，别在这里白费力气。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场面，康健马在社会上早就见怪不怪了。本以为凭着多年的社会经验，能心平气和地处理这种烂事，可理智归理智，看着对方那张欠揍的脸，他是真的快要忍不住了。既然讲道理没用，康健马索性当着他的面直接摇人。电话那头的语气听起来很客气，答应马上就过来面谈。工作人员在旁边看得直冷笑，觉得这小子演戏演得还挺像，一个特招生能请动什么大人物。可当康健马收起手机，平静地让他准备好按规矩办事时，对方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气急败坏地拍着桌子质问，到底是谁在背后撑腰，才让他敢在这里这么嚣张？眼看讲理讲不通，对方干脆直接搬出了救兵，叫嚣着自己可是校长的亲戚，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让他这种特招生卷铺盖走人。面对这种气急败坏的威胁，康健马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嫌弃对方嗓门太大太吵了。这一句话让对方彻底破防，当场像疯了一样尖叫起来。而这正是康健马想要的结果，只要对方先失了分寸，接下来的戏才好接着往下演。就在办公室乱成一团时，大门突然被推开，原本嘈杂的房间瞬间死一般寂静，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伴随着清脆的高跟鞋声，一个极具压迫感的身影走了进来。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工作人员，此刻僵在原地，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美迪亚冷冷地扫视了一圈全场，语气里满是不容置疑的威严。他当众宣布自己就是这个社团的指导老师。他不仅没有半点架子，反而对康健马表现得格外亲密，甚至直言只要是康健马开口，他就算光着脚也会赶过来。看着两人熟络交谈的样子，刚才还嚣张的工作人员此刻彻底傻了眼。既然撑腰的人已经到了，康健马也懒得在这儿浪费时间，他把文件往桌上一搁，直接功成身退，剩下的烂摊子全交给美迪亚来处理。美迪亚往椅子上一坐，气场瞬间压过全场。工作人员语无伦次的解释，这只是个误会。可美迪亚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当众撕开了对方势力的面具，直言这种看人下菜碟的行为简直无可救药。他冷冷地伸出手，直接给出了5分钟的最后通牒，语气里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刚处理完那帮势利眼，康健马就收到了美迪亚的消息，让他下课后去一趟校长室。不过在那之前，他得先去见一位老熟人。推开铁匠铺沉重的大门，热浪瞬间扑面而来。正在忙碌的铁匠拜兰特头也不回的让他先等着。作为负责所有武器的核心人物，拜兰特在玩家眼里简直让人又爱又恨，尤其是最近发生的那些事，让康健马对他更是没啥好脸色。虽然嘴上嫌弃这地方太热，但康健马心里清楚，想要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这个古怪的大叔是他绝对绕不开的关键人物。别看拜兰特现在干活挺卖力，以前在游戏里他可是出了名的吸金黑洞，不知道多少玩家为了强化装备，在他面前卑微的祈祷，结果却被他坑得倾家荡产。康健马想起自己那把被降级的名刀，盯着拜兰特的眼神都变得幽怨起来，搞得这位大叔还以为康健马是被他的帅气给迷住了。不过吐槽归吐槽，拜兰特的手艺确实没话说，他自信满满的递过成品，甚至还额外附赠了一个特殊属性。看到成品的那一刻，康健马差点没忍住直接掀桌子。堂堂名刀村雨竟然被拜兰特改造成了生鱼片刀，甚至等级评价还是个离谱的狗级。面对康健马的愤怒质问，拜兰特反而觉得他大惊小怪。不过等康健马冷静下来查看属性，才发现这把刀其实内有乾坤，原本只有40秒的无痛祝福，现在竟然延长到了50秒。别看只是多了这短短10秒钟，在生死一瞬的副本里，这可是能扭转战局的保命符。康健马坐在长椅上反复盘算，如果能把这个属性跟之后的转移祝福结合起来，那接下来的计划可就有十足的把握了。
康健马越琢磨越觉得这个无痛属性其实是个神技，虽然听起来有点鸡肋，但在生死决斗的时候，这简直就是个合法的作弊器。想起拜兰特临走前的叮嘱，他赶紧打开系统界面，想看看这把神兵利器的真面目。结果这一看，整个人都沉默了。忙活了半天，还搭进去了 A 级的顶级素材，结果面板上明晃晃的写着等级只有D级，这下真的让人有点破防。难道是拜兰特那个老铁匠关键时刻手滑翻车了？还是说这堆顶级材料全都打水漂了？虽然这把刀看着寒碜，但好在硬度实打实地提升了2级，以后注入灵气的时候，起码不用担心它会一碰就碎。就在这时，系统界面突然蹦出一个新功能，虽然直觉告诉他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但那闪烁的按钮就像有魔力一样，勾着他按了下去。结果这一按，康健马直接在长椅上傻了眼。系统提示这把刀确实能觉醒3个特殊能力，但前提是得消耗极其稀有的魔力石。看着那3个空空如也的槽位，他这才反应过来，合着拜兰特在这儿等着他呢，这哪是送福利，这分明是挖了个更大的坑让他跳。康健马现在满脑子都是拜兰特那个老坑货，想要激活武器属性，就要去面对那个让他头疼的家伙。与此同时，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长老克拉迪正对着镜子疯狂发泄。曾经那个阴沉冷静的男人，现在简直像变了个人。他只能躲在阴暗的房间里，靠着酒精来麻痹自己，整个人显得颓废又狼狈。克拉迪看着父亲来懵的笑相，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该怎么办。曾经那个受人敬仰的英雄后代，如今已经彻底走投无路。40年前，他的父亲作为7星英雄战死沙场，外界都在歌颂那场伟大的牺牲，可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整个家族噩梦的开始。顶梁注意到，原本显赫的家族成了人人想啃的香饽饽，无数势力像狼一样扑上来，想要把他们彻底瓜分干净。为了在这些恶狼口中活下来，年幼的克拉迪没得选，他只能在心里埋下毒药，让自己变得比任何人都狠毒。他当年亲手策划了一场黑吃黑，让那些想暗杀他的亲戚自相残杀，这才在血泊中保住了家族的地位。30岁那年，他如愿坐上了学院长老的位置。在他眼里，普通人不过是需要被圈养的羊群，而魔族的威胁就是他用来统治这些羊群最好的鞭子。他本以为这辈子都能稳坐钓鱼台，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里昂，这个被上天选中的少年，成了他计划中最大的变数。克拉迪心里很清楚，这个所谓的英雄，就是来砸他饭碗的。人类和魔族之间的鸿沟根本无法逾越。里昂想靠一己之力打败魔王，在他看来完全就是痴人说梦。他绝不允许历史上那种英雄封印魔族的奇迹再次上演，因为那会彻底毁掉他现在的统治。可就在他盘算着怎么除掉里昂时，一个声音突然从背后传来，埃尔竟然主动提出要帮他解决掉这个麻烦的英雄候选人。起初克拉迪还觉得对方没大没小，区区一个教官也敢来插手他的事。可当他转过头对上那双散发着紫光的眼睛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踢到了硬石头。仅仅是一个眼神，就让他彻底明白了什么叫绝对的压制。对方根本不是什么普通教官，而是一个舍弃人性与魔族签约的怪物。现在的局面已经彻底乱套了。里昂还没解决，又冒出一个捣乱的特招生，眼看连手下的王牌都指望不上。克拉迪知道不能再等了，他眼神阴冷地吐出几个字：召集送葬者小队。康健马盯着笔记本上的草图，魔力石这东西确实彻底改变了现状，尤其是这把村雨，竟然留了3个镶嵌槽。如果这是在游戏里，简直就是中了头彩。不过这些石头的来源全都是高级魔兽，说白了跟恶魔也没什么区别。想要变强，就要去碰那些最危险的家伙。又是恶魔，康健马总觉得这运气也是没谁了。旁边的萨基又熬了个大通宵，这会儿睡得正香。距离上次通关水牛地下城已经过去整整1周了。想要打开牛王的大门，魔力石就是唯一的钥匙，而那块石头是从巨兽级甘特身上掉落的。那家伙在游戏里随便跺跺脚都能让大地崩裂，可谁能想到这种级别的怪物在后续的更新名单里竟然根本排不上号。这些 S 级怪物每一个都是移动的天灾，想要从他们身上拿走魔力石，简直就是在刀尖上舔血。为了变强去招惹这些家伙，真的划算吗？康健马还没想出答案，思绪就被一个声音打断了。克洛伊走过来问康健马：“这儿有人做吗？”康健马回过神打了个招呼：“克洛伊早啊。”克洛伊凑过来打量着说：“看来你已经彻底好利索了。不过康健马，上次你伤得那么重，武器竟然还冒出了蓝光。”康健马赶紧打断他：“克洛伊那件事先别提了。”意识到差点说漏嘴，克洛伊赶紧道歉。康健马无奈地叹了口气，有些秘密确实不适合在大庭广众下聊，但有一点他很清楚，刷魔力石这笔买卖绝对值。讽刺的是，以前只想安稳度日的他，现在竟然开始渴望力量了。什么和平、稳定、安全，这些念头通通被他抛到了脑后，因为他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活下去。各种变数接连不断，这跟康健马记忆中的游戏剧情完全不同，就好像全世界都在跟他作对。不知不觉进入这所学院已经1个月了，季汉走过来打招呼：“早啊，克洛伊。”克洛伊也热情地回应着，但这轻松的氛围并没有让康健马放松警惕。3年后，第2次人魔大战就会爆发，为了在那场浩劫中活下来，锻炼身体、升级装备，这些已经不是选择，而是必须。看着旁边又在补觉的萨基，季汉一脸无奈，他怎么又睡熟了？克洛伊也跟着吐槽，要睡去别处睡。说实话，康健马现在谁也信不过，尤其是那个所谓的主角里昂。季汉
直接宣布了正事。我是来检查社团进度的，校长已经点头了，咱们现在还差最后一个人，你听说了吗？李昂最近可是出尽了风头，听说他单枪匹马刚清掉了一个高等级地下城。康健马听完沉默了，这家伙终于有点主角的样子了。不过这种感慨也就1秒钟，他很快就摇了摇头，算了，还是先管好自己这摊子是吧？萨基在那感叹，李昂昨天带个小队就把 A 级地下城给刷通了，咱们拼死拼活才搞定个 C 级的，中间还差点翻车。看他了解的这么清楚，季汉忍不住调侃，你该不会是在跟踪李昂吧？难道你真的看上他了？萨基直接甩过去一个白眼，没好气的回了一句，你想多了，我现在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季汉被对得莫名其妙，完全没听懂这话里的深意，但康健马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李昂变强的速度实在太快了，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在接下来的荒岛生存训练里，那把传说中的神剑恐怕就要落入李昂手里了。说实话，像他这样没有任何特殊天赋的人，能在这个世界活到现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康健马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也许自己就是个避雷针，专门替那个所谓的主角挡掉了所有的厄运。这种替人背锅的感觉真让人不爽，但康健马并不打算就这样认命。如果有人想要他的命，他会毫不犹豫的拔刀，管他什么剧情不剧情的。他没兴趣去扮演什么完美主角，更不想活在别人的阴影里。这一刻，他彻底想通了，他不是谁的附属品，是活在这个世界里的康健马。康健马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冷冷的丢下一句：“只要你敢拔剑，受伤的只会是你自己。”萨基听得一头雾水，旁边的季汉一脸认真的问：“兄弟，你是不是动漫看多了？”康健马这下尴尬了，赶紧摆手否认。结果季汉还不依不饶。那刚才那句台词是怎么回事？从哪个游戏里抄来的？康健马沉默了，这种当众被处刑的感觉，简直比打一场硬仗还难受。送葬者小队刚露面，帕里克就兴奋的不行，老大，咱们这回要出头了！学院的长老竟然亲自召见，这可是翻身的好机会。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老大雷顺冷冰冰的打断了，再敢多废话一句，我就拔了你的舌头！看帕里克被吓得够呛，旁边的同伴张太峰赶紧凑过来，小声提醒他，你是新来的不知道，老大最恶心学院那帮高层了。帕里克一脸纳闷，既然这么讨厌，那干嘛还要接这趟活？张太峰嘿嘿一笑，吐出一个最现实的理由，因为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每人预付1个亿，事成之后奖金直接翻倍，这种买卖谁能拒绝？就在两人聊得起劲时，老大一个眼神扫过来，吓得他们赶紧闭嘴。女仆在门外恭敬的汇报，人已经带到了。屋里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让他们进来。随着大门缓缓推开，这支让人闻风丧胆的送葬者小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走在最前面的正是他们的队长雷顺。长老克拉迪微微点头，语气里带着几分客气，感谢各位赏光。面对这位高权重的雇主，雷顺一言不发，只是冷冷地盯着对方。这种死一般的寂静让屋里的空气都快凝固了。克拉迪示意手下把资料递过去，雷顺接过文件夹，里面正是康健马的照片。他盯着照片冷笑一声，这家伙看起来就像个刚发财的暴发户小鬼。旁边的帕里克也凑了过来，一脸不屑的吐槽，长得还没有帅呢。克拉迪没心思开玩笑，他语气阴冷的交代，下周学校有荒岛生存训练，就在那儿动手杀了他。为了让这群杀手卖命，他再次重申了报酬，每人预付1个亿，事成之后还有额外奖金。雷顺合上文件夹，冷静地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事成之后的收尾工作谁来负责？克拉迪放下酒杯，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谈论天气。处理掉尸体，岛屿4周全是大海，直接让他去喂鱼。而此时的学院里，康健马正一边啃着3明治，一边苦哈哈的背着历史题。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别人的猎物。其实他期中考的还行，本来没必要这么拼命，但坏就坏在学院会把排名公开发出来，要是考得太难看，这面子往哪放？尤其是社团里那2个家伙，一个第1，一个第2，简直是一点活路都不给。康健马咬了一口3明治，心里暗暗发狠，绝对不能输给他们，实在不行待会儿考试就全选 C。正埋头复习呢，手机突然震个不停。康健马纳闷的嘀咕，大清早的谁这么闲？居然是萨基发来的，问他吃没吃早饭。康健马一脸嫌弃，管得真宽，你又不是我妈。结果对方的消息直接刷屏了，从补充糖分聊到新陈代谢，甚至还安利起了红豆羊羹，说这玩意儿能减肥美容，还能帮大脑转得快。康健马看着手机彻底无语了，这一大早的都在胡扯什么？这家伙真的是全校第1吗？怎么感觉脑子不太正常？他随手回了一句过去，屏幕那头的萨基立马露出了得逞的笑容。哎呦，居然秒回了！萨基正兴冲冲的追问呢，结果康健马反手回了一句：“吃麦芽糖去吧。”你这一句毒舌，直接把萨基给整不会了。萨基对着手机疯狂轰炸，别开玩笑，康健马你给我回消息！康健马压根没打算理他，直接把手机关机扔到一边。他整理了一下领带，眼神瞬间变得犀利起来。是时候拿下这场考试了，我绝对不能输给那个只知道吃的笨蛋。考完试的康健马坐在座位上，整个人都麻了，原来他才是那个小丑。第1道题就答错了。克洛伊凑过来打听，康健马你考得怎么样？康健马头也不抬的回答，我全选了 C。这一句话差点没把克洛伊给送走，他瞪大了眼睛，半天没说出话来。这哥们儿也太狠了。康健马心里其实虚得很，他全靠以前玩游戏的经验硬撑。不过比起旁边那个已经快哭出来的季汉，他觉得自己还能抢救一下。就在这时，康健马突然压低了声音问克洛伊：诺克斯联系过你吗？那家伙已经消失好久了。
克洛伊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诺克斯昨天确实打过电话，但他睡得太早，没接到。康健马盯着他追问，到底是几点打来的？克洛伊说是晚上7点。康健马心里冷笑一声，你平时可是个夜猫子，这分明是故意躲着不接啊。不过麻烦的是，成员的联系方式都是保密的，如果不等诺克斯主动现身，克洛伊就是唯一的线索。康健马看着这对疏远的兄妹，心里暗暗叹了口气，虽然各有各的理由，但还是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还没等他感慨完，旁边的季汉突然崩溃抓狂，扯着嗓子大喊大叫：为什么？我也熬夜了呀！这突如其来的爆发，把原本严肃的气氛瞬间给搅和没了。萨基这下可逮到机会了，他一脸坏笑的指着季汉，干嘛不干脆承认呢？这就是赤裸裸的失误。萨基凑到康健马跟前，你们两个刚才嘀咕什么呢？该不会是在谈恋爱吧？这话一出口，康健马还没来得及说话，旁边的克洛伊先顶不住了，他整个人陷入了粉红幻想，满脑子都是跟康健马交往的画面。康健马一脸嫌弃的看着他俩，语气冷得像冰块，你们这些小屁孩，脑子里除了谈恋爱就没别的吗？康健马还在极力撇清关系，解释说根本不是那回事。旁边的克洛伊压根没听进去，只觉得自己脖子疼得厉害，8成是昨晚睡落枕了。萨基语气冰冷地质问，既然没那回事，那你为什么一直不回我消息？康健马被问得一脸心虚，小声嘟囔着反驳，什么叫一直不回？我明明也就那一次没理你。就在两人扯皮的时候，气氛突然变得有点诡异，一个声音冷冰冰地直接喊出了他的全名，康健马。谁也没想到克洛伊会突然变脸，他周身爆发出的恐怖能量压得人根本喘不过气。他一字一顿的逼问，你们两个是不是私下有联系？搞什么？刚才坐在一起还没事，怎么一碰到联系方式？克洛伊的反应就这么大。康健马这下彻底看不懂了，这女生的心思简直比咒语还难猜。季汉还在旁边看热闹，问他知不知道这女生到底怎么了。康健马被吓得连连后退，这气氛简直让人脊背发凉。克洛伊死死盯着康健马，质问他为什么不给自己留号码。康健马一脸无奈的解释，那是因为你的号码属于机密。可克洛伊根本听不进去，他突然冒出一句，你答应过要做我的王子。这语气听得人头皮发麻。康健马赶紧问旁边的萨基知不知道什么是病娇，结果这姑娘完全不在频道上，还在那纠结是不是英语。季汉实在看不下去了，冲过来一把按住萨基，都什么时候了，还没发现大难临头了吗？萨基还在那大喊大叫，季汉却已经看出来了，眼前的克洛伊彻底疯了。随着美工刀推开的声音，局面瞬间降到了冰点。康健马心里一阵发虚，早知道平时就多研究一下病娇了。克洛伊一步步逼近，嘴里念叨着要让康健马的眼里只有他自己。康健马还想试着沟通一下，可克洛伊根本不听，他现在眼里只剩下康健马一个人了。克洛伊这下是真的疯了，美工刀划出的红光招招致命，康健马在前面拼命躲闪，这分明是要人命啊！季汉在旁边都看傻了，萨基竟然还有心思感叹。克洛伊一边挥刀一边嘶吼，控诉康健马总是让他伤心，说他身边围满了人，唯独没有他的位置。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康健马居然还敢跟别的女生混在一起，这扭曲的占有欲已经把他变成了最危险的疯子。刀光闪得让人睁不开眼，康健马还没反应过来，克洛伊的刀子已经到了跟前，这一下要是躲不开，命就要交代在这了。旁边的萨基倒是一脸淡定，居然还有心思在那看戏，仿佛眼前这场生死搏斗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克洛伊一边疯狂挥刀，一边歇斯底里的咆哮，他说自己为了康健马已经付出了能付出的一切，这种扭曲到极点的爱让每一刀都带着必杀的狠劲。克洛伊还没反应过来，康健马已经一个箭步冲上去，直接把克洛伊按在桌上，他死死按住那只拿刀的手，想让克洛伊先冷静下来谈谈。可克洛伊现在哪听得进去，他拼命挣扎着让康健马赶紧放手，手里的美工刀攥得咯吱响。康健马还在试图安抚他，结果克洛伊彻底爆发了，他大声质问康健马，平时连个联系都没有，现在凭什么跑来装好人？积压了这么久的委屈全在这一刻炸开了，看这架势，今天这事儿怕是谈不拢了。谁能想到局面反转的这么快？康健马突然压低嗓音说，隔着手机聊天太冷冰冰，非要跟克洛伊面对面谈。克洛伊整个人都愣住了，刚才那股杀气瞬间消失，他结结巴巴地重复着，在我们之间。康健马凑到他耳边叫着他的名字，说要在这里做个了断，最后还温柔地补了一句，谢谢你一直这么牵挂我。这一套连招下来，克洛伊的大脑彻底宕机了，刚才还要杀人的疯子，现在满脑子都是粉色泡泡。旁边的季汉下巴都快掉了，萨基更是一脸嫌弃。康健马接着忽悠克洛伊，说自己一直以来都特别依赖他，让他千万别再难过了。这招简直是降维打击，刚才还杀气腾腾的克洛伊，现在笑得跟个小迷妹一样。康健马心里总算松了口气，这波死里逃生全靠演技糊弄过去了。季汉在旁边都看傻了，赶紧过来问康健马有没有受伤。康健马摆摆手表示没事，但看着这一地的烂摊子，他尴尬的只想赶紧打扫卫生。克洛伊现在倒是乖巧得很，还主动问康健马接下来聊点啥。康健马心里还在犯嘀咕，危机虽然暂时解除了，但看着萨基离开的背影，他总觉得这事儿还没完。季汉现在才反应过来，只要事情牵扯到康健马，克洛伊就会瞬间变脸，那股杀气挡都挡不住。说白了，这就是一种扭曲到极致的爱，为了独占，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但最让人脊背发凉的还是康健马的两副面孔，前一秒还在对着克洛伊甜甜的笑，后一秒就能在背后藏好刀子。在季汉眼里，康健马可不是个简单角色，他虽然平时爱讲道理，但真到了关键时刻，他比谁都懂得怎么利用恐惧。这种手段看着像个反派，但实际上这才是统治者该有的素质。季汉敢断定，康健马以后绝对是个大人物。看着萨基一直低头玩手机，季汉忍不住凑过去问他怎么了，结果萨基头都不抬，语气冷冰冰的。季汉吐槽他一直在生闷气，萨基却死不承认。季汉还在好奇萨基盯着手机到底在忙什么，结果萨基语出惊人，说粉丝不听话，他正打算把上传的视频全删了。季汉凑过去一看，直接傻眼，萨基居然是个隐藏的大网红，视频标题叫什么病娇应对法，播放量居然有20多万。萨基倒是一脸淡定，说这只是他无聊时拍着玩的。季汉心疼的不行，这么火的视频说删就删，简直是暴殄天物。不过萨基主意已定，觉得这些东西已经没用了，季汉也只能由着他去，但他还是忍不住吐槽，萨基这频道名字起的也太土了，叫什么萨基酱的日语课，这都什么年代的审美了。萨基说就是随便瞎起的。下周3开始，所有人都要去阿瓦隆岛参加3天2夜的荒岛求生训练，虽然听着挺吓人，但大家基本都把它当成一次露营。不过康健马可没那么乐观，他已经一头扎进图书馆，开始给自己开小灶了。从辨别有毒植物到各种野外生存技巧，他一口气找了一大堆资料。看这架势，康健马是打算做足万全准备，毕竟在那种地方，多懂一点就能多一分胜算。别看学院说这次训练不计入成绩，但其实他们会盯着每个人的表现，这可是评估生存能力的重头戏。作为曾经的资深玩家，康健马对这段剧情再熟悉不过了，这可是原著里的关键转折点，主角里昂就是在这里拿到了神兵利器的核心部件，而且这还是里昂和阿贝尔感情升温的经典名场面，两人的心房就是从这次训练开始瓦解的。康健马以前看这段剧情的时候，那叫一个沉迷，可现在他却一点都不羡慕，毕竟自从入学以来，他身边天天都是各种破事，现在的他对这种浪漫桥段已经彻底免疫了。康健马现在真的是压力山大，学院长老在背后盯着他，神秘导师的身份还没搞清楚，社团招人的事也还没着落。这种时候，哪怕对面站着再漂亮的妹子，他也完全没心思去想那些。用他的话说，谈恋爱这种事还是留给下辈子吧，真正能让他心痒难耐的，只有那把传说中的圣剑巴尔蒙克。作为曾经的骨灰级玩家，康健马太清楚这把剑的威力了，甚至连所有碎片藏在哪，他都背得滚瓜烂熟。可问题就在这，知道在哪也没用，因为这把剑是会认主的，想要拿到它，就必须触发那个极其苛刻的条件，唤醒所谓的奇迹加护，否则普通人连碰它的资格都没有。拯救世界这种事，那是给主角准备的剧本。对现在的康健马来说，那把圣剑简直就是画饼充饥。他倒也想得开，既然够不着，那就先顾好眼前的荒岛训练，毕竟上次被伏击的阴影还没散呢。不过这次学院显然是动真格了，校长竟然亲自下令，请动了那位号称人类最强的剑皇齐格弗里德，让这种级别的英雄跑来带一群新生搞露营，这剧情崩得简直没法看。但对康健马来说，这反而是个绝好的机会。剧情跑偏了没关系，只要能安全达成目标，这波大腿他抱定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真正的秘密往往只藏在这些落灰的旧书里。康健马这次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挖出阿瓦隆岛的底细。那座地形不断变化的神秘岛屿，传说中的女王之湖，到底隐藏着什么？可翻了半天，书上写的全是些众所周知的常识，什么起始之地，什么无人荒岛，这些情报对他来说毫无价值。这下麻烦了，如果连这些古籍里都没有线索，难道真要把整个图书馆翻个底朝天，才能找到那个关键的答案吗？正当康健马查得入神的时候，背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原来你也在这儿。”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只手已经死死按住了他的肩膀。来的人竟然是里昂。里昂觉得康健马最近拼命的过头了，但他哪知道康健马心里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他知道3年后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所以现在1秒钟都不敢耽误。康健马直接了当地告诉他，自己必须为未来打算。这句话一出口，两人的距离感一下子就拉开了。但最让康健马纳闷的是，眼前的里昂似乎也和自己记忆里的那个人完全对不上号了。里昂打了个招呼就先走了。康健马没想那么多，他只是想在图书馆关门前赶紧把资料找齐，因为真正的考验，那个荒岛生存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训练场上这几位一碰面，气氛立马就不对劲了。瑞秋一上来就阴阳怪气，直冲着克洛伊去挑衅。萨基赶紧出来打圆场，想把话题引到训练上。瑞秋这下彻底炸锅了，他当众质问萨基为什么要偷偷摸摸进狼级班，是不是想趁机把康健马给抢走？萨基倒是一脸淡定，反手就扔出一个重磅消息，他说康健马这次打算单独行动，谁也不带。刚才还气得跳脚的瑞秋一听这话，眼睛立马就亮了。既然康健马是一个人，那接下来的3天荒岛训练可就是绝佳的机会了。瑞秋这脑回路也是没谁了，他居然觉得康健马说要单独行动，意思就是大家可以各凭本事去跟踪，反正只要没被当面拒绝就不算违规。萨基听完都无语了，这简直就是神逻辑。但瑞秋可不管这些，他甚至还兴致勃勃地提议要搞一场所谓的公平竞争，
虽然听起来离谱，但接下来的荒岛生存训练怕是要变成一场大型跟踪现场了。瑞秋这算盘打的是真响，他利用岛上随机传送的规则，强行开启了一场康健马争夺战，谁先找到康健马，谁就能拥有他的独占权。他们甚至还约定好了，找到人之后要发照片验证。阿贝尔反复琢磨着那个所谓的独占权，他脑子里全是康健马的身影，显然心里也并不平静。就在瑞秋以为又要多一个竞争对手的时候，阿贝尔却突然冷静了下来，他直接拒绝了邀请。他说自己没时间玩这种幼稚的恋爱游戏，随后当众宣布退出。阿贝尔这一走，瑞秋反而觉得更轻松了，反正竞争对手少一个是一个，他带着剩下的人继续计划，完全没发现阿贝尔最近有点反常。而另一边，康健马终于露面了，不过他现在的状态可不太好。为了这次训练，他在图书馆熬了整整一个通宵，他把所有注意事项都记在了手机里。结果点开一看，全是美迪亚发来的奇葩建议，甚至还叮嘱他多带几条黑内裤，说是耐脏。康健马无奈的笑了笑，这简直比亲奶奶还要唠叨。不过他很快就笑不出来了。情报里的提到的女教官，如果对方的目标真的是他，那接下来的荒岛训练就是对方动手的最好机会。毕竟在那片无人区，死个人实在是太容易了。康健马紧了颈背上的包，虽然他不喜欢对同类动物，但真到了保命的时候，他绝对会比任何人都要狠。既然对方想玩，那就看看在这座荒岛上到底谁才是最后的猎人。康健马在人群里找的头都大了，情报里说对方是紫头发高个子，结果放眼望去，现场全是这种打扮的教官，这上哪儿找去？就在他叹气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居然是齐格弗里德亲自过来了，身边还跟着一脸严肃的阿贝尔。齐格弗里德一眼就看出康健马最近没少下功夫，他语重心长地提醒，有天赋还肯努力固然是好事，但身体才是本钱，该休息的时候千万别硬撑。康健马赶紧礼貌地道谢，还祝这位大佬这次也能有大收获。齐格弗里德被夸得老脸一红，干咳2声就赶紧开溜了。康健马看着这位大佬的背影，不得不承认，这老头穿的虽然花，但确实帅得有点过分。还没等他感慨完，阿贝尔就冷着脸从旁边经过，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送了他一个冷哼。这脾气真是让人捉摸不透。看着旁边局促不安的阿贝尔，康健马忍不住在心里犯嘀咕：别这么紧张啊，像你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以后肯定不愁找男朋友。萨基这姑娘也是心大，本想趁康健马不注意搞个偷袭，结果玩笑还没开成，脑门上就结结实实挨了一记响指，疼得他当场就开始大喊大叫。康健马也是一脸尴尬，解释说这纯粹是身体的本能反应，谁让萨基最近总是在他身边晃悠，还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搞得他神经都快衰弱了。萨基气得扭头就走，临走前还不忘抱怨一句，说自己只是想来祝他训练顺利，结果好心没好报。康健马看着他的背影陷入了沉思，他实在搞不懂萨基到底在想什么，如果不理他，这姑娘就会变得焦躁不安。就在这时，通往阿瓦隆岛的空间门正式开启，巨大的能量波动在半空中炸开，广播里还在机械地重复着，祝大家旅途愉快。康健马看着眼前的光芒，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这次行动他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他深吸一口气，在心里默默祈祷暗影的庇护，随后头也不回的直接踏入了那片未知的领域。穿过那道刺眼的强光，康健马终于踩在了实地上。来到这个世界整整1年了，直到这一刻，他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确实闯进了一个奇幻世界。眼前这片被称为圣地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阿瓦隆。那种扑面而来的震撼感，让他一时间陷入了沉默。这就是传说中的世界树。康健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在这片圣地里找到那个能改变局面的新祝福。康健马不紧不慢地翻开包，打算先整点保命的家伙。这把超市买的大砍刀，可是他为了特训专门准备的。他随手挥了2下，虽然手感不错，但总觉得哪里有点别扭。看来真到了关键时刻，还是得靠那把生鱼片刀才行。康健马正想着找点吃的填饱肚子，结果一抬头，刚好撞见一只送上门的兔子。谁知道这小家伙迎风就长，一下子变成了个肌肉怪物，这反差让谁看了都得愣一下。康健马冷笑一声，连牛王都杀过了，这只兔子在他眼里也就是盘菜。他直接开启剑神祝福，看来这顿午饭他是吃定了。阿贝尔这边的画风却完全不同，他正蹲在草丛里盯着一只小兔子发呆。阿贝尔轻声问：小家伙，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了？看着这么萌的小东西，他刚才那点想吃肉的念头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谁能想到，这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兔子竟然翻脸不认人，对着阿贝尔的手就是一口。还没等阿贝尔反应过来，这兔子就像充了气一样，瞬间变成了一只肌肉怪物。阿贝尔这下彻底火了，他一边追一边喊：本来想放你一马，现在看来是没这个必要了，正好拿你试试我的训练成果。这种级别的对手他根本就没放在眼里，这兔子竟然还在扮猪吃老虎，速度越来越快。阿贝尔这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有点轻敌了，不过比速度他还没怕过谁。阿贝尔直接祭出家传的尼伯龙根之刃，这一剑他志在必得，眼看就要抓到对方了。阿贝尔还没来得及高兴，脚下的地面却突然崩塌。阿贝尔正不断向深水坠落，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就在这时，水面上竟然浮现出了康健马的身影，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走马灯？康健马这边也陷入了苦战，面对这只怪力乱神的兔子，
他每一次格挡都显得异常吃力。本以为这一世的身体素质已经够强，可真到了硬碰硬的时候，他才发现没有加护的力量，简直就像是在被降维打击。这种深深的无力感，让他甚至觉得之前的拼命训练全都败练了。就在康健马体力快要透支的时候，他竟然主动收手了。他觉得与其在这里死磕浪费体力，不如放这兔子一条生路，大家各走各路。谁知道这畜生根本不领情，反而露出一副嘲讽的表情，明摆着是看扁了他，觉得他太弱了。既然被这么挑衅，那康健马也没必要再装下去了。他反手握住刀柄，低声唤醒了沉睡的力量。剑神加护正式激活，伴随着一声怪叫，瑞秋手持长矛从天而降。他刚落的就发现情况不对，自己竟然在这片林子里一直圆的打转。瑞秋无奈的自嘲起来，明明是自己的主场游戏，结果自己先迷了路。迷路的瑞秋正尴尬的想抠地，就在这时，天上一只乌鸦飞过，瞬间点亮了他的脑回路。他突然冒出一个奇葩逻辑，觉得乌鸦喜欢闪亮的东西，只要跟着他跑，就一定能找到康健马。对他来说，动脑子简直就是浪费时间，直接冲过去才是硬道理。瑞秋已经化作一道闪电，全速出发了。萨基隐约听到了瑞秋的声音，但他现在可没工夫管这些，当务之急是检查装备，零食、毯子、武器样样齐全，唯独缺了那个关键的人。康健马并不在附近，这让萨基不得不冷静下来。既然是大家一起参加的游戏，他可绝对不想当输家。根据岛上的特殊地形，他判断自己正处于岸边的隐蔽处，而那个男人大概率会躲进森林最深处。虽然过程会很麻烦，但萨基已经锁定了目标，他决定前往那个永恒不变的境地——世界边界。萨基终于坐不住了，他心里那点小九九全写在脸上了，嘴上说着要去报仇，其实心里比谁都想快点见到康健马。他暗暗发誓，这次绝对不能把他弄丢了，等见了面，一定要把之前被弹脑门的仇报回来。就在萨基全速赶路的时候，森林另一头的克洛伊可没闲着，他正陷入狼群的重重包围，但他根本没在怕的，手起刀落，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巨狼瞬间就被斩成了碎片。这身手简直率的掉渣，克洛伊这会儿已经彻底开启了寻夫模式，他在林子里疯狂穿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必须抢在所有人前面，第一个找到康健马。他甚至已经开始幻想要让那个男人的眼里只有自己。而此时的康健马正悠闲地烤着肉，觉得接下来的伙食总算有保障了。可还没等他咬上一口，一股异样的气息就逼到了跟前。康健马瞬间警觉起来，这动静绝对不是什么野兽，看来不速之客已经找上门了。康健马这下是真动了杀心，他感觉到那个气息越来越近，而且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既然对方想玩阴的，那他也绝对不会客气。他反手拔出短刀，准备在草丛传出响动的瞬间，直接一记横斩劈过去。克洛伊一边大喊着康健马的名字，一边不管不顾地扑了上来。可还没等他把气喘匀，脸色当场就变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儿竟然还能碰到这个死对头瑞秋。两人刚一碰面，火药味就已经拉满了。康健马差点闯了大祸，他的短刀带着寒光，眼看就要劈向地上的黑影。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硬生生地停住了手。等看清对方的脸，康健马整个人都愣住了。坐在地上的竟然是阿贝尔。要是再晚那么1秒钟，这姑娘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阿贝尔这会儿也懵了，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整话。这局面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这下尴尬了。刚才还嘴硬说不饿，结果现在不仅蹭了人家的火，还得靠人家给的披风取暖。康健马把披风递过去说：“拿着吧，先把身体盖上。”阿贝尔嘴上没说话，心里早就后悔的不行，早知道就不该为了这点香味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结果刚想开口道谢，脚踝钻心的疼让他一下子没忍住叫出声来。原来是刚才赶路太急，竟然把脚给崴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康健马已经蹲下身子凑了过来。阿贝尔吓得语无伦次：“你到底要干什么？”康健马根本没理会他的抗拒，直接伸手握住了他的脚踝，疼得阿贝尔倒吸一口凉气。康健马头也不抬地提醒道：“这伤口要是现在不处理，在这荒郊野外很快就会感染。”看着他一脸认真的样子，阿贝尔这下彻底没话说了，只能老老实实的坐在那，任由他帮自己包扎。过了好半天，他才低着头小声说了句：“谢谢。”火堆旁再次陷入了沉默，但这次的感觉好像跟刚才不太一样了。康健马随口问了一句：“你干嘛非要一个人在外面晃悠？”阿贝尔愣了一下，脑子里全是瑞秋那些疯狂的话，什么谁先找到康健马，谁就能彻底占有他。阿贝尔实在不想卷进这种破事里，只能含糊的解释说，有些事想自己处理，而且一个人待着更自在。康健马听完感叹了一句：“看来咱俩还挺像的。”阿贝尔心里已经做好了决定，这种莫名其妙的争夺战，他这次绝对不参与了。可谁能想到，他竟然举起了手机，悄悄对准了康健马。随着快门声响起，刚才那温馨的一幕直接被发到了群里，这下整个群都炸锅了。萨基看着照片气的大吼：“你不是说不参与吗？怎么转头就跟人私会去了？”瑞秋也在旁边阴阳怪气：“真没看出来啊，平时装得像只温顺的小猫，背地里动作比谁都快。”看着手机里满屏的质问，阿贝尔坐在火堆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康健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顺手递过来一串烤肉说：“趁热吃吧。”阿贝尔愣愣地接过来。火堆旁的氛围越来越尴尬，阿贝尔为了没话找话，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你怎么会这么强？”康健马沉默了一下，他淡淡的回答说：“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老师吧。”
阿贝尔有些好奇，什么样的老师能教出这种怪物？康健马看着跳动的火光，轻声说：“是他教了我怎么用刀，而这一练就是整整17年。”阿贝尔这回算是踢到硬板了。他从小跟着祖父齐格弗里德学剑，本以为这世上没人比他更懂剑法。他忍不住追问：“你到底学的是什么路数？”康健马的语气平静的让人害怕。他说自己很久以前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变强并不代表你一定能赢，真正能赢到最后的是那些无论如何都不肯放弃、死磕到底也要活下来的人。在康健马眼里，只有活到最后的人才配叫真正的强者。阿贝尔听完彻底没话了，他看着眼前的男人，第一次感觉到两人的世界观根本不在一个维度。刚才那股严肃劲儿被阿贝尔这一阵大笑给彻底搞破功了。他一边笑一边吐槽：“天哪，你说话怎么像个老头子一样？”阿贝尔笑得停不下来，直呼康健马的话太老套了，甚至怀疑他到底是不是17岁，简直跟他祖父一个语气。笑着笑着，他突然有些感伤，想起上次两人这样坐着聊天，还是在很久以前的长椅上。康健马直接递过去一串烤肉，干脆利落地说：“吃这个。”阿贝尔愣了一下，乖乖接过烤肉尝了一口，刚才那些乱七八糟的思绪瞬间就被这口美味给治愈了。荒岛的清晨，阿贝尔从睡梦中惊醒，可当他睁开眼，眼前的景象让他心里咯噔一下。昨晚还烧得旺的火堆已经灭了，那个坐在火堆旁的男人竟然就这样人间蒸发了，一句话都没留下，走的那叫一个干脆利落。阿贝尔看着空荡荡的营地，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更要命的是，昨晚那些让人脸红心跳的画面又开始在脑子里疯狂重播，这简直就是大型社死现场。这种被丢下的失落感，加上挥之不去的羞耻回忆，让他整个人都要凌乱了。看着地上的水渍，阿贝尔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脸，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竟然流泪了。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陌生到让他感到不知所措。从小到大，他习惯了独自面对所有的困难，不管遇到多大的麻烦，他都告诉自己必须赢，哪怕再想哭，他也会死死憋回去。因为作为家族的继承人，像个普通孩子一样撒娇发泄，对他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这种背负家族名誉的沉重枷锁，让他早就忘了原来自己也可以有软弱的时候。阿贝尔终于想通了，他看着远方，喃喃自语：“康健马那个笨蛋，为什么要为我做到这种地步？”以前的他总是嫉妒那些无私奉献的人，觉得那简直不可理喻。可现在，他心里那块冰冷的石头彻底化了。还有最后2天时间，坐在这里哭姐绝不了任何问题。既然欠了人情，那就必须亲手还回去。阿贝尔擦干眼泪，重新披上战袍，握紧长剑，眼神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又回来了。他大声招呼着：“出发！”与此同时，康健马正一个人在林子里穿行，他抬头看了看天，随口抱怨了一句：“昨晚还冷得要命，这天怎么说热就热了。”康健马一边走一边琢磨，那个大小姐现在应该已经醒了，不得不说她长得确实挺漂亮，可惜人家根本看不上自己。不过也对，毕竟高冷可是他雷打不动的人设，要是太热情反而奇怪了。昨晚之所以顺手帮他一把，纯粹是看他当时太可怜了，真不是因为动了什么心思。毕竟在这个节骨眼上，多管闲事可不是什么好习惯。终于走出这片林子了，康健马回头看了一眼，虽然剧情稍微有点跑偏，但目前来看一切还在掌控之中。他猛地想起一件重要的事，今天可是个关键日子。按照原剧情的走向，今天应该是阿贝尔和里昂正式开启感情戏的日子，可现在情况完全乱套了。康健马心里开始犯嘀咕，那条毯子他该不会转手送给里昂吧？要是那样，这剧情可就真没法看了。算了，现在想这些也没用，当务之急是赶紧行动，必须在太阳下山之前找到那个传说中的再生祝福。康健马盯上的这个再生祝福听起来简直像个外挂，它能让人拥有恐怖的恢复力，唯一的缺点是只能对自己使用。但在康健马这里，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配合他那招转移能力，他能让身边的队友瞬间满血复活，甚至连受损的武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虽然这招没法让断掉的胳膊重新长出来，但在实战中已经足够逆天了。最关键的是，这东西在原著里只是个隐藏道具，拿走它并不会影响里昂后期的成长。既然这样，那康健马可就不客气的收下了。费了9牛2虎之力，康健马总算爬上了山顶。这现实场景跟游戏画面差的也太远了，害得他在山里转悠了大半天，直到太阳快下山才找对地方。不过辛苦总算没白费，就在这片废墟里，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再生祝福。可奇怪的是，废墟深处竟然还有个发光的东西。按照原剧情，祝福应该是隐藏起来的才对，难道这巨大的光球竟然是个额外的惊喜奖励？这下真是赚翻了，本来只是想拿个祝福，结果连这宝贝也一起送上门了。康健马觉得自己这回总算是撞了大运，毕竟之前的运气实在太背了。可就在他准备靠近的时候，周围的气氛突然不对劲了。康健马猛地停下动作，这荒郊野岭的废墟里竟然还有别的人，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康健马刚想伸手拿宝贝，就跟守在这里的里昂撞个正着，对方一开口就叫出了他的名字，显然已经等候多时了。康健马还想打个马虎眼，说自己只是路过看到有光才过来的，但里昂根本不吃这一套，那双发着蓝光的眼睛死死盯着他，想要拿走这个光球，只能先打赢他。话音刚落，里昂直接亮出了家伙，这下局面彻底失控了。里昂，从你出生的那天起，半个世界都在为你微笑，终于找到了，这就是传说中英雄的证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里昂怎么突然就翻脸了？按照原本的剧情走向，他现在应该跟阿贝尔
在一起才对。坏了，难道是因为我的出现不小心截胡了人家的奇遇？明明昨晚还没什么动静，结果现在剧情全乱套了，这下麻烦大了。李昂这是打算跟我死磕到底啊？谁能想到李昂手里拿的剑竟然是巴尔蒙克？康健马一眼就认出来了，虽然这把剑现在还不完整，但散发出的气息已经足够吓人。更要命的是，剑柄上镶嵌的那颗宝石就是能中和魔性、赋予神力的以太宝石。这把剑最诡异的地方在于，它会根据主人的心性，在圣剑和魔剑之间来回切换。康健马看着眼前的李昂，心里越来越发毛。这家伙明明还没学会意象巨现，怎么可能爆发出这种压迫感？李昂却一脸淡定地说：“别紧张，就当是朋友间的切磋。”康健马听完脸都黑了：“你管这叫切磋？谁家切磋是奔着要命去的？”李昂冷冷地回了一句：“我这人确实不太擅长撒谎。”这下实锤了，他是真的打算在这里彻底解决掉康健马。康健马这下全看明白了，李昂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宝石，他就是想拿这把魔剑把我当成他升级路上的垫脚石，什么借口都是虚的，想踩着我上位才是真的。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也没什么好分析的了。李昂冷冷地丢下一句：“抱歉，我时间有限，咱们直接开打吧。”话音刚落，他整个人就像离弦的箭一样，直接提剑冲了过来，这速度快得根本不给人反应机会。萨基与季汉一见面，简直就是火星撞地球，季汉被吓了一大跳，萨基更是满脸嫌弃，直呼怎么偏偏碰到了这个丧门星。季汉也不甘示弱，吐槽萨基是个大路痴，明明是自己迷了路，还非要跟着别人乱喊乱叫。吵着吵着，季汉突然回过味来了，他盯着萨基问：“你这么急着找我，该不会是看上我了吧？”萨基听完直接翻了个白眼，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可季汉却越说越起劲，开始有理有据地分析起来。他说萨基以前最爱摸鱼，现在竟然为了找他，连最讨厌的活儿都抢着干，这要不是因为爱情，那可真是见鬼了。萨基突然一个急刹车，差点没把后面的季汉给撞飞。季汉刚想开口抱怨，却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劲。萨基低着头沉默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难道我表现的真的那么明显吗？”这话一出，季汉整个人都石化了。他本来只是想开个玩笑逗逗他，谁能想到这大姐居然当真了。看着眼前这个和平时完全不一样的萨基，季汉不仅没感到心动，反而觉得脊背发凉。他一脸惊恐地往后退，大声质问萨基：“你是不是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还是中了谁的精神魔法？赶紧给我清醒一点啊！”萨基终于忍无可忍，直接一记重拳，让季汉彻底闭了嘴。还没等季汉缓过劲来，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震得树林里的鸟满天乱飞。季汉还以为是地震了，可萨基的表情却瞬间凝固，他感觉到一股极其不安的气息正从战斗的方向传过来，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动静。就在这时，一把断裂的刀刃掉落在地，这简直疯了！康健马看着地上的断刀，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刚才那一瞬间，他甚至连对方的动作都没看清。李昂拎着那把发光的长剑，一步步逼近，他不仅没有收手的意思，反而觉得康健马不还手是对他极大的不尊重。康健马心里很清楚，刚才那一剑要是真劈下来，自己现在已经没命了。他根本没法理解为什么自己会卷入这种玩命的战斗，对方手里的家伙太恐怖了，再这么耗下去，今天恐怕真的要交代在这了。李昂冷冷地吐出3个字：“拿起剑。”康健马心里很清楚，只要自己稍微出一点差错，今天就要交代在这。他强迫自己丢掉那些天真的幻想，没有加护又怎么样？如果不在这里拼命，就真的没有以后了。李昂的加护正式开启，这代表他终于要动真格了。空气中弥漫着恐怖的压迫感，仿佛连空间都要被撕裂。两人碰撞的一瞬间，巨大的能量直接炸开了，周围的一切瞬间化为灰烬。这根本不是普通学生能有的破坏力。康健马顶着这股压力，在火光中和里昂贴脸硬刚，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退后半步，只要稍微一松劲，就会被这股力量彻底吞没。里昂的攻势突然变了，紫色的剑气像浪潮一样压过来，快到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时间，康健马只能靠着本能，用手里那把断掉的残刃死命格挡。里昂完全没有停手的打算，每一剑都直奔要害，这种密不透风的压制力简直让人窒息。康健马被逼得节节败退，脚下的地面已经裂成了碎片。他心里很清楚，再这么被动挨打下去，手里的断刃马上就要彻底崩碎了。李昂的眼神冷得可怕，他直接欺身而上，准备在这近身肉搏中彻底终结这场战斗。这已经不是在切磋了，李昂招招都在下死手。康健马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显然没料到李昂竟然还藏着这种杀招。远处的石柱阵瞬间崩塌，这种破坏力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直接撞了上来，康健马根本无力抵抗，整个人被瞬间掀翻。李昂的速度快到离谱，在场地上拉出一道 Z 字残影，这实力提升的也太不讲道理了，跟期中考试的时候相比，简直就是两个人在战斗。主角光环也该有个限度吧？难道这全场上下就只有你一个人在开挂升级吗？还没等康健马吐槽完，一股恐怖的气息瞬间锁定了他，他愣在原地，甚至没看清发生了什么。一道毁灭性的红光直接劈了下来，这下麻烦大了，康健马根本避无可避。李昂大口喘着粗气，这一击显然已经掏空了他的体力，他死死盯着前方，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可就在这时，烟尘中传来了沉稳的脚步声，一个黑影缓缓走了出来。康健马竟然还没倒下，他手里握着那把断刃，看起来就像个没事人一样。这下轮到李昂怀疑人生了，他怎么也想不通，在那种程度的攻击下，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康健马停下了动作，他看着眼前的对手问：“李昂，你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李昂站在废墟中，身体已经有些摇晃了，但他依然死死握着手里的剑，沉默了很久才开口：“为了这个世界，如果是你的话，一定能让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获得幸福吧。”这听起来像是救世主的宣言，可透出的那股压抑感却让人脊背发凉。李昂突然冷笑出声，那笑声听得人心里发毛。他死死盯着康健马说：“现在你该明白了。”他手中的长剑开始疯狂蓄力，金色的光芒瞬间炸裂开来。这一击，他显然是赌上了全部，就用这一招来彻底结束这场战斗吧。康健马握紧了武器，他知道接下来的这一秒将决定生死。巨大的光柱冲天而起，整个山谷都在这股力量下颤抖。谁能想到，李昂那毁天灭地的一击，竟然被硬生生顶了回来。康健马借着强光的掩护，瞬间杀到了跟前。这一击重击式大力沉，直接把不可一世的李昂给掀翻了，碎石乱飞。刚才还胜券在握的李昂，这下彻底狼狈了。他死死抓着那把散发微光的剑，显然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咔嚓一声，李昂手里那把无坚不摧的剑竟然彻底断了。这一幕谁都没料到，曾经的骄傲在这一刻碎成了渣。就在这时，黑暗中响起了一个声音：“我相信你。”那是父亲的声音，在最绝望的时刻，成了他心里最后的一道光。父亲，我……李昂抬头看向天空，那里实在太高了，高到让人根本够不着。一个残酷的真相终于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原来从一开始被选中的人就不该是我，本该是你才对，那个真正背负天命的人。康健马。这场莫名其妙的对峙结束的比想象中还要快。就在康健马准备收手的时候，对方竟然凭空消失了，只剩下一根羽毛落在这一片废墟里。想拿我当垫脚石来完成所谓的英雄觉醒，那他可真是找错人了。不管对方有什么目的，在这场博弈里，我可没打算输给任何人。刚才那场仗打得真险，李昂那家伙根本没打算留活路，只要我稍微分个神，现在躺在地上的就是我了。不得不说，这成长速度简直是拿了主角剧本。为了不伤到他本人，我刚才只能不停地闪躲，虽然不小心弄坏了他的武器，但只要能修复，那把剑迟早会进化成最终形态，对他来说也不算坏事。最起码我没把这未来的主角给当场废了，只要目的达到了，这就已经足够了。找了这么久，总算让康健马给翻出来了。原来真正的宝贝一直藏在这个地方。心外挂到账了，再生祝福，只要不是缺胳膊断腿，身体受损都能瞬间修复。康健马有点不敢相信，这难道是个被动技能？为了验证效果，他直接对左手臂划了一刀，伤口竟然在几秒钟内就彻底消失了。这恢复速度确实够硬，有了这个保命底牌，接下来的计划可就有意思多了。虽然过程有点费劲，但好在东西总算到手了。康健马独自坐在篝火旁，脑子里全是刚才战斗的画面，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刚才那种压抑的气氛，绝对不只是因为某个人，有些事情躲也躲不掉，迟早都要面对。但李昂当时说的那句话，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当时的情况根本没机会细问，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男人的身份恐怕没那么简单。在这个世界里，李昂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如果李昂是这个世界的原住民，那到底是谁把他扔进这个鬼地方的？这背后的真相才是最让人头疼的谜团。康健马盯着眼前的篝火，其实他上辈子就是个一点就着的脾气，虽然最近一直在克制，但骨子里那股劲儿根本藏不住。他最看不惯的就是不公平，以前为了保护自己，甚至没少跟那些难缠的家伙动手。这种性格可能就是所谓的宿命。原本他只想当个旁观者，绝不插手什么主线剧情。可为了拿到那个祝福，他不仅跟李昂打了一架，还彻底打乱了所有的计划。这下可好，低调发育是不可能了。现在的他不仅卷进了麻烦的中心，甚至连命都要被人盯上了。如果真的到了生死关头，康健马心里很清楚，他可能真的会下死手，不是对那些怪物，而是对活生生的人。这种念头让他有些迷茫。他坐在火堆旁问自己，现在的状态真的没问题吗？或许他确实需要放松一下了。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萨基突然出现在身后，一脸嫌弃地说：“你话可真多，还是变回以前那个你就行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差点没把康健马给吓死。刚才那点深沉的气氛瞬间全没了，刚才那声音太真实了。康健马环顾四周，却什么也没发现，看来是真的累坏了，脑子都开始产生幻觉了。他独自坐在火堆旁，如果萨基现在就在身边，肯定又要对着他一顿唠叨。那种吵闹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竟然有点怀念。也不知道那帮家伙现在都在干什么，是不是也像他一样，正躲在哪个角落里发愁？结果萨基这丫头根本没闲着，一边哼着小曲，一边玩手机。而瑞秋顺手给旁边的克洛伊来了一记响亮的爆头。看来康健马的担心完全多余，这帮人凑在一起，永远都不可能安静下来。朋友这种词听起来还真是够肉麻的。康健马自嘲地笑了笑，这种煽情的台词果然还是不太适合他。深夜的森林里，除了偶尔跳动的火星，四周安静的有些过头。他独自坐在这片黑暗中，享受着难得的清静。可这种平静注定维持不了多久。就在他放松警惕的时候，远处的草丛里突然传来了细微的脚步声，声音很轻，但在这死寂的林子里显得格外刺耳。帕里克这帮刺客已经把周围堵得死死的，看这架势，今天是不打算放康健马离开了。躲在暗处的雷顺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连一句话都没多说，杀招就直接甩了过来。无数闪着蓝光的攻击像密集的雨点一样封锁了康健马所有的退路。康健马的反应已经快到了极致，但在这种密不透风的围攻下，还是出了意外，衣服被瞬间撕开，鲜血直接渗了出来。帕里克这下
是真的看走眼了。他一边吐着舌头，一边惊叹康健马的实力，甚至还动了歪心思，想干脆把这小子拉入伙。帕里克嬉皮笑脸地说：“老大，这家伙真的只是个学员吗？要不咱们直接把他挖过来算了。”雷顺冷冷地回了一句：“闭嘴，帕里克！”康健马死死盯着眼前的女人，心里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他认出来了，这个女人就是雷顺，她可是刺客组织的首领，也是里昂未来要面对的第一个半魔人对手，实力强得离谱。谁能想到，她曾经也是贵族家的大小姐，因为家族背叛才沦为杀手，满腔的恨意让她越陷越深，注定是一个走向毁灭的悲剧角色。虽然对方身世可怜，但康健马心里很清楚，对于这种放弃人性的杀手，根本没必要同情。帕里克一边打量着康健马，一边阴阳怪气的挑衅：“小子，你到底是什么来头？刚才那种攻击都能躲开，你该不会也是个同行吧？”看着康健马那副淡定的样子，帕里克心里直发毛，这小子实在太不正常了。他转头对雷顺提议：“老大，要不咱们真考虑把他拉入伙？”雷顺死死盯着康健马，冷冷地问了一句：“你到底是哪个组织派来的？”康健马听完差点笑出声，这帮杀手是不是脑子坏了？居然问一个学员这种问题？难道他看起来真的很像个职业杀手吗？帕里克在旁边笑得更欢了，他拍着手起哄：“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啊！咱们老大居然对猎物产生了兴趣。”张太峰一边戴上纸虎，一边冷笑着评价：“这小子的动作确实不一般。本以为所谓的新生第一名只是个有点冲劲的毛头小子，虽然康健马现在浑身是伤，但在张太峰眼里，这反而证明了康健马的难缠。他已经收起了轻视，准备动真格的了。”康健马沉默地站在原地，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他看着眼前这帮人，语气平静的让人害怕。既然连你们这种货色都派出来了，看来躲在幕后的那个人身份绝对不简单，起码也是个长老级别的老家伙。我说的对吧？康健马猛地抬起头，一字一顿地揭开了真相：专门干脏活的送葬者小队。这句话一出，全场瞬间死寂。雷顺和帕里克全都愣住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学员竟然一眼就看穿了他们最隐秘的身份。张太峰气得当场暴走，指着康健马的鼻子破口大骂：“小子，你到底是谁派来的？居然敢调查我们！”雷顺伸手拦住了他，语气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够了，看来你确实很了解我们。”康健马面对这帮杀手，不仅没有退缩，反而露出一抹嘲讽的冷笑：“你们不就是一群为了钱到处乱杀人的屠夫吗？”这句话一出，旁边的张太峰整个人都僵住了，他心里暗叫不好，这小子真是活腻了，偏偏说了老大最听不得的话。康健马察觉到对方的反应有些诡异，他微微皱眉，追问了一句：“怎么我说错了吗？堂堂曾经的贵族大人，受不了被我这种穷学生叫做屠夫吗？”这句话彻底撕碎了对方的体面，旁边的张太峰再也忍不住了，他怒吼着挥出重拳，这一击奔着要康健马的命就去了。就在拳头落下的瞬间，康健马低声念出了咒语，剑神之家户瞬间开启。张太峰这一拳只砸中了一道残影，康健马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身后。张太峰气得破口大骂：“只会像老鼠一样躲来躲去吗？有种别跑！”张太峰甚至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刚才还气势汹汹的他，现在已经像烂泥一样瘫倒在康健马的脚下。这一幕把旁边的帕里克吓疯了，他歇斯底里的大喊着：“副队长居然被秒杀了！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康健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着手里的短刀，他意识到一件事，这不是在虚拟的亚空间，而是在真实的现实世界，他真的动手杀人了。这种沉重的真实感让他停顿了片刻。雷顺看着倒下的手下，脸色变得极其阴冷，他对着剩下的刺客怒吼：“都愣着干什么？给我一起上！”随着首领的一声令下，原本被吓住的刺客们再次红着眼冲了上来。面对四面八方涌来的杀气，康健马不仅没有后退，眼前的系统数值反而开始疯狂跳动。12.7，这仅仅是个开始。他冷冷地评价了一句：“有点意思。”就在这一刻，康健马周身的能量瞬间炸裂，神之加护的提示再次浮现，他的战斗数值直接从12.7飙升到了88.8。周邦看了一眼手机，居然已经凌晨12点多了，他只想赶紧找完东西收工回家。可找着找着，他突然冒出一个荒诞的念头：我的良知到底丢哪了？难道被我塞进冰箱里了吗？谁也没想到康健马会突然发动袭击，速度快到连计时器都跟不上，只要一刀，刺客就直接倒地。这下整个场面彻底炸开了锅，刺客们全都杀红了眼，一边咒骂一边围了上来，要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当场拿下。面对这群刺客的围攻，康健马压根没打算退缩，他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在人群里杀了个七进七出。这帮人嘴上喊着要他的命，结果连他的衣角都碰不着，场面瞬间乱成了一锅粥。雷顺这下彻底懵了，他原本以为康健马只是个软柿子，结果这乃是学员啊！这简直就是个杀神。看着手下一个接一个倒下，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是踢到铁板了，想起那个疯老头当初承诺只要搞定这小子就给1亿奖金。雷顺现在只想骂人，这钱呢是奖金，分明是买命钱。计时器上只剩下最后9秒，因为里昂的纠缠，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虽然是正当防卫，但杀人和杀魔物的感觉完全不同。但康健马心里没有半点后悔，对付这群想要他命的屠夫，仁慈只会害了自己。
现在场上只剩下雷顺一个活口。康健马蹲下身子，冷冷地问：“到底是谁派你来的？”雷顺死到临头还在嘴硬，压根没打算配合。康健马指了指周围那些惨死的刺客，提醒他看清楚现在的局势，趁他还有耐心，最好乖乖把幕后主使供出来。可雷顺只是狠狠地瞪着他，嘴里蹦出2个字：“恶魔。”看来想让这块硬骨头开口，还得用点更狠的手段。雷顺突然冷笑起来，他说：“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人要花重金买康健马的命，因为这小子的身世干净的简直像个鬼魂。不仅个人档案被彻底抹除，甚至连他的亲戚和父母全都人间蒸发了。那个雇主根本就是想借刀杀人，除掉这个伪装成学员的怪物。”康健马听到这，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下意识的想要反驳，可当他试图回忆父母的样子时，大脑却像断片了一样，记忆里那些最亲近的脸孔竟然全是模糊的马赛克。他的声音冷得让人发毛：“你刚才说我的父母怎么了？”康健马的耐心已经彻底耗尽了，他原本只想问出幕后主使，就给雷顺一个痛快，但现在他改变主意了，这不是在商量，而是赤裸裸的威胁。康健马反手亮出短刀，语气冷得像冰渣子：“就算缺胳膊少腿，你应该也能开口说话吧？”就在他准备动手的瞬间，一股恐怖的魔压瞬间炸开，周围那些尸体的鲜血竟然违背常理的漂浮到了半空，漫天的血气在空中凝结，画面诡异到了极点。远在海边的齐格弗里德正穿着花衬衫悠闲的钓鱼，这老头子还在抱怨说这昂贵的钓鱼竿半天没动静，简直是浪费钱。就在这时，海面突然剧烈翻涌，无数大鱼像是受惊了一样疯狂跳跃。齐格弗里德脸上的悠闲瞬间消失，他死死盯着远方，这股排山倒海般的魔力波动让他这种级别的强者都感到心惊。到底是什么怪物在这个时候觉醒了？雷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了，为了能活命，他哭喊着答应交代所有秘密，哪怕是出卖雇主也在所不惜，只要能让这恐怖的折磨停下来。可现在的局面已经不是康健马能控制的了，巨大的轰鸣声响彻荒野，森林里的黑暗被强行撕碎，方圆百里都能看到这道冲天的火光。远在城里的埃尔也愣住了，他推开窗户看向远方，这种级别的能量爆发意味着今晚的森林里出了一个不得了的怪物。谁能想到刚才还在求饶的雷顺此刻竟然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他整个人像是换了一个灵魂，在漫天火海中张开双臂，享受着这股邪恶的力量。他说自己已经离开了700年，整整7个世纪，这个远古的老怪物竟然借着雷顺的身体重新降临人间。康健马站在对面，整个人都僵住了。康健马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那个占据了雷顺身体的怪物已经慢慢转过头，对着他露出了残忍的微笑：“你好啊，小家伙。”谁能想到那些看似没用的游戏记忆竟然成了预知未来的镜子。康健马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怪物，这正是他玩过的游戏里那个擅长精神魔法的恶魔阿格尔。虽然掌握了对方的所有情报，但他怎么也想不通，消失了700年的魔头为什么会突然降临在现实世界。就在他还在思考对方的目的时，阿格尔已经盯上他了。他带着玩味的笑意问：“小家伙，刚才就是你在捣鬼吗？”看着满地的残肢断臂，阿格尔不仅没有收手，反而对眼前这个男人产生了兴趣。他踩起火焰一步步逼近，语气里满是玩味：“普通人看到我早就疯了，你居然还能站得这么稳。”他上下打量着康健马，就像在看一件心爱的玩具。虽然现在还只是个小鬼，但以后说不定能成大器。紧接着，他抛出了一个致命的诱惑：“既然这样，要不要考虑和我签订契约？”面对这种能获得竞技力量的机会，康健马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阿格尔笑得花枝乱颤，他一边靠近一边嘲讽说：“人类总是喜欢装出一副高尚的样子，背地里却为了利益互相残杀。”他伸出手托住康健马的下巴，语气里充满了蛊惑：“既然这个世界这么烂，不如跟我一起去做一场永远不用醒来的美梦。”康健马没有反抗，只是沉默地听着。那些关于背叛和痛苦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看着那些支离破碎的往事，他竟然觉得这个恶魔说的话好像确实没什么错。这种危险的想法一旦冒头，局面可就彻底失控了。说实话，如果只是为了保命，答应这个恶魔的要求确实最划算，甚至只要点点头，他就能搭上魔王军的顺风车，在这场末日里横着走。阿格尔看着眼前的男人，甚至还调戏了一句：“长得还挺帅。”康健马的理智却在疯狂报警，对方可是魅魔女王阿格尔，与恶魔做交易从来都没有好下场。就在这一瞬间，局面突然反转，康健马手中的短刀已经狠狠刺向了他的要害。阿格尔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高阶咒语竟然被这个男人轻而易举地破解了。他一边往后退，一边骂骂咧咧地找借口，说是这具宿主的身体太弱，才让他办事不利。就在他还在那喋喋不休的时候，康健马却突然冷笑了一声。阿格尔愣住了，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可思议：“你刚才是在笑话我吗？”康健马抬起头，眼神里满是不屑：“听你刚才在那说要让我当你的奴隶，简直是我听过最滑稽的笑话。”这句话彻底点燃了火药桶。阿格尔还没来得及发作，康健马手中的短刀已经再次爆发出了杀气。康健马根本不想再废话，直接回了一句：“去你的吧！”手中的短刀化作一道蓝光，直冲对方的命门。阿格尔侧身躲过，脸上不仅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一副玩味的表情，嘲笑康健马真是一点礼貌都没有。紧接着，康健马的攻势变得更加狂暴，整个人化作残影，试图在火光中寻找破绽。
可阿格尔就像在逛后花园一样，一边轻盈的跳动，甚至还悠闲地哼起了小曲。这种被当成猴耍的感觉，让康健马意识到，眼前的这个恶魔远比他想象的要难对付得多。面对康健马拼尽全力的进攻，阿格尔竟然无聊到打起了哈欠，甚至还挑衅地勾了勾手指，示意他再快一点。康健马手中的短刀划破火焰，带起一阵阵蓝色的弧光。可这些攻击落在阿格尔身上，却只换来他更加疯狂的狂笑，笑声在火海中回荡，听得人脊背发凉。阿格尔一边抵挡一边轻声低语，说他原本只是想开个玩笑，可现在看着康健马挣扎的样子，他竟然真的开始心动了，想要彻底占有这个有趣的小家伙。局面已经完全失控，阿格尔周身的火焰瞬间暴涨，他一边狂笑一边叫嚣着：“要让姐姐我亲眼看看你这小家伙到底有多少本事！”话音刚落，一招恐怖的地狱火瞬间爆发，漫天烈焰像海啸一样，直接把康健马整个人都给吞没了。康健马站在火海中心，四周全是足以融化钢铁的高温，他甚至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只能拼命抵挡这铺天盖地的冲击。阿格尔在火焰中若隐若现，语气里满是戏谑。他说：“让康健马尽管使出全力，千万别让他太早失望。”康健马的刀锋快如闪电，在漫天火海中强行撕开一道缺口。阿格尔却只是轻飘飘地感叹了一声，仿佛这致命的一击只是在给他挠痒痒。双方在半空中疯狂对撞，蓝色的刀光与红色的烈焰交织在一起。阿格尔一边应对一边评价说：“康健马的表现确实已经超越了人类极限。”可紧接着，他的画风突然一转，自言自语说自己降临的时间太短，身体的适应速度还是慢了一点。这句话一出口，他瞬间感觉到一股寒气直冲脑门。谁也没想到，康健马的速度竟然能快到这种地步，连阿格尔都愣了一下，诧异自己居然这么快就被追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阿格尔竟然还有心思开玩笑，他一边侧身躲避，一边抱怨说：“康健马这小家伙真是没耐心。”两人的距离只剩不到半米，刀锋与火焰近在咫尺的对撞。康健马这一记拼死突袭，到底能不能伤到这个怪物？阿格尔笑得一脸轻松，嘲讽康健马是不是太赶时间了？毕竟对他这种怪物来说，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可康健马根本没心思搭理他，他知道自己已经退无可退，只能在心里疯狂呐喊，绝对不能停下，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就在这一刻，康健马的速度再次突破了极限，甚至在原地留下了残影，连阿格尔都忍不住惊呼出声。眼前的倒计时在疯狂跳动，3秒、2秒，康健马的刀锋越来越快，快到连空气都要被点燃了。阿格尔脸上的笑容终于消失了，因为他发现这个人类竟然真的在玩命。随着倒计时彻底归零，战场中心爆发出一阵毁天灭地的轰鸣。康健马拼尽全力的一击，终究还是没能彻底解决战斗。烟尘散去，康健马握着短刀的手已经开始脱力，他一言不发地盯着前方，因为他知道自己最后的底牌已经打光了。阿格尔看着自己的手臂，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开始念叨起700年前的陈年旧事，语气里满是傲慢。他嘲笑自己现在的样子，说这种受伤的感觉简直让他觉得自己变得像人类一样软弱。阿格尔看着重伤的康健马，不但没有急着下死手，反而夸奖他那股燃烧生命的斗志，说这种拼命的样子简直太迷人了。在他眼里，康健马比预言中选定的那个容器还要更有前途，这种无理的镜头他非常中意。康健马一言不发，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在那慢条斯理地适应新身体。阿格尔冷笑着张开双臂，四周的火焰瞬间暴涨。他说自己已经玩够了，准备给康健马送上一份最后的考验。如果康健马能接下这一招，才有资格继续活下去。漫天的火光已经封死了所有退路，这下康健马真的悬了。阿格尔手里的火球越聚越大，那是足以把一切烧成灰烬的力量。他笑着对康健马说：“小家伙，你至少得撑住这一招吧。”康健马已经彻底脱力了，面对这泰山压顶般的火光，他连躲闪的力气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死亡逼近。就在火球落下的瞬间，一个穿着花衬衫的身影突然杀出，齐格弗里德竟然在最后关头赶到了。他单手接住了那团恐怖的火焰，冲着身后的康健马大喊，让他赶紧清醒过来，现在的局面已经刻不容缓。阿格尔看着这个半路杀出来的老头，满脸都是嫌弃。他最讨厌有人在兴头上打断战斗，直接质问对方是不是想找死。齐格弗里德根本没心思废话，他拼了命也要护住身后的康健马，因为他心里清楚，这孩子绝对不能出事。阿格尔被彻底激怒了，他狂笑着再次释放出滔天火焰。既然想当英雄，那就看看能不能在这一招下活命。在一片死寂的黑暗中，康健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没命了。直到耳边传来急促的喘息声，他才猛地从恍惚中惊醒，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视线逐渐恢复清晰，他看到一个宽厚的背影正稳稳地挡在自己身前，手中长剑散发着炽热的光芒。康健马终于认出了对方的身份，他下意识地低声呼唤：“剑圣大人！”齐格弗里德挡在前面，这种百年难遇的天才绝不能折在这里。眼前的康健马就是斩断人魔宿命的唯一机会，他已经下定决心，哪怕豁出这条命，也要守住这最后的希望。齐格弗里德低声问：“清醒过来了吗？趁现在赶紧恢复，外面的情况不太妙。”康健马愣住了：“剑圣大人，您的胳膊受伤了。”齐格弗里德头也不回：“这点伤不算什么，我杀人从来不需要2只手，你管好你自己就行。”阿格尔冷笑着开口：“老头子，看来你还没吃过苦头，你不觉得奇怪吗？区区一个人类，凭什么能挡住我的魔法？没人知道，魔界将领想要降临人间，必须用活人的肉身当祭品。
强行撕开位面的裂缝。虽然这种状态下他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但对于人类来说，这依然是场无解的灾难。阿格尔有些不耐烦，这副身体还是太弱了，根本跟不上我的节奏。看来想要彻底解决战斗，还得再加把火才行。阿格尔越打越急躁，对付那个小鬼也就算乐，居然被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头子拖住了这么久。他冷笑着向前逼近，老头，不管你刚才耍了什么花招，这次可没那么简单了。火光瞬间爆发，阿格尔直接下了死手，想要彻底终结这场战斗。谁也没想到，齐格弗里德竟然不退反进，哪怕只剩一只手，剑圣的威压也足以让空气凝固。阿格尔彻底暴走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势在必行的一击，竟然会被正面化解。齐格弗里德站在原地，语气平静的让人发毛。他问：“你在害怕吧？”这句话就像一根钢针，直接扎进了阿格尔的自尊心。他歇斯底里的咆哮着：“你这个卑微的爬虫，竟然敢说我在害怕！”被激怒的魔界将领周身的火焰再次疯狂燃烧，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这种状态下的敌人才是最危险的。齐格弗里德横剑身前，语气里满是不屑。他说：“虽然不知道你跨越魔界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我能看得清清楚楚，在你那双眼睛里正燃烧着一种东西，那就是恐惧。”漫天火海之中，齐格弗里德闲庭信步，仿佛这些致命的火焰根本不存在一样。阿格尔这下彻底破防了，他咬牙切齿的嘲讽道：“卑微的爬虫，你是不是有点太自大了？”齐格弗里德说道：“别以为运气好砍掉我一条胳膊就能跟我平起平坐。”局面再次陷入死斗，阿格尔被这一剑震得连连后退。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看起来半截入土的老头，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气场。盯着那双犀利的眼睛，阿格尔突然反应过来了，他质问道：“老头，你难道是英雄的后裔？”虽然身份让人意外，但阿格尔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他冷笑着说：“人类真是可怜，就算流着英雄的血，身体也早就过了巅峰期。现在的你不过是个虚弱的老兵罢了。”火光再次冲天而起，阿格尔直接发动了突袭。他倒要看看这具残破的身体还能撑到什么时候。漫天火雨倾盆而下，阿格尔彻底陷入了癫狂。他站在半空中疯狂大笑，仿佛已经看到了结局。他轻蔑地嘲讽道：“怎么了，老头？这就受不了了吗？”爆炸声此起彼伏，齐格弗里德在火光中穿梭，每一次闪避都险象环生。远处的康健马看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忍不住大喊：“剑圣大人！”在这种密集的轰炸下，哪怕是传说中的英雄，恐怕也撑不了多久了。康健马死死握住手中的刀，他很想冲上去帮忙，但现在的身体状况，维持清醒已经是极限了。他心里很清楚，如果现在放弃加护，那就真的跟自杀没区别了。就在这时，齐格弗里德发出一声怒喝，整个人化作一道蓝光，在漫天火焰中强行杀出一条血路。这一剑威力惊人，直接劈开了眼前的火海。可阿格尔却表现得游刃有余，他一边躲闪一边嘲讽道：“不错嘛，这把老骨头还挺能打的。看来你不是什么爬虫，顶多算是一只动作敏捷的老鼠。”齐格弗里德在火海中穿梭，他语气平静地承认，魔族的实力确实强得离谱，那是人类根本无法逾越的大山。年轻的时候，他曾因为这种绝望的差距，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恨，因为光靠努力根本改变不了任何结果。但直到活到了这个岁数，他才真正明白了一些道理。阿格尔听着这些话，满脸不屑地冷哼一声，觉得这不过是老糊涂的疯话，只要齐格弗里德再靠近一点，就一定会有破绽。果然，阿格尔敏锐地捕捉到了机会，齐格弗里德断掉的左半边身体，现在全是致命的空门。这一击要是落实了，战斗恐怕就要画上句号了。阿格尔满脸戏谑地叫嚣着，让齐格弗里德赶紧把遗言说完。他以为胜券在握，却没发现死亡的阴影已经笼罩了过来。就在这一瞬间，齐格弗里德顶着烈焰强行突进，蓝色的剑光划破长空，直接在阿格尔身上留下了一道血痕。阿格尔气急败坏地咒骂着，但齐格弗里德根本没打算停手，他一边挥剑一边冷冷地说道：“阿格尔，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人类这种生物越是在绝望的境地，就越是能爆发出进化的力量。而这种无限的可能性，才是你们魔族最恐惧的东西，也是你们不顾一切想要入侵人界的真正原因。”这一番话字字诛心，阿格尔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他随即冷笑一声，直接否定了齐格弗里德的说法。在他眼里，弱者的进化不过是垂死挣扎。就在这时，地面突然炸裂，齐格弗里德一记奇袭，确实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阿格尔先是一愣，随即发出了疯狂的笑声。他一边挥舞起火焰，一边大声嘲讽道：“真是听不下去了，你这种老掉牙的论调，还是留着去地狱里说吧。”阿格尔根本没给对方喘息的机会，他看准了齐格弗里德左侧的空门，那只燃烧着烈焰的重拳直接贯穿了齐格弗里德的身体。这一下是实打实的致命伤，齐格弗里德整个人被火焰吞噬，大口鲜血喷涌而出，连站稳都变得异常艰难。阿格尔看着眼前的老兵，满脸不屑地嘲讽道：“这就是你憋了半天能说出来的最帅的话吗？你就这点本事了吗？”齐格弗里德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类英雄，现在就像风中的残烛，随时都会熄灭。这下是真的要出大事了。阿格尔满脸嫌弃地摇了摇头，他说：“这帮人类过了700年，还是只会说这些老掉牙的台词。不过，作为一个活不到100年的爬虫，齐格弗里德的遗言倒也算体面。”就在齐格弗里德倒下的时候，康健马忍不住喊出了声，这一喊直接把阿格尔的注意力引了过去。阿格尔像是刚想起什么似的，盯着康健马看了一会儿，随后露出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微笑。他说：“差点把你给忘了，你叫康健马对吧？刚才那个测试，我现在就给你结果。”阿格尔周身的火焰再次暴涨，目标直指康健马。重伤的齐格弗里德用尽最后的力气，发疯似的大喊：“
康健马，快跑，离那个疯女人远点，这下麻烦大了，下一个要倒霉的就是康健马了。阿格尔笑着宣布聊结果，他说恭喜你，你合格了。康健马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阿格尔的魔爪已经伸了过来，他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说你的身体从现在开始就要为我们魔族效力了，别恨我，咱们地狱见。齐格弗里德在一旁看得目眦欲裂，他愤怒地咆哮着说，你竟然敢背对着敌人，那孩子只是个还没毕业的学生。阿格尔满脸不屑地嘲讽道，这具行尸走肉在嘟囔什么呢？我对死人可没兴趣，你就老老实实待在那，看清楚我是怎么动手的。阿格尔的手心燃起诡异的火焰，他凑到康健马的耳边轻声说，来吧，这是给你的合格印章。齐格弗里德在一旁看得咬牙切齿，他用尽全身力气怒吼，你这个没人性的魔鬼！阿格尔听了反而笑得更开心了，他转过头一脸玩味地反问道，你这是在夸我吗？就在这时，康健马的身体突然剧烈颤抖起来，额头上的印记彻底爆发，紫色的能量瞬间充斥了他的双眼。就在阿格尔以为得手的时候，康健马的身体突然发生了异变，无数紫色的电子纹路像藤蔓一样瞬间爬满了他的全身。紧接着，系统疯狂弹出了红色的警告，检测到非法外部入侵，自主防御程序强行启动。可紧接着，局面就陷入了僵局。系统提示康健马的等级实在太低，根本无法运行防御程序，甚至连所在的世界线等级都不够，眼看就要彻底崩溃。系统突然跳出一条新指令，以世界树作为催化剂，强行临时提升用户等级。随着一阵刺眼的紫光爆发，系统开始重构并同步世界线，系统加载的速度越来越快，数字在屏幕上疯狂跳动，从10%几一路狂飙，根本停不下来。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进度条终于彻底拉满100，加载完成。系统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恭喜你已经满足了所有条件，你即将成为那个连系统都无法定义的神秘存在。看着动作越来越慢的齐格弗里德，阿格尔满脸都是戏谑，他冷笑着嘲讽道，真是好奇，你这种断了头的虫子怎么还能动弹呢？齐格弗里德已经彻底豁出去了，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强敌，咬着牙发狠说，阿格尔，就算今天把命搭进去，我也要废了你这2条腿。就在这时，一股恐怖的能量突然炸开，阿格尔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这股斗气的颜色竟然跟700年前那个男人一模一样，那是传说中剑圣的气息。这老头竟然在临死前强行净化了自己的斗气，阿格尔这下彻底坐不住了，这种怪物绝对不能留。他周身火焰暴涨，打算立刻送这老头归西。一道通天的蓝色光柱毫无征兆地贯穿了整个战场，康健马在光芒中心发出的嘶吼震得所有人耳朵发麻。阿格尔彻底看傻了，这到底是什么鬼？明明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鬼，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样？这种让人脊背发凉的压迫感，阿格尔这辈子都忘不掉，简直和700年前那个男人一模一样。就在这时，系统发出了最后的通告，所有用户加户强行提升，同步率100%，痛觉免疫开启，神级再生开启。康健马现在的身体已经成了真正的杀戮机器，系统强行开启了过度加护，原本已经撕裂的世界线竟然被这股力量生生稳住了。眼看好事被破坏，阿格尔气得破口大骂，这群像蛆一样的混蛋竟然又在关键时刻出来搅局。阿格尔彻底陷入了暴走，愤怒的咆哮声响彻战场，他周身的火焰疯狂燃烧，恨不得把眼前的一切都烧成灰烬。可就在这时，系统传来了最关键的提示，剑神的加护已经解除，康健马在光柱中缓缓睁眼，旧的力量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真正属于他的恐怖时刻。阿贝尔背起巨剑，到了最后一天了，但有些事情显然还没结束。旁边的季汉一脸懵，这大半夜的怎么还不去睡觉？萨基语气平静说，太阳早就升起来了，可抬头看看这天，明明还是黑透的，到底是谁的眼睛出了问题？该回学院了。可大家很快发现不对劲，这太阳怎么到现在还没升起来？其他人还在催着赶路，萨基却停下了脚步，这种反常的预兆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远处突然火光冲天，剧烈的爆炸瞬间吞噬了整片荒野。谁能想到康健马在这个时候竟然彻底变了一个人？看着他一步步走近，阿格尔整个人都懵了，这股压迫感跟刚才完全不是一个量级。阿格尔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发光的怪物竟然就是那个被他看不起的小鬼。阿格尔还在嘴硬，觉得康健马只是个普通人类，受了那种程度的伤，绝对不可能还活着。可刚才那一瞬间的冲击，让他脑子彻底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没等他想明白，旁边的齐格弗里德已经撑不住了，他满脸是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位曾经的强者，终究还是到了极限，在众人的注视下，重重的倒在了地上。康健马的气息笼罩了他。齐格弗里德凑近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胸口那些致命的伤竟然在绿光中迅速消失，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常理。眼前的这一幕简直就像是神迹降临。齐格弗里德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短短的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康健马猛地睁开眼，眼神里已经没有了人类的温度，取而代之的是足以毁灭一切的蓝色雷霆。这股力量瞬间贯穿天地，他站在风暴中心，每往前走一步，地面都在疯狂颤抖。对面的阿格尔彻底看傻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刚才还奄奄一息的小鬼竟然能爆发出这种怪物级的气场，太诡异了。阿格尔发现自己竟然连康健马的样子都看不清，对方什么时候移动的，他根本没察觉到。这已经不是速度快慢的问题了，眼前的这个存在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这根本就不是人类该有的力量。
阿格尔这下是真的怕了，他一边往后退，一边在心里疯狂道歉，后悔刚才不该说那些大话。他现在只想求对方能给自己留一条活路。阿格尔突然反悔了，他意识到求饶根本没用，康健马展现出的这种潜力，简直就是魔族的噩梦。他咬着牙咆哮，如果今天不在这里彻底解决他，以后谁也别想有好日子过。远处的齐格弗里德都看呆了，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战斗，而是赌上性命的最后一搏。就在这一瞬间，阿格尔彻底豁出去了，他全身的火焰疯狂炸裂，直接发动了最玩命的杀招。阿格尔彻底疯了，他直接引爆了全身的能量，巨大的火焰风暴遮天蔽日，这根本就是打算同归于尽。局面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一招过后，恐怕什么都不会剩下了。就在这火光冲天的瞬间，阿格尔对着康健马发出最后的诅咒，要拉着他一起去地狱。他竟然还在狂笑，说这只是一场短暂的消遣。阿格尔这是要清场了，他把所有的生命力都灌了进去，巨大的火球就像太阳坠落一样，直接朝着地面砸了下来。在这一股毁灭性的力量面前，康健马和齐格弗里德显得就像尘埃一样渺小。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个战场瞬间被火海吞噬。谁也没想到阿格尔最后竟然会这么玩命，在那种毁灭性的爆炸中心，康健马竟然一点事都没有，连齐格弗里德都看傻了。系统提示音疯狂刷屏，各种神级加护瞬间叠满，甚至连剑神的传承都觉醒了。康健马冷冷地吐出一句话，说他要彻底斩断对手，这语气平淡的让人发毛。随着一道蓝光撕裂火海，他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康健马把所有狂暴的力量全都强行压缩到了一个点上，这种爆发前的死寂才是最让人害怕的。他眼神里透出的红光，说明这一击已经避无可避。随着他低声喊出天之剑，一道恐怖的光柱贯穿了天地。这根本不是在战斗，这简直就是降下了神法。阿格尔那颗毁天灭地的火球，在康健马的剑气面前，竟然脆得像张纸一样。那道剑光像切豆腐一样，直接把火球捅了个对穿。阿格尔所有的底牌在这一瞬间彻底崩了，他整个人被余波直接掀飞，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绝对实力的差距。阿格尔身上的火焰彻底熄灭了，他整个人瘫在地上，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远处的学生们突然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在指着天上大喊，问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连阿贝尔都停下了动作，神情严肃地盯着高空。在那云层之上，竟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痕，天空就像被生生撕开了一样。那道恐怖的光柱让围观的学生们都看傻了，他们还以为是哪来的奇观，却不知道那是刚捡回一条命。阿格尔现在彻底陷入了绝望，他发现自己的伤口根本好不了，就像力量的根基被生生挖走了一样。再这么耗下去，他今天真的会死在这里。而另一边的康健马虽然赢下了这场怪物级的对决，但也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他身体晃了晃，最终还是没能站稳，直接一头栽倒在地上。阿格尔还在地上拼命挣扎，他觉得康健马这小子以后绝对是个祸害，就算自己今天非死不可，也得拉个垫背的才行。可他刚准备拼死一搏，身后却突然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齐格弗里德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他背后，这老头子一边嘲讽他背后全是破绽，一边直接下了死手。蓝色的光芒瞬间贯穿了阿格尔，阿格尔气得破口大骂，可现在的他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齐格弗里德冷笑着说，你确实比之前那个军团长要耐打一点。阿格尔发出了最后一声惨叫，他一边被狂暴的能量撕碎，一边咒骂齐格弗里德是该死的后裔。齐格弗里德根本没打算留活口，他手里的长剑光芒大作，直接送这魔族砸中下了地狱。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阿格尔彻底化成了灰烬，战场上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齐格弗里德收起武器，冷冷地回过头说，记住了，我不是谁的后人，我的名字叫齐格弗里德。他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康健马，这场闹剧总算是彻底收场了。齐格弗里德蹲下检查了一下，发现康健马虽然经络有点堵塞，但好在没受什么致命伤，这条命算是保住了。可看着昏迷不醒的康健马，齐格弗里德心里却泛起了嘀咕，这小子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刚才那种下意识的反应，完全就是一个顶级剑客的本能。自古以来，人类就对那些搞不定的自然伟力充满了莫名的恐惧，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晴天霹雳，大家都觉得那是神迹。说来也奇怪，人类一边害怕这些力量，一边又拼命的崇拜他们，希望能得到某种庇护。而这种被全人类敬畏的力量，大家后来给他起了一个名字，这种力量要么是毁灭世界的灾难，要么就是降临人间的神。看着康健马胸口闪烁的纹路，谁也说不准这小子未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是救世主还是终结者，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原本平静的学院突然被一阵骚乱打破，阿贝尔这群人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齐格弗里德推着担架走过，看这架势显然是出大事了，现场彻底乱套了。克洛伊疯了一样想往前冲，瑞秋只能死死把他拽住。阿贝尔看着眼前的景象，整个人直接崩溃，连站都站不稳了。再看齐格弗里德的后背，那道伤口简直触目惊心。萨基扶住跪倒的阿贝尔，虽然一句话没说，但现场的气压已经低到了极点。外面的世界已经闹翻天了，新闻里全是关于剑圣的消息，说人类这次损失惨重，连英雄的位置都出现了空缺。萨基翻遍了手机，却根本找不到康健马的动向，他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那家伙已经醒了。可就在这时，旁边几个学生的议论让他整个人都僵住了。听他们的意思，康健马是从岛上被抬出来的，现在人就剩一口气，能不能活下来全看命了。萨基实在听不下去了，直接打断了
那2个八卦的男生，让他们滚到角落里去。理由很简单，昨晚没睡好，嫌他们太吵。看着那2人尴尬离开的背影，萨基心里只有冷笑，说康健马要死了，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在他心里，那个男人绝对不会就这么倒下。可转过头看着旁边哭成泪人的克洛伊，萨基只能沉默。现在的学院早就没了往日的平静，自从那天起，克洛伊的眼泪就没停过。虽然萨基嘴上说康健马没事，但整整1个星期没见着人，谁心里都没底。几个人实在等不下去了，直接跑到病房门口要人，结果却被2个黑衣守卫拦死，说是院长的死命令，谁都不准进。克洛伊这下彻底炸了，推开守卫就要往里硬闯，现场瞬间乱成一团。萨基看着紧闭的大门，心里却咯噔一下，如果连学生都不让进，那这件事肯定和剑圣脱不了干系。阿瓦隆岛已经变成了岩浆海，那种诡异的魔力让最强的人类都丢了左臂。萨基推测肯定是有恶魔入侵了，而剑圣为了挡住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在论坛上翻了个底朝天，想找出一丁点有用的线索，结果却一无所获。更糟糕的是，美迪亚亲自下令封锁了消息，现在所有对外联系全部中断，连那些无孔不入的媒体都打听不到任何风声。萨基看着手机里那个一直没有回复的名字，心里越来越没底。康健马，你到底在哪？对话框里的字删了又打，打了又删，这种联系不上人的感觉简直让他抓狂。他忍不住叹了口气，脑子里全是那天分别的场景，那是康健马最后一次摸他的头，谁能想到那之后就再也没了消息。康健马，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真的很担心你。另一边的教室里，瑞秋的一声呼唤，总算把走神的阿贝尔拉了回来。教室里安静的有些压抑，大家都在担心那位传说中的剑圣到底怎么样了。瑞秋低声问：“剑圣大人还好吧？我叔叔枪圣也很挂念他。”阿贝尔礼貌地回了一句：“他已经没事了，谢谢关心。”可阿贝尔心里清楚，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他看着窗外，脑子里全是康健马满身是血的样子。没人知道真相，康健马之所以伤成那样，全是为了救他祖父齐格弗里德，这份债阿贝尔必须得亲自还。瑞秋在一旁默默看着，阿贝尔却紧张地抓紧了领口，这种不安的情绪正在教室里悄悄蔓延。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长老克拉迪正对着酒瓶猛灌，随后重重地把瓶子砸在桌上。他低声咒骂着：“事情真是越来越麻烦了。”平板电脑上的报告格外刺眼，任务失败，派出去的人全死光了。克拉迪看着那群被称为虫子的手下，恨不得把屏幕捏碎。谁能想到齐格弗里德之前的伤势重到那种程度，全身肌肉撕裂，连神经都彻底废了。齐格弗里德淡定地喝着茶，说他现在不仅出院了，甚至比以前还要强壮。美迪亚听了忍不住笑出声，他可是动用了所有的医疗资源，甚至还威胁了那些医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齐格弗里德开玩笑地劝他别总这么大火气，小心长皱纹。美迪亚冷静下来，看着眼前这位老友，语气里多了几分担心。齐格弗里德，你现在的身体还撑得住吗？齐格弗里德叹了口气，活了这么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是这次的代价确实有点沉重。齐格弗里德活动着肩膀，说自己现在好得不得了，完全没有任何不适，连行医30年的老医生都懵了。他说从没见过这种病例。齐格弗里德不仅伤好了，甚至连以前的老毛病都消失了，简直就像被神洗礼过一样。美迪亚在一旁听得直皱眉，这事儿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更让他想不通的是，齐格弗里德这次简直变了个人。他不仅守在康健马的病床前寸步不离，甚至还砸下重金包下了整个楼层。美迪亚太了解他了，齐格弗里德从来不会为了谁做到这一步。这2个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美迪亚终于忍不住了，他说：“康健马既然已经醒了，那齐格弗里德就必须给个交代。外面的媒体已经把他逼得好几天没睡觉了。”齐格弗里德放下茶杯，沉默了很久才开口。他说岛上发生的事情，连他自己都需要时间去消化。美迪亚死死盯着他，追问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齐格弗里德下意识地捂住胳膊，语气变得异常沉重。他说第4军团长阿格尔出现在了阿瓦隆岛上。这句话一出，房间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美迪亚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一遍又一遍地确认，那个怪物阿格尔真的出现了吗？齐格弗里德语气平静，却抛出了一个更惊人的真相。他说自己的这条手臂就是被阿格尔亲手废掉的。美迪亚猛地站起身，既然阿格尔这么强，那受重伤也就解释得通了。他急切地追问，那现在阿格尔人在哪？齐格弗里德淡淡地说了一句，他已经被消灭了，虽然现在还没公开，但他亲眼看到那个怪物彻底消失。美迪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试探着问，难道是你一个人把他解决掉的吗？齐格弗里德听完大笑起来，反问美迪亚，你觉得这可能吗？美迪亚失神地坐回位子上，如果连齐格弗里德都做不到，那到底是谁杀了阿格尔？就算有人帮忙，对方可是实打实的军团长级别，除非……他猛地抬起头，一个荒谬的念头在脑海中闪过，难道打败阿格尔的人真的是那个少年吗？齐格弗里德直接打断了他的思绪，他说等过阵子大家聚齐了，他自然会把一切都解释清楚。至于今天，他笑着对美迪亚说，年轻人就该去年轻人该去的地方，别总盯着这些大人的烦心事。美迪亚无奈地吐槽了一句老古板，但也只能就此作罢，毕竟齐格弗里德不想说的话谁也问不出来。季汉倒是想得很开，他觉得大家不能一直这么消沉，于是风风火火地跑来宣布，他亲手做了一张社团招新海报。季汉拿着那张花里胡哨的海报，一脸认真地说，大家平时总是在依赖康健马，现在
也该为他做点什么了。克洛伊和萨基看着那张海报，半天没说出话来。萨基沉默了很久，才开口。他说自己确实被季汉惊到了，这种审美水平，他这辈子恐怕都学不来。季汉正对着自己的杰作自我陶醉，他觉得这五颜六色的配色绝对能让路人一眼就定住。结果话还没说完，克洛伊突然出手，直接把海报撕成了碎片。季汉当场就崩溃了，这可是他熬了一整夜的心血。克洛伊却冷冷地回了一句：“绝对不能让康健马看到这种垃圾。”他甚至还补了一刀，说这玩意儿唯一的优点就是还能当成垃圾烧掉。萨基坐在一旁默默看着，听着耳边吵吵闹闹的声音，他只觉得心里反而变得更加空虚了，甚至最喜欢的羊羹都觉得一点甜味都没有，满脑子都在想康健马什么时候回来。就在他发呆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大家都在喊着康健马的名字，说他终于出院了。萨基猛地转过头，那个熟悉的身影竟然真的出现在了视线里。季汉和克洛伊赶紧围了上去，问他身体好点没有，说大家这段时间都担心坏了。可康健马却一句话也没说，他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那种压抑的气氛让周围的人瞬间都不敢出声了。看着康健马那副死气沉沉的样子，萨基直接伸手弹了他的额头，没好气地骂了一句笨蛋。这一弹反而把康健马从那种压抑的情绪里给拉了回来。萨基看着他，语气终于温柔了下来，轻声说了一句欢迎回来。康健马愣了一下，脸上的阴霾终于散去，他微笑着回应大家：“我回来了。”原本感人的气氛，结果又被季汉给毁了。他居然还惦记着那张破海报。克洛伊和萨基异口同声，让他赶紧把那堆垃圾处理掉。康健马看着眼前的景象，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脚下的地面就开始剧烈晃动，远处的建筑瞬间被红光吞没。谁能想到，康健马这一刀下去，竟然把空间都给撕裂了，眼前的世界彻底崩塌，局面已经完全失控。康健马还没琢磨明白那句拿着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恐怖的能量就直接炸开了。这光柱简直要贯穿天地，连他脚下的地面都开始彻底崩塌，这下连退路都没了。康健马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又做了那个奇怪的梦，梦里那个声音一直让他捡起那把刀，还没等他缓过神来，手机就大清早响个不停。他点开消息一看，整个人直接愣住了，社团的招新海报竟然被搞成了这副德性，这下是真的完蛋了。康健马发现自己的身体恢复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好，这全靠齐格弗里德的特殊照顾，可这份沉甸甸的人情债反而让他心里更不踏实了。回想起阿瓦隆岛的那场恶战，他忍不住开始怀疑自己现在做的到底对不对，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他心里其实也没底。康健马决定不再纠结过去，既然选了这条路，那就干脆利落的走下去。结果刚进学院，老熟人萨基就凑了上来，还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两人习惯性的互损了几句，可萨基突然话锋一转，非要打听他在阿瓦隆到底经历了什么，甚至还摆出了社团军师的架势。可康健马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低头看手机，把他晾在一边当空气。萨基这下彻底炸毛了，直到看见手机里那张丑到离谱的海报，两人的战火才算转移了方向。看来这所谓的军师确实该去干点正事了。康健马撇下萨基独自赴约，推开门才发现美迪亚和齐格弗里德已经等候多时，这两位大佬正互相阴阳怪气，屋里的气氛简直降到了冰点。康健马这一脚踏进来，感觉像是直接进了修罗场，尤其是齐格弗里德那没正经的玩笑，让他坐在那儿真是一秒钟都待不下去。美迪亚提到了那个惊人的消息，康健马竟然独自击败了魔族将军，虽然记忆就在脑子里，但康健马自己却觉得像做梦一样不真实。齐格弗里德在一旁证实了这一切，但也带来了一个更糟糕的消息，恶魔们肯定已经察觉到了动静，而且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以目前人类的实力，根本没人能挡住将军级别的恶魔。齐格弗里德放下茶杯，预言几年内就会爆发大战，规模甚至会超过50年前的那场浩劫。恶魔们正盯着击杀将军这件事，随时准备反扑。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却突然捂住手臂，坦白自己已经没法再上最前线了。这句话一出，美迪亚直接拍桌子站了起来。谁也没想到，这位人类的顶梁柱竟然要退场了。齐格弗里德看着窗外，说：“培养英雄是为了传承更好的时代，这也是他担任学院长的初衷。”可紧接着，他却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他打算近期从七星的位置上退下来。这个决定让美迪亚彻底坐不住了，毕竟七星可是人类最后的防线。美迪亚在一旁提醒他，一旦这个消息传出去，外界的舆论压力绝对会让他不得安生。但他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齐格弗里德打算直接开新闻发布会，把退位的消息彻底公开。美迪亚气得直接冲上去揪住他的领子，质问他怎么过了50年还是这么乱来。可他居然还有心思开玩笑。康健马在一旁看着这一幕，突然意识到自己以前太自私了，总想让大家按照所谓的原著剧情走，但这些人并不是游戏里的纸片人，而是有着自我意志的活生生的人。就在美迪亚气得动手教训他时，齐格弗里德却突然收起笑脸，说自己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事。这下连美迪亚都快崩溃了，到底还有什么事比退位更严重？齐格弗里德突然严肃起来，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康健马，一字一句地宣布要把自己的七星之位传给他。这句话简直像平地起雷，让康健马彻底愣在原地。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竟然要接手人类最强的头衔。美迪亚现在是一个头2个大，本以为能清静一会儿，结果越想越气，忍不住对着空气骂了一句臭老头。他直接找上齐格弗里德理论，这么多烂摊子
要收拾，还得应付媒体和那帮恶魔，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结果这老头倒是一脸轻松，居然说准备工作起码得要1年，还得让那孩子先去学校体验生活，这心可真够大的。美迪亚这下彻底炸毛了，直接冲上去揪住他的领子。可这老头不仅不生气，反而笑得更开心了，要把7星之一的位置传下去。这担子对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确实是太重了，但除了康健马，恐怕没人能接得住。这小子的天赋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虽然他的战绩还没对外公布，但只要消息一传出去，整个世界估计都要炸锅了。他现在的实力已经一只脚踏进了传说的境界，简直就像当年的那个怪物华金。美迪亚冷静下来后也明白了，齐格弗里德这么做也是没办法，7星英雄的位置绝不能空着，否则不光是人类社会要乱，连跟恶魔的外交都会出大问题。虽然这决定可能会有不小的反弹，但既然是齐格弗里德亲手选的人，应该出不了什么乱子。然而事情真的会这么顺利吗？想要坐稳这个位置，光有实力还不够，还得拿到协会和其他7星英雄的认可。美迪亚看着当年的老照片，忍不住感叹，是时候找那帮老同学聚聚了。与此同时，在学校的走廊里，康健马突然叫住了齐格弗里德，这语气听着可不像是闲聊。齐格弗里德停下脚步，似乎早就料到他会来，直接开门见山的问：“你是为了7星英雄席位的是吧？”这一句话直接把气氛拉到了最紧张的时刻。齐格弗里德先是道了个歉，接着抛出一个让康健马愣住的问题：既然是7星英雄，为什么现在有4个位置一直是空的？康健马试探着回答：难道是为了纪念那些牺牲的前辈？毕竟是因为他们的付出，人类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活下来。齐格弗里德冷笑了一声，说：“这种理由听听就行了，真正的原因其实很残酷，位置空着，纯粹是因为一直没出现够格的人。说白了，就是这么多年来，根本没有比他们更强的英雄出现。而人类现在的处境，远比想象中要危险得多。恶魔的实力跟人类完全不在一个维度，如果真的全面开战，人类恐怕连半年都撑不住就会灭绝。这才是为什么要急着找继承人的真相。”齐格弗里德的话很直接，只有拥有对等的实力，才有资格谈什么外交和谈判。康健马还是不明白，这跟空着3个位置有什么关系？齐格弗里德冷冷地回了一句：“平庸的力量，有时候比完全没有还要糟糕。如果所谓的7星英雄连一只普通魔兽都打不过，那人类最后的遮羞布就彻底没了。”更让人心寒的是，7星英雄这个名号现在已经不再代表守护和荣耀，反而成了某些人手里用来搞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打着英雄的旗号，背地里却在玩弄权力的游戏，甚至有人靠着这个名头直接统治了一个国家，比如日本的那位首相，一个在位40年的绝对独裁者。康健马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萨基这个女孩从来没在任何人面前提过她的家人，甚至在游戏里也查不到她的背景。更奇怪的是，她竟然当面说自己讨厌所有的7星英雄。康健马没时间细想这些，他现在只想从齐格弗里德嘴里要一个明确的交代。说了这么多大道理，到底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齐格弗里德停下脚步，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他反问康健马：“你到底是真不明白，还是在这跟我装糊涂？”接下来的这句话足以让整个异能界地震。齐格弗里德亲口承认，之所以要把位置传给康健马，是因为康健马现在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这个剑皇。虽然之前确实打败了阿格尔，但康健马心里很清楚，那种近乎疯狂的破坏力真的属于他自己吗？齐格弗里德盯着康健马，语气突然变得非常严肃。他说自己观察了很久，现在必须确认一件事：康健马那股毁天灭地的力量，是不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这句话像重锤一样砸在康健马心里。这个秘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老头子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难道自己的底牌在对方眼里根本就是透明的？齐格弗里德摆了摆手，让康健马先别急着紧张，这其实只是一个合理的推测。毕竟那种级别的爆发力，如果能无限制使用，那这个世界的平衡早就崩塌了。从之前的测试到阿瓦隆岛的战斗，康健马每次都是在极短时间内解决战斗，然后迅速陷入虚弱。这种规律只要留心观察，根本瞒不住像齐格弗里德这样的老江湖。康健马握紧了拳头，他决定不再隐瞒，有些关于力量的真相，必须得跟眼前的老头子摊牌了。齐格弗里德听完后，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原来康健马是在玩一种极度危险的平衡，每当他开启那种恐怖的加护，身体就会承受非人的剧痛，而他竟然想出了用另一个加护来强行抵消痛苦。虽然康健马并没有交出全部底牌，但他确实需要这位前辈的经验来帮自己看清未来的路。毕竟信任归信任，把弱点全部暴露给别人，可不是他的风格。齐格弗里德倒是很慷慨，他承诺绝不会把这个秘密说出去。在他看来，这种用加护去压制加护代价的做法，简直就是天才的构思，完全打破了异能界的常识。齐格弗里德最后感叹道：“康健马并没有模仿任何人，而是在用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去驾驭那股狂暴的力量。”齐格弗里德把话挑明了，他说康健马不能总靠这种现实爆发去战斗，想要真正掌控力量，就必须找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带路，而他现在正好缺一个像康健马这样有天赋的徒弟。还没等康健马反应过来，齐格弗里德就自顾自地宣布了决定。既然选定康健马当继承人，那传授毕生所学就是他的责任。他虽然打算退休，但可没想过要无所事事地混日子。就在转身离开前，齐格弗里德突然想起一件事，他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递给康健马，说是阿贝尔特意交代
要转交的。这突如其来的礼物让康健马更摸不着头脑了。齐格弗里德摆摆手，示意康健马先回学校好好待着，等他把外面的烂摊子收拾干净，自然会再回来找这个新徒弟。说完，他就大笑着消失在走廊尽头。看着老头子潇洒的背影，康健马整个人都傻了，莫名其妙就成了剑圣的继承人，甚至还被强行收了徒。这事儿越想越离谱。深夜的宿舍楼一片死寂，康健马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本该是休息的时间，他却怎么也睡不踏实，因为只要一闭上眼，那个恐怖的世界就会准时降临。又是这个血红色的梦境，漫天的利刃像雨点一样落下。康健马在梦里拼命挥剑，每一个动作都真实的让人窒息，但他心里很清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困在这里了。无论他怎么挣扎，场景始终在不断重复。就在他感到疲惫的时候，一个冰冷的声音在虚空中响起，那个声音听起来充满了审判的味道。他说康健马并不是在做梦，而是在潜意识里疯狂的想要吞噬那股禁忌的力量。他想把那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彻底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这种贪婪的念头正在梦境中一点点现形。如果他真的选择接受，接下来的代价恐怕谁也无法预料。梦里的齐格弗里德像个幽灵，不断在康健马耳边低语，他在诱导康健马彻底放开束缚，去接纳那股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就在康健马点头的那一秒，整个梦境世界瞬间炸裂，一个巨大的接受字样横贯长空。这不再仅仅是一个念头，而是一个无法撤回的契约。紧接着，一把散发着幽幽蓝光的长刀凭空出现在康健马手中，那种沉重而真实的力量感顺着指尖传遍全身，这根本不像是虚幻的梦境。康健马猛地回过神来，看着周围逐渐崩塌的血色世界，他还在拼命安慰自己，这不过是一场荒诞的噩梦。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有些东西一旦拿起来，就再也放不下了。这梦境与现实的界限已经彻底模糊了。看着头顶那柄毁天灭地的利刃，康健马不仅没躲，反而露出了一个疯狂的笑容。他像是在跟死神打赌，自言自语地说自己绝对不会就这么死掉。话音刚落，恐怖的利刃就贯穿了他的身体，这种冲击力根本不是人类能承受的，换做别人早就灰飞烟灭了。但康健马还在死死硬撑，哪怕意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在剧痛中发出一声闷哼，鲜血顺着嘴角流下，但他那双眼睛里却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狠劲。他在用命去搏那个1/1000的机会。就在这一刻，积压已久的力量彻底炸裂，刺眼的光芒瞬间吞噬了整个梦境。火焰渐渐平息，康健马缓缓落回地面，他感受着体内那股汹涌澎湃的力量，一时间竟然有些恍惚，还没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低声呢喃着，试图确认这股力量的真实感。可就在这时，周围的气氛突然变了，一种莫名的熟悉感扑面而来，让他整个人僵在了原地。虚空中传来一个声音，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说：“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这句话像一道惊雷，瞬间击穿了康健马的思绪。他忍不住脱口而出：“难道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游戏管理员 GM？” 谁能想到，在这个特意模拟出的熟悉场景里，康健马等来的竟然不是预想中的那个人。那个发光的家伙突然开口，说自己搞错了，这根本不是康健马该见他的地方。更离谱的是，他直接否定了自己的身份。他说自己并不是什么管理员，这种话谁敢信？可看他的语气，又不像是开玩笑。康健马这下彻底被绕晕了。既然不是管理员，那这个能随意操控空间的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来头？面对康健马的追问，这家伙居然在那笑个不停，好像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他一边摆弄着手里发光的沙漏，一边慢条斯理地解释，说自己的名号实在太多了，什么灾难、自然、空间，这些都只是他的代名词。就在康健马听得一头雾水的时候，他终于抛出了那个足以让所有人定住的词。他说自己就是神。但这还没完，他纠正了一下，说自己并不是那种普通的神，而是真正的剑神。随着那只诡异的眼睛睁开，整个空间的压迫感瞬间变得完全不一样了。虽然自称为神，但这家伙解释说，他跟康健马理解的那种神完全不同，而且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康健马心里全是问号，既然这么厉害，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出现？对方指了指上面，提醒康健马，难道忘了之前的束缚是怎么解除的吗？就在这一刻，系统提示直接刷屏，剑神的祝福竟然被彻底释放了。原来他现在这个发光的形态，只是因为封印还没完全解开，是个不完整的半成品，能站在这里说话，本身就已经是个奇迹了。还没等康健马问清楚，周围的空间就开始疯狂崩塌。看来这次短暂的会面只能到此为止了。那个自称剑神的家伙在消失前最后叮嘱了一句，让他别太鲁莽。他说康健马现在掌握的力量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就算现在解释了也听不懂，只能靠他自己去悟。康健马急得直接爆了粗口，他肚子里还有一堆疑问没解开，哪能就这么让他走了？可对方根本没打算停留，只是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这次千万别再搞砸了。最后那声我相信你康健马像是一道惊雷，直接把康健马从意识深处拽了回来。等他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现实，但刚才发生的一切真的只是个梦吗？康健马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刚才那个梦实在太真实了。还没等他缓过神，眼前的系统面板突然弹了出来，同步率竟然已经跳到了21%，这数值升得有点吓人。他赶紧翻身下床，抓起笔想把梦里的细节记下来。可奇怪的是，关于那个剑神的记忆竟然正在飞速消失。他只能凭直觉写下几个关键词，虽然现在脑子里乱糟糟的，但他很清楚必须得尽快收集更多线索。
窗外已经下起了雨，雨季比想象中来的还要快。看着那个不断飙升的同步率，他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虽然目前还没出什么大乱子，但这种无法掌控的力量，迟早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麻烦。大清早的，康健马就被一通电话吵醒了。电话那头的人嗓门大得惊人，扯着嗓子喊社长，说那帮人已经到了。康健马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接下来的消息给镇住了。整整52个新成员，全都要申请加入社团。他站在咖啡厅门口，半天没回过神来，就凭那张破烂海报，居然真的能招到这么多人。萨基坐在旁边，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吐槽说：“真没想到，现在居然还有这种漏网之鱼。”看着眼前这个头顶开花的季汉，克洛伊也凑过来问康健马，觉得这新来的到底是什么路数？萨基推了推眼镜，语气里全是怀疑。他觉得这帮人来历不明，必须得挨个审问清楚才行。克洛伊也跟着点头，两人甚至直接在康健马头顶击了个掌。看来这批新成员日子恐怕没那么好过了。康健马心里一直不踏实，那个女教官到底在策划什么？还有这个新来的成员，会不会是派来除掉他的刺客？还没等他琢磨明白，季汉就凑过来约他明天见。克洛伊也跟着起哄，说知道他最爱吃鱼，非要拉着他去庆祝社团成立。康健马其实一点胃口都没有，他对寿司挑剔得很，可看着大家伙这么热情，连位置都提前订好了，他也不好意思直接扫兴。就在几个人聊得正欢的时候，包间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女生正局促地站在门口。她小声问了一句：“这里是不是旅游社？”这下屋里的人全愣住了。季汉倒是反应快，赶紧招呼人家进来坐。萨基凑到康健马耳边小声嘀咕，说：“这新来的妹子看起来比想象中要正常的多。”康健马深有同感地叹了口气，确实，比起社团里那帮奇形怪状的家伙，眼前这位简直就是个普通人。不过这气氛还是有点尴尬。山河内在那儿推了推眼镜，康健马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偷偷对自己竖中指。萨基倒是挺热情，直接进入了面试环节，让对方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山河那显得有点局促，说自己是2年级普通班的，老家在釜山。康健马这下彻底懵了，忍不住脱口而出问他，居然真的是韩国人。虽然山河那点头承认了，但康健马心里还是在犯嘀咕，山这个姓氏可真是头一回听说。不过在这个到处是怪人的地方，好像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康健马和山河那越聊越投机，俩人甚至开始研究起釜山猪肉汤饭里该加多少韭菜，聊得那叫一个热火朝天。萨基实在听不下去了，猛地一拍桌子，让这俩人赶紧清醒一点，现在可是正经的面试时间。康健马立马认怂坐好。萨基推了推眼镜，严肃地询问山河那到底为什么要申请加入旅游社。山河那推了推眼镜，解释说他是看海报上写着要刷副本，因为今年成绩实在太差，想找个地方刷点分补救一下。萨基听完直接泼了盆冷水，说社团的主业是旅游，刷副本只是顺带的，真想提分为什么不去专门的社团？山河那低下了头，声音越来越小。他说自己这种普通班的学生根本没有社团愿意收留，他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废物，注定要被大家甩在后头。这番话把在场的人都说沉默了。萨基也被整得有点尴尬，赶紧摆手让他别这么想。为了缓解气氛，他顺口问了一句：“那你平时都用什么武器？”山河那挠了挠头，说自己其实没什么专门的武器，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那可能就是拳头了。这话一出，全场瞬间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萨基一脸怀疑的看着他，问他确定靠拳头就能刷副本？没想到山河那反手就是一个绝杀，说你刚才不是还说旅游才是社团的主业吗？这下连萨基都被对的没话说了。季汉在旁边看得直瞪眼，这还是头一回见萨基在斗嘴上吃瘪。山河那接着一脸诚恳地说，他是真的很想加入这个社团，不光是为了刷分，更想在毕业前留下点美好的回忆。康健马在一旁默默观察着，他利用剑神的祝福，仔细分析着山河那的一举一动。这女生的习惯动作很不一般，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再找别人估计也挺麻烦。康健马最后拍了板，正式欢迎山河那加入旅游社。山河那一听说自己面试过了，立马推了推眼镜确认。康健马还挺客气，说大家其实都比他小1岁，让他说话不用那么拘束。结果这妹子也是个狠人，1秒钟都没犹豫，直接就改用评语跟他们沟通了。这变脸速度把旁边的萨基都给看傻了。康健马倒是觉得无所谓，毕竟人家是前辈，搞好关系总比结仇强。萨基在旁边小声吐槽，觉得社团里有一个懂礼貌的就够受了。山河那倒也大方，让大家以后直接叫他名字就行，别把他当成什么老古董。季汉顺杆爬，立马改口叫他何娜。他顺手递过去一张入社申请表，让何娜这周之内填好交上来。结果何娜盯着表格看了一会儿，突然问了一句：“社团的指导老师居然是美迪呀？”季汉一脸自豪的显摆，说当时社长亲自去请，对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何娜听完这话，脸上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自言自语说：“看来以后的社团生活会很有意思。”康健马在旁边看着，总觉得这女生的反应有点不对劲。还没等他细想，何娜已经起身准备离开了，只留下一句下周再见。山河那走后，康健马一直盯着门口发呆，他总觉得这女生的长相莫名其妙，有一种既视感，好像在哪见过。萨基在旁边喝着饮料，觉得康健马纯粹是想多了。他说戴圆框眼镜的女生满大街长得不都一个样吗？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萨基还当场戴上眼镜，学着赫娜的样子搞怪，气得康健马
让他赶紧打住。就在这时，康健马的手机突然震了一下，萨基凑过头去打听是谁。康健马看了一眼屏幕，说是美迪亚发来的消息。旁边的季汉吓了一跳，还以为美迪亚这么快就知道招新成员的事了。康健马摆摆手说，估计只是在回复他之前的咨询。他随手点开了那份文件，那是康健马的学生档案。可当他看清上面的内容时，整个人瞬间僵在了原地。康健马突然起身离开，留下几个朋友在后面纳闷，这招呼打得太匆忙，显然是出大事了。他一个人走在街上，脑子里全是那份档案，亲戚、父母、过往的人际关系竟然全被抹掉了。这已经不是保密的问题，而是他的整个人生在进入学院之前竟然是一片空白。最让他感到后怕的是，无论怎么努力去想，他竟然连父母的长相都记不起来。既然档案查不到，康健马决定直接打电话确认，只要能联系上过去的人，真相就能大白。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冰冷的空号提示音，这下连最后的线索也断了。不仅是档案，连那些本该存在的人也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雨越下越大，他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街头，这种被世界彻底抹除的感觉让他停下了脚步，看着手机里逐渐模糊的照片。康健马意识到，连这最后的证据也快要消失了。这不是幻觉，更不是他的记忆出了错，剑神的感应骗不了人。那两个所谓的父母，其实只是为了让他适应环境才被刻意安排出来的工具。这一切根本就是个圈套，是一个早就设计好的棋局。而幕后操纵这一切的，不是那个神秘的 GM， 就是高高在上的剑神。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活在别人的剧本里。一道墙光划破雨夜，康健马下定了决心，既然人生是被设计好的，那他就要亲手斩断这剧本。他低声自言自语，总有一天要把失去的真相全部拿回来。学院的早晨依旧吵闹，瑞秋被一群男生围得水泄不通，全是来送礼物的。他连看都不看一眼，直接甩下一句：“你们跟我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瑞秋，今天居然主动找阿贝尔谈心。阿贝尔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大小姐该不会是吃错药了吧？瑞秋一脸忧郁的开始自夸，说自己实力强，长得美，追求者更是排成长队。可最近自尊心却莫名受挫。说着说着，他突然伸手摸向阿贝尔，强调自己的身材绝对是顶级的。这一下把阿贝尔吓得够呛，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原来这都是瑞秋的铺垫。他话锋一转，提到了康健马，还打听起那个新成立的社团。瑞秋死死盯着阿贝尔问，老实交代，你跟他在阿瓦隆岛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阿贝尔反应大得离谱，拼命摆手否认。可这种反应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可疑了。阿贝尔急得直摆手，解释说那天只是脚扭伤了，康健马才顺路送他回去，两人之间清清白白。瑞秋听完冷笑一声，故意凑近了问，那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阿贝尔像是被踩了尾巴，大声反驳说，我怎么可能看上那种家伙？结果瑞秋话锋一转，既然你对他没意思，那为什么他要拒绝我的入部申请？这下轮到阿贝尔没话说了，原本只是想解释误会，结果却被瑞秋带进了坑里。看来康健马这个名字已经成了这两个女人的火药桶。为了维持家族的牌面，瑞秋连喝杯咖啡都要纠结半天，嘴上说着要喝最高端的品种才配得上自己的身份，结果一进店，她立马把尊严抛到了脑后，直接点了一杯最解暑的冰美式。毕竟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正当她美滋滋的等咖啡时，眼尖的她突然发现了目标，康健马居然就在这家店里。瑞秋心里一阵狂喜，正愁找不到这只猎物呢，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可等他定睛一看，康健马对面坐着的竟然是戴着眼镜的山河呢。瑞秋还在那喋喋不休吐槽康健马面试时笑得合不拢嘴，还顺带损了山河那几句，觉得康健马的品味实在太奇怪。他完全没注意到身边的阿贝尔已经气场全开，整个人散发出恐怖的紫色气息。这下瑞秋终于感觉到不对劲了。另一边，康健马站在一家寿司店门口，看着那奇怪的店名直摇头，感叹这个世界的起名水平真是让人一言难尽。就在这时，季汉带着其他人赶到了，大老远就热情的打招呼，看来今天的社团聚餐人不少。康健马扫视了一圈，发现山河娜竟然没来。季汉解释说他不吃生鱼片，所以今天只能缺席了。虽然少了一个人，但这场聚会才刚刚拉开序幕。季汉带着几个人走进寿司店，看着店里的装修，忍不住感叹，这地方还真有种回老家的感觉。康健马刚打算要个4人位，结果一抬头，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旁边的克洛伊也察觉到了不对劲，眼前这个戴着口罩正忙着打杂的服务生竟然是诺克斯。康健马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碰见他。诺克斯尴尬的解释说自己只是在这里打零工，可康健马心里却泛起了嘀咕，这家伙明明是顶级豪门的成员，放着大少爷不当，跑来这种小店端盘子，难道是隐瞒身份，在执行什么秘密任务，还是说这背后藏着更大的阴谋？还没等康健马想明白，店长的咆哮声就传了过来，对着诺克斯就是一顿臭骂，催他赶紧去招待客人。诺克斯只能低头哈腰的道歉。既然诺克斯在忙，萨基提议还是别去打扰了，毕竟这种时候打招呼只会让气氛变得更尴尬。大家找了个位置坐下，萨基翻着菜单，一脸兴奋的挑选，显然对这里的菜色非常满意。康健马在一旁暗自观察，发现克洛伊一直沉默不语，看来他和哥哥诺克斯的关系远比想象中还要僵硬。康健马正感慨着，萨基突然凑了过来，他指着菜单上的特级套餐，直夸这价格简直太划算了。康健马凑过去一看，整个人差点没当场石化，一份寿司竟然要40万，这在萨基眼里居然叫便宜。
康健马忍不住吐槽，这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抢钱。萨基却一脸嫌弃，觉得康健马实在是太抠门了，难得出来聚一次，竟然还在这种小钱上计较。康健马索性闭上了嘴，反正今天也不是他买单，爱点什么就点什么吧，只要不用他掏兜就行。看着萨基兴奋点餐的样子，康健马心里五味杂陈。这种顶级豪门的消费观，果然跟他这种普通人有代沟。这哪里是吃寿司，这吃的简直就是阶级差距。这种有钱人的世界，他恐怕这辈子都理解不了。价值40万的顶级寿司终于上桌了，看着这色泽和新鲜度，萨基和季汉赞不绝口，直夸这品质就算在日本也难得一见。大家都在忙着拍照发朋友圈，唯独康健马坐在那沉默不语。萨基看他脸色不对，还以为他是身体不舒服，谁知道康健马一开口就把整桌人都给吓傻了。他说这食材确实是顶级的，可惜厨师的刀工实在是太烂，在他眼里这些鱼肉简直是在哭泣，这种评价简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旁边的诺克斯听得脊背发凉，因为这句话刚好踩中了店长最大的雷区。果然，那个金发店长英沉着脸走了过来，死死盯着康健马，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店长冷冷地质问他刚才说了什么。康健马不仅没打算收回前言，反而直视对方的眼睛，他一字一句的重申，这种半吊子的技术根本配不上这么昂贵的价格。这下店长彻底被激怒了，他冷笑着让康健马站出来，说要亲自领教一下这位客人的高见。康健马倒是很淡定，既然对方主动提出打赌，输了的人就要请客。店长压根没把这小子放眼里，觉得他只是想在朋友面前出风头，随便拿条比目鱼就想把他打发了。谁知道康健马根本不上套，他指着案板上最难处理的针雕，说准了就用这一条。店长这下彻底急了，想拦住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毕竟那条针雕贵得离谱，万一被外行人毁了，这损失谁也担不起。诺克斯却一把拦住了他，让他先别急着发火，虽然自己只是个服务生，但他很清楚眼前这个年轻人绝对不简单。康健马缓缓走进后厨，脱掉外套，看着案板上那条鱼，这种熟悉的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过了。就在他握住刀的一瞬间，某种沉睡的力量被彻底唤醒。康健马这一开口，直接指出了店长最致命的问题，他的基本功虽然扎实，但手里的刀却用错了。原来店长天生是个左撇子，右手力量太重，反而会压坏鱼肉。只要换成左手刀，他的厨艺绝对能再上一个台阶。店长听得一愣一愣的，拿着本子记个不停。这下他是真的心服口服，恨不得当场拜师。康健马可没忘了正事，既然赌赢了，这顿饭不仅要免单，还得收点指导费。店长这回倒是爽快，直接大手一挥，不仅这桌不收钱，连全场的客人都跟着沾了光。这波指导他觉得简直赚翻了。看着康健马在厨房里忙碌的样子，克洛伊整个人都愣住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平时冷冰冰的家伙竟然会露出这么专注的表情。既然康健马都这么卖力，季汉自然也坐不住了。萨基也站起身，提议一起去后厨帮忙。诺克斯走到克洛伊身后，主动提出要教他几招，毕竟在这种热闹的氛围下，谁都不想只当个看客。克洛伊笑着点了点头。这场原本火药味十足的对赌，不知不觉间竟然变成了一场欢快的聚会。康健马一个人站在走廊里，回想起刚才切鱼的手感，竟然觉得比对付魔兽还要爽快，甚至开始琢磨毕业后要不要干脆转行开个寿司店。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诺克斯从后厨跟了出来，说食材已经全部处理完了，剩下的活老板自己能搞定。康健马看着诺克斯，突然问他怎么转了性子，今天干活竟然这么卖力。康健马还没反应过来，诺克斯就直接揭了他的老底。当初是谁说找份正经工作能学到不少东西的？被当场拆穿的康健马愣了一下，这才想起自己确实说过这话。诺克斯难得承认了一回，这种脚踏实地的打工生活确实让他学到了不少东西。他总觉得康健马成熟得过分，甚至怀疑康健马是不是虚报了年龄。毕竟这种处理麻烦事的手段，怎么看都像是个混迹社会多年的老油条。康健马倒是挺淡定，直接把这当成一种夸奖。不过玩笑归玩笑，诺克斯突然严肃了起来。他告诉康健马，家里那帮审计官已经查完了他的底细，目前没发现任何问题。原本长老会那边还想盯着他不放，现在这个请求也已经被撤销了。康健马总算可以暂时松一口气。诺克斯最后提醒了一句，审计官是为了正义而战，绝不会沦为任何人的猎犬。诺克斯这次是特意来透底的，他不仅带回了调查组的消息，还决定亲自参与进去，这等于是在暗中给康健马撑腰。康健马心里很清楚，既然审计官的目标已经转向长老会，那他现在彻底安全了。虽然那帮老家伙可能会有大麻烦，但这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主动伸出手向诺克斯致谢，毕竟这种内部情报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打听到的。诺克斯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自己今天的话确实有点多。看着诺克斯的背影，康健马发现这家伙最近变了不少，尤其是和克洛伊的关系似乎比以前亲近了很多。就在这时，康健马突然想起了一个名字，他向诺克斯打听起了一个叫山河奈的女生。那个女生刚加入社团不久，而且刚好就在诺克斯的班上。诺克斯点了点头，那个叫山河奈的女生平时总是独来独往，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有一件事却非常诡异。无论理论课还是实战演习，她的成绩永远精准地排在班级中游，这种控分能力简直比拿第一名还要困难。
诺克斯忍不住调侃康健马，没想到你这种人竟然也会对别人产生好奇心。他刚想评价一下康健马的为人，就被一阵粗犷的喊声打断了。店长急匆匆地跑了出来，原本是想叫诺克斯赶紧关门，结果发现康健马竟然还没走，他显然还没从刚才的震撼中缓过神来。为了表达谢意，店长郑重地递出了一把厨师刀，说这是给康健马的一份薄礼，希望他能收下。可康健马看都没看就拒绝了，在他眼里，刀就是厨师的命根子，这种东西绝不该随随便便送给别人。店长挠了挠头，他说这把刀确实配不上康健马，以前他总觉得工具最重要，现在才明白，真正的顶级高手看重的是手上的真功夫。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康健马也不好再拒绝。他刚接过刀，店长就激动地喊了一声师傅，这突如其来的称呼让康健马一时间有点接不住。刀刃出鞘的一瞬间，寒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这乃像是一把厨师刀，简直就是一件杀人的利器。康健马看着手里的家伙，突然想起了一个老熟人，那是他的第一位老师，嘴上说着高手不挑装备，背地里却把那些名贵刀具当成宝贝。老师还神神叨叨地说过，给刀起名字是把他们当成家人的重要仪式。店长见康健马盯着刀发呆，还以为他是不太满意。康健马摇了摇头，说自己只是在想该叫他什么，这副认真的样子让店长打心底里佩服。康健马轻声定下了他的名字，就叫永霜吧。深夜的学院寂静的有些诡异，但在没人注意的角落，一群神情凶狠的家伙正悄悄集结。一个披着黑斗篷的男人缓缓走来，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感谢各位百忙之中还能赏脸过来聚一聚。白发男人一脸不耐烦，质问是不是他把大家叫到这儿的。面对众人的质疑，黑衣人终于缓缓开口，自称就是那位教授。白发男人显然没什么耐心，他盯着眼前的黑衣人质问：教授，大伙儿正忙着呢，你把我们叫到这鬼地方干什么？谁知对方根本没打算解释，反而旁若无的狂笑起来。这笑声听得人心里发毛，白发男人这下彻底火了，大骂这家伙是不是疯了。结果黑衣人止住笑声，语气里全是轻蔑，看来你们还没清醒，真以为拿了点新力量就无敌了，这种自大在他眼里简直像小孩子一样可笑。这句话成了最后一根稻草，白发男人当场炸毛，看来这一仗是注定躲不掉了。黑衣人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底细，原来这大块头就是第四将军手下的破墨石，他甚至还有心思评价这种大地魔法可不多见。破墨石哪受得了这种挑衅，当场就暴走了。他一边活动着巨大的拳头，一边放出狠话：既然手有点干，那就用你的血来润润色。旁边的埃尔一看情况不对，赶紧想上去拦着，可破墨石现在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他狂吼着：管你是谁，今天都得死在这。黑衣人冷冷地丢下一句：你不配拥有这种力量。紧接着，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破墨石瞬间就被打翻在地，全场死一般的寂静，谁也没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黑衣人拍了拍手，语气轻松的像是在散步。他说：这就是给各位准备的见面礼，现在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了吧。这帮人全看傻了，连大气都不敢喘。埃尔盯着那个黑衣人，终于认出了对方的来历，原来这家伙是第二将军的人。黑衣人笑了笑，顺口叫了埃尔一声学生，随后又改口叫他教官。他说自己当老师太久了，总改不掉这职业病。他往后退了一步，把位置让了出来。接下来的细节就让这位教官来告诉你们吧。埃尔一开口就推翻了所有的传闻，他说阿格尔根本不是死在剑圣手里。台下的人还没反应过来，他紧接着抛出了一个更吓人的真相：堂堂阿格尔竟然是被一个学生给干掉了。那个人的名字叫里昂·范莱因哈特，这家伙就是下一任英雄。康健马正一个人躲在教室里，他在笔记本上写画画，把现实和梦境的线索一点点对上。这帮长老会的家伙简直是把贪婪写在了脸上，他们根本没把审计官当人看，纯粹是当成呼之即来的猎犬。不过这倒是给了康健马一个大机会，因为这帮老家伙的失误，审计官现在反而成了他的盟友。康健马一边写一边琢磨，在游戏原本的剧情里，那些想对付里昂的势力全都莫名消失了，原来是因为长老会早就被审计官给盯死了。可转念一想，康健马发现自己比里昂还惨，现在的处境简直是火烧眉毛。好在审计官已经入场，真相应该很快就能水落石出。他在笔记本上打了个勾，长老会这关算是过了，但名单上还剩下一个麻烦，就是那个神秘的女教官。想起阿格尔之前说的话，那个女人竟然是靠哀求才签下的契约。康健马心里咯噔一下，这女人难道是个深藏不露的两面派？此次康健马在笔记本上重重地写下这个词，这帮反派最擅长变脸，在游戏里换个样子简直是家常便饭。但有两样东西他们改不了，那就是眼睛的颜色和性别。可就算知道了这些，想在茫茫人海里把人揪出来还是难如登天。剑神的家伙也不是万能的，最要命的是他对魔法简直是一窍不通，是该老老实实等着，还是现在开始临时抱佛脚学魔法？康健马看着本子上的涂鸦，忍不住自嘲了一句，自己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连正经书都看不进去了。他停下笔，眼神里透出一股狠劲，既然按常理出牌行不通，那就干脆来个出其不意，现在是时候该勇敢一次了。康健马正琢磨着该去拜访一下达米安教授了，结果萨基和季汉吵吵闹闹的闯了进来。萨基一脸嫌弃，觉得这家伙总是为点小事大惊小怪。季汉可不服气，神神秘秘地问萨基知不知道7月7日是什么日子。他兴冲冲地跑到康健马面前，大声宣布那个伟大的日子快到了。康健马愣了一下，第一反应是那天难道是生日？
结果季汉手舞足蹈地说那是英雄封印怪物的纪念日。看着对方那副热血沸腾的样子，康健马只能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这代沟真不是一般的大。萨基让他别瞎激动，可季汉根本停不下来。他说这次学院祭可不一般，因为有一堆顶级大佬都要过来，什么最强刺客阿尔泰、铁王家的继承人毛兰，甚至连那个全美骄傲奥穆特，全都要在学院祭上露面。看他那副手舞足蹈的样子，萨基一眼就看穿了，这家伙哪是为了什么学校荣誉，纯粹就是自己想趁机偷懒。就在大家闹成一团的时候，旁边的克洛伊却一直没说话。他盯着康健马看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问了一句：“那天你有没有空？”这下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微妙了。季汉还在那异想天开，提议要搞个什么试吃摊位，还想让康健马去当主厨显摆刀法。他完全没意识到克洛伊已经快要爆发了。为了保住这家伙的小命，康健马赶紧点头答应。萨基却一脸不屑，觉得这种招摇过市的行为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康健马无奈的解释，平时除了刷副本就是战斗，难得有这种放松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以后恐怕就没这种好日子了。这句话一出，萨基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什么叫以后没时间了？康健马没有正面回答，但那副严肃的样子让原本欢快的氛围瞬间变得压抑起来。康健马心里咯噔一下，刚才那句话说得太顺口了，竟然把3年后的战争给抖了出来。他意识到自己最近太放松，已经开始犯这种低级错误了。萨基可不是好糊弄的，他直接凑到康健马跟前，眼神里全是怀疑，逼问他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就像上次那样，又打算一个人瞒着所有人。眼看气氛就要彻底失控，旁边的季汉坐不住了，于是他大喊一声：“海报交给我来画！”他一边在白板上胡乱涂鸦，一边尴尬的活跃气氛，总算把萨基的注意力给带偏了。季汉心里暗自得意，康健马欠了他一个天大的人情。萨基终于忍不了了，他一把推开正在画海报的季汉，语气冰冷的让人发毛。他说这个社团想当老大的人太多，是时候把规矩重新定一下了。为了让某些人彻底闭嘴，萨基决定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那就是直接动手，谁的拳头硬，以后谁就说了算。季汉也是个不嫌事大的，直接扛起球棒就应了战。两人约在黄昏的道场，气氛紧绷到了极点。萨基转头看向季汉，当众立下了赌约，只要季汉能赢，他以后绝对服从管理，连那个离谱的祭典计划也照办。看着这两个热血上头的家伙，康健马整个人都傻了。明明刚才还在讨论画海报，怎么一转眼就要开始同门厮杀了？季汉这嘴是真的碎，当众挑衅萨基，非要比比谁对社长更有用。萨基哪受得了这种气？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只能手底下见真章。季汉心里还在盘算，觉得萨基没了长弓，就像没牙的老虎，只要拉开距离就稳赢。山河那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谁能想到萨基根本没打算拉开距离，直接化身近战狂魔。这一招，季汉怕是接不住了。季汉还是想得太简单了，他以为萨基在室内不敢射箭，正慢悠悠的准备上削弱技能，结果萨基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哪有弓箭手直接贴脸冲锋的？季汉还没来得及嘲笑对方，萨基的攻击已经到了跟前，这一记近身重击直接把季汉打得没了声，局面瞬间彻底失控了。谁也没想到萨基下手这么狠，季汉连惨叫都没发全，就直接飞出去撞碎了木架，全场瞬间安静的可怕。克洛伊和山河娜都看呆了，这哪里是切磋，简直就是单方面碾压。萨基收起长弓，转头盯着康健马，问他现在看清楚了吗？康健马半天没说出话来，毕竟事实摆在眼前。季汉躺在废墟里，靠着那点微弱的回复数续命，这下谁才是真正有用的那个？已经不用再争了，距离祭典只剩最后4天，社团活动室里全员出动，忙的那叫一个不可开交。克洛伊正对着煎蛋傻乐，山河那已经把食材采购安排的明明白白，只有季汉一个人心态崩了，在那抱怨活儿多得干不完。结果萨基一句话就把他对了回去，既然打输了，那就老老实实当苦力。最郁闷的还是萨基，明明赢了比赛，结果还得在这儿研究怎么煮泡菜汤，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糊涂了。康健马突然一脸严肃的拜托萨基，搞得萨基整个人都懵了，完全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其实康健马心里想的全是遗憾，从17岁开始他就是个打工人，别说逛祭典了，他连什么是休息都不知道。本以为能靠手游找点平凡的乐子，结果高2那年他竟然被恶魔给盯上了，安稳日子彻底成了奢望。看着窗外，康健马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祭典了，那种说不出的落寞全写在了脸上。山河那走过来轻声问他，怎么看起来这么难过，到底在想什么呢？山河那这简直是神预言，一开口就戳中了康健马最隐秘的心思，吓得他冷汗都要下来了，还以为对方会读心术。为了化解这尴尬的局面，康健马赶紧找了个借口，说要出去办点急事，把摊子全甩给了季汉和萨基。他这前脚刚跨出门，后脚就被萨基给盯上了，那眼神冷冰冰的，显然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康健马这回是主动找上门了，达米安教授正悠哉地泡着红茶，只夸他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结果康健马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甩出一句红茶过敏，把这热乎劲儿全给挡了回去。不过他的心思显然不在茶上，而是盯着桌上一块黑漆漆的怪石头，这玩意儿看者不起眼，里头竟然有魔力在流动。达米安教授倒也大方，说这是刚弄到的稀罕样本，要是康健马感兴趣，直接送他1块也无妨。康健马这次来没打算客气，直接提起了之前那个关于上帝祝福的奇怪问题。
达米安教授表现得非常有耐心，直言只要是他知道的，绝对会对康健马知无不言。没想到达米安教授比他还要较真，为了查清楚这句话的来历，他竟然专门跑了一趟俄罗斯。康健马这下彻底受宠若惊了，心想自己一个随口的问题，居然让对方跑了大老远去翻古籍。达米安教授笑着摆了摆手，说这不光是为了帮他，更是因为他那该死的求知欲。达米安教授先是甩出了一堆学术干货，把各种精灵的等级讲得头头是道，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居然当场开始挖墙脚，问康健马想不想当他的徒弟。康健马也是个直性子，一点没犹豫就给对方泼了冷水，直言自己对搞学术研究没兴趣，这拒绝的简直干脆利落。达米安教授倒也没生气，反而抛出了一个更劲爆的话题。他说这世上没有神其实是个致命弱点，随后便把时间线拉回了远古时代。那时候的世界可跟现在完全不同，到处都是数不清的神明。美迪亚口中的神话时代，那里的神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精灵，他们没有感情也没有肉体，更像是某种纯粹的规则和概念，对现在的生物来说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如果说普通的精灵是萤火虫，那这些神就是天上的太阳，根本没有可比性。可让人头皮发凉的是，即便是这种绝对的存在，竟然也逃不掉死亡的命运。康健马听得一愣一愣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把这些无敌的神送进坟墓？达米安教授压低了声音，说出了那个终结时代的狠角色。虽然大家都是神，但那个人却亲手杀光了同类，他就是传说中的剑之神。达米安教授最后总算把话给说透了，那句所谓的上帝祝福，其实是人类在神话时代结束后，为了祈求剑之神的力量，才带代相传下来的黑话。康健马听完后沉默了半天，虽然心里的疑惑是解开了，但总觉得这趟信息量有点超标。走在回程的走廊上，他满脑子都是那份沉重的人情债，毕竟人家为了他一句话，可是实打实地飞了一趟俄罗斯，自己这波简直像是白嫖了大佬。不过话说回来，那杯俄罗斯红茶的味道，他是真的这辈子都不想再喝第二次。就在他一边吐槽一边往前走时，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整个人猛地停下了脚步。坏了，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被他给漏掉了。康健马总算琢磨明白了，难怪刚才一直觉得心里堵得慌，原来是因为身上没带那把生鱼片刀。对他来说，那玩意儿可不只是武器，简直就是他的移动传感器。没刀，在手连感知范围都缩水了一大截。他一边走一边自嘲，看来自己这职业病是没救了，竟然已经习惯到这种地步。不过感叹归感叹，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即将到来的祭典。时间过得飞快，距离开幕只剩下最后几天，所有人都忙得脚不沾地，有人在练习厨艺，有人在外面顶着大风布置场地，每个人都紧绷着弦。等到祭典倒计时2天的时候，真正的重头戏才算登场。看着萨基他们抽中的祭典服装，季汉这小子笑的嘴都要歪了。这波女仆装造型一出，估计到时候全校都要炸锅了。祭典前的最后一天，大家围着热气腾腾的锅底做最后冲刺。等到开幕当天的阳光洒下来，康健马独自站在摊位前，心里却开始翻涌起以前的那些往事。在那段拿着刀讨生活的20年里，他就像个不收钱的救火队员，专门找那些快倒闭的小店去扶贫，救活了多少家餐厅，连他自己都数不清。这可不是为了做慈善，纯粹是为了满足他那点古怪的成就感。对他来说，只要手里握着那把生鱼片刀，就是生意要起死回生的信号。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他觉得这就是属于自己的浪漫。他甚至大方承认自己这大概就是中2病晚期，只不过因为以前师傅管得严，这股劲儿直到现在才彻底爆发。距离祭典正式开幕只剩下最后10分钟了，季汉在那儿忙着给大伙儿打气，毕竟收了人家的钱，这端盘子送饭的活儿可不能砸了招牌。他叮嘱大家稳住心态，只要发挥出平时练习的水平就行。看着身边这群忙碌的伙伴，康健马心里突然有点感慨，这很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能这样聚在一起参加祭典了。既然以后机会不多，那今天就彻底豁出去，不管结果怎么样，先痛痛快快的享受这一刻再说。学院祭典正闹得热火朝天，瑞秋拉着阿贝尔到处自拍，还信誓旦旦的保证贴上这撇小胡子，绝对没人能认出大小姐的身份。看着周围狂欢的人群，阿贝尔虽然还有点不自在，但也难得放松了下来，毕竟这种热闹的场面可不是随时都能见到的。瑞秋随口问了一句，这种大日子那位传说中的剑圣会出现吗？阿贝尔沉默了一下，低声回了一句，他早就隐退了，而且他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吵闹的地方。瑞秋倒是挺乐呵，说他叔叔也从来不凑这种热闹，正好没人管着，他能带着阿贝尔玩个痛快。这姑娘眼尖，一下就从地上捡到了宝贝，指着传单上的泡菜锅，非要拉着大小姐去尝尝鲜。就在这时，主舞台那边的欢呼声简直要掀翻屋顶了。主持人正扯着嗓子宣布，今年的英雄表彰正式开始。打头阵的这2位可都是实打实的大人物，印度英雄辛巴达，还有那位外号火行者的弗拉基米尔。光是站在那，气场就压得人喘不过气。可还没等大家回过神，台下的记者们突然全疯了，一个个举着相机拼命往前挤。奥穆特这一露面，现场的闪光灯差点把人眼睛晃瞎。记者们拼命追问他关于7星英雄的传闻，还有对这次访问的看法。这位美国英雄倒是淡定，一言不发地走在人群中间，那股子高冷劲儿确实有种世界巨星的派头。旁边的季汉已经彻底看呆了，手里攥着传单，嘴里不停念叨着太帅了，简直就是全场最忠实的迷弟。结果帅不过3秒，萨基突然从后面杀了出来，一把揪住他的耳朵就开始咆哮，说好的出来发传单，你居然在这儿偷懒看热闹。
季汉疼得嗷嗷直叫，一边求饶一边还在解释，这种世界级英雄难得一见，换谁不糊涂啊！最后还是被萨基强行拖走，老老实实回去看摊位了。季汉正被萨基拽着往回走，结果一个没留神，直接撞在了路过的瑞秋身上。这下好了，两拨人马在大街上撞了个正着。瑞秋看折倒在地上的季汉，忍不住吹了个口哨。这尴尬的场面，真是想躲都躲不掉。镜头一转，餐厅里的生意已经火爆到了极点，热气腾腾的泡菜锅刚一端上来，那香味儿就勾得食客们直咽口水，纷纷感叹这手艺简直绝了。谁能想到，后厨里负责切菜的，竟然是带着猫耳的克洛伊。看他这运刀的速度和节奏，简直像是在表演艺术。康健马在一旁默默观察，心里也忍不住感叹，虽然只教了他一点皮毛，但这姑娘在用刀方面的天赋确实强得有点离谱了。康健马在后厨忙得脚不沾地，所有的烹饪重活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毕竟这招牌泡菜锅除了他谁也做不出那个味儿。可外面的客人越来越多，康健马一抬头发现不对劲，季汉和萨基这两个家伙关键时刻居然跑得没影了。正找着呢，瑞秋突然像阵风一样冲了出来，嘴里还大喊着康健马的名字。这下场面彻底乱了套，瑞秋还没意识到闯了祸，反而笑嘻嘻地调侃克洛伊，说他长得实在太小只，刚才压根儿就没瞧见这儿还有个人。阿贝尔这身打扮真是绝了，贴个假胡子就想装路人，结果一抬头正撞上冷着脸的康健马。这尴尬的气氛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康健马也是一脸无奈，虽然这地方确实是他宣传的，但他是真没想到这两位重量级人物居然真敢来，这下麻烦大了。瑞秋倒是完全没心没肺，一坐下就嚷嚷着要吃泡菜锅，还兴奋地指着远处的山河呢，跟阿贝尔介绍说那就是上次提过的新成员。康健马在一旁默默叹气，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趁着现在还没被更多人发现，赶紧给他们弄点吃的，然后麻溜的把这两尊大佛送走。阿贝尔现在哪有心思听八卦，他坐在那儿动都不敢动，生怕假胡子掉下来，只能支支吾吾的应付着。瑞秋一眼就看穿了阿贝尔的小心思，故意凑过去调侃他，是不是在故意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阿贝尔被说中了心事，急的话都说不利索了。两人坐在摊位前，瑞秋还在旁边煽风点火，说既然是祭典，咱们是不是也该跟着热闹一下？阿贝尔还在那儿死鸭子嘴硬，非说期末考试快到了，自己根本没心思搞这些乱七八糟的。话还没说完，萨基就端着热腾腾的盘子走了过来。阿贝尔看着食物，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刚才编好的借口全卡在了嗓子眼里。瑞秋在一旁看着阿贝尔吃瘪的样子，忍不住露出了得逞的坏笑。这下看你还怎么装，乖乖留下来享受祭典吧。季汉过来报单的时候，整个人都跟丢了魂一样。康健马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着他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忍不住问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结果季汉直接开启了迷弟模式，兴奋地说刚才见到了全美骄傲奥穆特，那可是国家级的英雄，未来的7星候选人，对他来说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康健马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吐槽他真是个英雄狂热粉，顺便指了指旁边的冰块，让他赶紧去敷刚才撞青的地方，别光顾着追星了。等季汉走开后，康健马的眼神瞬间变得犀利起来。奥穆特这个名字只是代号，他的真名叫伊丽莎白，是来自美国的顶级英雄。在这个世界里，美国和韩国一样都是超级强国，而这个女人更是被公认为下一任7星的有力竞争者。她的出现绝对不只是来参加祭典这么简单，在美国那帮人眼里，英雄不过是一门生意，真正的英雄用生命换取名声，而他们却靠着名声赚得盆满钵满。这种把英雄当明星捧的做法，康健马打心底里看不上。他一边揉着手里的食材，一边在心里暗自庆幸，还好自己没转生成美国英雄，要不然天天的穿着紧身衣到处跑，光是想想那个画面，他就觉得头皮发麻。不过现实情况并不乐观，自从被荐胜选为继承人，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入局了，无论是奥穆特还是其他人，迟早都会和他产生交集。虽然嘴上说着要拒绝，但康健马心里清楚，最好的办法还是先躲着，只要这3天老老实实待在摊位里，埋头做他的泡菜锅，应该就能避开这些麻烦。毕竟像奥穆特那种级别的大人物，总不至于为了喝口汤专门跑到这种小摊位来吧。只要不出这个门，外面的风浪就跟他没关系。阿贝尔还在那儿拼命解释，说自己以前见过萨基跳级前的样子，结果瑞秋在旁边冷不丁来了一句，说他上课的时候明明一直在睡觉。这一刀补得阿贝尔哑口无言。萨基还想垂死挣扎一下，小声嘀咕说不是社团活动的问题，主要是这身女仆装实在太扎眼了。就在几个人闹成一团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嫌弃的声音，嫌这地方味道太冲。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毛兰就踩着高跟鞋霸气登场了，那气场简直要把屋顶掀翻，周围的人直接炸开了锅，大家都在小声议论，这位可是能跟奥穆特平起平坐的顶级强者，他这种身份的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不起眼的摊位？毛兰一进屋就盯上了康健马，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挑衅，问是不是他动了自己那2个兄弟。康健马停下动作，看着眼前这个气场全开的女人，康健马心里立刻有了答案，她就是毛氏双胞胎的姐姐，那个在江湖上臭名昭著的铁脚毛兰。毛兰并没有急着动手，反而像是在欣赏猎物一样打量着康健马。他笑着说，听那2个蠢货描述，还以为康健马是个长相凶狠的野兽，没想到本人长得还挺清秀。他自顾自的在那儿念叨，说那2个弟弟从来不会夸人，这种喜怒无常的态度反而让气氛变得更加压抑。康健马一眼
就认出了那件装备，那是 S 级武器蓝角。穿着这种级别的装备找上门，摆明了就是为了报仇。眼看气氛越来越不对劲，克洛伊直接拔刀冲了上来，想替康健马挡住这个危险的女人。康健马伸手拦住了克洛伊，他不想让同伴卷进这种麻烦里，毕竟对手的实力深不可测。他低声叮嘱克洛伊和萨基，接下来的事他们绝对不能插手。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要开打的时候，毛兰却突然笑了起来。他说事情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他今天过来似乎还有别的目的。毛兰一脸无所谓的坐着，觉得翻几个月前的旧账没意思。康健马却没放松警惕，直接反问他，既然不是为了报仇，为什么要冒着风险亲自跑这一趟？毛兰听了这话笑得更开心了，他说自己只是单纯的好奇，想看看康健马到底是何方神圣。毕竟他那2个弟弟虽然本事不小，但现在只要一听到康健马的名字，竟然会被吓得当场失态。康健马听完这话一阵无语，心想这一家人果然都不太正常。可没想到毛兰接下来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他竟然说自己其实挺感激康健马的。原来他那2个弟弟以前到处惹事，把家族的名声都败光了，他怎么管教都没用，结果被康健马狠狠收拾了一顿后，那2个白痴反而变老实了。他这次过来竟然是专程来道谢的。康健马一眼就看穿了毛兰的算计，他所谓的道谢其实是庆幸康健马帮他扫清了障碍，让他更有机会坐上7星的位置。毕竟那2个闯祸的弟弟以前一直是他上位的绊脚石。康健马对这种家族内斗毫无兴趣，他冷淡的表示，既然话已经说完了，就请毛兰立刻离开，不要打扰他经营摊位。毛兰倒也不生气，临走前还感叹了一句，说康健马比他那2个弟弟通情达理多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有些阴阳怪气，提到了摊位上正在卖的泡菜。他笑着说，看到康健马用自家的东西做生意，心里还挺自豪的。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喊出了康健马的名字，丢下一句加油，便带着人扬长而去。就在毛兰准备离开的时候，康健马突然开口叫住了他，语气冷得让人脊背发凉。他警告毛兰别用那种轻佻的词汇来称呼这里的食物。毛兰停下脚步，故意用更挑衅的语气重复了一遍，显然是在挑战康健马的底线。康健马原本并不想在这里闹事，更不想引起不必要的关注，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有些原则问题他绝对不会退让半步。康健马直接指着毛兰，命令他跟自己走一趟。全场的气氛彻底炸裂了，所有人都在疯狂呼喊毛兰的名字，这种一边倒的狂热简直要把屋顶给掀翻。角落里的诺克斯沉默不语，眼前的这一幕让他想起了一些糟糕的往事，看来当年的麻烦又要重演了。奥穆特看着台下感叹，有些人天生就是风暴中心，走到哪麻烦就跟到哪。赛场上的毛兰笑得很狂，他对康健马说，这场面真像回到了学生时代，续就可以，但要是分不清实力差距，下场会比谁都惨。他甚至开始嘲讽康健马长得这么帅，要是被打傻了，以后可就没人敢要了。毛兰还在那大言不惭，说康健马要是怕了，以后可以嫁给他当个男宠。康健马却一脸冷静，他早就看穿了这女人的把戏，故意挑衅不过是想找个动手的正当理由。毛兰听完也不装了，既然被识破，那就看谁的拳头更硬。就在这时，亚空间结界瞬间展开，康健马直接开启了英雄祝福，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话，毛兰你想当7星英雄，这辈子都没戏了。毛兰一边打一边嘲讽，问康健马是不是经常被人说没脑子。康健马根本没废话，反手就是一记硬碰硬的重击，巨大的爆炸瞬间席卷全场。毛兰被震退了好几步，他还以为康健马只是个只会说大话的小鬼，正打算在烟雾里把人揪出来，可随着硝烟散去，毛兰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了。后方的同伴们乱成了一锅粥，萨基还在担心康健马的安危，毕竟那2个人已经追出去了。季汉赶紧提醒大家，现在不是担心康健马的时候，店里的客人们都快炸锅了。萨基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知道康健马一定会回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死死守住这里。场上的气氛诡异到了极点，观众们全都看傻了，明明谁都没有动手，毛兰却像是受了重击一样，整个人狼狈的僵在原地，就连台下的奥穆特都露出了不敢相信的神情，这根本不是普通学生能做到的事。毛兰停顿了半天，才从刚才的冲击中缓过神来，他终于意识到，刚才那一瞬间发生的根本不是格斗，那是传说中的精神领域，这种只有顶级强者才能掌握的压箱底绝招，竟然被康健马随手使了出来。毛兰心里越来越虚，他突然意识到，康健马故意把战斗拉进亚空间，其实是在给他留面子，因为在亚空间里打，外面的人就看不清他有多狼狈。这种滴水不漏的城府，让毛兰第一次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康健马这个名字，在高层圈子里一直是个传说。毛兰盯着眼前的男人，终于把传闻和真人对上了号，原来他就是那位剑圣亲口钦定的唯一继任者。毛兰彻底爆发了，他愤怒地咆哮着，说自己能爬到今天的位置，绝不是靠运气捡来的，他要用最后一击赌上自己全部的尊严。可谁也没想到，在毛兰发起冲锋的那一刻，他却在心里默默说了声谢谢你康健马。毛兰大声喊道，多亏了你，我才彻底打醒了。这一刻他再也没有任何顾虑，整个人像是一道紫色的闪电，对着康健马发起了狂风暴雨般的猛攻。面对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康健马依然冷静的可怕。毛兰的攻势越来越快，压箱底的招式一个接一个，台下的观众全都看傻了，这种强度的对决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就在康健马闪避的空档，毛兰突然大声挑衅，问他在往哪看呢？紧接着他再次发动了风暴踢，这一脚的力量
仿佛要将空气都撕碎。毛兰死死咬住不放，显然是想一波带走比赛。伴随着一声巨响，赛场地面瞬间崩裂。毛兰这一下简直是要把康健马彻底活埋。可烟尘散去，康健马依然稳稳地站在原地。他说：“难怪手下那帮兄弟会被康健马吓得魂飞魄散，毕竟这可是未来的7星级战士，值得他赌上一切去战斗。”话音刚落，毛兰直接开启了暴走模式，使出了最恐怖的杀招风暴连击。面对密不透风的连击，康健马始终一言不发。他在等那个唯一能反击的瞬间。毛兰显然已经打红了眼，他高高跃起，使出了威力最强的风暴踢。这一脚带着撕裂空气的能量，直冲康健马而去。谁能想到，康健马竟然用那把纤细的短刀，硬生生挡住了致命一击。毛兰冷笑着嘲讽，觉得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可下一秒，局面彻底反转，康健马周身雷光大作，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毛兰这下彻底乱了阵脚，他拼命捕捉对方的身影，上面下面还是侧面，根本看不清。毛兰还在放狠话，觉得只要能预判动作，康健马的速度就不足为惧。可现实却当场打了他的脸，一道蓝光闪过，谁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毛兰的一只手臂竟然直接飞到了半空中，剧烈的疼痛让他歇斯底里的惨叫。康健马甚至还有心情评价对手，说毛兰的气势还算不错，但这番话简直是对毛兰最大的羞辱。他捂着伤口，不停地自言自语。为了走到今天，他付出了太多，绝对不能输，绝对不想输。伴随着歇斯底里的怒吼，他竟然强行透支生命，爆发出了最后的力量。可康健马只是静静地挥出一刀，就切断了他所有的希望。毛兰嘴里断断续续地呢喃着，充满了最后的不甘。难道这就是终点吗？难道拼尽了一切，也只能走到这里了吗？全场陷入了死寂。观众席上的瑞秋和阿贝尔此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场原本以为会势均力敌的战斗，竟然是以这种方式收场。亚空间决斗的胜者已经产生，名字被高高挂起。获胜者是哈瓦金学院的康健马。康健马平静地站在赛场中央，而他身后的毛兰已经连站稳的力气都没有了。原本说好去吃饭，结果这顿饭终究是没吃成。阿贝尔却说自己已经看饱了。旁边的瑞秋立马就开始打趣，难道是看康健马看饱了吗？阿贝尔赶紧叫停，显然是不想再聊这个话题。另一边，毛兰扶着墙艰难站立，虽然在亚空间里不会真的受伤，但这一战的后果比身体受伤还要严重。堂堂高手竟然输给了一个17岁的少年，这种丢人的事要是传出去，以后还怎么在圈子里混？毛倒是看得挺开，他觉得康健马这小子以后肯定要逆天，现在输给他并不丢人，反而说明自己有先见之明。旁边的随从听得一愣一愣的，完全不敢相信一个练习生竟然能得到这种评价，甚至觉得毛兰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毛兰没有解释，他心里很清楚，以后所有人都会跪在这个男人面前。他这辈子见过无数所谓的天才，不管是伊丽莎白还是那些顶尖英雄，都没能让他产生这种感觉。但眼前这个少年已经完全超出了天才的范畴。康健马现在走的这条路根本不是靠努力就能追上的。他握紧拳头，笑着给出了最后的评价：这家伙简直就是个怪物。谁能想到，被称为大陆之星的毛兰，竟然在学院的亚空间对决中输给了一个1年级的新生。这场战斗结束的太快了，快到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原本被看好能冲击7星的种子选手，竟然被一招秒杀。这一战过后，康健马的名字注定要让整个学院感到恐惧。康健马彻底火出圈了，他击败毛兰的视频在网上疯转，点赞直接冲破了1000万大关，全学院的人都在刷他的视频，大家都在议论纷纷。谁能想到，这个被称为生鱼片剑圣的男人，竟然真的在学院季上卖起了生鱼片，这反差感简直让人看呆了。现在的生鱼片摊位前早就已经排起了长龙，季汉忙得手都要冒烟了，外面的人还在不停地往里挤。就在这时，一个不知好歹的记者硬闯了进来，非要给康健马做一个专访，哪怕只有15秒也不肯放过。萨基当场就炸毛了，警告他要是再敢捣乱，就直接黑掉他的所有设备。这下场面瞬间变得火药味十足，路人们现在玩梗玩得飞起，一边吃着生鱼片，一边忙着在网上打标签。生鱼片剑圣这个名号算是彻底坐实了。康健马在旁边听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简直就是大型社死现场。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辛苦苦练的刀法，竟然被大家当成了切鱼的神技。更离谱的是，各大媒体也开始跟风报道，甚至把他的照片和剑圣2个字放在一起。要知道，在康健马心里，剑圣这个称号有着沉重的分量，那是属于剑圣齐格弗里德的至高荣誉。随着那位传奇的退役，这个名字本该消失在江湖上，可现在倒好，这个本该封神的称号竟然落在了他这个切鱼的手里。看着盆里红彤彤的鱼肉，康健马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康健马看着手机里的新闻，心里一阵无语。生鱼片剑圣这种离谱的称号，简直就是对他职业生涯的公开处刑。可还没等他尴尬完，季汉就急吼地冲了过来，大喊着250号客人的汤还没好。这生意火爆程度已经完全失控了。康健马随口问了一句还有多少人，结果季汉的回答让他当场愣住，号码牌已经发到了600多号，算上没领号的起码有1000人在排队。这阵仗连2世为人的康健马都没见过，大家已经忙得连轴转了。就在这时，帮忙的克洛伊不小心伤到了手指，看着同伴因为高强度工作受伤，康健马意识到这样下去绝对不行，人手根本不够用。就在康健马一筹莫展的时候，
救兵竟然主动找上门了。那个只见过一面的店主跟着诺克斯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康健马本想劝他们下次再来，毕竟现在店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谁知道对方根本不是来吃饭的，而是专门跑过来雪中送炭。店主一口一个师傅，叫得亲热，还非要调侃两句生鱼片剑圣。康健马听得满头黑线，直接放话，要是再没个正经，就赶紧卷铺盖走人。不过这帮人的加入确实帮了大忙，只是诺克斯这小子有点不对劲，一看到克洛伊受伤的手指，那眼神瞬间变得比杀手还恐怖。康健马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这家伙绝对是个无可救药的妹控。还没等他多吐槽两句，萨基又在后面催命了，生意太火爆，真是1秒钟都歇不下来。这一整天下来，大家简直忙到了飞起，搬运食材、清理现场、招呼客人，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一样停不下来。从烈日当头一直忙到夕阳西下，摊位前的长龙才总算慢慢散去。这场面恐怕比经历一场生死决斗还要累人。康健马独自坐在高处，看着远处的晚霞，长舒了一口气。这种高强度的营业，他这辈子都不想再体验第二次了。不过说实话，这种大干一场的感觉确实挺带劲。诺克斯这时候也走了过来，汇报说清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康健马随口向诺克斯道了个谢，毕竟今天要是没他们帮忙，这摊位非要被拆了不可。诺克斯倒也干脆，让他去谢店主就行。可还没等两人多聊几句，诺克斯突然话锋一转，问康健马待会儿有没有空，因为他们家的那位家主指名道姓要见他一面。听到这个消息，康健马脸上的轻松瞬间消失了。阿尔泰那可是刺客家族真正的掌权者，一个躲在影子里的顶级大佬。这种级别的人物突然找上门，绝对不是为了请客吃饭。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肯定是因为之前那些想暗杀他的长老，或者是他在对战毛兰时展现出的实力已经引起了对方的警觉。诺克斯还在那儿不停的摆谱，说他们家主从来不见外人，哪怕是顶级英雄想见一面都难。他觉得康健马肯定憋了一肚子问题，正等着大佬给解答呢。康健马坐在那儿半天没吭声，心里其实也在盘算，对方说的确实没错，而且今天这人情债也确实欠下了。可就在诺克斯以为稳操胜券的时候，康健马却突然冒出一句我不去。这下轮到诺克斯傻眼了，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竟然有人拒绝。结果康健马给出的理由更离谱，单纯是因为太累了，而且嫌麻烦。说完他摆摆手就直接走人，只留下诺克斯一个人在风中凌乱。谁能想到这小子竟然连刺客家主的面子都不给。一阵清脆的敲门声打破了办公室里的宁静，美迪亚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声，示意门外的人进来。随着大门被缓缓推开，奥穆特出现在了门口，他迈着步子走上前，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说好久不见了理事长。看到这位不速之客，原本淡定的美迪亚一下子愣住了，他显然没料到奥穆特竟然会在这时候突然现身。毕业5年后的第一次见面，美迪亚一开口就带着试探，问奥穆特在庆典上玩得怎么样。奥穆特倒是没打算绕弯子，可美迪亚接下来的话显然是故意在挑火。他说奥穆特这次过来是为了他们家的康健马。奥穆特直接开门见山，那个叫康健马的学员到底什么来头？他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传说中的星象世界？美迪亚还在不紧不慢的试探，甚至反问奥穆特是不是也想学。这态度彻底把奥穆特激怒了，他直言自己不是来玩文字游戏的。可还没等他发作完，美迪亚的气场就变了。这一瞬间爆发出的压力让奥穆特根本无法动弹，他这才意识到眼前的女人到底有多恐怖。这就是美迪亚的真正实力吗？奥穆特被压制的根本抬不起头，他终于想起那个传闻中的称号，眼前的女人可是被称为暴君的美迪亚。美迪亚收起气场，随口找了个借口把尴尬带过，但提到康健马的底细，他的态度依然非常强硬。他绝不会私下透露学员的信息，哪怕对方是曾经的学生也不行。看着一脸不甘心的奥穆特，美迪亚只丢下当年那句老话，要是真的好奇，就凭自己的本事去查清楚。这下奥穆特只能自己动手了。谈话到了尾声，奥穆特起身准备告辞，美迪亚倒是挺客气，劝他留下来多玩几天。可奥穆特心里还憋着个疑问，他盯着美迪亚问，既然您说对所有人都公平，那对那个叫康健马的学员也一样吗？美迪亚听完笑了笑，语气变得非常微妙。他说康健马在他眼里可不只是个普通的学员，他还是另外一个人。奥穆特没有再追问，转身推门离开。康健马这个名字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转眼到了庆典的最后一天，摊位前还是那么热闹。季汉因为感冒睡过了头，正忙着跟大家打招呼道歉。萨基在一旁毫不留情的吐槽，康健马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盯着眼前的摊位，突然提了个让人意外的建议。他说不如大家只忙活到早上，下午干脆全部放假休息。这话一出，周围的人全都愣住了。摊位这边总算忙完乐，提议搞美食摊的家伙最兴奋。萨基在一旁忍不住吐槽，康健马则在最后检查食材。就在这时，克洛伊凑了过来，他支支吾吾地问康健马下午有没有什么打算。康健马本来没想那么多，但他突然意识到这段时间克洛伊确实最辛苦，几乎包揽了所有的重活。想起他之前也暗示过想一起在庆典逛逛，康健马这次没有装糊涂，直接开口邀请他，既然下午有空，要不要一起去逛逛庆典。克洛伊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完全没想到康健马竟然会主动约他，这下可把他高兴坏了。克洛伊一边熟练的切菜，一边小心翼翼的确认康健马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他心里其实挺惊讶的，短短2天半的时间，克洛伊的刀工竟然进步神速。
多亏了他的努力，摊位才能运转的这么顺畅。康健马正想着，偶尔奖励他一下也是应该的，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到背后有一道视线，回头一看，萨基正站在不远处死死盯着他们，那眼神里写满了复杂的情绪。康健马被盯得莫名其妙，他完全没往别处想，还在琢磨是不是因为克洛伊手里的刀太扎眼了。摊位的生意总算告一段落，大家伙儿都兴奋地跑去玩了。康健马一个人坐在长椅上，离和克洛伊约定的时间还有最后半个小时。康健马也想趁机眯一会儿，可真坐下来才发现心里根本静不下来。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动静，一个穿着花衬衫的老头走过来，问能不能在长椅上坐一会儿。康健马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礼貌地挪了挪位置。阿尔泰坐下后就开始抱怨，说这片儿真是越来越热，年纪大了根本受不了。阿贝尔在远处看得一脸懵，不明白这两个男人为什么要挤在一起。康健马可没心思闲聊，他直接开门见山说：“你大老远跑过来辛苦了。”接着直接叫出了那个名字，西西里家族的首领阿尔泰大人。阿尔泰露出一丝笑意，夸奖康健马的直觉够敏锐。他很好奇这个年轻人到底是怎么看穿自己的。康健马坐在旁边没说话，他总不能告诉对方自己前世就见过那根拐杖，那可是暗杀家族首领梦寐以求的顶级神兵利器。阿尔泰显然误会了，他以为康健马看穿了他的隐秘技能，忍不住感叹现在的年轻人洞察力实在有些吓人。寒暄过后，阿尔泰终于切入正题，问康健马知不知道他的来意。康健马冷静地反问：“难道是家族长老下达了暗杀令？”阿尔泰摇了摇头，说：“那些陈年旧账已经翻篇了，他这次亲自找上门，是为了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康健马还在心里琢磨，难道是因为自己在决斗中暴露了什么不该用的招式，才引来了这位大人物？阿尔泰冷笑一声，说：“如果只是为了那点小事，他根本没必要亲自跑这一趟。”话音刚落，阿尔泰手中的拐杖猛地往地上一顿，一道紫色的光柱冲天而起，瞬间把周围的一切都隔绝在外。刚才还霸气侧漏的阿尔泰突然话锋一变，支支吾吾地打听起八卦来，问康健马和他孙女到底是什么关系。他甚至还一脸尴尬地追问：“你们两个该不会是在偷偷交往吧？”看着路边经过的小情侣，康健马只能无奈地解释说：“大家只是普通朋友，根本没那些乱七八糟的关系。”阿尔泰听完嘿嘿一笑，一副我懂的表情。康健马看着这个八卦的老头，心里一阵无语。谁能想到游戏里那个深不可测的高手，现实中竟然是个爱操心的老顽童，这形象崩塌的也太快了。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这家伙绝对是个深不可测的怪物。阿尔泰拍拍屁股准备走人，临走前还不忘叮嘱康健马，既然是朋友，就多照顾照顾他那个心软的孙女。康健马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开口叫住了这位家主。他问了一个很大胆的问题：难道克洛伊这辈子非要当个杀手不可吗？阿尔泰停下了脚步，反问康健马，是不是还没见过克洛伊的另一面？在他眼里，克洛伊的本性就像野兽一样凶残，这种危险的人物根本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永远生活在阳光下。康健马觉得克洛伊之所以变成这样，全是拜他们家族那种冷血的杀手教育所赐。阿尔泰却摇了摇头，他说家族其实一直在保护他，试图掩盖他那危险的本性，可即便经过再多的理性教导，只要情绪一上来，他还是会瞬间露出獠牙。阿尔泰语气沉重的坦白，虽然说自己的孙女很痛心，但克洛伊骨子里就是疯狂的，一旦他彻底失控，根本不会在乎眼前的人是谁。他最后给康健马留了一句警告：离他太近，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脑袋什么时候会搬家。康健马沉默了，阿尔泰还在那儿苦口婆心说，如果你想活命，就离克洛伊远一点。可康健马却冷笑一声，直接打断了他的话。他说：老头，你的戏演得也差不多了。阿尔泰明显愣了一下，演戏？你在说什么？康健马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的拆穿，假装担心孙女，确实演得挺像，但既然要撒谎，起码也得藏得再好一点。在康健马眼里，这老头根本不是什么慈祥的长辈，而是一把已经出鞘的利刃，正散发着让人胆寒的杀气。话音刚落，埋伏在四周的杀手瞬间杀出。阿尔泰眼看试探失败，终于不再装模作样，他抬手示意所有人退下。阿尔泰的语气里透着一丝好奇，他问康健马：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整件事都是个圈套的？康健马冷冷地回了一句：你之前不是夸我直觉准吗？看穿你的把戏也是同样的逻辑。阿尔泰感叹，康健马的表现远超他的预料，可康健马却反唇相讥，说：老头，你的表现实在是让我太失望了。阿尔泰走后，康健马独自坐在长椅上复盘，他意识到这老家伙满嘴谎言，故意拿克洛伊的关系来误导他，要不是有手中的村语感应，这回可能真就被他骗过去了。想到这儿，康健马忍不住骂了一句：真是个恶心的老头。就在这时，克洛伊从远处跑了过来，大声喊着康健马的名字，这才让康健马从刚才那场压抑的博弈中回过神来。克洛伊一脸歉意地问：是不是等了很久？看着眼前这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康健马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是轻声回了一句：没有。可刚才老头说的那些话像毒咒一样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眼前的克洛伊真的像传闻中那么危险吗？能一眼识破伪装成路人的刺客，这份眼力已经够吓人了。但在阿尔泰看来，康健马最恐怖的地方是那份面对强者也绝不退缩的胆量，能在极短时间内对他这种级别的领域做出反应，这已经不是一句天才就能概括的了。阿尔泰甚至感到了一丝后怕，这小子
要是留着，以后绝对是个大麻烦。他低声唤出了那个名字，诺克斯。随着这一声令下，诺克斯恭敬地站在一旁。阿尔泰拄着拐杖感叹，这一趟确实没白跑，能亲眼看到那小子的表现，比什么都值。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他第一次对一个年轻人感到恐惧，这种压迫感让他甚至想快点再见对方一面。另一边，康健马正独自站在城墙上，看着这片开阔的地方出神，直到克洛伊跑过来打招呼，他才回过神来。刚才和阿尔泰的会面实在是太惊险了，康健马决定把这件事烂在心里，毕竟这种级别的麻烦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他随口敷衍了几句，把刚才的惊险彻底瞒了下来。他看了看时间，提议趁着下午游行还没开始，先在学院里到处转转。克洛伊一听有烟花和游行，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拉着他就在夕阳下跑开了。两人站在露台上看风景，气氛难得这么轻松。逛了没多久，康健马就觉得有点体力不支，两人找了个长椅坐下休息。克洛伊看着他疲惫的样子，心里突然有点过意不去。他小声问：“是不是因为自己才让他累成这样？甚至还为自己切菜不利索没能帮上忙而道歉？”这心思敏感的让人心疼。康健马赶紧摆了摆手，说自己累是因为一直盯着锅，中途还跑出去打了一架。这大实话一出来，刚才那点尴尬瞬间就没了。康健马看着身边的克洛伊，心里其实挺感激的，要是没有他帮忙，那个烹饪摊位根本撑不下去。他伸手摸了摸克洛伊的头，轻声说了句辛苦了。这一下让克洛伊有点不知所措，他低着头支支吾吾了半天，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想对康健马说点什么重要的话，结果还没开口，气氛就被彻底破坏了。季汉带着一大帮人风风火火地从远处跑了过来，一边跑还一边大喊大叫。康健马整个人都懵了，他明明记得今天是打算和克洛伊单独出来的，结果季汉直接掏出手机说大家都是收到了他的短信，才在5点钟准时赶过来的。看着手机上的信息，康健马彻底沉默了。这下事情变得诡异了，他根本没发过这种短信，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康健马脑子里瞬间闪过一个名字，能干出这种恶作剧的人，除了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了。果然，萨基正站在不远处，对着他调皮的吐了吐舌头，一副计划通的得意模样。康健马虽然无奈，但现在也没空找他算账了。就在这时，远处的灯光突然亮起，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声，游行队伍正式入场了。克洛伊兴奋地指着前方，拉着康健马就要往前冲。季汉更是个坐不住的性格，拽着康健马的胳膊，非要挤到最前面去凑热闹。山河那在一旁催促着，说再磨叽一会儿，游行可就要错过了。看着季汉和克洛伊跑远的背影，康健马刚想跟上去，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他回头看向萨基，发现他的神情变得有些奇怪，这种违和感让康健马心里咯噔一下。康健马独自坐在长椅上，看着远处狂欢的人群，他实在受不了这种人挤人的场面，心里只想着下次祭典能不能安静点。虽然克洛依旧在不远处，但他总觉得两人之间隔着一种莫名的距离感。看着他笑得那么开心，康健马觉得只要他能享受当下就足够了。可转头看看周围，到处都是成双成对的情侣，这种甜蜜的气氛让他觉得自己跟这儿格格不入，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真的能拥有恋爱这种情感吗？毕竟在上一世，他整天待在后厨里，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切菜和掌勺，脑子里根本装不下别的东西。恋爱对他来说，简直比满汉全席还要复杂。这种根深蒂固的孤独感，让他在这场热闹的祭典里显得像个局外人。他真的能像普通人一样去拥抱这份突如其来的感情吗？季汉看着手机屏幕，想起以前的自己，那时候只是单纯喜欢游戏角色，觉得他们可爱又迷人。可现在他甚至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这种心情。进入学院这3个月来，他几乎每天都在玩命，在生与死的边缘反复横跳，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什么儿女情长。这种高强度的压力让他变得越来越敏感，哪怕只是坐在热闹的街头，神经也像拉满的弓弦一样，一刻都松不下来。周围的欢声笑语对他来说反而像是一种负担，他只觉得浑身沉重。这种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轻声自言自语道：“真的好累，这种疲惫感已经快要到极限了。”康健马正烦着呢，结果还没亲近2分钟，麻烦就自己找上门了。萨基大大咧咧地走过来，直接坐在了他身边的空位上，还一边揉着腿一边抱怨，说自己走的腿都酸了。康健马坐在旁边一言不发，他盯着萨基，心里开始犯嘀咕。虽然这姑娘脑子确实好使，但他始终看不透对方在想什么，尤其是他之前还黑了自己的手机，把所有人都骗到了这儿。就在康健马走神的时候，萨基突然转过头来，语气变得有些局促，问他到底在盯着看什么。康健马愣住了，在他玩过的游戏剧本里，这个女主角可从来没露出过这种表情，事情好像变得有点不对劲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萨基低着头，小声嘟囔了一句，说康健马真是个大笨蛋。没想到康健马耳朵尖得很，立马转过头问他怎么了。他一把抓住了萨基的肩膀，急切地追问黑客手机的真相。他觉得萨基把大家引到这儿，肯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康健马越说越激动，甚至怀疑到了教官头上。他手上的力道越来越大，完全没发现萨基的表情已经变了。萨基小声提醒他说抓得太疼了，可康健马这会儿满脑子都是阴谋，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还一脸疑惑地凑过去，想让萨基再说一遍。萨基再也忍不住了，使出全身力气推开康健马，扯着嗓子大喊一声：“疼死我了！”这突如其来的爆发把康健马整个人都给喊懵了。
萨基气得不轻，大声质问康健马知不知道刚才抓的有多疼，还吐槽他平时反应迟钝，这种时候耳朵倒挺灵。康健马一脸尴尬，只能支支吾吾的解释。两人重新坐回长椅上，气氛尴尬到了极点。康健马心里还有点委屈，觉得萨基有话直说就行，没必要下手这么重，直接把他给推开。沉默了半天，萨基悄悄观察康健马的神色，小声问他是不是生气了。康健马这才回过神来，开始反思自己刚才的行为，难道真的是因为太焦急，手上没轻没重的？还没等康健马想明白，萨基的反应又变得奇怪起来，他整个人显得局促不安，说话也开始变得结巴。康健马一头雾水，完全搞不懂这姑娘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就在这时，康健马眼角的余光扫到了长椅上的一个东西，那是一个被遗落的羊羹，看起来像是刚才推搡中从身上掉出来的。康健马突然严肃地叫了声萨基的名字，这语气听起来非同寻常。萨基整个人都愣住了，完全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康健马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接下来的话可能有点突然，但他必须得问清楚。萨基坐在旁边，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利索了。看着康健马那副认真的表情，萨基心里已经乱成了一团麻。他以为康健马终于要表白了，甚至在心里疯狂呐喊，说自己还没做好心理准备。结果康健马憋了半天，竟然问他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这句话就像一盆冷水，直接把萨基给浇透了，彻底傻在原地。康健马本以为胜券在握，毕竟系统面板上的好感度都已经刷到了爆表的999，他觉得只要按照记忆里的台词就能彻底拿下萨基。结果现实却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萨基不仅没有预想中的感动，反而一脸冷淡地否认了一切。他不喜欢里昂，也不喜欢季汉，甚至觉得自己之前的期待很愚蠢。康健马这下彻底懵了，明明游戏里的剧情就是这样，为什么现实却完全对不上号？难道是这个世界线出问题了？萨基现在的心情简直糟透了。康健马那番莫名其妙的话，不仅没让他感动，反而让他觉得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他忍不住低声咒骂，显然已经忍耐到了极限。康健马揉着被打疼的地方，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远程攻击的弓箭手，近战爆发力居然能这么恐怖。不过这一顿打也没白，系统面板上清晰的显示，他的武装等级已经升到了6级，看来之前拿到的万年寒霜终于开始发挥真正的作用了。康健马盯着系统面板，发现同步率竟然在偷偷上涨，甚至连睡觉的时候都没停下。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好是坏，但肯定和剑神的加护脱不了干系。看着庆典即将结束的夜景，他突然觉得这里和地球也没啥区别，反正前世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唯一算得上朋友的只有师傅。结果等他刚学会怎么用刀，就直接被无情的抛弃了。以前他想不通为什么，现在他总算明白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比起死练技能、适应突发状况的能力才更重要。这所学院的生存法则和他经历过的残酷现实一模一样。就在他感叹人生的时候，附近突然传来了异样的动静。原本安静的深夜，突然冒出一股诡异的魔力。康健马立刻意识到附近藏着一个危险的反派，他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发动了剑神的加护，以脚下的地面为媒介，巨大的蓝色光阵瞬间炸开。这招的效果比他预想的还要强，方圆百里的一切动静都逃不过他的感知。一道黑影闪过，对方的速度快得离谱，竟然直接绕到了他的死角。谁能想到，刚才还杀气腾腾的偷袭，竟然以这种方式收场。康健马手起刀落，直接把对方逼到了绝路。埃尔一边吐血一边大喊，说自己是来谈判的。看着眼前这个狼狈的女人，康健马终于把一切都对上了。他就是从水牛地下城开始就一直阴魂不散盯着自己的那个反派，也是之前潜伏在学院里的教官。既然身份已经彻底暴露，埃尔也不再隐瞒，他承认自己改名换姓，就是为了能顺利潜入学院。面对康健马的刀锋，埃尔为了活命，把知道的全都导了出来。他说，反派组织经常变换外貌，连他自己都数不清，学院里到底潜伏了多少同伙。更让康健马在意的是，虽然剑圣一直想隐瞒真相，但反派们早就知道阿格尔是他杀的。可既然人是康健马杀的，他们为什么要陷害里昂呢？面对这个致命的问题，埃尔吓得语无伦次。他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瓜，原来学院的教授里竟然有内鬼，所有的阴谋都是那个疯子策划的。埃尔心里很清楚，现在回去组织肯定是个死，不如把命赌在康健马手里。康健马沉默地盯着他，判断出这个女人确实没撒谎。他缓缓收起短刀，叫出了对方的名字。康健马居高临下地看着埃尔，只问了一个问题：想活命吗？埃尔现在哪还敢嘴硬，为了求饶，恨不得把头都磕碎了。康健马开出了活命的条件，第一件事就是要搞清楚那个内鬼教授的身份。埃尔刚想犹豫，康健马的短刀就直接抵住了他的喉咙，吓得他当场全招了。原来那个教授是库安将军的部下。库安这个名字一出来，季汉就知道事情不简单。既然之前的头目被封印了，现在肯定就是这个库安在掌权。埃尔为了保命，继续爆料说这个教授在反派圈子里名声极臭，因为他伪装得太好，连自己人都不清楚他的真面目，只知道他现在就躲在学院里。这下敌暗我明的局势总算撕开了一个缺口，但那个最臭名昭著的假教授到底藏在哪张面具后面？康健马一眼就看穿了埃尔的底牌。自从阿格尔死后，他在组织里就彻底没了靠山，现在身上剩下的那点魔力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看来他是真的走投无路，只能跑来求和了。不过康健马可没那么好说话，他冷冷地提醒埃尔，之前你可是好几次都想要我的命，光凭这点情报
就想换条生路，是不是想得太美了？埃尔刚想开口甩锅给背后的恶魔，就被康健马粗暴地打断了。他直接提出了第二个条件，把那个东西交出来，我就让你活下去。埃尔还在那儿装傻充愣，问康健马到底在说什么。结果下一秒，康健马根本没耐心跟他废话，直接挥剑挑断了他脖子上的项链。随着红色宝石落地，埃尔最后的秘密也彻底藏不住了。这颗红宝石可不是普通的饰品，它是恶魔将军用来控制部下的从属之一，只要握住这颗石头，就等于掐住了反派的命门。虽然原主阿格尔已经死了，但康健马以前也用过这玩意，他太清楚这东西的威力了。看着埃尔那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康健马心里已经有了主意，这宝石里锁着他的生命力，简直就是最完美的狗链子，只要有他在手，埃尔就绝对不敢反水。康健马突然开口叫住他，下达了一个让他怀疑人生的命令，他让埃尔回去继续当反派。埃尔整个人都听傻了，完全没搞明白这到底是在演哪一出。其实康健马心里算记得很清楚，像埃尔这种为了活命能豁出一切的人，留在身边当个线人再合适不过了，以后有的是机会把他当成工具人彻底榨干。就在康健马准备离开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是萨基发来的消息，问他在哪儿。康健马用上厕所当借口，萨基显然还没吵够，隔着屏幕都在抱怨，说他怎么连这点时间都憋不住。康健马看着手机，心里忍不住默默吐槽，要是不找借口溜出来，难道还要留在那里再被你这个暴力狂揍一顿吗？萨基刚想在聊天框里反击两句，结果字还没打完，一道亮光突然划破了夜空，紧接着巨大的爆炸声在头顶炸开。谁也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竟然会有这么盛大的烟花。原本还在吵架的几个人，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美景给镇住了。看着漫天的火树银花，大家一时间都忘了刚才的尴尬，整座城市的人都停下了脚步，沉浸在这难得的宁静里。这绚烂的火光竟然成了大家共同的焦点。萨基在群里兴奋的不行，赶紧发消息问康健马看到了没。结果康健马这木头疙瘩回了一句什么，气得萨基直接骂他是白痴。毕竟这么大的动静，他居然说自己看不见。萨基也懒得跟他废话了，催他赶紧办完事回来，顺便还得带个冰淇淋。结果康健马想都没想，一个不字就给顶了回去。这熟悉的互损日常看着还挺温馨。康健马独自走在街头，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参加祭典了。期末考试还没开始，这帮人的心态就先崩了。季汉正抱怨考试范围太离谱，克洛伊更是直接拍桌子抗议。季汉实在听不下去，想把这帮捣乱的赶回宿舍，结果萨基冷不丁来了一句，他已经全部被玩乐。这下大家彻底没话说了，这种学霸发言简直就是杀人诛心。克洛伊显然没打算讲道理，既然考试搞不定，那就先把竞争对手给解决掉。克洛伊这下手可真够狠的，一边打人一边还给人起外号。萨基在旁边笑得停不下来，康健马都纳闷，这哥们最近怎么天天挨揍。就在这时，所有人的手机同时响了，学校发来紧急通知，期末实战考试的内容竟然在开考前3天突然改了，原本计划好的刷怪任务现在全泡汤了。季汉本来还指望去收集点材料，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这种临时变卦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剧情的走向已经开始脱离掌控了。康健马现在心里很乱，作为唯一知道未来走向的人，剧情的突然改变让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已经没了。萨基一眼就看出了他的不对劲，开始帮他分析局势。他说上次考试连剑圣都受伤了，学校这次把考试改在校内，其实是为了保住大家的命。这番话瞬间点醒了康健马，既然外面太危险，那留在学校里反而更有利。他这下终于想通了。看着康健马突然变得这么认真，萨基反而有点不适应，赶紧找个借口把话题岔开。但不管怎么说，接下来的校内实战才是真正的重头戏。萨基还在那儿解释半天，生怕康健马不靠谱，结果两人心里都在互相嫌弃，觉得对方的反应实在是太慢了。康健马可没心思在这儿闲聊，他直接找上萨基，问他之前黑镜学院拿到的名单手里还有没有备份。虽然电子数据为了安全已经删了，但好在还有一份纸质版。康健马接下来的要求更离谱，他要萨基再次黑进学院网络，因为他怀疑已经有反派伪装潜入了学院，他需要拿最新的名单去对比，看看谁才是那个藏在暗处的内鬼。康健马这次是动真格的了，他直接了当地告诉大家，成立这个社团就是为了保命，现在必须主动出击排查威胁，全员全票通过。这支小队总算拧成了一股绳。不过学院的数据系统非常古怪，每个月都会自动更新和清理。萨基听得一头雾水，完全搞不懂这背后的逻辑，但在康健马这个玩家眼里，这反而是抓出内鬼的绝佳机会。只要利用好系统的漏洞，谁也别想在学校里藏住马脚。康健马正觉得一切尽在掌握，转头就问萨基什么时候能搞定。结果萨基直接一个大白眼翻过去，吐槽他只会动嘴皮子，把所有的脏活累活全甩给自己。这下刚才还威风凛凛的康健马瞬间尴尬的没话说了。康健马心里其实挺过意不去的，一直以来他都打着社团的旗号，让萨基帮了不少忙，可人家毕竟是日本首相的女儿，论权势论财富，自己根本拿不出像样的回报。他试探着问萨基想要什么，萨基沉默了半天，最后笑着提了个要求。他说不需要钱，只要康健马先欠他一个人情就行。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承诺，往往才是最难还的。但康健马现在也没得选，只能先点头答应下来。到了第二天，萨基的办事效率简直吓死人，厚厚一叠教职员名单，还有所有可疑人员的动向，全都被他整整齐齐地摆在了桌上。看着这堆像小山一样的资料，全社团的人都看傻了。
这资料详细的让人后背发凉，连目标上厕所的次数都查得清清楚楚。季汉觉得这实在是太过分了，简直一点隐私都不给人家留。萨基倒是表现得很淡定，他说从自己动手黑进系统的那一刻，这就已经是在犯罪了。既然要当坏人，那就干脆做得彻底一点。康健马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他手下这帮人可没一个简单的。克洛伊是职业刺客，萨基为了达到目的从不择手段，这群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道德底线。但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危险的武器，他才有底气去执行接下来的计划。康健马当众宣布，距离暑假只剩最后1周了，他们必须在期末考试结束前把那个藏在暗处的反派彻底揪出来。真正的决战马上就要开始了。山河那突然抛出了一个难题，他盯着康健马问：“这些情报到底是从哪弄来的？”其实他从昨天开始就怀疑了。康健马这下有点坐不住了，他心里藏着太多的秘密，关于埃尔的联系，还有反派盯上里昂的真相，这些事根本没法解释。万一让克洛伊知道埃尔还活着，那埃尔可就真的没命了。他只能硬着头皮打太极，说现在还不是公开的时候，但他保证情报来源绝对可靠。山河那听完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看着山河那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康健马心里直打鼓，他总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甚至让他想起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可一时间又对不上号。既然大家不再纠结细节，康健马索性直接切入正题。他拍了拍桌子宣布，旅行社的第一次正式会议现在开始。忙活了大半天，康健马总算能坐下来喘口气。克洛伊贴心地递过来一瓶水，看着同伴们都在埋头查资料，克洛伊心里多少有点失落，觉得自己好像帮不上什么忙。康健马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思，他安慰克洛伊说，搜集情报这种事交给萨基他们就行，克洛伊有自己无可替代的作用，就像之前在地下城里那样，他是团队里最锋利的那把刀。听到康健马这么认可自己，克洛伊心里美滋滋的，他甚至开始偷偷祈祷，希望接下来的期末考试能和康健马分到同一个小组。就在这时，手机突然响起了提示音，期末考试的分组名单正式公布了。克洛伊还没来得及高兴，康健马看着屏幕直接傻了眼，名单上写的清清楚楚，康健马被分到了瑞秋和山河那一组，瑞秋甚至已经发来消息开始庆祝了。看来克洛伊的愿望这下彻底落空了。康健马愁的直接瘫在沙发上，这次的分组确实有点离谱。克洛伊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因为康健马居然要和那个讨厌的瑞秋一队。康健马只能强行自我安慰，好在山河那也在这一组，有他在，局面应该还不至于失控。克洛伊赶紧拜托山河那，一定要盯紧康健马，千万别让他被瑞秋带偏了。可接下来的消息让屋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萨基推了推眼镜说，他那一组的组长竟然就是里昂。这个名字一出来，全场死一般的寂静。萨基看着沉默不语的康健马，问他到底在想什么。康健马回过神来，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提议今天先到此为止，明天就是笔试了，大家只能各怀心思的互相道别。空荡荡的教室里，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山河那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却被身后的萨基叫住了。萨基没有废话，直接把一份文件拍在桌上，那是学校的教职员名单，而山河内的名字竟然赫然在列。萨基死死盯着眼前的同伴，语气冰冷地问，一个学生的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教职员名单里？你到底是谁？萨基盯着眼前的女生，语气越来越冰冷。他说对方从一开始就很反常，性格圆滑的过头，甚至从来不敢表达真实想法。紧接着萨基直接摊牌了，他不再称呼对方的名字，而是喊出了那个隐藏的头衔，教授山河那。空气瞬间死寂，何娜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竟然忍不住笑出了声，这反应完全不在预料之中。他收起笑容反问道，你居然会觉得我跟那个教授是同一个人？这下轮到萨基沉默了，眼前的这个女生到底是演技太好，还是真的另有其人？山河那指着桌上的文件，记录显示这个山河那在祭典期间远在美国出差。萨基愣住了，这种数据是系统自动生成的，除非是美迪亚亲自出手，否则根本没人能改动。难道他们两个早就串通好了？就在萨基怀疑人生的时候，对方却表现得异常淡定，甚至还温柔地安慰他，说在韩国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弄混了也很正常。这一招以退为进，直接把萨基所有的质疑都堵死了。看着对方准备离开的背影，萨基心里暗骂一声，这次彻底落入下风了。可就在这时，对方突然停下脚步，回头叫住了萨基。他说作为过来人，要给萨基一个忠告。他说像康健马这种木头脑袋，你要是不把话挑明了说，他这辈子都收不到你的信号。说完这话，山河那摆摆手就出门了，只留下萨基一个人坐在屋里，半天没回过神来，显然是心思被彻底戳穿了。康健马正躺在床上发愁，现在是凌晨5点40，期末考试的规则突然变了，这让他压力倍增。最让他头疼的是，还要跟那个最难对付的瑞秋分在同一个小组。康健马心里很清楚，瑞秋最近那些反常的举动，绝对不是因为什么好感，这个女人背后肯定还藏着更大的计划。说起来也有意思，瑞秋虽然看着挺火辣，但其实是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纯情妹子，而且他最初喜欢的根本就不是现在身边的这几位。凌晨5点多，康健马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祈祷这次考试别出什么乱子。结果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这都几点了，居然还有人给他打电话。接通之后，对方显然也没想到他还没睡。康健马倒是挺直接，问是不是发现什么奇怪的线索了，毕竟大半夜打电话，总不可能是为了找他聊天吧。结果对方一听这话，
就不乐意了，反问难道自己找他就只能是为了公事吗？这下把康健马也整不会了，大半夜不发消息非要打电话，按常理说肯定是有急事，可听对方这语气，倒像是专门来找他没话找话的。就在康健马纳闷的时候，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紧接着对方低声叫了他的名字，似乎有什么难以启齿的话要说。电话那头的人支支吾吾半天，最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只丢下一句祝他考试顺利，就急匆匆的想挂断电话。这没头没脑的一出，把康健马也给整不会了，他只能礼貌的回了一句也祝你顺利。随着电话挂断的声音，房间里重新陷入了死寂。康健马盯着手机屏幕，心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对方大半夜打过来，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说句加油？他起身走到窗边，远处的地平线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天马上就要亮了。康健马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不再去想那个电话。既然太阳已经升起，那就意味着真正的考验马上就要开始了。看着像是一栋普通建筑，可一进门，这气氛就完全变了。这里就是学院的特别大厅，这地方可不简单，它完全还原了地狱里的荒凉景象，满地都是乱石和杂草。好在这次考试并没有安排什么怪物出没。康健马看着周围的一切，心里难免有些感慨，以前是以玩家的身份战斗，现在却要作为学生在这里考试，这种感觉确实很微妙。就在他分神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尖叫，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个身影已经飞速冲了过来，是瑞秋。他像个树懒一样直接扑了上来，死死搂住了康健马的脖子。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差点没把康健马当场送走。瑞秋被康健马的反应吓了一跳，一边后退一边吐槽说他现在看着比以前更危险了，不过这种危险的魅力，难怪学校里的女生都围着他转。就在这时，何娜也赶到了，她手里竟然拎着一根蓝色撬棍。康健马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年头居然还有人用这种东西当武器。瑞秋本来还想显摆一下前辈的架势，责怪何娜迟到，结果赫娜微微一笑，直接叫了声队长。这一句话就把瑞秋捧到了天上，拍着胸脯保证一切包在他身上。康健马在旁边看得直摇头，何娜这社交手段确实厉害，把瑞秋这种性格的人简直拿捏得死死的。还没等几个人多聊两句，大厅上方传来了考官的声音，所有人立刻安静了下来。1年级的期末大考正式开始，而且这次的规则要变天了，居然是团队之间的正面硬刚。考官宣布规则的时候，底下不少学生都乐了，只要在1小时内穿过大门，就算通过第1轮，这听着不就是一场赛跑吗？可康健马却觉得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期末考试要是只考跑步，那这学校也太儿戏了。果然，考官接下来的话让全场瞬间降温。这次的考场是人工模拟的地狱，而且最要命的是，在那里没有任何保护机制。为了防止这群热血上头的学生在混乱中闹出人命，考官当众宣布，这次考试严禁使用任何武器。康健马心里咯噔一下，没有保护还没有武器，那学校到底要怎么给学生评分？就在大家心里打鼓的时候，考官叫出了各队的带队导师，既然规定不能带武器，大家只能乖乖把家伙事都交了。瑞秋还在那儿小声嘀咕说，这种考试太无聊，连个动手的机会都没有。何娜倒是挺看得开，觉得那根沉甸甸的撬棍交了反而省力气。只有康健马一言不发，盯着空荡荡的双手，不知道在想什么。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炸响，埃尔踩着步子走了过来，一看到康健马，他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瑞秋立马警惕了起来，问康健马是不是认识这个女人，还一脸嫌弃的吐槽说这女人身上散发着一股怪味。埃尔赶紧摆手解释，说自己只是听说过康健马的大名，毕竟他在亚空间决斗的表现，现在全校导师谁不知道？可他心里其实已经崩溃了，怎么偏偏被分到了这个疯子组？为了掩饰尴尬，埃尔还故意摆个姿势，调侃学生们是不是被他的美貌迷住了。结果瑞秋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回怼了一句，说他长得像个大红薯。埃尔和瑞秋这俩人一见面就开始人身攻击，一个嘲讽对方是香蕉头，一个反击对方身材没料，这场面简直比考试还要精彩。眼看吵不过，埃尔直接拿出了杀手锏，提醒瑞秋自己可是带队导师，手里握着生杀大权，这下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关键时刻还是康健马最冷静，他直接打断了这两人的斗嘴，提醒大家考试已经开始了，别在这儿浪费时间。埃尔这才反应过来，尴尬的笑着给康健马点赞，觉得他比瑞秋更像个领头的。瑞秋虽然嘴上说着讨厌，但还是老老实实跟了上去。随着大门开启，众人正式踏入了人工地狱的第一关。放眼望去，全是荒凉的废墟，这环境真实的让人脊背发凉。谁也没想到，埃尔一进考场就跟脱缰了一样，跑得比谁都快。瑞秋在后面追得够呛，这哪是导师带队，这分明是想把学生甩在后头。埃尔这会儿可算逮着机会了，看着刚才还活蹦乱跳的瑞秋，现在因为空气里的魔力太浑浊，整个人都蔫了。他还不忘在旁边说风凉话。瑞秋虽然已经快吃不消了，但嘴上还是不肯服软，咬着牙在那儿放狠话。可这考场的环境确实诡异，连康健马都感觉到了不对劲。穿过那扇沉重的大门后，瑞秋因为魔力亲和力太高，现在就像是掉进了泥潭里，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反观那个埃尔，他倒是跟没事人一样，甚至看起来还挺舒服。康健马一直在暗中盯着他，生怕这个女人趁乱搞什么小动作。康健马转头问了问何娜的情况，何娜虽然还在坚持，但显然也觉得非常吃力。可奇怪的是，康健马自己除了皮肤有点刺痛，竟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康健马沉思着，虽然何娜是社团成员，但这种环境下
表现得太淡定了。康健马怀疑反派已经渗透进来了，可惜现在手里没刀，只能先按兵不动。他开口问了一句：“咱们进来多久了？”瑞秋这会儿已经彻底迷糊了，连话都接不上。还是赫娜看了眼表，说已经过去了25分钟。康健马心里咯噔一下，满打满算只剩下35分钟了。可两个队友现在都掉链子，照这个速度下去，这场考试绝对要挂科。他现在急需一把刀来感知魔力，可武器早就被收走了。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目光突然落在了埃尔身上。既然常规办法行不通，那就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康健马的嘴角微微上扬，破局的关键总算找到了。既然埃尔对魔力的感知这么敏锐，那现在的他就是团队里最好的带路党，或者说是一只专门寻找魔力的猎犬。瑞秋在心里默默数着节拍，一踩一踢，他在强行找回自己的节奏。这种状态明显不对劲。康健马立刻察觉到了异常，他开口问道：“瑞秋，你还撑得住吗？”看来大家都适应得不错。瑞秋已经恢复了精神，甚至还有心思开玩笑。埃尔盯着康健马看了半天，觉得这家伙稳得有点过头，甚至怀疑是因为他名字里带个马字，体力才这么好。康健马一阵无语，这冷笑话听得人尴尬。不过正事很快就来了，埃尔察觉到西北方向有动静，只要再走10分钟就能到达第一个检查点。康健马点了点头，干得不错。埃尔这性格真是没谁了，给点阳光就灿烂。康健马在心里暗暗吐槽，他这反应简直跟小狗一样单纯。不过多亏了埃尔带路，小队的进度比预想中快得多。埃尔和瑞秋还有心思互相损对方，一个叫对方腌萝卜，一个让对方闭嘴。不知不觉，考试已经过去了32分钟。目前排在第1名的是里昂带领的小队，为了保住领头羊的位置，里昂一直在疯狂赶路。眼看就要到第一个检查点了，队员埃里奥明显已经吃不消，他想停下来歇口气，却被里昂冷冰冰的拒绝了。看着埃里奥不停的咳嗽，萨基终于忍不住了，他直接叫住了里昂：“你到底想干什么？没看到前辈已经快撑不住了吗？这下麻烦了，终点还没到，队伍内部先要闹翻了。”面对萨基的质问，里昂不仅没有反思，反而一脸无所谓的反问：“那又怎么样？在他眼里，为了达成目标，牺牲掉跟不上的队员理所应当。”萨基直接戳穿了他的虚伪，觉得他只是在拿鸡毛当令箭。里昂的语气彻底冷了下来，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萨基，自己没打算带着不听话的人玩，既然不信任，那就没必要在一起走下去了。他最后直呼萨基的全名，别指望他会像康健马那样体贴。这种莫名其妙的拉踩让萨基彻底懵了，他完全搞不懂这事儿跟康健马有什么关系。里昂根本不想多解释，丢下一句“我没他那么闲”，就头也不回的走了。看着里昂冷漠的背影，虚弱的埃里奥还在不停自责，觉得是自己拖了大家的后腿。虽然有队友在旁边当和事佬，但萨基心里很清楚，这支队伍已经从根儿上散了。他默默念着康健马的名字，或许只有在那个人身边，才会有真正的信任吧。康健马这一队已经在荒野里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可奇怪的是，周围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埃尔提醒大家，这次考试跟之前的生存训练一样，每个队伍的起点都不相同，但最终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康健马立刻反应过来，既然大家都在往同一个地方赶，那这一路上早该碰到其他队伍了才对。瑞秋倒是想得开，觉得可能是那些人太弱，半路就直接弃权了。但康健马心里清楚，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这安静的有些过头的荒野，反而更让人不安。他突然叫住埃尔，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些弃权的人到底是怎么回去的？埃尔从兜里掏出一个红色按钮，说这玩意儿叫魔力呼叫器，只要按下去，监控室那边立刻就能定位。康健马却皱起了眉头，在这种干扰极强的亚空间，普通的通讯设备根本没用，这小东西是怎么做到的？埃尔被他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打败了，只能解释说这是协会的黑科技，是用古代遗物改造出来的。可康健马却觉得事情不对劲，既然这玩意儿这么珍贵，协会为什么要把它做成劣化版，还大方的发给学生们当求救器？还没等他想明白，旁边的埃尔就开始哀求起来，说这东西要是弄丢了，他那点可怜的工资根本赔不起。看着埃尔这副卑微打工人的模样，康健马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反派当的也太有人情味了。就在这时，远处的瑞秋突然兴奋地大喊，说他撞了大运，竟然真的找到了检查点。埃尔这下尾巴快翘到天上了，直夸自己带路有一手。康健马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也承认这姑娘确实有点东西。就在这时，官方的通报声响了起来，第一阶段通关时间48分24秒。瑞秋还有点不敢相信，这就已经过关了。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眼前的景象就让他们停下了脚步。一扇古怪的木门就这么突兀地立在荒野之中。康健马心里清楚，这恐怕就是第2阶段的入口。这难道是机器猫的任意门吗？埃尔的神情却变得严肃起来。他说：“这扇门散发的魔力竟然强到能扭曲周围的空间，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检查点。”瑞秋大着胆子绕到门后，发现后面竟然什么都没有。他转头问埃尔：“是不是推开这扇门就算开始了？”两人虽然还在互相起外号，但气氛明显变得紧张起来。埃尔明确告诉他，只要踏进去，真正的考验就来了。瑞秋深吸一口气，既然自己是名义上的队长，那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随着门把手被缓缓转动，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瑞秋这 flag 立得飞起，嘴上说着能出什么事，结果推开门就带头冲了进去。谁能想到这门后不通平地，竟然直接就是万丈深渊。瑞秋整个人瞬间失重，吓得嗓子都要喊哑了。
好在山河娜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去把他稳稳接住，这才没让这位队长当场杀青。瑞秋缓过劲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埃尔这个带路的算账，差点没命了，知不知道？结果埃尔摊了摊手，一脸淡定的开始甩锅，说自己也是第一次来，谁知道这第2阶段的开场竟然玩得这么大。埃尔这性格真是没谁了，还没等大家站稳脚跟，他就先斩后奏，按下了计时器，强行开启了第2阶段。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令人绝望的深渊之桥，整片空间的魔力都在从下方那滩死水中不断翻涌。康健马这下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一路上连个鬼影都见不到。这种压抑到极点的地形，就是为了先摧毁考生的心理防线。虽然名义上有教官保护安全，但这种一眼望不到头的死路，只会让人脑子里不断冒出放弃的念头。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这场考试玩的是心理战，一旦找不到通关的逻辑，这里每走一步都是在玩命。里昂随脚踢了一块石头下去，看着石头瞬间被深渊吞没，他心里大概有了底，这地方掉下去绝对没命。可他就像个没事人一样，直接大步流星的走在最前面，这操作把身后的萨基都看傻了。萨基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这家伙难道真的不知道怕吗？还是说他以前偷偷来过这里，不然怎么敢走得这么稳？后方的导师已经看出了端倪，他正在精准地感知周围的魔力流动，看来这次是真的遇上所谓的英雄了。虽然嘴上一直说着没事，但阿贝尔心里清楚，大家都已经到极限了，再这么硬撑下去，后果谁也担不起。他松开紧握的拳头，像是做出了某种决定。谁也没想到，阿贝尔竟然主动提出要放弃这次期末考试。随着系统的一声提示，阿贝尔小队全员淘汰。季汉滩在地上抱怨，早知道会吐成这样，早上那顿披萨就不该吃。克洛伊急匆匆地跑过来，季汉愣了一下，问：“你们小队也玩完了？”克洛伊无奈地回答：“是啊，就在第1个检查点门前，我们的时间耗尽了。”季汉一脸无奈地摊手，说自己的小队一直在瞎转悠，结果就这么被淘汰了。不过康健马和萨基还在里面，局面还没到最后。克洛伊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季汉却摆摆手说：“担心那个社长纯属多余，他那种怪物根本不需要别人操心。那个叫里昂的天才，就像是一张纯净的白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会被染成什么颜色？是成为光，还是坠入黑暗？全看身边的人怎么引导。这种不确定性才是最让人不安的。”季汉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叫上克洛伊准备离开。既然考试已经提前结束，那就去干点别的，比如去抓几个坏蛋玩玩。克洛伊笑着跟季汉打趣，让他至少把自己的名字记住。季汉没废话，催促着他赶紧出发。两人就这样消失在走廊尽头。考场深处的地势越来越险，康健马走在最前面带路，不停地提醒身后的同伴一定要踩稳了再走。好不容易下到平地，康健马刚想松一口气，觉得这段路总算熬过去了，谁知道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尖叫，瑞秋脚下一滑，整个人彻底失去了平衡。瑞秋大大咧咧地跳下地，还不忘调侃康健马几句，说他这人虽然看着冷淡，关键时刻还挺靠得住。康健马看着这俩队友，心里感叹他们适应的真快，明明刚才还险象环生，现在居然已经能开玩笑了。山河那指着前方问：“是不是只要穿过那扇门，这次考试就算结束了？”目的的确实就在眼前，但康健马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那种压抑的氛围让他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埃尔盯着远处的建筑，自言自语：“原来魔力的源头就在这。”康健马突然开口叫住埃尔，把对方吓得一愣。他面无表情地提议：“既然前面情况不明，那就请教官走在最前面。”埃尔显然没反应过来，康健马却冷静地开始钻空子。反正这地方也没人监控，既然之前都违规用过追踪权，现在再多用一次也没差。他直截了当地说：“教官跟着不就是怕出意外吗？现在正是需要有人站出来解决麻烦的时候。”埃尔还在犹豫，担心自己的干预会影响考试，甚至会让学生们丢掉分数。可康健马根本不在乎这些，他表示愿意承担所有后果。瑞秋和山河娜也赶紧表态，只要有人撑腰，这点分数根本不算什么。谁能想到堂堂教官竟然是个怂包，他直接瘫在地上抱着头，哭喊着自己有严重的恐高症，死活都不肯再往前走一步。康健马可没打算惯着他，他走到教官跟前，指着前面那座石桥，命令他立刻过去踩一踩，看看那桥到底稳不稳。埃尔还在那儿磨磨唧唧，康健马直接抛出了杀手锏，只要他肯带头过桥，就答应帮他实现一个愿望。一听这话，埃尔刚才那股耸劲儿瞬间没了，他眼睛放光地盯着康健马，生怕他是在开玩笑。康健马冷淡地补充了一句：“只要不涉及奴隶文章，什么条件都好商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埃尔这下连高都不恐了，拍拍屁股站起来，生怕康健马反悔，直接一口答应成交。埃尔这下可支棱起来了，他拍着胸脯保证，让大家尽管跟在他后面，所有人的安全都由他负责。山河那还在后面捧场鼓掌，直夸教官这副样子真帅。可康健马心里都清楚，这纯粹是看在愿望的面子上。埃尔强撑着走上石桥，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吆喝，说这桥稳当得很，让大家赶紧跟上。结果帅不过3秒，他很快就原形毕露了，整个人直接趴在桥面上，像只壁虎一样一点点往前挪，嘴里还念叨着这里很安全。看着教官这副狼狈样，康健马3个人彻底无语了，这哪是什么精英教官，简直就是个没长大的小鬼。还没走多远，埃尔又一屁股瘫在地上，哭喊着自己真的走不动了。萨基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带路的到底靠不靠谱啊？
多亏了埃尔带路，大家总算是有惊无险的过了桥。康健马走到瘫在地上的埃尔面前，破天荒的夸了一句干得好。埃尔整个人都愣住了，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康健马又重复了一遍，他才结结巴巴的开口道谢，甚至连称呼都变得客气起来。这一句夸奖简直比什么都管用。埃尔瞬间像变了个人，他意气风发的冲到最前面，大声嚷嚷着让大家相信他，那股劲头拦都拦不住。瑞秋在一旁看得满脸狐疑，他凑到康健马身边，小声嘀咕，问他是不是偷偷给教官塞钱了，不然这态度转变也太离谱了。康健马一脸淡定的反问，你看我像是有钱人的样子吗？瑞秋仔细打量了一下，发现这话确实没法反驳。教官在前面跑得飞快，瑞秋还不忘强调自己的身份，说他才是这支队伍的领队。康健马只是淡淡的跟在后面。山河那在一旁观察了半天，突然冷不丁的冒出一句，说他俩其实还挺有默契的。康健马听得一头雾水，随口反问了一句是吗？结果山河那笑得更深了，调侃说这都是因为他是个罪孽深重的男人。这话把康健马整不会了，他站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完全没搞懂山河那到底在暗示些什么。不过现在可没时间纠结这些，随着众人的脚步，真正的挑战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人工地狱的第3道大门，磨难之塔已经近在咫尺。这里的气氛和之前完全不同，光是看一眼那高耸的建筑，就能感觉到一股压迫感。磨难之塔的台阶仿佛没有尽头，里昂走在最前面，步子快得让人根本喘不过气。萨基在后面紧紧跟着，心里却越来越纳闷，这一路上连个鬼影都没见着，既然第1名已经是稳拿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赶路？里昂却头也不回地甩下一句，说马上就到，让大家再坚持一下。可话刚说完，后面的同伴就彻底撑不住了，直接瘫在台阶上动弹不得。萨基见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冲着里昂的背影大喊，让里昂回头看看后面的人，大家已经到了极限，就不能稍微慢一点吗？里昂终于停下了脚步，但他那副冷冰冰的样子完全没有要妥协的意思。里昂站在高处俯视着众人，语气冷得像冰块一样，直言跟不上节奏是他们自己的错。萨基看着里昂那副绝情的模样，正要发火，里昂却突然低声向萨基道了歉，还解释说自己是因为太累，所以情绪才有些失控，提议大家去5楼再休息。这突如其来的温柔反而让萨基觉得浑身不自在，刚才那个冷血的家伙和现在这个道歉的人简直判若两人。里昂没等大家回应，就自顾自地往高处走去，说要先去5楼探探路，让大家在后面慢慢跟上。他这种忽冷忽热的态度，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埃里奥这下是彻底崩溃了，瘫在地上哭着跟教官求饶，说自己真的连一步都挪不动了。教官还在旁边好言相劝，想让他再咬牙坚持一下。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萨基冷冰冰地甩下一句，上来，我背你。埃里奥整个人都愣住了，完全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情况。萨基却显得有些不耐烦，直言能撑住的人就该出力，让埃里奥趁他还没反悔赶紧上来。其实萨基心里也清楚，他自己的身体也快到极限了，这种多管闲事的操作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埃里奥见状也不再坚持，只能把虚弱的自己托付给萨基。萨基背着埃里奥走得满头大汗，心里忍不住吐槽，这人的骨头怎么沉得要命，简直像背了一座大山。康健马看着那团诡异的黑影，心里满是疑惑。瑞秋回头看了他一眼，语气里带着几分嘲弄，问他是不是还没缓过劲来，怎么胆子变得这么小了。谁能想到刚才还在努力坚持的萨基，此刻竟然倒在了冰冷的地面上，满地的鲜血刺得人睁不开眼。这地方大的离谱，康健马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但愿只是自己想多了。埃尔倒是很有干劲，大家一边往上爬，一边感叹这建筑的来头不小。康健马突然停下了脚步，这台阶上竟然出现了脚印。明明这一路上根本没见到过其他队伍，可眼前的痕迹绝对错不了。更糟糕的是，这脚印上竟然还带着血迹。血迹还没干，康健马刚意识到情况不对，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异响，还没等同伴反应过来，他已经冲了出去，这速度快得让人根本拦不住。埃尔急得大喊，让剩下的人原地待命，自己赶紧追了上去。康健马一口气冲到顶端，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说不出话来。萨基从一片混沌中醒来，还没搞清楚到底出什么事了，满手的鲜血就让他愣住了，这伤口根本止不住。更糟糕的是，身体里竟然还中了毒。就在他快要撑不住的时候，远处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那是里昂在拼命。为了保护重伤的同伴，里昂正一个人挡在前面，局面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谁能想到，平日里受人尊敬的保罗教官，竟然是个藏得最深的内鬼。萨基受的那种重伤，全都是拜他所赐，真相简直让人不寒而栗。里昂愤怒出手，可保罗的实力强得离谱，随手一击就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保罗冷笑着评价，说这表现才像个预备英雄。但紧接着局面就彻底反转了，他轻而易举地压制了反击，语气里满是不屑。看来所谓的英雄候选人，也就这点本事了。就算顶着预备英雄的名号，在绝对的力量面前，终究也只是个普通人。埃里奥下手毫不留情，里昂被打得根本站不起来，局面已经成了一边倒的屠杀。紧接着，埃里奥转过头，开始训斥旁边的保罗，嫌他到现在还没把力量玩明白。看着烂泥一样瘫在地上的对手，埃里奥心里泛起了嘀咕：这家伙真的是传说中的英雄吗？保罗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在这种鬼地方能撑到现在，这小子的底牌恐怕还没出完。反派的阴谋终于浮出水面，他们竟然想占领里昂的身体，
把这位预备英雄变成杀人的容器。就在两人觉得大功告成的时候，重伤的萨基竟然睁开了眼，这让埃里奥感到非常意外。看着眼前的死对头，萨基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脑海里开始像走马灯一样闪过往事。以前的他对什么都提不起劲，进这所学校根本不是为了当英雄，只是想找个体面的借口自我了断。可就在这最后的一刻，他心里那个原本熄灭的念头好像突然又烧了起来。埃里奥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一边嘲笑萨基自己找死，一边得意地炫耀刚才那场戏演得真好。萨基怎么也想不通，曾经的同伴为什么要下死手？得到的回答却是因为太失望了。埃里奥原本以为萨基和他是同类，都是那种活腻了、对世界没兴趣的人，甚至还打算带他去投靠幕后黑手。可谁能想到，萨基竟然为了保护别人而觉醒。这种突如其来的正义感让埃里奥彻底暴走，他疯狂地折磨着垂死的萨基，嘲讽他到底只是个卑微的凡人。埃里奥留下一句冰冷的告别，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在他眼里，萨基已经是个死人了。可就在这意识模糊的瞬间，那个曾经一心求死的女孩心里却疯狂的喊着不想死。她才刚刚找到活着的奔头，那些和康健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成了她在这黑暗里唯一的亮光。这世界根本没有什么神，在生命最后的一刻，她能依靠的只有那个名字——康健马。你到底在哪里？就在萨基彻底绝望的时候，那个他一直在等的人终于出现在了黑暗的尽头。听着那声微弱的求救，康健马一句话也没说，但那股杀气已经锁定了所有人，谁都能看出来，这下是真的要出大事了。连一旁的埃里奥都愣了一下，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竟然会闯进来这么一位客人。埃尔本想跟着康健马一起冲过去，可看清眼前的惨状后，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里昂和萨基竟然都还活着，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老熟人埃里奥就笑着打了个招呼，这一开口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埃里奥想趁着埃尔没力气，逼他换个靠山去给别人当狗。埃尔心里很清楚，眼前这个女人才是最无耻的叛徒，但现在的局面已经由不得他选了。埃里奥一脚踩在里昂头上，语气里全是胜券在握的嘲讽，连最强的英雄候选人都废了，一个没武器的普通人还能翻起什么浪？为了彻底断了埃尔的后路，埃里奥开出了一个最恶毒的条件，只要埃尔亲手杀掉康健马，就能立刻得到新主子的庇护。面对这杀人诛心的投名状，埃尔死死盯着前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武器就在埃尔的包里，只要他现在伸手，一切就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埃里奥原本还在等着看好戏，可他突然发现埃尔身上的气息完全变了。埃尔终于不再犹豫，他猛地伸手探进包里，伴随着一道刺眼的寒光，他直接亮出了家伙。埃尔握紧短刀，冲向了康健马。所有人都以为他要杀人投诚，连埃里奥都在等着看这场血腥戏码。可谁也没想到，埃尔竟然当众宣布康健马才是他认准的新主人，这简直是当面打了埃里奥的脸。在对手看疯子一样的目光中，埃尔已经彻底豁出去了。既然选定了立场，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康健马反手握住那把发光的短刀，周身的气息已经彻底藏不住了。这根本不是普通人该有的压迫感。局面在这一刻彻底反转，他冷冷地盯着眼前的敌人，只说了一句话：“我要砍了你。”萨基已经彻底倒下了，现场的情况比想象中还要糟糕。康健马终于不再保留，剑神的祝福已经开启，这股力量简直要掀翻屋顶。保罗挡在前面说：“康健马交给我来对付，记住，千万别伤了埃尔。”刚才那一击竟然连康健马的一根毛都没伤到，这压迫感简直让人喘不过气。保罗彻底疯了，他叫嚣着要赌上一切，因为这里的魔力正源源不断的涌出来，漫天的火球瞬间砸下，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战斗了，而是要把这里彻底夷为平地。保罗狂笑着说：“在这种环境下，我根本不可能输。”跟着埃里奥果然选对了，但这垂死挣扎真的能挡住康健马吗？埃尔被火球逼得四处躲闪，他怎么也没想到，保罗这个混蛋竟然能同时用两种力量。难道康健马真的要输了吗？保罗现在狂得没边了，他一边疯狂轰炸，一边叫嚣：“康健马，你个缩头乌龟，躲哪去了？卑微的人类就该知道自己的分寸。”他觉得胜券在握，甚至开始嘲笑康健马被吓破了胆。但这狂笑声还没落下，局面就彻底反转了。保罗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因为原本该被炸成灰的目标竟然凭空消失了。人呢？刚才还在眼前的康健马到底去哪了？保罗现在彻底急眼了，康健马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气得他破口大骂，说对方是个只会到处乱窜的老鼠。埃里奥在远处大喊让他冷静，可保罗根本听不进去，他疯狂地向四周倾泻火力，打算把整座塔都给拆了。他一边轰炸一边叫嚣：“康健马，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有本事就滚出来受死！”就在他最狂妄的一刻，一道蓝色的残影已经悄无声息地贴到了他的背后。保罗还没来得及回头，冰冷的剑锋已经贯穿了身体，保罗整个人都懵了。刚才那一剑明明能直接要了他的命，可康健马偏偏避开了要害，只在他的侧腹留下了一道血痕。他看着远处倒地的里昂，突然发现了一个恐怖的事实：自己受伤的位置竟然和对方一模一样。这根本不是什么失手，而是赤裸裸的羞辱。康健马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你们在我眼里全都是垃圾。保罗这下彻底破防了，他意识到自己从头到尾都被耍了，对方就像猫捉老鼠一样，在慢慢折磨他的自尊心。他发疯似的咆哮起来：区区一个人类，竟然敢这样戏弄高高在上的他！保罗现在彻底疯了，被羞辱的愤怒让他失去了理智。他一边咆哮着卑微的人类，一边变成了极其恐怖的怪物。
埃里奥在旁边都看傻了，这种压倒性的黑暗力量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挡住的。可康健马连眼皮都没抬一下，面对眼前这个巨大的怪物，他眼神里透出的杀气比对方还要冷酷。保罗举起巨大的双拳，想要把这个狂妄的人类砸成肉泥，这一击下去，整片地面都要塌陷。就在这生死一瞬，康健马终于动了，他不仅没有躲闪，反而迎着那股毁灭性的力量冲了上去。这一剑下去，胜负已经没有悬念了。保罗那引以为傲的防御，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他临死前断断续续的挤出几个字，骂康健马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随后整个人就被一分为二。埃尔在旁边看得头皮发麻，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已经强到了这种地步，连传说中的斗气都能运用自如，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他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在这乱世之中，只有紧紧抱住康健马的大腿才是活下去的唯一机会。埃里奥现在彻底崩溃了，刚才那个怪物已经够可怕了，可眼前的康健马简直比怪物还要让人绝望。他一边尖叫着让对方别过来，一边拼命往后退，可康健马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那沉重的脚步声就像死神在敲门。在埃里奥眼里，这个男人已经完全变了样，那冰冷的眼神和浑身的杀气根本就不属于人类，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看着康健马缓缓举起短刀，埃里奥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最后的一声惨叫。他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死定了，他想逃，可康健马的速度快得离谱，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他本想发动魔法遮蔽视线，结果却发现周围的魔力竟然全部消失了，这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直到他看向康健马手中的短刀，才意识到一个恐怖的事实，那把武器竟然在排斥所有的魔力。这下他是真的走投无路了。眼看康健马越走越近，埃里奥露出了最后狰狞的面目，他一把抓起昏迷的萨基，把刀刃死死抵在对方的脖子上。他歇斯底里地咆哮着，威胁康健马再敢往前走一步，就立刻拉着萨基一起陪葬。康健马突然停下了脚步，埃里奥正打算脚底抹油，却惊恐地发现原本抵在萨基脖子上的刀竟然凭空消失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耳边就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让他放手。紧接着就是一阵剧痛，原本昏迷的萨基突然睁开眼，反手夺刀直接刺穿了埃里奥。这一下反杀快到让人根本看不清动作。埃里奥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毒药竟然失效了。萨基冷笑着告诉他，这点毒素对他们家族来说简直就是毛毛雨。萨基根本没打算留活口，他冷冷地看着垂死挣扎的埃里奥，嘲讽对方所谓的半魔人体质，在真正的毒素面前简直不堪一击。随着最后一次补刀，埃里奥彻底凉了。萨基随手扔掉沾满血的武器，那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听得人心里发毛。现在的萨基冷酷的就像变了一个人。就在萨基支撑不住要倒下时，康健马及时冲上来扶住了他，总算没让伤势继续恶化。与此同时，瑞秋也终于赶到了现场。萨基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他虚弱地靠在康健马怀里，竟然还开玩笑说他抱得太紧，弄疼他了。看着康健马那副表情，萨基轻声问他为什么要露出这么难过的样子，明明一切都要结束了。他断断续续地提起几天前两人定下的那个约定，那是康健马答应要帮他的忙，可现在他已经不需要任何帮助了，他最后的愿望只是想让康健马再多抱他一会儿。就在这寂静的废墟中，时间仿佛停了下来，昏迷了整整3天，萨基终于在医院里睁开了眼，季汉总算松了一口气。可萨基醒来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在找武器，整整3天，这对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更糟糕的是，那些恐怖的记忆开始疯狂涌现。他想起来了，自己倒在血泊中的惨叫，那一幕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季汉随口提了一句，说是康健马救了大家的命。可萨基听到这个名字，整个人都不对劲了。他想起那个血色的夜晚，康健马紧紧抱着他，那种近在咫尺的温度，现在想起来却让他无地自容。他开始拼命摇头，满脑子都是拒绝，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个人。看着他这副失控的样子，季汉也懵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心理创伤？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他崩溃成这样？萨基这脾气简直比平时还要冲。季汉看他状态不对，赶紧掏出他最爱吃的红豆和果子，还像哄宠物一样叫他乖孩子。这下可算是彻底踩到雷区了。萨基当场炸毛，抓起东西就往季汉脸上砸。他最恨别人把他当成听话的小狗。季汉被赶走后，病房里总算安静了下来。看着空荡荡的房间，萨基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有多过分。明明是为了找武器才失控，结果却把火撒在了关心自己的人身上。看来等会儿真的得找个机会跟他道个歉了。深夜的病房里，萨基独自躺在床上，反复确认着一个事实，他竟然还活着。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并没有让他感到庆幸，反而像是一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终于还是没忍住，所有的委屈和痛苦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但悲伤过后是更加冰冷的决绝。他从怀里掏出羊羹，大口的吃着。既然活了下来，有些账就必须得清算一下了。萨基躺在病床上，自言自语说这样也挺好，至少这条命是捡回来了。深夜的走廊里，康健马一个人走得很慢。期末考试已经过去3天了，可那晚的惨烈他一辈子都忘不掉。当时里昂和萨基倒在血泊里，半只脚都已经踏进了鬼门关，所有人都在绝望的边缘。要不是他最后豁出一切，赌上所有的底牌去救人，恐怕大家现在都没机会站在这里了。虽然赌赢了，但这种死里逃生的代价真的太沉重了。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被拖下水，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这已经不再是他一个人的战斗了。光靠现在的这点力量，
根本护不住任何人。他回想起那个剑圣的警告，光有蛮力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更高级的玩意，一个能彻底改变局面的武器。就在这时，季汉的声音从走廊尽头传来，问他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面。康健马收起心思，看着眼前这个还在值班的傻小子，季汉突然想起来，萨基已经醒了，虽然身体没什么大碍，但情况好像有点不对劲。他说萨基现在脾气见长，动不动就骂人，甚至连最喜欢的甜点都不碰了。康健马听完反而松了口气，这说明他已经彻底恢复本性了。玩笑归玩笑，正事还是得办。康健马问起搜寻反派的进度，季汉从怀里掏出一份名单，说名单上一共6个人，虽然暂时还没发现教授级别的，但只要把这几个人解决掉，剩下的狐狸尾巴迟早会露出来。季汉问要不要明天去医院看萨基，毕竟他刚醒，大家应该去热闹一下。康健马直接拒绝了，他太了解萨基的脾气，现在过去只会挨骂。季汉这才反应过来，问那明天到底要去哪？康健马死死盯着手里的名单，既然对方已经出过招了，那明天就该轮到我们反击了。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原来这一系列阴谋的背后，全是长老克拉迪在捣鬼。这老狐狸不仅操纵了考试，甚至还找了外援，更糟糕的是，他竟然雇佣了送葬者，那是一群专门干脏活的亚人杀手。美迪亚听到这个名字，整个人都快炸了，这帮畜生根本没有底线，只要给钱什么都干。根据最新的情报，这些人的踪迹最后出现在阿瓦隆岛。齐格弗里德劝美迪亚冷静点，可美迪亚根本听不进去，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保护学生，结果家贼难防，背叛者竟然就在长老会内部。齐格弗里德放下茶杯，语气也冷了下来。他说自己并不是不生气，毕竟他的孙女也在学院里，这笔账谁都赖不掉。他转头看向旁边的阿尔泰，问证据到底够不够。阿尔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这2个月他们早就把底细摸透了，就算现在直接动手，也绝对出不了乱子。听完这些糟心事，齐格弗里德终于没忍住火气，手里的茶杯摔得粉碎。这老头显然已经动了真格的，他低声念叨着，就在今晚要把这些烂摊子全部解决掉。可话还没说完，门外突然传来了动静，还没等屋里的人反应过来，大门就被直接推开，2个不速之客闯了进来。谁能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季汉和康健马竟然直接杀到了现场。康健马带着季汉直接找上了门，屋里的几个人显然没料到学生居然会主动现身。美迪亚愣了一下，问康健马你怎么来了？康健马开门见山，关于期末考试的事，我有话要说。季汉紧接着摊了牌，潜入学院的那些反派，我们已经掌握了线索。这下屋里的气氛彻底变了。美迪亚接过名单，眼神瞬间冷了下来，他盯着上面的名字问，名单上这些杂碎就是那群半魔人吗？康健马在一旁解释，这帮人的入职手续全是漏洞，怎么查都觉得不对劲。美迪亚没废话，直接动用了加护力量，要把这帮人的底细看得精光，结果让人脊背发凉。这群家伙根本不是学院招的人，全是混进来的冒牌货。既然连他的家户都这么说，那这件事绝对没跑了。正是聊完乐，美迪亚突然话锋一转，扬起手里的名单问，你们2个学生到底是怎么拿到学院内部教职员名单的？季汉这下彻底慌了，小声问康健马该怎么办，毕竟这事儿要是追究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康健马倒是淡定，直接摊牌说是我和季汉黑进了学院网络。美迪亚听完人都傻了，那可是全球最安全的系统，居然被2个学生给黑了。康健马面不改色，只回了一个字，是。康健马这人确实够意思，他直接把黑客的锅全背了，说季汉只是听他这个社长的命令。季汉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心说社长你这也太实诚了，这要是真追究起来，咱俩都得卷铺盖走人。康健马接着跟美迪亚解释，承认这事儿办得不地道，但当时情况紧急，他相信理事长能分得清轻重。美迪亚沉默了半天，最后无奈的摆了摆手，说看在是为了正事的份上，这次就不跟你们计较了，但这事儿绝对没有下次，要是换成别的学生，现在早就被开除出校了。季汉这下总算把心放回了肚子里。康健马看着身边的哥们，心里也挺感慨，虽然事发突然，但季汉这小子直到最后都没怂，确实是个值得交的朋友。齐格弗里德面色凝重，他说现在的局面变得很复杂，因为按照原定计划，他们今晚就要对长老会动手。屋里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对面的阿尔泰开口了，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群孩子有权知道真相。齐格弗里德点了点头，直接了当地告诉康健马，今晚他们的目标就是克拉迪长老的住处。康健马愣了一下，显然没听过这个名字，但他很快意识到这背后的谁比想象中还要深。齐格弗里德接着解释，这段时间在背后散布谣言，针对康健马和他的朋友们的正是这个克拉迪长老。现在证据已经全部到手，要不是因为还有规矩束缚着，这帮老家伙早就该付出代价了。现在的局面非常尴尬。齐格弗里德虽然贵为剑圣，但他现在并不是七星英雄，想直接硬刚庞大的长老会，名不正言不顺。美迪亚也觉得头疼，如果现在贸然出手，那些躲在暗处的反派肯定会跑路，到时候想再抓他们，可就难如登天了。就在大佬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康健马突然开口了，既然两边都不能放过，那就干脆同时动手，只要把他们全部引出来，就能找个地方一锅端了。这话一出，屋里的大佬们全愣住了。康健马没废话，直接拿出手机开始摇人。电话那头的埃尔正吃着零食，还没意识到一场天翻地覆的大戏就要开演了。康健马在电话里确认了一件事，既然这帮反派
互相不认识，那就好办了。他让埃尔按照名单把这群人全部一锅端。埃尔听得一头雾水，这么多人到底该怎么抓？康健马只回了3个字：幸运性。这操作直接把对方给整不会了。接着他转头看向2位大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让阿尔泰去抄克拉迪长老的老底，而齐格弗里德和美迪亚则负责突袭反派的大本营。齐格弗里德听完点了点头，觉得这招确实可行，但美迪亚还是没想明白，康健马到底哪来的自信，能把那群狡猾的家伙聚到一起。康健马没打算现在解释，他道了个歉，催促大家立刻动身。至于具体的细节，只能在路上慢慢揭晓了。看着康健马这副雷厉风行的样子，阿尔泰忍不住感叹，这种先斩后奏的性格，比起那些满口正义的英雄，倒更像是狠辣的审计官。阿尔泰也亮出了底牌，他这次从西西里带了8名精锐，专门用来对付长老会的守护骑士。既然要动手，那就要用最强的战力。就在大家商量对策时，康健马突然语出惊人，他宣布要和审计官们一起行动，亲自去会一会那个克拉迪长老。美迪亚和齐格弗里德都愣住了，康健马的神情却异常坚定。他说自己作为整件事的受害者，绝对不能缺席这场清算。更重要的是，已经有太多无辜的人因为他的事情被卷了进来，这笔账他必须亲自去算个清楚。康健马知道自己必须爬得更高，只有掌握绝对的力量，才能终结这一切。他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字一句地宣布自己就是未来的7星英雄，更是剑圣唯一的继任者。这番狂妄到极点的宣言，让屋里的气氛瞬间凝固。齐格弗里德盯着康健马，缓缓开口问了一句：“你真的已经下定决心了吗？”康健马没有丝毫犹豫，给出了肯定的答复。看着康健马准备出发的背影，季汉心里还是没底，他忍不住追问了一句：“你真的打算一个人去吗？”康健马没有回头，只是冷静地整理了一下装备，低声交代了一句：“在这守着，我很快就回来。”说完，他便径直走向走廊尽头。阿尔泰已经在那等候多时，季汉看着他离去的方向，只能在后面叮嘱他，千万别太拼命了。就在这时，手机屏幕突然亮起，那封所谓的幸运信已经发出，落款赫然写着“教授”2个字。真正的狩猎现在正式开始了。看到手机里的内容，眼镜男气的直接一脚踹在墙上。他觉得教授发这种东西，简直是在把他们当傻子耍。旁边的人虽然也觉得离谱，但谁也不敢违抗教授的命令。眼镜男嘴上骂得最凶，说要把教授揪出来算账，结果自己跑得比谁都快。蓝发男人冷笑着拆穿他，大家其实都一样，心里再怎么讨厌那个老狐狸，身体还是得乖乖听命行事。不过现场的气氛有点诡异，原本应该到场的人，现在只稀稀拉拉来了几个，其他人到底去哪了？就在大家疑神疑鬼的时候，黑暗的角落里传来了脚步声。眼镜男警觉地回过头，看来又有一个倒霉蛋准时报到了。有人还在大声嚷嚷，说要是迟到了，教授绝对会大发雷霆。但蓝发男人却察觉到了不对劲，黑暗中走过来的那个人身上竟然感觉不到一点魔力波动。他赶紧叫住同伴，让大家先别过去。可已经太晚了，一道紫光瞬间划破黑暗，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刚才还在说话的同伴已经倒在了血泊里。就在大家愣住的1秒钟，美迪亚直接从阴影中杀出，他单手扣住一个人的脑袋，狠狠地砸进了身后的墙壁，整面墙瞬间崩裂。这突如其来的暴力让剩下的几个人彻底乱了阵脚。蓝发男人惊恐地大喊：“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到底是谁在那？”看着地上摔碎的眼镜，美迪亚自言自语地感叹：看来这段时间自己确实在和平的假象里沉溺得太久了。他抬起头，露出一抹残忍的微笑，先是戏谑地打了个招呼，接着冷冰冰地吐出2个字：人渣。美迪亚就这么一步步走来，鲜血顺着指缝不停往下滴，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剩下几个人的心尖上。对面的壮汉彻底看傻了，他声音颤抖地喊出那个称呼：理事长。阿尔泰盯着眼前的康健马说：康健马，你可真是一点都不简单。阅人无数的阿尔泰直言，你是唯一一个让我完全看不透的人，根本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尤其是你现在的眼神，简直就像是把所有的感情和人性全都给挖空了一样。现在的你简直就是一把冰冷的刀锋。阿尔泰看着月色问：你知道人和怪物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吗？还没等康健马回答，他自顾自的感叹：怪物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人。康健马冷冷的回了一句：这跟现在的局面有什么关系？阿尔泰转过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我是想告诉你，千万别让自己变成怪物。话音刚落，林子里杀气暴涨，康健马看着眼前的人，冷冷的叫出了他的名字：诺克斯。诺克斯语气狂妄地说：我可是带了8个最顶尖的精英，这些人全都是暗杀界的绝顶高手，是真正的杀人机器。深夜的庄园外，清算的命令已经下达，今晚这里一个活口都不会留。战斗爆发的比想象中更快，刚才还嚣张的男人，转眼间就成了地上的废铁，剩下的几个人彻底吓破了胆。美迪亚扫视了一圈，语气平淡的让人发毛：1、2、3，一共5个害群之马，看来清理工作还没结束，别被他年轻的外表骗了。这位可是身经百战的顶级高手，在他眼里，这些所谓的精英连塞牙缝都不够，在传说中的7星里，唯独他是最特别的存在。对面的男人却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还大声嘲笑说：别被这女人的外表骗了，他就是个40年没上过战场的老古董而已。他疯狂展示着身上紫色的能量，叫嚣着这是主上赐予的神力，让美迪亚赶紧滚远点。面对这种挑衅，美迪亚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是吗？话音刚落，他瞬间出手，
这下轮到对方倒霉了。真正的实力差距可不是靠嘴硬就能抹平的。美迪亚冷冷地回了一句：“你说的那些早就是老掉牙的陈年往事了。”话音刚落，他抬腿就是一记重踢，刚才还嚣张的男人瞬间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飞了出去。还没等对方落地，美迪亚已经出现在他上方，狠狠一脚把他踩进地里，整片地板瞬间崩裂。这就是挑衅他的代价，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神力加持都成了笑话。这下世界终于安静了。在传说中的七星里，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固定职位的异类，因为根本没人能定义他的力量。周围的人早就被吓傻了，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怪物展现出他最真实的一面。记住他的另一个名字，暴君美迪亚。他面无表情地看向四周，嘴里只蹦出3个字：下一个。对面的壮汉彻底崩溃了，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冲上来拼命。但这不过是临死前的挣扎而已，因为在暴君面前，反抗只会让下场变得更惨。就在美迪亚大杀四方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你下手还真是从不留情啊！”来的人正是齐格弗里德。美迪亚头也不回地冷哼一声，抱怨他来的实在太慢了。对面的杂鱼看清来人后，吓得魂都飞了，嘴里哆哆嗦嗦地喊着：“剑圣！”谁能想到这2位传说级的人物竟然会同时出现在这里？齐格弗里德看着美迪亚的打扮，还不忘调侃一句，说他怎么还没把这身衣服换了。美迪亚懒得搭理他，但随着剑圣的加入，这场战斗已经彻底失去了悬念。美迪亚看着眼前的惨状，声音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他说：“那些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对面的男人彻底被吓破了胆，一边往后退，一边歇斯底里的尖叫：“这群人全都是疯子，快释放魔力挡住他们！”齐格弗里德在一旁接过了话茬，语气里透着一股肃杀之气。他说：“正因为如此，他们绝对不可原谅。”话音刚落，一道恐怖的寒光横扫全场，这几个人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彻底消失在了黑暗中。深夜的走廊里突然传来异响，值班的守卫还没意识到危险，只是疑惑地回头看了一眼，紧接着灯光就开始闪烁。他无奈地叹了口气，一边动手修理，一边小声抱怨说：“领主明明那么有钱，却在这些小事上抠门的要命。”他自嘲地嘟囔着，自己到底是来当骑士的，还是来当电工的？就在他觉得快要修好的那一刻，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掠过，他甚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整个人就僵在了原地，手中的动作彻底停滞，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走廊里满是刺鼻的血腥味，沉重的脚步声在黑暗中回荡，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人的心尖上。守卫们察觉到了不对劲，纷纷拔出武器，大声质问：“到底是谁在哪？”直到那个身影从阴影中缓缓走出，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往后退，空气在这一刻彻底凝固。康健马看着眼前这群不知死活的杂鱼，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他说：“让路。”这简单的2个字，就像是死神的最后通牒。红色的地毯被鲜血浸透，康健马带着大队人马长驱直入，那股压迫感让空气都要烧着了。领头的守卫歇斯底里地指挥着：“快拦住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再往前一步。”虽然这群人还敢举起武器，但在康健马眼里，这些垂死挣扎根本毫无意义。真正的清算现在才刚刚开始，这根本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单方面的收割。冲上来的守卫像割草一样倒下，没人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只听见利刃划过空气的声音和重物落地的闷响。对康健马来说，这些拼命阻拦的精锐不过是路边随手拨开的杂草，他就这样踩着满地的狼藉，一步步走向深处，仿佛这地狱般的景象只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求救声和惨叫声此起彼伏，但在康健马耳中，这些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杂音。守卫们彻底崩溃了，有人歇斯底里地喊着快跑，有人绝望地哀求谁能救救他。可在那道冰冷的目光下，没人能逃得掉。随着最后一声闷响，走廊里终于安静了下来。康健马独自站在血泊之中，身后是横七竖八的残骸和一条由鲜血铺成的长路。杀戮暂时告一段落。阿尔泰拄着拐杖走在康健马身边，康健马语气里带着几分试探：“大人，您真的不担心吗？就算证据确凿，处决家族长辈的风险也太大了。”阿尔泰表起了忠心，既然我们代表着秩序，这种时候退缩才是真正的犯罪。更何况有您这位7星的继承人在场，这世上还有什么好怕的？就在这时，随从低声传来了最后的消息：所有部队都已经进入了克拉迪的办公室。沉稳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穿过漫长的黑暗，一行人终于停在了一扇大门前。这扇门后就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康健马看着眼前华丽的装饰，冷冷地问：“就是这儿了？”阿尔泰拄着拐杖，语气低沉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没错。”阿尔泰压低声音提醒了一句：“太安静了。”这屋里静得有些反常。康健马没有接话，只是冷冷地看着前方。他心里清楚，越是安静的地方，藏着的杀机就越重。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康健马低声说了一句：“那就开始吧。”他伸出双手，猛地推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门。随着大门缓缓开启，刺眼的光芒瞬间吞没了一切。原本死寂的房间里，谁也没想到这份沉默会被惨叫声打破。一名守卫连滚带爬地冲进来，还没等问清楚情况，这人话刚说了一半，命就先没了。这根本不是普通的袭击，对方下手又快又狠，连报信的机会都不给。等大家反应过来，屋内早就已经变成了一片血海。看着眼前的惨状，阿尔泰低声提醒诺克斯一定要压住火气，可对方显然没打算收手。这群人不仅大摇大摆地现身，甚至还嘲笑阿尔泰是个冷血动物。诺克斯刚想上前拼命，一个血淋淋的东西就砸到了脚边。这帮疯子
竟然把断手当成纪念品，还叫嚣着让诺克斯拿回去洗干净。这已经不是挑衅，这是要杀人诛心了。阿尔泰的咆哮还没停下，克拉迪就已经彻底撕破了脸。他像条哈巴狗一样对着那群杀人凶手点头哈腰。阿尔泰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竟然会跟这群害虫联手对付自己。克拉迪不仅没有半点羞愧，甚至还当众叫嚣，今晚过后就要亲手灭了阿尔泰全家，只要交出康健马就能换取无限的荣耀。粉发男人还以为这事儿挺简单，可当他看到康健马那杀人的眼神，心里突然咯噔一下。克拉迪还在那不知死活的叫嚣，骂康健马一个平民竟敢瞪他，还威胁说今天就是康健马的死期。但他根本不知道，康健马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不管是克拉迪的针对，还是那些藏在暗处的卧底，今天新账旧账要一起算。康健马冷冷地交代同伴，这些人的脖子留给你们收人头，至于剩下的麻烦，他要亲自动手了。真正的反击现在才正式开始。这群人笑得简直要掉大牙了，在他们眼里，康健马手里那把短刀跟切菜用的破铜烂铁没区别。他们甚至还在那阴阳怪气，问康健马是不是打算用这把小破刀来砍断魔法。可康健马根本没打算废话。就在这一瞬间，剑神的祝福彻底激活，原本不起眼的短刀爆发出让人胆寒的蓝光。康健马只回了2个字，当然。一道恐怖的剑气把眼前的空间彻底撕碎。这群人笑的那叫一个狂妄，觉得刚才那一波狂轰滥炸肯定已经把康健马他们送上西天了。领头的甚至还摆手，让手下赶紧过去收尸，顺便把剩下的残局给收拾了。那个戴面罩的家伙一脸轻松，觉得这任务简直是小菜一碟。可当他冲进烟雾的那一刻，整个人直接僵在了原地。康健马就站在那，别说丢命了，身上连个擦伤都没有。这下轮到敌人怀疑人生了，刚才明明是正面命中，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领头的气得当场破防，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指挥所有人再次开火。这回他们是真的急了，敌人还没来得及发动第2轮攻击，康健马已经化作一道蓝光，直接杀到他们脸上了。这群人刚才还嚣张的不行，现在却被吓得四处乱窜，嘴里疯狂喊着救命。最让他们怀疑人生的是，继康健马面对迎面轰来的魔法，竟然连躲都不躲，抬手就是一刀。这一刀下去，原本狂暴的魔法能量竟然像切豆腐一样被劈成了2半。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这群法师的心理防线彻底崩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世上竟然有人能用刀切断魔法。这群敌人也是绝了，大难临头竟然还在内讧，领头的躲在后面划水，美其名曰是在督战。那2个女法师更是离谱，觉得这是刷战绩的好机会，对着空气一顿疯狂输出，结果魔法撞在一起，互相抵消，2人竟然当场狗咬狗吵了起来。阿尔泰可没时间看他们演戏，趁着他们吵架的功夫，直接闪现到身后，瞬间送他们领了盒饭。剩下的壮汉还想搞偷袭，结果康健马的速度更快，直接冷冷的丢下一句弱者。这下局面彻底失控了，这群人根本不是在战斗，简直就是在排队送人头。康健马在烟雾中疯狂收割，对他来说，这群人最大的错误就是太吵了，所以他们必须死。克拉迪这帮人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那抱怨烟雾太大看不清，急吼的命令手下赶紧开灯，想看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随着一阵强光闪过，烟雾被彻底驱散。可当他们看清眼前的景象时，整个人都僵住了。原本以为只是暂时的失利，结果满地都是自己人的残骸。克拉迪气得当场爆了粗口，这哪里是战斗，这根本就是单方面的屠杀。看着康健马那冷漠的眼神，这群人终于意识到，有时候看不见反而是种解脱。眼看同伙被清理干净，剩下的这个绑匪彻底疯了。他意识到康健马才是真正的怪物，为了活命，他竟然反手把自己家的长老克拉迪给绑架了。克拉迪整个人都懵了，刚才还在咒骂别人是虫子，结果一转眼就被自己人勒住了脖子。绑匪歇斯底里的大喊，让康健马别再靠近，不然就跟这老头同归于尽。可康健马根本没打算停下，他手里那把发光的短剑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刺眼。这种无视一切的压迫感让绑匪彻底崩溃了。他以为手里抓的是保命符，但在康健马眼里，这只不过是多了一个要清理的目标而已。康健马正打算彻底清场，谁知道就在这时，身后的空间突然剧烈波动，一个巨大的传送门凭空炸开。原本已经绝望的绑匪像是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对着门里歇斯底里的大喊，埋怨对方为什么现在才来。康健马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这股气息跟刚才那群杂鱼完全不是一个量级。随着沉重的脚步声，一个戴着诡异面具的男人从白光中缓缓走了出来。绑匪和克拉迪竟然齐声喊他教授。教授一边走一边感叹，说这局面完全脱离了计划，但他最享受的就是看着学生在绝境中变强。绑匪看到他就像看到了救星，可康健马心里很清楚，这个男人才是最危险的存在。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绑匪就开始对着教授撒火，怪他来得太晚，才导致死伤这么惨重。结果对方根本没把人命当回事，反而冷笑着嘲讽，说自己没本事就别怪别人。这下双方彻底撕破脸了，原本的同伙现在竟然内讧了起来，局面变得越来越失控了。教授说话越来越难听，嘲讽绑匪就是个半瓶子醋，除了嗓门大，一点真本事都没有。绑匪这下彻底炸了，直接锁喉把人拎了起来，问他是不是活腻了。可教授竟然还在笑，显然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与此同时，美迪亚那边的进展非常顺利，俘虏被踩在脚下，为了活命，哭着喊着要交代所有秘密。美迪亚只是冷冷地问了一句：“真的吗？”
这下俘虏连尊严都不要了，只要能保住命，让他干什么都行。齐格弗里德收起长剑，看着满地的狼藉，以为这场闹剧终于收场了。美迪亚也在一旁点头附和，可还没等两人松口气，齐格弗里德突然停下了脚步，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问美迪亚：“你确定敌人只有6个吗？”话音刚落，脚下的地面就开始剧烈震动，这动静明显不是小打小闹。齐格弗里德脸色一变，大喊一声不好，震动是从克拉迪的别墅传来的。两人急忙往回赶，教授站在废墟之中，语气平淡的让人发毛。他一边说着什么指引，一边慢条斯理地道歉，说刚才确实是有点太吵了。看来刚才那场恶战对他来说连热身都算不上。克拉迪看到来人，还以为是救命稻草到了，连滚带爬的想过去求救，可他根本没意识到眼前的男人比死神还可怕。康健马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死也想不到这个叫达米安的男人竟然会出现在这种地方。达米安笑得非常从容，甚至还慢条斯理地解释起来，说自己早就在埃尔身上下了咒，因为他算准了那个女人为了活命一定会死死缠住康健马。这下所有线索都对上了，康健马终于反应过来，什么学者，什么提供情报，全都是骗局。这个一直躲在暗处观察的人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他把所有人都当成了满足自己好奇心的棋子。康健马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质问他为什么要下这种狠手，可达米安却发出一阵让人心寒的冷笑。他给出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他需要一个容器。达米安一边摆弄着手指，一边慢条斯理地感叹，说自己这次确实算错了一步，因为现场竟然还剩下了2只碍事的害虫。话音刚落，恐怖的魔力瞬间在掌心汇聚，达米安已经动了杀心，要把这里彻底抹平。康健马察觉到不对劲，声嘶力竭地大喊同伴的名字，可那团漆黑的能量球已经带着毁灭的气息，直接砸向了所有人。达米安一边优雅地挥动手指，一边冷笑着劝对方别再挣扎。他说自己最讨厌无谓的消耗，只想赶紧结束这场无聊的战斗。诺克斯被逼得节节败退，这些攻击根本不按常理出牌。就在达米安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头顶上方突然传来一阵寒意，他猛地抬头，发现康健马竟然已经杀到了跟前。这一剑来得实在太快，达米安根本来不及变招，康健马手中的短剑带着破空之声直取他的要害。达米安看着眼前的康健马，语气冷得让人脊背发凉。他说就算把康健马的4肢都炸断，只要身体还能当容器，对他来说就完全不是问题。紧接着他手指轻轻一弹，警告康健马最好收敛一点，否则接下来的场面可就没法保证完整了。阿尔泰在一旁咬牙切齿，这种魔法根本没法用剑去砍，只要稍微靠近一点就会被那股诡异的力量弹开。就在这时，康健马突然开口点破了真相，这根本不是什么实体攻击，而是直接引爆目标位置的空气，就算强行挥剑砍上去，也只会把自己卷进爆炸里。达米安听完这番分析，脸上的笑意反而更浓了。他没想到康健马竟然能看穿一切，这种洞察力确实跟那些杂鱼完全不同。康健马已经看出了破绽，对方是靠手势来触发爆炸的，可麻烦的是根本没法预判爆炸的具体位置。眼看时间只剩下最后15秒，光靠躲闪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再这么耗下去，所有人都要交代在这。就在这紧要关头，阿尔泰大声提醒他不要用眼睛去看，要去感受空气的流动。达米安听了只觉得荒谬，这种临时抱佛脚的行为在他眼里简直就是笑话。可就在康健马准备反击时，他突然发现情况不对，这些爆炸竟然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有先有后。达米安冷冷地吐出2个字：引导。原本杂乱无章的能量瞬间像有了生命一样，死死锁定了康健马的退路。这下麻烦大了，对方竟然还能控制爆炸的时差。康健马在混乱中冷静观察，他发现达米安的攻击看似同步，其实远处的爆炸存在明显的延迟，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此时的克拉迪还在做美梦，他兴奋地大喊着教授，求达米安把眼前的敌人都杀光，以为自己终于等来了救星。可下一秒，一道致命的流光擦着他的脸飞过，克拉迪彻底懵了，他颤声问对方：难道你不是来救我的吗？达米安听完直接狂笑出声，那笑声里充满了轻蔑。他反问克拉迪，为什么要救一个毫无价值的老头？在他眼里，这种只会到处攀附别人的废物根本不配活下去。克拉迪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机请来的帮手竟然才是最想让他死的人。达米安的嘴里吐不出一个好词，他当面羞辱克拉迪是害虫，是连地狱里的老爹看了都会哭的垃圾。克拉迪整个人都听傻了，原来从一开始克拉迪就只是个诱饵，达米安故意召唤出那些反派，根本不是为了保护他，而是为了把所有人都拖入泥潭。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些棋子是死是活，达米安根本不在乎。他冷笑着看向克拉迪，就像在看一个已经报废的零件。克拉迪愤怒地咒骂着，可达米安只是遗憾地摇了摇头，他说这作为遗言实在太寒碜了。随着一声冰冷的告别，达米安缓缓抬起了手，恐怖的能量在指尖汇聚，这一击下去，克拉迪恐怕连灰都剩不下。康健马终于看清了真相，那些吞噬一切的气流其实都系在一条隐形的引信上，只要切断它，所有的爆炸都会停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大喊一声找到了，整个人化做一道残影，精准地斩向了那条致命的线。原本还在狂笑的达米安脸色瞬间僵住了，他感觉到自己的控制权竟然在这一刻彻底断开。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傻了，谁也没想到这个必死无疑的局面竟然被康健马硬生生撕开了一个缺口。达米安看着自己空荡荡的手指，整个人陷入了混乱，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计划
竟然会功亏一篑。就在这时，康健马冰冷的声音从阴影里传来，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达米安，克拉迪的人头他已经收下了，他今天来这里就是要亲手送达米安上路。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完全静止了，康健马已经看穿了魔法的路径，找到了那条致命的连线。他冷冷地宣告，要把对方彻底解决掉。达米安整个人都傻了，根本不敢相信刚才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他觉得这一定是运气，还想垂死挣扎一下，可他不知道这下是真的踢到硬石头了。只要是被康健马看穿过一次的魔法，在他那强化后的感官面前，就跟没穿衣服一样，根本藏不住。他随手一挥，直接切断了魔法的源头。达米安这下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绝招为什么又失效了。他颤声问：“你难道真的能看见吗？”全场鸦雀无声，谁都看得出来，这场战斗的层级已经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了。这下达米安是真的要倒霉了。达米安这下是彻底破防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普通人类凭什么能看穿他的魔法？既然技巧玩不过，他索性直接掀桌子，打算靠数量强行压制。他疯狂地咆哮着，召唤出铺天盖地的能量球，要把眼前的一切全部炸飞。他对着康健马叫嚣：“就算你能看穿又怎么样？这么多攻击同时砸下来，看你还能往哪躲？”达米安现在已经彻底玩命了，他想利用这些能量球搞一场威力巨大的连环爆炸，只要有一个炸开，剩下的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把这里夷为平地。他歇斯底里地咆哮着，下令让所有能量球立刻引爆。可面对这毁天灭地的阵仗，康健马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表现得太冷静了，冷静得让人感到害怕。他终于确认了，这个一直躲在阴影里，甚至对他身边人下手的家伙，就是眼前这个疯子。找了这么久的正主，今天总算自己送上门了。达米安在那儿拼了命地打响指，嘴里一直念叨着引爆，甚至连手指都弄伤了。终于看到光芒亮起的那一刻，他以为自己赢定了，他笑的那叫一个狂妄，觉得康健马这下肯定死无全尸。可旁观的阿尔泰却冷冷地说了一句：“结束了。”达米安还没反应过来这话是什么意思，结果抬头一看，整个人都傻眼了。原本应该炸开的能量球，竟然全被康健马用刀刃给缠住了，就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整整齐齐地堆在了达米安的面前。达米安这下是彻底绝望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费尽心思准备的杀招，竟然被对方反手一招给一锅端了。这哪是攻击啊，这分明是给自己挖好了坟墓。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达米安被自己的能量球炸了个正着，整栋建筑瞬间被火光吞没。这局面已经不是惨烈能形容的了。阿尔泰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一句话也没说。康健马面无表情地收起短刀，看着到在血泊里的对手，眼神里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反而透着一股子失望。他冷冷地丢下一句：“就这点本事吗？”这句话简直杀人诛心，费了半天劲，结果在人家眼里连热身都算不上。旁边的克拉迪早就被吓破了胆，看着这两个怪物级别的存在，哪还敢多待一秒？趁着烟雾还没散，连滚带爬的就想逃命。诺克斯根本没打算放过他，红色短剑瞬间贯穿了这家伙的身体，动作快到连惨叫都慢了半拍。眼看逃跑无望，克拉迪竟然还想搬出贵族来压人，可阿尔泰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走上前一把捂住对方的嘴，冷冷的嘲讽道：“一个连人性都丢了的家伙，废话倒是挺多，死到临头了还想谈条件，简直是白日做梦。”康健马拎着短刀慢慢走近，眼神里没有一丝怜悯。既然落到了他们手里，想痛痛快快的死，恐怕没那么容易了。真正的审问现在才刚刚开始。面对克拉迪的咒骂，康健马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反手就是一刀，直接在对方身上开了个口子。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还没等血流干，一道绿光突然笼罩了伤口，原本深可见骨的裂痕竟然在瞬间愈合了。克拉迪整个人都懵了，他还没从疼痛中缓过劲来，就发现自己又完好如初，这乃是救命啊！这分明是噩梦的开始。康健马就这么面无表情的砍一刀，治一下，再砍一刀，再治一下。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折磨，让克拉迪彻底崩溃了。他歇斯底里的吼着，问康健马是不是在羞辱他。康健马根本不想听他废话，眼神一冷，最后一刀直接封喉，彻底终结了这场残酷的猫鼠游戏。看着诺克斯一脸淡定的样子，阿尔泰觉得有点意外，毕竟刚才那场面，一般人早就吓傻了。诺克斯苦笑着摇了摇头，哪是什么冷静，只不过是早就被打服了。毕竟他以前可是亲身体验过康健马那不讲道理的刀法，那时候他自诩是个天才，还不知死活的去挑衅人家，结果呢，连对方的一根汗毛都没伤到，自己反而差点交代在那。以前克洛伊跟他说，康健马一个人就能灭了整个家族，他当时还觉得是天大的笑话，甚至让人家闭嘴别瞎说。可现在看着眼前的废墟，诺克斯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太年轻了，康健马的实力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这根本不是什么天才不天才的问题。在他见过的所有人里，康健马就是那个让人连追赶念头都不敢有的绝对怪物。诺克斯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像克洛伊那样的女孩会对他如此死心塌地，因为这个男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真正的正义。阿尔泰看出了他的心思，作为家主，他再次叮嘱诺克斯，在履行家族使命的同时，永远不要违背自己的信念。诺克斯深吸一口气，这些话他早就烂熟于心，但这一次他想走一条不一样的路。他当着家主的面，郑重地做出了决定，从今往后，他要成为康健马的影子，永远追随那个男人。阿尔泰最后问他，选了这条路以后可就没法回头了，你真的不会后悔吗？
诺克斯眼神坚定，没有一丝动摇。既然认准了这个人，哪怕是条不归路，他也绝不后悔。谁能想到，推开这扇门，看到的竟然是这种场面。齐格弗里德停下脚步，半天没说出话来。阿尔泰拄着拐杖，低声说：“这里刚才有一场伏击，不过那些麻烦已经解决了，虽然代价不小，但结果显而易见。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康健马身上，这下全乱套了，连最顶尖的精锐都没能活下来。这帮恶棍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阿尔泰站在尸体旁低声说：“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恐怕就是那位教授。”美迪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怎么可能？齐格弗里德倒是很冷静，他示意大家先别急着下结论，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让人脊背发凉，原来从头到尾，所有人都在那个人的算计之中。这根本不是什么意外，而是一把没有感情、更没有底线的杀人利器。齐格弗里德盯着眼前的康健马，半天没挪开视线。阿尔泰走上前，低声提醒：“这孩子确实是个天才，但如果没人引导，这种力量本身就是个灾难。既然如此，你这位大名鼎鼎的剑圣，是不是该担起这个责任了？”他提议让康健马加入进来，去完成那个传了好多代的家族使命。齐格弗里德沉默了，这个决定可能会改变所有人的命运。1年级总算结束了，但对康健马来说，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假期。虽然剑圣他们答应处理烂摊子，但死了一位长老，这事儿恐怕没那么容易平息。就在同学们兴奋地讨论去哪度假时，康健马心里却全是那些没断干净的麻烦。克洛伊叹了口气，突然停下脚步，他低着头轻声说：“康健马，这个假期我不想和你分开。”这突如其来的告白让气氛一下子变得完全不同了。就在这时，萨基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克洛伊赶紧上前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康健马看着他没说话，萨基显得有些局促，后悔自己没能早点赶回来。面对大家的关心，他只是轻声道谢，说自己已经好多了。康健马还是不放心，追问起医院那边的诊断结果。萨基沉默了一下才开口，医生建议他回去接受进一步治疗，这意味着这个假期他必须回日本了。原本计划好的重逢，可能又要变成漫长的告别。萨基试探着问康健马，假期有什么打算？康健马头也没抬，说自己哪也不去，就留在学院里待着。萨基听完直接愣住了，要在学校待整整1个月。康健马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反正我也没别的地方可去。”萨基盯着他看了很久，总觉得康健马哪里不太对劲。他小声嘀咕着：“你头上的白头发是不是比以前更多了？”康健马没有回答。在紧闭的浴室门后，地板上竟然是一滩触目惊心的血迹。看来他为了获得力量，付出的代价已经快要压不住了。康健马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现身体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在上一世，这是努力成长的证明。可现在，这些全是手上沾了太多血的印记。虽然那些人都死有余辜，他也从没后悔过下死手。可即便如此，心里那种挥之不去的不安感，还是让他觉得事情正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康健马发现自己动刀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犹豫了。原本以为是某种加持，可现在身体比脑子动得还快。这根本不是什么恩赐，而是这具身体自带的本能。他开始怀疑这具身体到底藏着什么秘密，甚至连他的父母都像是从未存在过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站在水流下，质问自己：我到底是谁？康健马，康健马！萨基连喊了好几声，才把他从混乱的思绪里拽回来。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萨基满脸担心地问：你到底怎么了？真的没事吗？康健马敷衍地应了一声，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具身体已经快要不是他的了。康健马想把刚才的失态敷衍过去，可克洛伊却追着问：你该不会整个假期都要泡在副本里杀敌吧？萨基在旁边笑嘻嘻的接话：很有可能哦。他甚至还拔出短刀，有模有样的学起康健马杀敌的样子。我要砍了你！康健马一脸无奈的让他赶紧收起来，可萨基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彻底沉默了。他说：康健马，你本来就不是什么普通人。这句话像一根刺，瞬间扎进了康健马心里。他脑海中浮现出那个阿尔泰的声音：怪物总是觉得自己很普通。康健马有些迟疑地问他们：我真的很不普通吗？萨基和克洛伊异口同声地回答：那当然，全校谁不知道你有多离谱？康健马愣在原地，耳边再次响起那个严厉的警告：千万不要变成怪物。他看着自己的双手，那种失控的感觉似乎越来越强烈了。康健马打算趁着假期在学院里好好补个觉。萨基一听这话，心思立马就活络了起来。他红着脸凑到康健马身边，刚想开口约他假期一起，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一声雷鸣般的吼声打断了。教官推门而入，大声宣布暑假正式开始，还不忘板着脸训话，让这帮精力旺盛的小鬼在外面少给学院丢人现眼。台下的学生们倒是很给面子，齐刷刷的喊着明白了。教官听得心里美滋滋，还转头跟齐格弗里德炫耀，可齐格弗里德却一言不发。看着齐格弗里德走上讲台，底下的学生们都捏了一把汗，生怕这位威严的剑圣要开始1个小时的长篇大论。齐格弗里德清了清嗓子，开口第一句就让所有人愣住了。他说：只有没脑子的老顽固才会废话连篇。他环视了一圈台下，语气平淡的补了一句：希望下学期能看到你们的成长。就这样，散会。全场瞬间炸开了锅，学生们兴奋的差点把房顶掀翻。不愧是剑圣，这放假宣言简直帅呆了。随着人群涌出教室，克洛伊笑着跟康健马打招呼，祝他假期愉快。康健马礼貌的回应着。齐格弗里德面无表情的走过来，萨基敏锐的察觉到气氛不对，下意识的停住了脚步。康健马没有回头，只是低声对萨基说：你先走吧。
萨基虽然有些担心，但还是顺从的离开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康健马的背影，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现在教室里只剩下这2个人，齐格弗里德亲自找上门，显然不是为了祝他假期愉快。齐格弗里德开门见山问康健马暑假有什么打算。康健马老老实实的回答，想留在学校继续加练。齐格弗里德听完冷哼一声，说靠你自己摸索，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他盯着康健马的眼睛问，想不想跟我走一趟？康健马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的追问去哪。齐格弗里德只说了6个字：尼伯龙根家族。这4个字的分量足以让任何人心惊胆战。康健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暑假他竟然要去那种地方。眼看时间就要来不及了，萨基一路小跑，连早饭都顾不上吃，就为了能第一时间见到那个人。可找遍了教室和走廊，到处都空荡荡的，根本看不见那个熟悉的身影。他有些失落地坐在长椅上，原来大家为了躲避麻烦，都已经提前离开了。他低声自言自语，既然康健马打算留在学院，那这个假期他也不打算回家了。发出去的消息就像石沉大海。萨基盯着手机屏幕，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毕竟上次欠下的那份人情，他还没找到机会正式道谢。与其在这里胡思乱想，不如直接行动。他一路走到了男生宿舍楼下，最后停在了康健马的房门口。虽然嘴上说着都怪对方不回消息才找上门，但他站在门口，显然已经没有退路了。萨基站在门口犹豫了半天，手抬起来又放下，最后还是没敢敲下去。他不停地安慰自己，对方肯定是因为太累了才没回消息，反正假期才刚开始，多等一会儿也没关系。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在这儿演了一出内心大戏，结果完全是自作多情。此时的康健马早就已经坐上了前往机场的大巴。齐格弗里德神色严肃，他告诉康健马，既然选定你作为接班人，那接下来的训练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更麻烦的是，长老会那边已经察觉到了风声，虽然处决了叛徒，但康健马参与其中的秘密恐怕瞒不了多久。趁着暑假人少，齐格弗里德决定送他去一个谁也动不了他的地方避难，那就是传承了700年的英雄世家尼伯龙根家族的领地西格鲁德城堡。在那里，剑圣的话就是绝对的法律。齐格弗里德交代的非常仔细，为了躲避眼线，康健马必须明天独自出发，而且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绝对不能使用手机等任何通讯设备。康健马本来还担心不认路，结果对方神秘兮兮地说，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来接应。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所谓的秘密前行，刚上大巴就彻底翻车了。后排的女生一眼就认出了他，这不是庆典上那个大名鼎鼎的生鱼片剑圣吗？听着背后叽叽喳喳的议论声，康健马坐在位子上尴尬的要命，这哪是去避难，简直是大型粉丝见面会现场。看来这一路上想低调是彻底没戏了。康健马正坐在车上，尴尬的想钻地缝，旁边的金发女生还在试探，想确认他是不是那个生鱼片剑圣。可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应付，一个熟悉的身影直接一屁股坐在了他身边。康健马整个人都傻了，阿贝尔怎么会出现在这辆车上，而且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看着康健马一脸懵逼的表情，阿贝尔无奈的叹了口气，反问他，难道祖父没交代清楚吗？康健马这才猛地想起来，齐格弗里德之前确实说过，这一路上会有人专门接应，甚至还会充当他的向导。闹了半天，这个所谓的神秘向导竟然就是阿贝尔。这下好了，原本以为是一个人的秘密前行，现在变成了2个人的结伴同行。2人在座位上互相吐槽，阿贝尔觉得康健马刚才的反应太夸张，康健马更是无语，谁家好向导会这么突然冒出来？不过阿贝尔倒是挺大方，笑着把接下来的路程全都托付给了康健马。大巴车在公路上疾驰，可车里的气氛却越来越微妙。坐在前排的乔托和同学正偷偷摸摸地往后瞄，看着这2个风云人物坐在一起，同学们私底下都炸开锅了，都在猜这俩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可康健马和阿贝尔就这么并排坐着，谁也没再说话。自从那天的事情发生后，这还是阿贝尔第一次跟康健马单独待在一起。狭窄的车厢里，气氛尴尬的让人想逃跑。阿贝尔偷偷瞄着旁边的康健马，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明明他跟其他女生都能打成一片，唯独对自己好像总是在刻意保持距离。就在他还在纠结这段关系该怎么破冰的时候，大巴车突然一个剧烈颠簸，直接把所有的文艺忧伤全都给震碎了。司机在前面连声道歉，可阿贝尔已经顾不上这些了，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刚才那点少女心事，瞬间变成了生理上的折磨。阿贝尔的思绪回到了10年前，那时候他还是个爱哭鬼，因为晕车闹得天翻地覆，死活都不肯再上大巴车。父亲蹲下身子，温柔地摸着他的头，从兜里掏出一张神奇的贴纸，说只要贴上它，晕车的小怪兽就会被赶跑。那时候的他很好哄，一张小小的贴纸就能让他破涕为笑，跟着父亲开开心心的回家。可阿贝尔独自坐在颠簸的车厢里，嘴里轻声念着那个已经变得遥远的词家。整整10年过去了，曾经为他遮风挡雨的人早已消失不见，父母的惨死，还有祖父齐格弗里德失去爱子的悲痛，这些往事像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就在他快要窒息的时候，康健马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把他从那个漆黑的深渊里硬生生地拽了回来。康健马递过来一个小玩意儿，说要是晕车难受就试试这个专门的药贴。阿贝尔看着手里的东西，整个人都僵住了。这不就是当年父亲哄他使用的那种贴纸吗？一模一样的动作，一模一样的关心，让阿贝尔一时间分不清这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
他有些慌乱的把贴纸贴好，小声的说了句谢谢。原本冰冷的心里竟然泛起了一丝异样的温度。不知不觉大巴已经到站，看着康健马站在机场外打哈欠，阿贝尔这才发现自己竟然靠在座位上睡熟了。说来也神了，阿贝尔刚贴上药，贴就睡死过去，甚至还把口水蹭到了康健马肩上。康健马一脸无奈，决定还是把这个秘密烂在心里。刚下车，阿贝尔就换了副面孔，他戴上夸张的像素墨镜，一副大明星微服私访的架势，嘴里还念叨着绝对不能给狗仔队留下任何把柄。康健马在旁边听得满头黑线，心想咱们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哪来的狗仔队？这姑娘明明是第一次来机场，纯粹是紧张过度，在这儿自作多情呢。可阿贝尔却坚持说，以前总有人偷偷跟着他。就在他疑神疑鬼的时候，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骚动，有人指着这边大喊：“看那边！”阿贝尔吓得当场定住，以为自己的巨星身份暴露了，结果一群记者扛着长枪短炮，直接越过他，冲向了后面的康健马。原来人家记者是来采访冠军的，阿贝尔这波算是把孔雀开屏演到了极致，场面一度尴尬到了极点。康健马彻底被围死乐，各路媒体像闻到肉味的狼一样，把手机和录音笔全对到了他脸上，非要他交代击败强敌后的下一步计划。康健马表面稳如泰山，心里却在飞速盘算，这帮人的消息灵通的可怕，如果不给个说法，今天这机场大门恐怕是出不去了。但他心里很清楚，这次暑假的真正目的地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否则接下来的麻烦会没完没了。看着周围这群不依不饶的记者，康健马沉默了片刻，随后一脸淡定地抛出了个烟雾弹。他说：“我要去美国。”康健马这一句去美国，直接把这群记者给听懵了。大家开始疯狂记录这个重磅消息，现场瞬间乱成了一锅粥。就在这帮人忙着发快讯的时候，阿贝尔看准时机，一把拽住康健马的手，低声喊了一句：“快跑！”两人拉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包围圈。这波声东击西玩的确实漂亮。等那群记者回过神来，现场哪还有康健马的身影，只剩下一群人在风中凌乱。谁能想到康健马随口编的那个瞎话，竟然直接冲上了新闻头条，还被媒体关上了刺身剑客的名号。萨基盯着手机屏幕，整个人都看傻了。谁能想到堂堂大家族的大小姐出门竟然不坐私人飞机？阿贝尔一边搬行李一边抱怨，早知道这么费劲，还不如直接动用他的私人专机。结果一抬头，机场大厅竟然挂满了欢迎横幅，这排场想低调怕是都难了。更离谱的还在后面，明明名声这么响亮，他居然真的去挤经济舱，全都挤在这又窄的车厢里。看来这个传说中的顶级家族行事风格还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刚出站，阿贝尔一眼就看到了等候多时的祖父齐格弗里德，这位老爷子为乐接他们，特意调整了行程。阿贝尔赶紧上前道谢，毕竟这可是家族里的重量级人物。齐格弗里德倒是很随和，还夸奖康健马第一次出门办事表现得不错。就在几个人打闹的时候，几辆黑色轿车已经悄无声息地停在了路边。这排场真够大的，一整排黑色轿车整齐划一，直接把路给封死了。齐格弗里德站在原地没动，他在等那个带头的人出现。车门推开，盖恩斯披着那件标志性的披风，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康健马愣住了，不知道这家伙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可谁也没想到，刚才还一脸傲气的盖恩斯走到跟前，竟然直接弯腰行礼。他语气恭敬地说：“见皇大人，阿贝尔小姐，欢迎回家。”这一下直接把在场的人都给整懵了。齐格弗里德笑着调侃说：“盖恩斯还是这么爱讲排场。”盖恩斯却一脸谦卑，直言这点待遇乃配得上拯救人类的大英雄。就在盖恩斯盯着康健马，刚想打听这小伙子的身份时，齐格弗里德直接让他闭嘴，还叮嘱这件事必须保密，绝对不能往外传。盖恩斯也是个聪明人，立马心领神会，亲自弯腰给几个人引路，这姿态放得极低。康健马在一旁看得直皱眉，这人看起来地位不低，怎么对剑圣这么客气？他忍不住悄悄问阿贝尔：“这大叔到底是谁？”阿贝尔淡定地回了一句：“他是瑞士总统。”康健马当场就傻眼了，让一国元首亲自接机当司机吗？齐格弗里德客气了一句，感谢盖恩斯一路护送。盖恩斯倒是很谦虚，直言能陪剑圣出来透透气是他的荣幸。不过这位总统先生显然对康健马更感兴趣，他主动走上前，为之前的失礼表示抱歉，并正儿八经地做了自我介绍：“我是盖恩斯·塞巴斯蒂安。”康健马也没露怯，平静地伸手回礼，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可盖恩斯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变得微妙起来。他说自己早就看过康健马在学院季上的表现，他直言能见到康健马是种荣幸，还希望以后能多亲近亲近。这拉拢的意思已经写在脸上了。齐格弗里德赶紧出声打断，让他别在这儿忽悠年轻人。盖恩斯倒也不尴尬，打个哈哈说自己是看中了康健马的本事，随后便带着车队识趣的离开了。看着远去的车影，齐格弗里德随口问了一句：“你觉得这位总统人怎么样？”康健马想了想说：“感觉他没什么架子，挺好说话的。”齐格弗里德听完笑而不语，他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说：“现在全世界的大人物其实都在盯着一件事，那就是谁会成为他剑圣的继承人。”这下康健马终于明白了，刚才那番热情的寒暄其实是一场关于未来的豪赌。齐格弗里德边走边说：“像盖恩斯那种人，从来只讲利益不讲感情，只要对他有好处，他就会把嘴闭得死死的。”他告诫康健马，越往高处走，身边这种人就越多，你必须学会怀疑他们，更要学会利用他们。这就是七星英雄这个位子的重量。别人送的人情你必须接着，但绝对不能陷进去。如果不划清界限，
你只会被人轻视，最后连手里的权力都会被架空。康健马听得心里发沉，感叹这人情世故实在太复杂。齐格弗里德拍了拍他，直言这就是带他来这里的目的。有些东西必须得慢慢习惯。眼看天色不早，齐格弗里德招呼大家先去吃饭，可康健马却站在原地没动。他想一个人再待会儿。齐格弗里德没再多说什么，带着阿贝尔先行走进了城堡，留下康健马一个人对着夕阳下的荒野发呆。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窗帘就被一把拉开，女仆希尔准时出现在床前。这位看起来不太好惹的管家直接传达了剑圣的命令，让他赶紧洗漱去见家主。早上6点，城堡的餐厅里静得吓人。康健马换上了简单的 T 恤，坐在长长的餐桌前，面对着精致的西餐，他显然有点无从下手。阿贝尔一边切着牛排，一边好奇地问他，是不是还不习惯用刀叉？看来这顶级豪门的生活，光是吃顿饭就够康健马头疼一阵子了。康健马刚想开口聊天，就被执事卡伦冷冷地打断了。他说在餐桌上最好别说话。这位管家不仅规矩多，还得兼职厨师、园丁和修理工，简直是个全能工具人。转眼间，康健马已经在城堡住了4天，他逐渐适应了这里规律的生活，还有那个强得离谱的女仆，以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事。早上7点，康健马准时出现在后院劈柴。他看着手机上那可怜的信号，忍不住吐槽：这地方连个服务都没有。更离谱的是，这么大个城堡竟然只有2个佣人。他总算明白阿贝尔为什么过得那么省了，因为这位大名鼎鼎的剑圣骨子里其实是个铁公鸡。为了省钱，连劈柴这种活儿都得让他亲自动手。不过看着眼前的雪山美景，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康健马觉得这种日子倒也挺舒坦。如果生活只是劈柴看风景的话，那确实挺完美的。可惜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齐格弗里德一脸严肃地告诉康健马，你体内的力量太原始，也太霸道，现在盲目追求变强根本没用。你现在最该做的是静下心来跟自己的内心沟通。道理康健马都懂，但他心里还是忍不住犯嘀咕，大老远飞到这冰天雪地的地方，难道就是为了坐在这儿发呆吗？还没等他想明白，现实的打击就先来了。盘腿坐了太久，他的2条腿已经麻得没了知觉。齐格弗里德看他那副样子，没好气地对了一句，别在那瞎哼哼，你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事。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2声清脆的敲门声。康健马立刻反应过来，这是执事卡伦到了。卡伦快步走到齐格弗里德身边，低声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一听到李夏这个名字，齐格弗里德当场就炸毛了，指着窗外破口大骂，完全没了刚才那副宗师的派头。直到执事卡伦小声提醒，他才意识到康健马还在旁边。老头子尴尬地咳嗽了2声，找个借口就急匆匆地出门了，留下康健马一个人在原地纳闷，这个李夏到底是什么来头？回到房间，康健马往沙发上一躺，心里这落差确实有点大。本以为跟着人类最强者修行，能有什么真刀真枪的特训，结果天天除了劈柴就是打坐。他盯着天花板自嘲，难道是安稳日子过久了，自己竟然开始怀念那种在副本里拼命的感觉。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既然现在人在瑞士，那离那个著名的副本应该已经很近了吧。康健马盯着桌上的短刀，心里暗自盘算，这下稳了，那个副本的奖励宝贝的不得了，唯一麻烦的是必须凑够3个人才能进去。就在他发愁去哪找人时，门外传来了3声敲门声。康健马一听这节奏，就知道是阿贝尔来了，他以为是到了开饭的时间，随口应了一声就去开门。可门一打开，外面的气氛却有点不对劲，阿贝尔就那样站在门口，一句话也不说，和平时那个大大咧咧的他简直判若两人。康健马正纳闷呢，阿贝尔突然低声问了一句，我能进你的房间吗？这下轮到康健马愣住了，大晚上的他到底想干什么？康健马来到这座城堡已经整整4天了，虽然每天都能见到他，但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这顿饭吃的那叫一个尴尬。康健马显然还没适应这里的规矩，连手里的刀叉都是不明白。阿贝尔实在看不下去，小声问他是不是用着不习惯。话还没说完，就被卡伦冷冰冰的打断了。在这里，食不言寝不语是死规矩。这下谁都不敢再吭声，气氛简直压抑到了极点，连话都不让说。这日子过得真够憋屈的。阿贝尔想起小时候，祖父就经常念叨，挑男人的眼光一定要放高点，绝对不能找个比祖父还弱的。在阿贝尔心里，祖父就是世界上最强的人，谁也打不过他。可自从住进这城堡，祖父的话就像一道紧箍咒，压得他喘不过气。但是事情真的会像祖父说的那样吗？齐格弗里德放下茶杯，语重心长地告诉阿贝尔，选男人不能光看实力，人品才是最重要的。知人知面不知心，那些不求回报主动伸手的人，往往比明面上的敌人还要危险100倍。阿贝尔听得一头雾水，祖父今天这是怎么了？突然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齐格弗里德哈哈一笑，说这只是老头子的经验之谈。随后他转过头，语气瞬间变得严肃，他吩咐卡伦和希尔，那个叫康健马的少年是来修行的，谁也不准去打扰他。卡伦低头领了死命令，表示一定会办好。阿贝尔一个人躲在房间，心里早就乱成了一团麻。明明知道祖父说的有道理，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只要想到和康健马在同一个屋檐下，他就莫名的感到兴奋。这种像小女生一样的心思，让他觉得自己幼稚透了。最让他纠结的是，康健马这个人实在太温柔了，那种完全不带任何目的的好，反而让他不知道该怎么应对。难道真像祖父说的那样，这种没安好心的人才最危险？阿贝尔还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去找康健马，结果希尔突然冒了出来，把他吓了一大跳。
希尔面无表情的开口说：“祖父，齐格弗里德因为急事出门了，今天会很晚才回来。”阿贝尔愣住了，不明白希尔为什么要特意说这个，难道自己的那点小心思全被看穿了？希尔没有多解释，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空气里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尴尬。既然祖父不在家，那现在不就是最好的机会吗？阿贝尔再也坐不住了，起身就往外跑。希尔站在阴影里，看着阿贝尔远去的背影，一句话也没说。阿贝尔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心里还在打退堂鼓，可转念一想，祖父不在家可是难得的机会，要是现在不去，以后恐怕就更没机会了。他深吸一口气，决定豁出去了。就在他加速往前冲的时候，最不想见到的人却突然出现在了面前。卡伦像座大山一样，死死挡住了去路，这下麻烦大了。阿贝尔怎么也没想到卡伦会在这儿等着他，想起祖父之前的交代，他心里更虚了。为了掩饰尴尬，他只能在那儿打哈哈，说自己在学校待久了，连自家的路都快认不全了。他想找个借口溜走，可卡伦一开口就直接戳中了他的痛处，问他是不是又要逃跑。在卡伦眼里，阿贝尔总是在关键时刻退缩，永远在离目标只剩一步的时候选择转身离开。这一番话说的阿贝尔哑口无言，毕竟逃避了这么久，有些事情终究是要面对的。想起父亲曾经的期望，阿贝尔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躲下去了。他死死攥住手里的衣服，这一次他决定听从内心的声音，彻底豁出去了。他终于走到了房门口，轻声问了一句：“我能进来吗？”看着屋里的康健马，阿贝尔心里清楚，这一步迈出去，一切都要变得不一样了。阿贝尔总算进了屋，看着眼前的康健马，他整个人都不自在了，只能在那儿没话找话。康健马随口客气了几句，气氛刚要冷场，阿贝尔突然一嗓子问他明天下午有没有空。这一出直接把康健马整懵了，刚想问个为什么，阿贝尔反而急眼了：“别拿问题回答问题，到底有没有时间？给个痛快话！”康健马这波反客为主，直接把阿贝尔给整不会了。他说明天正好有空，想出去走走，顺便问阿贝尔要不要一起吃午饭。这一句邀请让阿贝尔脑子瞬间宕机，满脑子想的都是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约会吗？他在那耳语无伦次的答应着，为了掩饰慌乱，还提议去日内瓦吃寿司，说自己只是好奇味道而已。结果康健马根本没想那么多，直接一盆冷水泼下来，说大老远跑来瑞士，谁要吃寿司啊？当然得尝尝当地特色。这下尴尬了，阿贝尔在那儿拼命找补，康健马这随口一句话，算是彻底踩着雷了。他说最近刚跟社团的人吃过寿司。阿贝尔一听，整个人都不对了，他盯着康健马问：“你说的成员里是不是有萨基？”这下轮到康健马懵了，他赶紧解释说还有别人呢。结果越解释，阿贝尔火气越大。阿贝尔这一嗓子差点没把康健马给送走。他在那耳语无伦次的骂着，说康健马是个大骗子。可骂完之后，他又强行把话题给拽了回来，撂下一句明天必须准时，然后头也不回的跑了。这下轮到康健马怀疑人生了，他看着阿贝尔离开的背影，完全搞不懂这姑娘到底在发什么神经。他还在那儿小声嘀咕：“我是真的不想吃寿司啊。”看来这直男的脑回路跟阿贝尔完全就不在一个频道上。阿贝尔这会儿还没缓过劲来，他原本只是想找个借口跟康健马单独待一会儿，谁能想到这事儿居然直接变成了约会。他在那儿美得不行，觉得这波简直是意外之喜。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走廊另一头的画风就彻底变了。卡伦急匆匆地赶过来，正撞上迎面走来的齐格弗里德。这位大佬可没心思闲聊，一开口就让卡伦省掉那些废话，直接汇报现在的局面。卡伦急得满头大汗，说有个不速之客突然找上门，正逼着会长教人，非要打听剑圣带回来的到底是谁。齐格弗里德直接打断了他：“行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听到这话，卡伦总算松了一口气。齐格弗里德独自推开房门，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推开门一看，理查正大摇大摆地坐在主位上，随手把抽完的雪茄扔在地上。他笑着打了个招呼：“咱们得有10年没见了吧？”这位不速之客可不是一般人，他就是7星英雄之一，人称枪圣的理查。面对这种级别的挑衅，齐格弗里德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直接冷冷地问他：“你大老远跑过来，到底又想闹什么乱子？咱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理查听了哈哈大笑，开始当面揭短，说：“你自从丢了一条胳膊，倒比以前那副高傲的样子更有男人味了。”齐格弗里德可不惯着他，反手就对了回去，说：“我看你是年纪大了，变得跟老娘们一样爱碎碎念。”话音刚落，齐格弗里德直接拔剑出鞘，蓝色的剑气瞬间逼到理查面前。“既然你这么喜欢当女人，那我就干脆成全你。”